平行世界，苏明戴着遮阳头巾，顶着烈日，在黑州坦桑的一处黑市上。黑州是个神奇的地方，这里是空间和光的帝国，但是在强烈的光明背后也会有深邃的黑暗。虽然这片土地十分贫瘠，但是只要找对门路，依然能够发财。而作为龙国的人，如此年纪不去上学，反而在遥远的黑州贩卖各种枪支武器的黑市上，这就十分奇怪了。其实苏明来这里是来赚取自己的第一桶金的。苏明从小就发现自己的悟性十分的逆天，什么东西几乎都是过目不忘，学习能力也特别强，所以苏明才能够以全省理科第1名的成绩考进大学。而苏明发现自己在机械或者干脆说是武器枪支这方面的学习能力尤为突出，而且加上苏明从小就喜欢研究各种科技武器装备，所以想要以后往这方面发展。但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虽然说苏明考进了华清大学，但是该没钱还是没钱啊，搞这些东西都是需要钱来支撑的。而作为一个大学生，想要短时间内赚取足够支持自己未来创业发展的第一桶金，简直难如登天。去外面当家教，一天给你200块就不错了；去当外卖员，一天累死累活才能赚500块；去饭店端盘子去，那就更别说了。其他来钱快的方式就是刮彩票了。苏明想了想，还不太现实。以这样的效率，什么时候他苏明才能积累起自己的第一桶金啊？正常的方式来钱太慢，所以苏明得想一个来钱快的方式。因此苏明想到自己既然对武器军火那么了解，加上自己还有悟性逆天的能力，有这样的能力怎么能够浪费呢？所以苏明一咬牙，一拍大腿，直接就选择来到了国外。苏明的第一站选择的是富裕且混乱的中东。众所周知，虽然中东连年混乱，但是狗大户们的资源丰富啊，他们别的没有，就是有的是钱。狗大户有钱，装备们更新的就快，而那些被替换下来的装备往往就进入仓库生锈去了。而苏明就是看上了这块肥肉。这些落后的装备对他们来说可能没有太大用处了，但是对黑州那边的人就有大用了。黑州这边本来就十分的贫瘠，物资匮乏，又连年征战，自然对武器需求是非常大的，但是又买不起全新的装备，这种二手的反而对他们来说是最合适的。什么装备落后不落后的，对他们来说只要能用，那就是好装备。所以苏明选择从中东那边倒卖武器军火到黑州这边赚一个辛苦费。虽然说的简单，但是其中的各种门路环节的打通，也只有苏明知道其中的辛苦。尤其他现在还只是一个20出头年轻人。苏明虽然这是第一天来到这个黑市，但是他早在摆摊之前就对这个黑市观察许久了，所以对黑市的情况也是有所了解。这个黑市可以说是鱼龙混杂了，平时来这里买装备的有杀手，也有雇佣兵，当然也有纯粹卖武器，就是为了装备自己的。在这片混乱的地方，哪户人家手里没有枪械傍身，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自己摊位的左边瘦猴一般的是一个名叫藤村的樱花国的军火贩子，而自己的右边摆摊的满脸横肉的则是一个名叫史密斯的军火贩子，这人是来自米国的。这2个人苏明知道他们并不是什么好相处的，因为他们的背后有些背景，所以在黑市算是横行霸道的角色。之前在苏明这个位置的商户，就是因为跟他们2个竞争销售军火，被他们2个联合压价以及各种威胁，搞得最后干不下去了，只能跑路。不过苏明可不在乎他们，毕竟苏明的悟性逆天可不只是枪械和军火的设计方面，在其他方面也是有作用的。而一旁的藤村和史密斯看到中间又来了一个商户，而且还是一个年轻人，2人对视一眼，露出了意味深长的神色。小子，看着你面生啊，是刚来这里的吧？史密斯嬉皮笑脸的说道。没见过，这里的规矩懂吗？用不用让叔叔来教教你啊？瘦猴一般的藤村也是调笑道。苏明没有搭理他们，而是继续做着开摊前的准备。至于瘦猴藤村所说的这里的规矩，苏明自然明白，在黑州这片土地上就不要渴求什么文明了，拳头就是这里的规矩。2人看着苏明没有搭理他们，脸色也是阴沉了下来。一个新人也敢无视他们，一般刚来这里的新商户，那个不是先舔着脸孝敬一些他们烟酒的呀？而这个毛都没长齐的年轻人居然没有搭理他们，这让2人十分的不爽。不过不爽归不爽，他们并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因为好歹是新来的商户，如果人家刚来就暴揍人家一顿，这让周围的那些商户怎么看？犯众怒的事情他们可不会干。不过时间长了，闹点矛盾，最后忍受不住跑了，那就不怪他们的事情了。而且2人也有门路，能以非常低的价格拿到最新式的武器装备，一般在竞价方面没有人能够比得过他们。如果有，那对面那人一定是亏钱在卖，这个时候他们就可以找个人去抄底了，让对面赔的裤子都不剩。这种事情他们干过不少次了，屡试不爽。因此他们准备看看眼前的这个年轻人都卖的是什么装备。
了解清楚之后，他们可以进一批打价格战，最后这小子也得撑不住，最后跑路。让这小子知道，在这片区域卖武器装备的，不跟他们打好关系是不行的。虽然打好关系了，他们也不一定领情就罢了。而苏明这边收拾着，旁边2个人发现不对劲了。别人卖武器装备都是摆个桌子，将要卖的东西摆在桌子上供人观赏，而眼前的年轻人呢，反而把桌子撤走了。这是干啥？难道不是摆摊吗？就在2个人纳闷的时候，苏明从远处推过来一个大推车，大推车上盖着一块布，虽然看不清里面是什么东西，但是知道里面东西还挺多的，毕竟已经堆积成一座小山了。2人有些疑惑，这里面是什么东西？然而很快苏明就为2人解开了疑惑。随着苏明掀开黑布，在场的众人全都惊呆了。fuck， 这么多的枪啊！不只是枪，还有子弹啊！这是什么造型？为什么把这些武器直接推过来啊？没见过这个摊主，估计是新来的吧？哪里有这样卖武器的啊？看这些武器好像还是二手的样子。能在这里卖军火的商人们自然一眼就看出来了，苏明推过来的这一大车的武器军火好像都是二手的，并不是全新的。众人有些惊讶，二手的武器也有些商人有，但是都是少量的，毕竟军火的利润本来就不高，二手的就更卖不出去价格了，所以很少有人大批量的搞二手军火，而且就算有人想要大批量的搞二手军火，也很难搞到。第2章，二手贩子。苏明推出来的武器里有手枪、左轮，也有步枪以及各种枪械的子弹，不过相比其他摊位摆得整整齐齐的样子，苏明这完全就是堆在一起的样子。看到这一幕，旁边的藤村和史密斯笑了起来。小兄弟，你要是不会卖，可以跟着我们学学。就是哪里有你这样卖的，这全堆在一块儿，待会儿让人怎么买呢？2人一唱一和地说道。此时他们2人也不再在意苏明买的是什么武器了，毕竟二手的武器他们可没有，他们搞来的可是全新的武器装备，这种不赚钱的二手军火他们不惜的去碰。而且在这里干了这么久，他们也知道二手军火虽然比较便宜，但是来买的都是一些散户，没有什么大生意，也赚不了多少钱。本来他们还准备看看苏明卖什么东西，看看他们能否搞过来跟苏明打价格战，结果现在看来没有必要了，毕竟人家都卖二手装备了，还怎么跟苏明打价格战？周围的商户和来黑市想要买武器的人也纷纷驻足观看，他们也是头一次见到这样售卖武器的。苏明收拾完毕，看到围过来的越来越多，苏明也觉得差不多了。大家瞧一瞧看一看，二手便宜的军火装备了，绝对的物美价廉，物超所值啊！苏明一嗓子让更多的人纷纷看了过来。卖别的东西叫卖的常见，但是卖军火叫卖的是真的不常见啊！很快苏明的摊位就被群众围满了。一旁的藤村和史密斯看到这么多人围在苏明的摊位面前，不屑地撇了撇嘴。现在搞这么大的阵仗有什么用？待会儿还不是没人买。小伙子，你这是什么意思？这么乱，武器怎么卖啊？让我们随便挑随便选吗？人群中有人问道。苏明笑呵呵地说道，当然不是，不过也差不多。啥意思啊？那人继续问道。苏明并没有直说，而是从后面推出来一个大的电子秤。看到电子秤，在场的人更加猛了。啥东西？这又不是卖大白菜，怎么还会有人买武器装备的时候带着电子秤来的呀？随即说道，看到了吗？这些武器装备全都论斤卖，最低10斤起卖，1斤的价格在1万黑朗，不二价，也不能随便挑，只能用铲子铲，铲多少就是多少。黑朗是黑州的货币单位，1万黑朗相当于100块华夏币。啥？听到苏明说的，在场的观众和商人们都惊呆了，他们头回听说武器军火是能论斤卖的。难道军火还能这样卖吗？虽然心中这样想着，但是很多人已经开始在心中盘算这个价格合算不合算了。奇怪的是，按照他们心中的推算，1万黑朗1斤的价格不贵啊，而且算是非常划算了。即使是二手军火，这个价格也非常不错了。并且根据他们看到的，这堆武器里面有不少成色不错且价格不低的武器。要是一铲子能铲几个这种武器，绝对是赚的呀。就算铲不到好武器，以1万黑朗1斤的价格，是真的不算很贵啊。也不亏啊，而且这种购买方式也很方便，花了多少钱一称就知道了。关键是这个售卖方式太豪放了，直接论斤卖。其实苏明在开始售卖之前就已经计算过了，以这种方式售卖，他肯定是不会亏的，但是却能让这些经常购买装备的客人们认为十分的划算。只能说虽然他们有点小赚，但是苏明永远不亏。先给我来20斤的。从苏明讲出售卖规则之后，很快就有人忍不住想要出手了。因为他已经看好那堆武器里面哪处位置最好了，一铲子下去说不定能赚不少。可以，先付钱。苏明笑呵呵地伸出手说道。那人很爽快地付了钱，
反正苏明的摊子在这里，他也不担心苏明耍诈，先交钱就先交钱。有了第一个吃螃蟹的，很快就有第二个、第三个，而且为了防止好东西都被前面的人给铲走了，所以一个个都争先恐后的向苏明交钱，生怕交完了，待会儿只剩下一些不值钱的家伙时。苏明此时就跟普通地摊上卖西瓜的贩子一样，客人选好之后，苏明用电子秤来称好斤两，然后算账打包一气呵成。不知道的还真以为苏明是在卖普通的山货呢。看到这一幕，一旁的藤村和史密斯人都懵了，这样也行吗？两人发现按照苏明这个卖法，居然效率极高，很快满满一小车的军火就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快速消失下去。虽然还比不上他们接一个大单，但是也非常恐怖了。两人看得有些眼红，虽然他们知道苏明这个价格挣的应该不多，但是耐不住量大，如果天天这样积少成多，将来也是一笔十分可观的财富。眼看着别人挣钱，可不是他们的风格，他们还没有那么高尚。很快比较损的藤村就想出了一个损人利己的方法。各位客人们，这个小伙子卖的军火明显是二手的，大家都知道二手的装备是很容易坏的，而且说不定你们现在买的这些武器里面就有坏的，还不如直接买我们这样的全新的武器，保证给你们一个便宜的价格，还没有质量问题。藤村说完后，史密斯也反应过来，也附和着说道，是啊，这小伙子太年轻了，嘴上无毛，办事不牢。你们从他这儿买的武器坏了，可没有售后啊，还不如买我们的装备，全新的就没有这个问题。他们的话也确实起到了作用，听到两人的对话，本来着急购买的群众们纷纷慢了下来。是啊，虽然这东西确实便宜，但是要是买给他们的是坏的，那可就不是占便宜了，而是吃亏了。就连之前交了钱已经拿到东西了的顾客，现在都有些后悔了。他们只顾着贪便宜了，也没想这些武器是不是能用。就算能用，用不了2天就坏了，那怎么办啊？所以也嚷嚷着想要退货。而苏明听到藤村和史密斯的话，并没有恼怒。虽然早就知道他们两个不是什么好家伙，但是没想到他们为了对付自己这个新人，真是无所不用其极啊！只要是在这个黑市贩卖武器装备的商贩都知道，在这个黑市，无论是全新的还是二手的装备，向来都是货物出售，再不负责，更没有售后这一说。现在到他这儿了，怎么偏偏拿售后说事儿啊？这分明就是看自己好欺负啊！不过苏明并没有马上与他们产生冲突，因为苏明知道这个时候产生冲突并不能解决问题，反而会事情更加糟糕。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解决目前的问题。第3章，你虽然小赚，我永远不亏。不过虽然说苏明卖的是二手的军火，但是苏明却可以说所有的武器装备质量都是好的。要是别人或许不敢这么说，但是苏明却敢这么说。毕竟苏明学的专业就是机械啊，苏明对武器的研究绝对是最顶级的。所以苏明在售卖这些二手装备之前，就已经测试过这些军火是否能够正常使用。但凡有问题的，苏明也能修得没有问题。所以藤村和史密斯说的军火质量问题根本就是子虚乌有。苏明想了想之后说道，大家放心，我卖的装备可以保证没有任何问题。哼，保证有用的话，那要警察干什么用？史密斯笑道。苏明没有搭理史密斯，我知道大家现在可能还不相信我，但是凡是从我这里卖出去的军火，我都做过标记，枪械装备上都有一个星星记号。如果这些枪械你们买回去之后出现了任何问题，可以找回来，我可以保证售后维修。听到苏明的话，刚刚买了武器装备的人们纷纷查看向自己刚买的东西，果然如同苏明所说的那样，在所有枪械的枪托位置都有一个小小的星号标记。这算什么？一个星号标记而已，并不能证明你会维修啊。你说你能维修就能维修了，你不过是一个小小的军火贩而已。一旁的藤村笑道。按照藤村所想，苏明这就是在夸海口而已。苏明这么年轻，再怎么厉害也就是一个小军火贩，说他是军火商都有些抬举苏明了。又这么年轻，怎么可能会维修军火呢？而且如果是1-2种武器的维修还有可能，但是藤村刚才观察过，苏明那一堆武器小山上面起码就有20-30种武器的类型，他不相信苏明全部都会维修，这根本不可能。而此时苏明却是笑了笑，他做不到的事情自然是不会答应的。秉承着物美价廉，童叟无欺，顾客就是上帝的服务理念，苏明在摆摊之前就想好了，但凡是从他这里卖出去的二手装备，苏明都会进行售后维修服务。之所以这样，那是因为苏明看中的并不是这一点的蝇头小利，苏明看中的是那些大人物的目光。而这吸引大人物目光的第一步，首先得有一个良好的信誉。光说不练假把式，如果有人不信的话，可以将自己手里坏了的武器装备拿过来，看看我有没有能力维修不就行了吗？听到苏明的话，在场的众人一阵骚动，没想到苏明年纪不大，
口气倒是不小。所谓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很快就有人站了出来。我的这把半自动步枪坏了，能帮我看看吗？本来他来黑市就是因为步枪坏了，想要换一把，结果听到苏明说可以维修，想着反正最坏的结果就是修坏了，自己重新买一把，自己并没有什么损失，不如就让他试试。可以。苏明接过手来，仔细地端详了起来。这是一把 SVT-40半自动步枪，是属于非常老的款式了。苏明一看就大概猜到了是哪里的原因了。这种老式半自动步枪哪里都好，就是弹壳卡槽非常容易出现问题。也不是说所有的这种枪都会出现这种问题，可能是因为品控原因，有些这种型号的半自动步枪就不会出现这种问题，有些就会出现。苏明十分利索地将手中的半自动枪拆卸而下。看到这一幕，在场的观众有些惊讶。真利索呀！是啊，我都没看清就把枪给拆卸开了，这小子有点东西啊。在场有很多用枪的老手，一眼就看出了苏明不简单，一般人没有他这么利索的。苏明看了一下，果然是弹壳卡槽的问题，用的时间长了，有一处地方形变了，所以每次枪支抛壳的时候都会出现问题。这也好办，拿东西将这块形变的地方磨下去就好了。这次摆摊，苏明将维修枪械的车床以及各种维修设备都带过来了，所以苏明很快就修好了这支 SVT-40半自动步枪。苏明将枪给刚才的黑人小伙丢了过去。试试。黑人小伙惊讶地接过手中的枪。这么快？他有些怀疑苏明有没有修好。不过等他经过几次抛壳操作之后，发现果然一点都不卡壳了，十分顺畅后，就将这个疑虑打消了。我操，他居然真的给我修好了！居然真的修好了！这个小伙子有点本事啊！难道他真的会维修？就一把枪而已，说不定他是瞎猫碰上死耗子呢，也说不定他就会维修这一种枪械呢。藤村阴恻恻地说道。如果大家还不相信的话，可以多拿几把枪过来，我可以免费给大家维修几支枪。听到苏明的话，人群中有几人拿出了自己有毛病的枪，让苏明瞧瞧。这些枪有步枪，有左轮，有手枪，好几种品类。你们稍等一下。说完，苏明转身开始在维修台上维修了起来。1个小时后，苏明将刚才收到的6把枪再次拿了出来，将其物归原主后，几人都呆住了。我去，真的给我修好了！我的枪管都裂开了，我都以为没得修了，没想到还真给修好了。小兄弟有这技术，还卖啥军火呀？直接去帮人维修不也能挣钱吗？我这枪是我老爹留给我的遗物，没想到还有能修好的一天，太谢谢你了，小兄弟。这次我是信了，这个小兄弟是会修枪的，有这手艺，加上小兄弟的保障，我们还怕啥啊？小兄弟，给我来30斤的。看到这一幕，藤村和史密斯2位异父异母的兄弟全都懵了。他们也没想到，本来是想搞砸苏明的生意，现在反而让苏明更加火了。关键是他们是真的没想到，这个年轻人居然真的能维修那么多种的枪支。如果之前的半自动步枪能说苏明是瞎猫碰上了死耗子，而现在苏明一下子维修好6种不同类型的步枪，那就不可能再说苏明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这就是苏明真的有本事了。2人现在无比的难受，但是现在也没有任何办法，只能看着苏明挣钱。不过半个的功夫，苏明所准备的一车军火被卖得一干二净，还有很多人没有买上，有些难受。苏明笑着解释道，我的二手武器装备并不是只有这么一点，你们想要多少有多少，明天还会同一时间开始营业，欢迎大家来照顾生意。听到苏明说还有，那些没有买到的顿时激动了起来。小哥，我能不能先给定金啊？就是，我们今天给了你定金，明天再来拿货行不行？苏明看到生意这么好，也很高兴。不过对于苏明来说，这种来钱方式还是有点慢了。其实苏明并没有夸海口，这样的二手装备，苏明在中东那边足足采购了上千吨。今天这点还真只不过是那些军火中的冰山一角罢了。不过苏明之所以这么做，主要还是为了引出那些能吞下这些货的大人物。第4章，一切都好说。1周后，坦桑某处军事基地里，作为黑州起义军领袖的阿贝巴有些烦躁。武器还远远不够，但是没有钱不够啊，要是有便宜的军火就好了，只要能先装备起来，一切都好说啊。但是阿贝巴也知道，想要拿到大批量的二手便宜军火是何等的困难，根本没有人愿意费那么大的劲儿从境外进口大批量的二手军火来。因为进口二手军火不仅困难，有的时候对军火商来说，买二手军火运过来还不如直接买新的军火省钱，所以大部分的军火商不愿意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就在阿贝巴烦恼的时候，副手兴高采烈地跑了过来。老大，找到了，我找到了。你找到什么了？阿贝巴好奇地问道。我找到能便宜买到二手军火的地方了。哦，说说。老大是这样的，这些天
你不是让我找一些便宜装备的来源吗？阿贝巴点点头，确实，这些天他正为军火的事情发愁呢。现在他们队伍人数不少，但是军火弹药却是严重的缺失。一个部队缺少装备，不只是直接影响战斗力的下降，还间接的会影响部队的战斗力。优秀的士兵都是子弹喂出来的，他们连武器都没有，那这些士兵肯定会缺少实战的经验，对战斗力的影响是非常大的。你继续说。阿贝巴点头示意道，是，这些天我在图克黑市中偶然发现了一个龙国的年轻商人，他那里好像就有不少的二手军火售卖，而且价格非常的便宜。不过他售卖武器的方式有些特殊。怎么个特殊法？听了副手的话，阿贝巴瞬间来了兴趣。他卖军火不是按照武器的品类来售卖的，而是论斤来售卖的。听了副手的话，阿贝巴瞬间愣住了。论斤卖的？这是个什么售卖方法？就是论斤，所有的枪械和子弹全都堆积在一起，要多少斤直接称好，一斤的价格在10000黑朗。听到副手的话，阿贝巴眼睛一亮，有点意思，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售卖方式。关键是这个价格确实很便宜啊！你是说有个龙国小伙子在黑市上说他那里有大量的二手装备，而且价格非常公道，还是论斤卖的？副手重重的点了点头。真的假的？阿贝巴的第一反应就是不太相信。副手连忙说道，起初我也不相信，但是后来我派人观察了几天，发现他好像真的二手军火源源不断似的，而且最关键的是他承诺买卖出去的军火全都有售后。我想的是，反正我们都这样了，不妨我们明天去问问。副手建议道。阿贝巴沉思片刻道，行，他有没有料，明天去问问就知道了。不过既然他是龙国人，记住一定不能失了礼数。阿贝巴非常喜欢龙国的文化，而且知道龙国的人并不像西方的那些国家一样道貌岸然，龙国是真的在为世界和平做出自己的贡献，所以阿贝巴对龙国人都抱有一些先天性的好感。是，副手连忙回应道。副手知道，虽然平时阿贝巴嬉皮笑脸的，但是他说的话却是一言九鼎的，要是谁违反了阿贝巴的话，那就要受到严酷的惩罚。翌日一大早，黑市上便传来叫嚷的叫声，循着声音看去，正是黑市上的藤村和史密斯兄弟。这2天苏明的生意异常的火爆，而他们两边却并没有什么大单子，跟苏明的摊位前一比，简直可以说是门可罗雀了。见到苏明生意那么好，他们下意识地认为是苏明抢了他们的生意，因此对苏明愈发的不满了。不过其实本来他们的生意就和苏明的生意重合并不多，他们是出售全新的武器军火的，而苏明是一个二手的军火贩子，来苏明这里买东西的纯粹就是图一个便宜，对他们的生意并没有太多的影响。他们之所以生意不好，纯粹是他们自己的原因，不过他们却是很自然地将他们的生意不好归罪在了苏明身上。而今天他们终于是忍不住了，两兄弟一合计，准备开始找苏明的麻烦。之前他们不找苏明的麻烦，那是因为苏明是刚来的，他们不想落下一个欺负新人的名声。现在苏明已经来了好几天时间了，随便找个摊位之间的矛盾教训一下苏明还是可以的。在黑市里，拳头就是硬道理，所以今天他们一来就开始对苏明进行各种找茬。苏明本来不愿意搭理这2个挑梁小丑，结果这2个人蹬鼻子上脸，给脸不要脸，忍无可忍，无需再忍，是可忍孰不可忍。眼见苏明上钩了，2人眼睛一亮。在黑市有矛盾是用拳头来解决的，虽然黑市里有不少的枪支弹药，拿起来就能一阵突突突，但是规矩还是有的，要是有矛盾就开始火拼，那这个黑市早就乱起来了，所以只能用拳头解决。不过瘦猴般的藤村和肥胖的史密斯虽然看起来有些歪瓜裂枣的样子，但是他们也是有真功夫的，没2下子敢在黑市里这么豪横。瘦猴学过跆拳道，跆拳道的段位快要到黑带了，而史密斯更是精通自由搏击的技巧，2人联手对付一个看起来20岁出头的小年轻，还是很轻松的，至少对他们2个人来说是这样的。小子，你一个新人来黑市，不知道对我们这些老人尊敬一点也就罢了，还敢顶嘴！既然你这样不知好歹，那就让你了解了解这里的规矩，待会儿打疼了可别哭鼻子，就说我们欺负你小子。苏明眼睛微眯，烦死了，要打快点来，别耽误我的生意。听到苏明这话，2人顿时愣住了，随即就是勃然大怒。没想到有一天他们居然被一个小年轻给瞧不起了，嘴皮子挺利索的，就是不知道待会儿求饶的时候嘴皮子也是否这么利索。第5章，你会维修？此时一旁的那些商户们也在窃窃私语，这2个人又来欺负新人了。哎，不知道被他们2个欺负走多少商户了，这个小子有点惨了，估计最少半个月下不了床了。少了，上回一个比这小伙子壮士多的商户
因为惹了他们两个，直接被打成残疾了。这怕是要真的打起来了。虽然这些商户都看不上藤村和史密斯的所作所为，也为苏明感到惋惜，但是并没有一个人选择上去劝架。在图克黑市中，事不关己高高挂起很正常，对他们来说，能在心中为苏明默哀3分钟，已经是他们莫大的仁慈了。这种鱼龙混杂、堪称三教九流的军火贩们眼里，感情不值一提，武器、拳头和金钱才是唯一的真理。而此时，苏明也并没有将寄希望于这些商户能来帮自己一把，在这里，一切都要靠自己。苏明早就知道这种场面他迟早会遇上，所以苏明摆好了架势。两侧的藤村和史密斯也并没有给苏明准备的时间。藤村大叫一声，两人同时朝苏明冲了过来。藤村见苏明并没有面对自己，而是看向了史密斯那边，三步并作两步，竟然速度十分快的，要比史密斯还要先一步来到苏明背后。藤村眼见苏明仍然背对着自己，嘴角掀起一抹弧度，立刻朝着苏明的肩膀抓去。就在藤村以为自己即将得手的时候，苏明轻轻一回身，左手的手肘如同枪，快速地攥向了藤村的胸腔。藤村没想到苏明居然反应过来了，而且苏明的速度居然那么快，自己此时也来不及收招，所以自己的向前的惯性加上苏明本身的力道，直接一肘击，直接结结实实地挨了一击。一瞬之间，藤村就倒飞了出去。正赶来的史密斯看到这一幕，吓了一跳，只感觉这次他们一好像是踢到铁板了。他都没看清苏明的动作，藤村就倒飞了出去，而且看情况，藤村的状况并不是很好，一股凉气瞬间就从史密斯的尾椎骨直冲向了他的后脑。不过这个时候说什么都迟了，史密斯咬着牙继续冲了上去。不过他并没有像之前藤村那样猛冲，而是在靠近苏明的同时制住了步伐，一记重拳就挥了出去，快、猛、准、急，一般人是很难反应过来这招的。而苏明却是突然下蹲，右手抓着史密斯裆，左手都在了他的胯后，猛地一使劲，史密斯只感觉天旋地转，紧接着史密斯就被重重地灌在了地上。在场的观众一阵惊呼，没想到居然是史密斯和藤村败了，而且败得这么彻底。而这一幕正好被刚刚来到图克黑市的阿贝巴瞧见了，顿时阿贝巴就来了兴趣，这个年轻人很厉害啊，我就喜欢这样的年轻人。一旁的副手点点头，你好，你就是在这里贩卖二手军火的龙国人吗？阿贝巴十分有礼貌地问道。苏明抬起头来，首先看到的是一排白的发光的大白牙，其次才看清来人是一个身形壮硕的黑人，身高足有1.9米多，长得跟一个大猩猩似的。关键是这人的气质，苏明一眼就感觉出来，这人绝对非凡人。苏明明白，大生意或许来了。这些天苏明在这里累死累活的售卖，大肆宣扬他这里有很多便宜的二手军火，就是为了等一个大单子。就是我叫苏明。就在苏明说话的时候，从地上缓过劲来的史密斯看到苏明正在跟别人说话，直接从地上爬了起来，不知道哪里掏出来一把明晃晃的刀具，准备趁苏明不注意给苏明一下子。去死吧，小鬼！史密斯狞笑着冲了上来。一旁的阿贝巴看到这一幕，脸色瞬间就阴沉了下来，还没有人敢当着他的面明目张胆的杀人。阿贝巴迈开大长腿，迅速来到苏明身后，一脚蹬出，直接将史密斯再次踹飞了出去。史密斯手中的刀子也掉在地上，发出咣当的声音。苏明有些惊讶，没想到眼前这个壮汉会出手帮自己，而且从眼前这个黑人壮汉的速度来看，苏明知道他应该也是一个好手。阿贝巴脸上怒气未消，敢在我阿贝巴说话的时候插手，你不想活了！阿贝巴大吼一声。此时苏明才知道来人的名字叫做阿贝巴，而跟苏明不同的是，本来还十分嚣张准备继续叫嚣的藤村和史密斯在听到阿贝巴的大名之后，瞬间人麻了。别人或许不知道阿贝巴是谁，他们可是知道的。这是一支起义军队的首领，其队伍就有几万人的兵马。所谓强龙不压地头蛇，说的就是这种。而且在他们看来，阿贝巴根本不算是地头蛇，而应该算是地头龙。这样的大人物，他们可惹不起。只是一瞬间，两人冷汗就出了一身，片刻他们就知道该怎么做了。两人直接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对不起，阿贝巴大人，我们有眼不识泰山。见到这一幕，苏明也有些吃惊，看来眼前这个黑人要比自己预想的还要厉害一些啊。光看藤村和史密斯两人的态度就可以知道了，阿贝巴不再关注这两个小丑一般的人物，这样的人不值得他浪费口舌，而是转头看向了一旁的苏明。苏明小兄弟，我刚才问的问题你还没有回答我呢。苏明不急不慢地说道，首先刚才谢谢您帮了我，其次我这里确实有不少的二手军火。哦，有多少？阿贝巴有些焦急地问道。
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哦，也对，我们换个地方去谈谈吧。看着阿贝巴带着苏明离开了，在场的其他商人立刻开始议论纷纷。我去，居然是阿贝巴呀！他居然将那个年轻人带走了，难道是想要购买武器军火？有可能，我听说他们的队伍最近正在采购武器，跟阿贝巴扯上关系了。这小子算得上是一步登天了吧？算啊，只要他能跟阿贝巴达成交易，以后在黑市估计没有人敢欺负他。哼，让那个樱花国人和米国人蛮横，这次踢到铁板了吧？片刻之后，苏明和阿贝巴来到了一处餐厅的角落。阿贝巴给苏明点了一杯黑州特色的饮品。苏明来黑州这么长时间，还没有喝过黑州的饮品呢。此时看到面前有些像呕吐物的饮品，还是耐住性子喝了一口。出奇的是，味道还不错，像是一种柠檬水的味道，酸甜中带着些许的微苦，非常清爽，像是一种气泡水的感觉。随即，苏明又喝了一大口，缓解了一些口渴的感觉后，苏明放下杯子说道：“您刚才不是问我手里有多少装备吗？我可以告诉你，我现在手里有各种武器军火，足足上千吨。”听到苏明的这话，对面的阿贝巴惊呆了。我靠，你有那么多的军火？真的假的？当然是真的。你也知道我孤身一人在黑州，骗你有什么好处吗？没拿到东西，您会提前给我钱吗？听了苏明的话，阿贝巴点了点头。这倒是实话，阿贝巴是绝对不会在没有见到东西的情况下就付款的。既然这样，苏明就不可能是骗他们钱的。也许眼前的这个年轻人手里面是真的有那么多武器装备，也说不定呢。第6章，物美价廉，童叟无欺。好，我可以相信你说的，你有上千吨的货物。阿贝巴点了点头，继续问道：“说说这些东西的来源吧和信息吧。”既然是买东西，阿贝巴为了放心，自然是需要知道这东西的来源的。如果来源安全的话，阿贝巴自然可以放心的购买。如果来源不安全的话，未来有人找上门来，这些东西究竟是给人家呢，还是不给人家呢？所以这件事情要提前说好，免得最后翻后账。苏明自然知道阿贝巴的担心，于是苏明笑着说道：“您就放心吧，这东西的来路绝对没有问题。”随即苏明将这些军火是来自中东的消息告诉了阿贝巴，同时也拿出来一些材料进行佐证。看了苏明提供的材料，阿贝巴也相信了苏明所说的话。不过同时，阿贝巴也更加高看了苏明一眼，没想到苏明居然想到会从中东那边收购二手的武器装备，并且能从千里之外送到他们黑州来，这绝对不简单。没有一些能力的人，即使能从那里将东西运来，路上的运费也是亏的，甚至还不如直接买新的省钱。而苏明居然能从哪里通过层层关卡获得中东那边的认可，并且能够运过来之后还能有的赚，这就是十分不简单了。毕竟要是真有那么简单的话，在他们黑州市面上的二手装备绝对不会少。好，我们接下来谈谈价格。阿贝巴说道。苏明点点头，按照我之前的价格，是一斤武器的价格在1万黑朗的价格。不过要是你们买的多的话，可以适当给你们打一些折。虽然阿贝巴之前早有耳闻，但是现在听到苏明这样说，还是有些吃惊。还真是这样卖的呀。不过阿贝巴还是说道，这个价格倒是并不高，算是非常良心了。本来阿贝巴他们部队就是因为缺钱才来购买二手装备的，所以阿贝巴拿着二手武器的价格推算了一下，苏明的报价真的算是比较良心了。我们需要很多的装备，你目前有的装备我们估计都可以吞下，你看看你能给我们多少的优惠？阿贝巴问道。苏明想了想后继续回道，如果你们卖得多的话，像枪械这类装备我可以给你们打一个95折，非枪械类的装备类似坦克之类的可以买5送1。听到苏明的话后，阿贝巴和一旁的副手人都骂了，什么鬼？你还有二手坦克？苏明点点头，我手里现在一共就6台坦克，你如果想要买的话，可以给你买6送1的优惠价格。坦克是怎么算价格的？阿贝巴问道。坦克的价格还是按斤来算的。阿贝巴，不过阿贝巴还是按照坦克的重量算了算，苏明给的价格十分的划算。关键是苏明居然能搞来坦克，这也太厉害了吧！如果苏明现在就能搞来便宜的坦克，未来是不是也能弄来一些别的特殊的东西？本来阿贝巴跟苏明交易之前，阿贝巴想的就是一锤子买卖，但是现在阿贝巴又有了一点别的想法。如果眼前这个年轻人这么有能力的话，为何不和他达成长久的交易？这样以后他阿贝巴说不定经常能以极低的价格来采购到二手的装备。要知道真的打起仗来是最耗费军火的，而军火就是白花花的钞票啊。阿贝巴为了长久计，也是能省尽量省的。有苏明这样一个能长期采购的二手军火商，想来还不错。只是一瞬间，阿贝巴就决定了以后要跟苏明打好关系，并且如果有可能的话，
苏明未来能够支持他们更多装备。好，就按照你的规矩来。不过，我想问一问你，你是只有这一点的装备吗？以后还会不会再从中东那边能如此便宜的拿到货？苏明一瞬间就明白了阿贝巴的意思，这是想要和自己达成长久合作啊。不过这也正是苏明想要的。之前苏明在中东花费了那么大的力气，将所有的关节打通，从而获得了二手军火的采购权，自然做的不是一锤子买卖。这边卖完了，苏明手里有了流动的资金，就可以继续从那边搞来一些装备。苏明点了点头，给了阿贝巴一个肯定的回答。看到苏明肯定的回答，阿贝巴十分高兴。真是这样的话，那就再好不过了。好，你的这批军火我们全都收下了，并且如果以后下一批的军火到达之后，希望你也能够最先提供给我们，我们可以签合同，达成合作。不知道你怎么想？阿贝巴十分的干脆利落，既然已经想好了，也就不再拖拖拉拉。而苏明也没想到阿贝巴这么干脆利索的就要将自己所有的存货吞下，这也太豪横了吧！此时苏明意识到，眼前的阿贝巴手下的部队绝对有不少的人，不然绝对不可能一次性要这么多的东西也不觉得多，而且还想要长久发展下去，这绝对是一个大腿。如果抱紧阿贝巴的大腿，苏明很快就能赚个盆满钵满，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这不就有了吗？想到这里，苏明也是想要直接答应阿贝巴签合约的要求。不过苏明想了想，还是先带阿贝巴他们去看看货吧，这样如果对面满意的话，再签订合约也不迟。随即苏明说道，这样吧，我们先去看看货，如果你们对东西满意的话，我们可以当场签订合约，免得后面出现什么问题。听了苏明的话之后，阿贝巴先是一愣，随即对苏明伸出了大拇指。讲究！以阿贝巴看来，要是一般人听到可以马上签订合约，早就已经高兴的跳脚了，哪里还管别的什么3721呀？而苏明居然能忍住，并且让他们先验货再签订合同，顿时让阿贝巴对苏明的好感提升不少。就凭你这份讲究，只要你东西没问题，后面我们肯定不会亏待你的。第7章，回国就被套路了。4个月后，苏明终于久违的踏上了家乡的土地。在这4个月的时间里，苏明终于凑够了自己创业的第一桶金。想起自己这几个月的遭遇，苏明只能用一句跌宕起伏来形容。不过好在最后苏明傍上了阿贝巴的大腿，让自己轻松了不少。经过4个月的努力，苏明也从一穷二白的普通人，现在初步有了发展的资格。苏明手里现在有了创业的资金，后续苏明就可以凭借自己的这第一桶金快速发展了，并且阿贝巴那边的联系也不能断。既然苏明选择创业，那在哪里不能创业呢？所以索性回到自己的家乡。而且听自己父亲说，现在他们工厂的效益不是很好，就快要倒闭了。所以苏明想了想，索性不如直接接受自己家乡的工厂，这样还能剩下一大笔的钱。说干就干，苏明回国的第一时间就往自己老家赶去。大家好，我是苏明。苏明按照要求完成了报幕。跟踪报道的记者张月看着苏明开始收拾东西，好像要准备走的样子。记者张月有些懵逼，苏明同学，你不去上课吗？这是要干什么？苏明淡然道，回家呀。啊，不是刚开学吗？怎么就回家了？在学校也学不到什么东西了，我要回家创业了。张月，记者张月一脸懵逼，他们被派来是来拍摄大学生的，结果他们刚来拍摄，苏明就说要回家创业了，这也太怪了吧。没办法，谁让他摊上了这么一个人呢？所以张月他们也连忙跟着苏明买了2张回家的车票。下午2点左右，苏明他们终于到了冀北省的成山市，随后又坐了1个小时左右的大巴，来到了苏明的家乡明阳县城。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早就在路上从张月哪里了解到，苏明这次回家是想要在家乡创业。大学生创业，这在如今的龙国已经屡见不鲜，算不得什么新奇的事情。就连高中生创业成功的例子都有不少。华夏少年上一季不就有一个高中生创业成功的案例吗？不过虽说如此，直播间的观众们还是很好奇苏明的创业项目是什么。苏明回到家乡的第一件事并不是回家，而是来到一处有些破旧的工厂面前。厂子的栅栏大门被风一吹，吱呀吱呀响起略有刺耳的声音。工厂牌子上本来鲜红的明阳机械厂5个大字，此时已经锈迹斑斑。站在门前的苏明有些感慨，2年了，自己又站在了熟悉的地方。不过不一样的是，现在的苏明已经有了改变某些东西的能力。苏明同学，回到你家乡了，不先回家吗？为什么来这里？一旁的张月有些疑惑。回家也没有人的，我爸是机械厂的工人，就在这里上班，现在应该就在厂里。在这里面？张月有些吃惊。苏明要是不说的话，张月还以为这是一个荒废的厂子呢。很明显，这个厂子的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
就在苏明两人愣神的片刻，苏明，你小子怎么回来了？哈哈！从门口的门卫室，身穿保安服的李老头惊喜地跑了过来。看到李老头，苏明也笑了。李老头在厂子里干了20年的保安了，苏明从小到大没少往厂子里跑，可以说是李老头看着长大的。苏明，不对啊，你不是在大学上学吗？还有2年才大学毕业呢，这个时候怎么就回来了？还有你旁边这2位是谁？李老头虽然惊喜，但是对苏明的事情，李老头还是记得十分清楚的。2年前，苏明考上了龙国顶尖的华清大学，不仅苏明的父母高兴，他们厂子里的员工都高兴得不得了，这在他们看来，那就相当于考上了状元一样。他们鸡窝里出了一个金凤凰。那天，厂子里出奇地举办了一次会餐联谊，庆祝苏明考上华清大学。那天就连他李老头也高兴地多喝了几杯。李大爷，学我还在上。苏明笑道：我回来是有一些事情要做，不过你放心，我不会耽误学业的。这2位是跟着我拍摄节目的，不影响学业就好。那就好。李老头点点头。啊，这2位是来拍摄我们小苏的。我们的小苏果然有出息啊。听说张月2人是来拍摄苏明的。李老头脸都笑开花了。对于他来说，拍摄就是指上电视。上电视那可不是一般人能上的。而苏明年纪轻轻就有电视台采访直播，那不是有出息是什么？来，快进来，你爸正在工厂里上班，我带你去见他。看着李老头就要带自己进去，苏明问道：李大爷，你不用看门的吗？听到苏明的话，李老头叹息一声：哎，相信你这知道，就咱们工厂这个状态，谁还会来咱们工厂偷东西？现在咱们工厂连工资都快要发不起了，厂里也已经2个月没有发过工资了。在场的员工平时也没有什么活干了，大部分时间就是聊聊天，打打牌。听到李老头的话，苏明眉头轻皱，没想到现在工厂已经到这种地步了。之前苏明问他爹，他爹也是报喜不报忧，比自己预想的时间还要早一些。2年前，苏明就已经预料到了，如果工厂还按照以前的经营模式，最多坚持不了3年的时间。没想到仅仅2年的时间就要不行了。不过这样也好，苏明能够以更加便宜的价格拿下整个工厂。没错，苏明创业的第一步就是先要拿下明阳机械厂，成为厂长。一路上，正如李老头说的那样，大部分的工厂员工不是在打牌，就是聊闲天。这并不是说他们在摸鱼，而是实在是没有活可干。一路上，老李头笑颜如花。老啊，你看看这是谁？这是老苏家的孩子啊，前2年考上华清大学那个，很有出息啊。现在还有电视台来跟着采访直播呢。李老头边走边给路边的工人们兴奋地说着，仿佛考上大学被拍摄的人是他自己一样。不就是一个大学生吗？至于这样吗？华清大学大学生确实值得骄傲。我要是能考上，族谱给我单独摆1页。尼玛，我要是能考上大学，我们家族谱从我这里重开。马德，我们家孩子要是有苏明的一半，考上个大学，我都能高兴死。直播间的观众们有羡慕的，有嫉妒的，还有人说准备回去揍孩子的。而厂子里，随着李老头的大嗓门解说，工厂工人各种议论声也是传了过来。老苏家的孩子啊，我知道有出息，上的是大学吧？小苏，找对象了没？俺家闺女跟你岁数差不多。面对中东军队首长级的领导谈判，都面不改色，谈笑自如的苏明，此时倒是有些尴尬了。很快，几人就来到了苏明他老爹苏强所在的2车间。第8章，直接当厂长了。看到自己儿子出现在面前，苏强都有些懵了。他儿子怎么会在这儿？之前说苏明说自己在忙，连暑假都没有，怎么在家待？现在到了开学的时候了，不在学校，反而出现在了工厂里。苏明耐着性子跟自己老爹解释了一番。苏强也是急了，你不去好好上学，来厂子里兼什么职，创什么业？我告诉你，就算老子在厂子里干不下去了，摆个小摊也得把你大学供到毕业。不只是苏强急了，就连现场苏明其他叔叔伯伯辈的工厂工人也纷纷来劝苏明回去上学。是啊，来我们这个厂子没有前途的，就是听你爸爸的，好好上学吧，未来在大城市找个工作，不比我们好多了。听到苏明的话，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议论纷纷，对苏明的行为表示不理解。苏明说的创业，居然是来这样一个厂子创业，这厂子明显都不行了，还能创业？哈，这不就是打工吗？算什么创业？除非苏明把这厂子给买下来，才能算是创业吧。对很多人来说，苏明这样的高材生虽然没有毕业，但是兼职的话也会有很多更好的选择。就连本来对苏明十分看好的张月，也没想到苏明居然想在这个机械厂里进行创业。苏明要怎么创业呢？张月有些好奇。爸，你听我说，我并不是想在咱们工厂打工，我是想把咱们厂子盘下来，自己创业。听到这话，全场都寂静了下来。
把明阳钢铁厂盘下来。在场的工厂员工们都怀疑苏明是不是学习把脑子给学坏了。先不说，现在这个厂子已经快要凉了，根本不可能有人会接受这样一个厂子。就算是有人能够接手，即使厂子这样的状态，没有几百万是肯定没办法从厂长哪里拿下来的。苏明一个普通人，却说什么要把厂子盘下来，这不是脑子坏了？这是什么？啥？苏明要盘下这个厂子？他说的回乡创业，难道就是想要把这个厂子盘下来，自己当厂长？不是，他一个普通人哪来的那么多钱？是啊，就连我都知道，一路上厂子里的那些设备虽然老旧，但是也是要不少钱的，这得要不少钱呢。难道就靠他之前说的兼职卖土特产赚的钱？直播间的观众也觉得苏明的话仿佛是天方夜谭，只有一旁的张悦和摄影师知道，苏明并不是脑子有问题。脑子有问题的人能周旋在中东和黑洲两地进行大宗的军火交易，而且他们也知道苏明应该是有能力盘下这个厂子的。正如之前赵朗给他们透露消息中所表明的，苏明在境外干的那可是军火商的交易，要说苏明没有赚到钱，他们是肯定不信的。苏明能够盘下这个厂子还真不是没有可能。看着所有人都用异样的眼神看着自己，苏明有些无奈，只能继续说道：放心吧，爸，我这2年兼职赚了一点钱，应该能盘下厂子。后续我带着你们干，您就相信我一次，我好歹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肯定能将咱们厂子带起来的。你兼职真的挣了很多钱？苏强问道。也不算多，但是盘下咱们厂子肯定是够了。虽然有些吃惊，苏明兼职能赚那么多钱，但是对于自己儿子的话，苏强还是相信的。不过此时的苏强有些犹豫，一方面是不想让苏明儿子吃亏，他是个工人，什么都不懂，但是也知道这厂子十有八九不久就要倒闭了，怕自己儿子接手这个厂子吃亏。另一方面，自己确实不想让厂子倒闭，自己的那些老兄弟们都在厂子里上班，如果没有这份工作了，他们还真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过了。如果苏明接手了厂子，将厂子盘活了，儿子成厂长了，有钱赚，自己那些老兄弟们也有活干，那他自然非常乐意。这个时候，苏明华清大学高材生的身份就起到作用了。在周围的那些员工看来，如果他们厂子有华清大学的高材生带领，说不定还真能够起死回生，反正也不会比现在的情况更差。所以他们心中也比较倾向于苏明接手厂子，让他们再搏一把。而这边思考半天的苏强还是叹了一口气道：反正我已经老了，跟不上你们年轻人的思维了。你从小就有主意，你愿意怎么干就怎么干吧，爹全力支持你。听到这话，苏明就放心了。说干就干，苏明选择直接去找厂长谈论盘下整个厂子的事宜。盘下厂子的过程十分的顺利，本来这个厂子就已经是入不敷出的状态了，之所以没直接宣布倒闭，一方面是厂长还想找人看看有没有人愿意接手这个厂子，这样比直接宣布破产，那些设备全当破铜烂铁卖掉，能赚更多的钱。另一方面，还是老厂长也不愿意看到这些工人失去工作，所以就拖到了现在。现在有人愿意接手，他自然非常乐意。最后，苏明以500万的价格收购了整个明阳机械工厂。签订合约的同时，苏明也将500万元从自己账户上打给了老厂长。所以这个时候，苏明就已经算是明阳机械工厂的老板了。直到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才知道，刚才苏明说的话并不是胡说的，而是苏明真有这个能力收购这个工厂。卧槽，500万的钱说掏钱就掏了，苏明哪来的那么多钱？是啊，苏明也不是富二代啊，他爹还在工厂上班呢。这钱不会是节目组拿的吧？这是黑幕啊！有500万我也能创业。是啊，节目组为了节目效果也不能玩黑幕啊。看着直播间越来越乱，说得越来越离谱，张悦站出来道：大家放心，我们节目组根本没有赞助苏明1分钱，苏明购买的钱全都是他自己兼职得来的，我可以拿我和我们节目组的名誉担保。听了张悦的话，直播间的观众反而更惊讶了。要是苏明这钱真是兼职得来的，那不更加离谱？操，啥兼职啊？能赚500万？求带！卧槽，这就是苏明说的倒腾二手土特产，没赚到啥钱吗？顶级凡尔赛，我真的哭死！这么一看，陆林一个暑假赚的5万，跟苏明的500万根本就没法比啊！一个普通人赚了500万，甚至还有可能更多，这真是人才啊！咱就说苏明这个兼职，他正经不正经？正经兼职不可能赚这么多钱吧？苏明一个普通人成厂长了。第9章，你这是钢管还是枪管啊？操，人与人之间的差距真就那么大吗？我还天天为挂科发愁的时候，同样是普通人，人家已经当厂长了。不过虽说苏明是厂长了，但是这个厂子的经营状况嘛，可不咋地啊，说不定最后苏明会亏得裤子都不剩了。是啊，
看刚才老厂长着急出手的样子，就知道这场子绝对不是什么好情况。人性就是这样，当一个人比自己优秀很多的时候，他们就会嫉妒和怨怼，他们就会期待那人摔下来，那人摔得越惨，他们越高兴。不过此时的苏明却并不知道这些。收购完工厂后，苏明的心情很不错，这个价格比苏明预料收购价格要少不少，这样自己手里还剩下500万，能操作的范围就更大了。其实对苏明来说，可选择的并不一定是明阳机械厂，只要是一个机械厂就行，但是如果能顺手帮助这些叔叔伯伯们一把，苏明何乐而不为呢？这也是苏明选择明阳机械厂的原因。苏明来到工厂传达室，让传达室员工将各车间主任以及工厂的一些科长和自己老爹苏强叫到了厂长办公室。很快各车间主任和科长们面面相觑，不知道厂长把他们叫来干什么。苏明这个小年轻在这里干什么？是不是工厂要倒闭了？现在工厂什么情况？各车间主任比谁都清楚。这一天终于还是来了吗？就在几人心里直突突的时候，苏明说道：几位叔叔伯伯，今天把你们叫过来是宣布一件事情的，从今以后我就是明阳机械厂的厂长了。听到苏明的话，几人瞪大了眼睛，他们是不是幻听了？苏明他们大都认识，是他们厂子里苏强的儿子，很有出息，但是他怎么就成厂长了？就在几人吃惊的时候，老厂长红着眼眶说道：几位主任，苏明说的没错，从现在开始我就不是明阳机械厂的厂长了，明阳机械厂跟我没有什么关系了，以后工厂归苏明管理了。虽然他将明阳机械厂卖给苏明了，但是好歹明阳机械厂是自己一点一滴打拼起来了，对厂子还是有很深的感情的。不过他也知道自己管理能力和为人处事方面还可以，厂子这个经营状况还没有散掉就可以看出来，但是论技术水平以及工厂的经营能力，他已经跟不上时代了，这是他们厂子没落的原因之一，自己再坚持也不会有其他改变，不过交给年轻人试一试。很快几位车间主任也接受了这个现实，而且苏明虽然年轻，但是好歹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说不定苏明还真能将他们厂子盘活，所以对苏明当厂长并没有多少抵触情绪。而苏明将苏强也叫了过来，是想让苏强来当副厂长的，一方面自己当厂长，不能让自己老子当员工吧，另一方面以后自己免不了要出差，到时候苏强也可以帮忙照看一下厂子。不过苏强最终还是拒绝了，理由是他干了一辈子这个了，只会这个，也不想干别的什么，只要让他在厂子里干活就行了。苏明胳膊还是拧不过苏强的大腿，只能作罢。厂子里副厂长的职位就这样空下来了。苏明决定等以后有机会再找个副厂长。老厂长交代的一些事情后，便离开了办公室。好了，正好大家都在，那我现在说说我们厂子接下来的发展。苏明扫视一圈后说道。在几人的注视下，苏明淡然地说道：我刚刚看了一下咱们工厂最近的一些出货文件，咱们机械厂接的都是一些什么单子？无缝钢管、煤气罐之类的，这些产品的附加值都非常低。就拿无缝钢管来说，加工完一根无缝钢管，抛去成本，我们就赚5块钱，加工1万根，我们才赚5万块钱。如果我们收到的订单量大，还好说，可以赚到一些钱。可是现如今市场饱和，我们收到的订单量很少很少。当然，我们可以用降价的策略获得更多的订单，但是这样的行为无异于饮鸩止渴，产品的附加值更低了，后续更难赚到钱了。对于苏明的这个说法，在场的车间主任和科长们都点了点头。苏明说的可谓是一针见血，之前他们无缝钢管抛除成本还能赚6块钱甚至7块钱，但是随着市场的饱和一出，他们收到的订单量越来越少，为了抢到更多订单，只能打价格战，导致价格越来越低，价格越低钱越难赚，仿佛成了一个死循环。而这个时候，一旁跟着苏明拍摄的张悦却是有些吃惊，别人或许不知道，但是他是知道的，苏明就是在等工厂科长他们来的时候看了2-3分钟的资料，短短时间内就能一针见血地看出工厂里的问题。真的假的？就随便看了2眼资料就找到工厂的问题了？找出问题来并不难，但是这也太快了。找出问题来并不代表能解决问题，看苏明怎么解决了。是啊，我看这场子已经进入死循环了，已经凉了。直播间的观众也是一阵议论。那苏厂长，我们现在应该怎么做呢？工厂技术科科长问道。此时的苏明已经不是他们的晚辈了，而是他们明阳工厂的厂长了，所以称呼自然要改过来。其实对于做什么，苏明早就已经有了想法，而且早就已经为今天做准备了。咱们不是可以生产无缝钢管吗？苏明道。技术科科长点点头。苏明继续说道，钢管太简单了，附加值太低了，我们要对钢管进行一些加工，让普通的钢管成为高级的钢管，这样我们生产一根特殊钢管获得的收益就会更多了。
技术科科长问道：“钢管还能怎么加工？”为了给众人展示一下，苏明从桌子上随手抽出一张白纸，开始画了起来。众人这个时候也围了上来，看着苏明所画的东西，众人七嘴八舌。这在钢管里面刻一些凹槽就值钱了？在钢管里面刻这些凹槽能有什么作用呢？对啊，这是啥东西？这还是钢管吗？即使众人见多识广，他们也没有见过这东西。这种凹槽能加快水流的速度，同时也能减轻水流的声音。一些国外的有钱人很喜欢用这种水管的。听到苏明的话，众人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还有这样的作用，高材生不愧是高材生。是啊，高材生就是见识多。众人不疑有他，毕竟这东西他们确实也没见过。而此时苏明的直播间里却是弹幕频发。啥东西？这东西我怎么没听说过？我就在国外也没有见过有人买这样的水管啊！真的假的？真有这样的水管吗？就在直播间观众们疑惑的同时，远在千里之外，本来正在悠闲看直播的赵朗，一口茶水直接喷到了对面的特金身上。操！钢管里面刻线，这他妈是钢管？这他妈是枪管吧？第10章炸了，还真是枪管！赵哥，你咋了？对面的特金一脸幽怨地看着赵朗。他们队长如此失态，这是他第2次看见。第一次是不久前，他们队长看苏明的文件资料的时候，而这一次是因为什么呢？出大事了！赵朗满脸吃惊道。本来今天他们队里没什么事儿，闲来无事想起之前搞得他头疼的苏明，这个时候应该正在参加节目，所以就准备看看苏明这小子有没有安分老实。本来之前收购工厂啥的，虽然让赵朗有些惊讶，但是好歹这算是正经的营生，应该不会出什么问题。结果看到苏明手画的特殊无缝钢管图的时候，赵朗人直接就麻了。这东西别人或许不知道是什么，毕竟现在的龙国是和平的时代，普通人根本接触不到这东西。但是他是谁？他可是特金队的队长啊！可以说他天天与这东西打交道，一眼就看出来了，苏明设计的东西根本就不是啥无缝钢管，这特么根本就是枪管。而在钢管里面刻的那些东西也不是什么普通的凹槽，那根本就是膛线。这苏明难道是想要造枪？好家伙，不在境外当军火商，直接选择当军火制造商了吧？这事情要是但凡发生在别人身上，赵朗说不定还会相信这人真的是想要制造特殊的水管。但是事情放在苏明身上就不一样了。你要说他这不是造枪管，谁信呢？造枪管，那8成就会制造枪支。赵朗下意识就想要将这件事情禀报上去。如果这事情是真的，那事情可就大了，他可担待不起。不过赵朗想起了之前在审讯房里那个云淡风轻、镇定自如的少年，这样明显的违法犯罪行为，苏明会犯吗？赵朗伸出去的手指又收了回来。正如他想的那样，苏明并不是一个傻子，相反绝对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这么明目张胆的犯法的事情苏明会犯，那苏明就不会出现在直播里了，而是早就已经进去了。虽然他与苏明的接触时间并不多，但是他绝对不相信苏明会做傻事。赵朗犹豫了，万一不是枪管呢？万一就像苏明所说的那样，那就是一个稍微特殊一点的水管呢？冷静，我要冷静。赵朗深呼一口气，额头上已经渗出了细密的汗水。再看看直播，如果确定了，再给上面禀报。工厂的办公室里，几人开始研讨钢管里面刻凹槽的办法。厂长，这东西大家都没见过，你有没有样品啊？这样我们也好照着样品做。苏明画的毕竟是简图，只能知道钢管大概的样子，成品是什么样子，大家谁也没有见过。没有零件图，他们要在钢管里面刻什么样的凹槽，凹槽的深度、长度、螺旋的角度都不知道，属于两眼一摸瞎，很难制作。苏明也知道，单凭一张简图很难让大家理解，还是得制作出了一个样品给大家看看才好理解。样品我手上现在没有，不过我可以马上给大家做一个，后续特制钢管的零件图我也会发给大家。苏明道。听到苏明的话，众人有些惊讶。厂长，你还会用车床？我们这里可没有数控机床。会用，在学校里学过。苏明随便敷衍地说道。苏明的直播间里，啥？华清大学机械工程学院的还学机床操作，这不跟职高一样了吗？上面的职高咋了？职高就低人一等了。你啥学历？我职高的呀，要不然我咋知道的？我就是华清大学的，我辟谣一下，我们专业不学老式机床操作。真的假的？苏明不会是在吹牛吧？听到苏明的回复，张月也有些吃惊。苏明还会用老式机床？要知道，随着时代的发展，那些老式机床已经渐渐被精度更高、更加方便快捷的数控机床取代了。像苏明他们这样的年轻人，就算要学，学的也都是数控机床的操作，而不是学已经快要淘汰了的手动机床。
学校也不会仔细教，顶多就是让学生用老式机床锯个圆球或者锤子之类的东西就行了。张月有些疑惑，难道苏明是自学的？苏明的车床技术当然不是在学校学的，现在什么时代了，大部分的机械加工都是用数控机床来做的，学校里的机床也大都是数控机床。苏明的手动机床是在黑州磨练出来的，秉承顾客就是上帝的原则，二手的武器质量也要过关，偶尔有不过关的，苏明则需要自己亲手帮顾客解决问题。而黑州那个地方有机床就已经是奇迹了，就更别说数控机床了。苏明的手艺就是在那时候练的。直播间众人的怀疑并没有持续多久，车间主任几人跟着苏明来到工厂车间。苏明随手拿起一根已经制作好的无缝钢管，将钢管固定在车床上后，就开始动手加工了起来。此时工厂车间里的工人也围了过来，苏明成为厂长的消息早就已经不胫而走了。这就是我们苏厂长，好年轻啊！这就是苏强家的小子，真是年轻有为啊！这就当上厂长了，就是不知道能不能让我们的厂子活过来。苏明是高材生，办法肯定比我们这些老家伙要多。苏厂长居然还会用机床，何止这一手比我干了20年的手艺都要熟练了。897，周围的员工一脸不可置信地看着苏明操作机床。俗话说，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这里的工人大都是干了10年甚至几十年机床操作的老员工了，一眼就能看出苏明对车床的熟练程度。卧槽，苏明居然真的会用车床！尼玛，这也太熟练了吧！苏明说的兼职不会就是干车床加工吧？放屁，机床加工能赚好几百万，我们职高做梦都能笑醒。说的也是。不到10分钟，一根内带螺旋凹槽的钢管就被苏明车出来了。这根无缝钢管外形上来看，与普通的钢管几乎没有差别，只有将眼睛对准钢管孔，才能透过光看见钢管里面那一圈圈如同艺术般螺旋的花纹。众人纷纷传阅苏明制造的特制钢管，有了样本，众人也知道自己接下来要造的东西是什么样的了。接下来他们按照苏明给的这个样本做就行了。而此时一直跟着苏明的张月看着这根钢管，却觉得这东西有点怪，就是不知道哪里有点怪。而身处燕京的赵朗此时却是彻底的炸了，他死死地盯着屏幕上那根被工厂员工传阅的无缝钢管，无比的确定苏明做的东西绝对是一根枪管。第11章，不要乱说，我这是水管。而看着苏明造出来的东西，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更加疑惑了。苏明造的这东西真的是水管吗？有条大的，知道吗？我在国外待的时间不短，也没见过这种水管。不过钢管里面刻螺纹的东西，我好想见过，就是忘了在哪儿了。等等，钢管、螺纹，我突然有画面了。这特么不会是枪管吧？枪管？对，我说我好想在哪儿见过这样的构造，在电影里看到过，子弹射出去的时候，枪管里面是有螺纹的。啊，你这么一说，我也有画面了。那好像不是叫螺纹，在枪管里的叫膛线，好像是能让子弹更加的平稳和精准。卧槽，苏明特么做的不会就是枪管吧？震惊我妈一整年，真的假的？这可是犯罪，而且是犯的大罪啊！年纪轻轻就成为军火制造商了，这届华夏少年简直太炸裂了。是啊，相比苏明，其他参赛选手简直就是平平无奇。不是让你创业，谁让你钢管里面刻膛线啊？这哪是创业，这简直就是作死啊！苏明的直播间瞬间就炸了，而看到直播间弹幕的张月脑瓜子也嗡嗡的。怪不得他看着苏明制造的钢管有些熟悉，这无缝钢管跟枪管的样子简直一模一样。张月昨天才近距离见过真枪，能不熟悉吗？苏明制造的居然是枪管，离谱的同时，张月居然觉得有一丝丝的合理。要知道苏明之前兼职被抓进局子里是因为什么？是因为在国外倒卖军火，做军火商啊。那苏明创业来个制造军火，合理吗？很合理啊。合理归合理，但是张月人都要骂了。要知道这可不是境外，这可是在国内，制造军火的行为在龙国肯定是不行的。为了防止苏明走上歧路，张月连忙上前制止道：苏明同学，这东西我看观众们都说了，这是枪管啊，我们龙国可是严谨私造枪支弹药的，你这犯法的呀。啊，这东西是枪管吗？听到苏明说的话，那个本来在观察特制钢管的员工吓得直接将钢管扔到了地上，仿佛自己手上现在就拿着一把枪一样。苏厂长，枪管可不行啊，这是犯法的，枪管我们可不做。对啊，我们虽然缺钱，但是违法犯罪的行为我们可不干。是啊，违法犯罪的事情我们不干。周围的工人们也都纷纷叫嚷着不干。此时苏强眉头紧皱，但是他还是相信自己儿子并不会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先看看自己儿子待会儿怎么说。
而此时的苏明却依旧淡定，自己既然决定做特制的钢管，那就不是没有预想过这种情况。苏明不紧不慢地说道：“张悦记者，谁说它是枪管了？难道钢管内部刻有凹槽，那就是枪管吗？这是谁定义的？”张悦并不知道该如何回答。苏明继续说道：“我们龙国有对枪支的定义，可没有对枪管的定义。而枪支的定义是发射弹丸枪口比动能大于等于 1.8G cm20，一律认定为枪支。你不会认为单凭我这一根钢管就能激发子弹吧？”张悦被苏明说得哑口无言。确实如苏明所说，龙国对枪支是有严格定义的，但是谁没事儿会定义啥样的东西是枪管啊？所以没有枪管的定义，就只能用枪支的定义来看待苏明制造出来的特制无缝钢管。而用枪支的定义来看苏明的无缝钢管，根本就不用看，苏明的钢管根本就不具备任何激发的条件，它就是一根管，怎么能定义为枪呢？所以在法规上，苏明造的东西并不算枪支，也不具备危险性。可是要是它和其他枪配件组合在一起，不就是枪了吗？张悦还想要辩解一下。苏明笑道：“可是我们并不生产其他东西啊，我们卖出去时只是让他们当水管用的，至于他们最终怎么用，跟我有什么关系？就跟买菜刀的一样，卖菜刀的把刀卖出去，只是让你切菜的，但是买菜刀的用这刀去砍人了，跟卖菜刀的有啥关系？”听了苏明的话，张悦彻底愣住了。不得不说，他被苏明说服了。苏明的逻辑一点毛病没有，法规上没毛病，逻辑上也没毛病，那苏明就没有犯法，那凭什么不可以制作这种无缝钢管呢？而此时苏明的直播间里，说句实话，我居然觉得苏明说的没毛病。确实，法规上并没有定义什么样的东西是枪管，不能制作，但是你说它是枪吧，这又不现实，市面上比这像枪的玩具枪多的是。对啊，人家不说了，人家这是特制水管，就不是枪管。操，这苏明真他妈是个人才啊！而听了苏明的话，正准备联系上级的赵朗，此时也愣住了。是啊，如果苏明只是制造了一些特制的钢管，并没有制造别的枪械配件，那就完全算不上是枪。虽说枪管是枪里面最重要的配件之一，但是没有其他配件的配合，枪管它就是一个内刻凹槽的钢管而已。而钢管在现实中随处可见，这东西你能说它违法？想明白了，赵朗也是一阵无语。原来苏明在这里等着呢。不过这件事情他还是准备给上面报备一下，听听上面的建议，免得真出什么问题。而工厂里听了苏明说的话，苏强紧皱的眉头也松开了。虽然他们说的那些事情苏强并不是很清楚，但是知道自己的儿子并没有违法犯罪就行了。苏明这个时候也看向周围的工厂员工们，请大家放心吧，制作这种特制钢管不违法的，要是违法的事情我敢干嘛？而且这里还有节目组，那不是相当于众目睽睽下违法吗？谁干违法的事情不是偷偷摸摸的，还光明正大的直播啊？而且如果真有问题，我愿意一个人承担。当然，如果有人真的不愿意相信我，也可以选择离职，离职的员工我会多发2个月工资，我给你们1天考虑的时间。如果想离职的，明天将离职信放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就可以了。疑人不用，用人不疑。苏明既然要办工厂，自然想要那些全心全意支持自己的。而且按道理来说，自己刚接手工厂，这些员工辞职的话，1分钱不给他们都是可以的。但是苏明还是决定给想要离职的员工2个月员工，已经算是仁至义尽了。听了苏明的保证，大多员工们也是放下心来。说的也是，节目组都在拍着苏明呢，如果真违法了，那不是找死吗？对吗？我就说这不就是一个钢管吗？怎么就成枪了？只要没有违法就行，只要没有违法，你说怎么干我们就怎么干。只有一小部分员工没有说话，不知道心里在盘算什么。张悦没有想到苏明居然用他们节目直播为理由，让工厂的员工安下心来。不过张悦不仅没有对苏明不悦，相反他觉得苏明还真聪明，短短几句话就赢取了工厂员工的信任。厂长，这种特制的无缝钢管我们可以制造，但是我们卖给谁啊？说话的是销售科的科长。钢管他们可以制造，但是卖给谁这可是一个大问题。能做到科长都是人精的存在，知道这东西在龙国不可能有销路，而境外的销路，就他们这一个县级小机械厂，怎么可能有境外的销路？而且还是这种东西的境外销路。没有销路，这东西附加值再高，有什么用吗？一切都是空谈。听到这话，苏明笑了，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要是对别人来说，这销路确实是个问题，但对干了2年兼职军火商的苏明来说，销路压根不是什么问题。放心吧，销路根本不是问题。你们先造几个样品出来，我先发给对面看看货。如果没问题的话，销量少不了。听到苏明的话，工厂职员没说什么，
直播间的观众们却忍不住了，吹吧，这东西你在龙国能卖出去才有鬼了。第12章，东西都卖到战场上去了。苏明要卖的人自然不在龙国，这东西苏明自然知道，根本不像他说的那样是特殊的钢管，能减低噪音。这东西卖给龙国的人，那就只是一个内部刻了凹槽的钢管，但是要卖给境外的那些人，那就不是普通的钢管了，附加价值要高好几番。所以这些钢管自然是要远销境外的。在苏明看来，这几年境外倒卖军火，最重要的不是自己赚的这1000万块钱，相比自己在境外获得的宝贵的人脉来说，这些钱压根不值一提。有了这些人脉，只要东西质量过硬，苏明完全不愁东西卖不出去。安排下了任务，工厂工人们开始如火如荼地制作特制钢管的样品去了。而空闲出来的苏明掏出了手机，打开了微信，是时候该给那家伙打个电话了，看看老黑死没死了。苏明翻了翻通讯录，点开了一个黑人头像的对话框，直接选择了视频通话。看着苏明在打视频电话，摄影师连忙将手机对准了苏明的手机。片刻之后，电话对面有了回应，画面一出现就是巨大的轰鸣声，随即是各种枪炮的声音，而手机画面中也是尘土飞扬。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个画面，人都懵了。卧槽，这是哪里啊？这特么是战场吧？妈呀，我要是不是提前知道这是视频电话，我还以为是电影场景。隔着屏幕都感觉到一阵窒息，这炮火也太猛烈了吧！我去，苏明这是给谁打电话呢？尼玛，卖东西都卖到战场上去了！张月也被苏明手机里的场景吓了一跳。苏明这是给谁打电话呢？这是打到战场了吧？就在众人纳闷的时候，手机镜头前出现了一个黑瘦的黑人男孩。男孩大概18、19岁的样子，穿着一身偏大的深绿色迷彩军服，松松垮垮的。看到苏明的那一刻，对面黑人男孩惊喜之情溢于言表，随后用有些别扭的华夏语：“苏先生，您终于来电话了。”听到男孩的话，苏明有些吃惊：“你华夏语说的这么好了？”男孩躲在高大厚实的掩体后面，呵呵笑道：“我们老大跟苏先生您接触过几次后，感觉华夏文化博大精深，也为了对您表示尊重，老大就让我们全部学习华夏语。老大说学不会就打断我们的狗腿，所以我们这段时间一直在学习华夏语，只不过我学的还不是很好。”男孩有些害羞的挠了挠头。苏明确实有些惊喜，以前苏明和他们交流都是用对面的语言交流的，没想到他们能自学华夏语，而且还学得有模有样的。虽然发音有些问题，但是还是能理解男孩想要表达的意思的。既然这样，苏明也就继续用华夏语交流道：“你们老大呢？找你们老大过来，我有好东西给你们看看。”听到苏明的话，男孩眼睛一亮：“苏先生稍等，我们老大扛着机枪出去了，我这就给您去叫他。”说完，只见屏幕镜头中视线飞奔。而在黑人男孩传电话期间，苏明的直播间里，这是黑州人吧？居然会说华夏语？对啊，听那男孩的意思，他们学华夏语居然是因为苏明的原因。苏明啥时候去的黑州啊？操！关键是这里看着明显就是战火纷飞的样子，苏明去那里干什么了？是啊，你没听那男孩说他们老大扛着机枪出去了？这也太恐怖了！苏明一个大学生，怎么会与这种人产生交集呢？苏明的直播间里的观众疑问万千，他们实在很难想象一个龙国华清大学的高材生，居然与疑似远在千里的黑州那边的战乱地区的人认识，而且看对面的意思，对苏明还十分尊敬的样子，甚至为了苏明都开始学华夏语了。就在众人疑惑的时候，电话那头又有声音了，可以听到此时的枪炮声更加的猛烈了，应该是战场比较靠前的地方。老大，别打了，有电话。他们的，没看到现在我们正打得激烈呢吗？这群杂碎！说话的同时，伴随着猛烈的机枪声。我的亲妈来了都不接！猛烈的炮火声音中，一个雄浑的声音传来。可是来电话是苏先生，小弟有些幽怨的说道。啥？是苏兄弟？机枪声停了下来。你怎么不早说？快把电话给我！很快，一个粗犷的吊着雪茄的黑人光头出现在了镜头面前，如同一个黑猩猩一样，压迫感十足。直播间的观众们此时也都有些紧张了。这光头黑人看着就很凶啊，啥好人，拿着机枪突突啊！哈哈，苏兄弟，好久不见了！光头男爽朗的笑了起来，露出2排大白牙。怎么样，我的华夏语还不错吧？你给我下的这个微信还挺好用，在我们这里还有信号。苏明笑道：“阿贝巴，你不是说你亲妈电话都不接吗？”嘿嘿嘿，是啊，我亲妈打电话来了，我肯定不接，但是你的电话我必须得接啊。阿贝巴，你好歹是起义军的领导，你还亲自上战场啊，小心小命不保。没错，阿贝巴是黑州一个起义军的领导，在黑州这片地方，常年的混乱导致大小军阀割据，而这些军阀大都残暴不堪，
只会压迫当地的人民，人民过得苦不堪言。而为了推翻这些军阀的残暴统治，自然就有了起义军这样的反军阀组织。阿贝巴就是这样一个军队的领导。别看是起义军，但是勇于反抗暴政的人可不少。阿贝巴这一支起义军就足足有3万多名战士，唯一缺的就是武器而已。而阿贝巴就是苏明之前兼职军火商时在黑州的交易对象之一。苏明的2手军火对他们来说非常有性价比，多次求他们于水火之中。要是没有苏明提供的军火，这个时候他们说不定已经被军阀们消灭了。所以阿贝巴对苏明非常的尊敬。没办法，我待不住啊，阿贝巴回复道。苏明也知道阿贝巴是什么样的人，所以也没有再劝说什么，而是继续问道：最近怎么样？阿贝巴笑道：多亏你之前卖给我的那些家伙，加上你给我的那本孙子兵法，让我打了好几场打胜仗。托你的福，我最近过得还不错。苏明笑道：那就好。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彻底懵了。操，他俩还聊起来了，对面不知道那是在战场吗？苏明卖给老黑东西了，而且看情况还起到了大用。苏明卖什么东西给老黑了？尼玛，苏明说的兼职不会就是跟这恐怖分子一样的老黑交易东西吧？跟他们交易，苏明就不怕老黑一不高兴直接一梭子机枪就过来了？啥？苏明给了那老黑一本孙子兵法，老黑还用孙子兵法打胜仗了？孙子兵法在现代战场还有用？对于苏明和阿贝巴两人的交谈，让直播间的观众们觉得自己的脑子好像有点不够用的样子。谈话还在继续。阿贝巴，废话我也就不多说了，我来找你就是来做生意的，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听到苏明的话，阿贝巴满脸兴奋。有，那肯定是有兴趣啊。第13章，从2手军火商成军火制造商，当然有兴趣。阿贝巴手下的队伍里，目前最不缺的就是人，而最缺少的就是武器装备。苏明作为一个军火商，虽然之前卖的东西都是2手的，但是不得不说全都是物美价廉的好东西。再说全新的武器装备他们也负担不起，加上苏明体贴入微的服务，但凡2手的装备出现问题都会给满意解决，这让苏明在他阿贝巴这里有着良好的信誉。所以对于苏明的生意邀请，阿贝巴自然是非常喜闻乐见的。好，只要是好东西我肯定要。看着阿贝巴的笑容，苏明拿出了之前自己做的无缝特制钢管样本。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看到苏明手中的东西，阿贝巴愣住了。苏兄弟，这不就是一根钢管吗？这有啥用？苏明摇了摇头，这可不是一根普通的钢管。你看看钢管里面。苏明将手机镜头翻转，将手机的手电筒功能打开，同时摄像头对准钢管内部。阿贝巴瞬间看明白了。阿贝巴语气有些激动地说道：苏兄弟，这是一根枪管。不，这可不是枪管，这是我们生产的特制的无缝钢管而已。苏明反驳道：好，你说这是啥就是啥，只要你能卖给我就行。阿贝巴才不管苏明说这是什么东西，只要他知道这是一根枪管就行了。要知道战争打到最后比的就是军火的消耗，而他们队伍武器又是比较薄弱的。当然他们可以朝苏明他们这样的军火商购买武器，但是朝别人购买终究还是比较贵的，还是自己制作武器更加的划算，只需要掏一个成本价。阿贝巴他们不是没有考虑过自己制造武器枪支，但是其他零件还好说，他们还可以造得出来，但是明明看起来最简单的枪管却是把他们难住了。步枪的所有组成构件中，枪管是最神秘的，加工的不好，开枪的时候枪管容易炸开，膛线如果刻得不准确，射出去的子弹和自己瞄准的目标也可能千差万别。这样精准度的枪支还不如不造。他们也能造出来一些合格的枪管，但是成品率极低，还需要花费大把的时间和精力，实在是得不偿失。主要还是他们这里的工业比较落后，加上人才稀少的原因。现在如果有人能为自己提供枪管，那自己就完全可以制造出合格的武器，这成本要比自己购买武器要低得多得多。想到这里，阿贝巴不由得有些激动。苏明，你真是我最尊贵的朋友。阿贝巴知道苏明既然敢拿出这个钢管来，那就证明他手里应该不止有一个，至少应该是有一批这样的钢管带出手的。这样的钢管你有多少？阿贝巴问道。苏明说道：这样的钢管有多少取决于你们要多少，你们要的多我们就产得多，要的少我们就产得少。阿贝巴能当上队伍的领袖，自然是非常聪明的。从苏明的话了，他听出来了，苏明这是手里有一个能制造这种钢管的厂子，只要他们下单，苏明就能给他们做。一段时间不见，苏明从2手军火商成了军火制造商了。要是真如苏明所说的那样，以后至少步枪武器他们是不用愁了。不得不说，每次见到苏明，他都会给自己一个大惊喜。看到阿贝巴激动的样子，苏明就知道
这事情十有八九是稳了。苏明说道：“阿贝巴，先别着急，这2天我先邮寄几个特制无缝钢管样品送过去，你先用，如果好的话，我们再商量其他的事情怎么样？你看怎么样？”就算关系再好，苏明还是按规矩来，决定先将样品邮寄过去，对面满意了，才好说接下来的生意。可以，你办事我还是放心的，就按你说的办。阿贝巴自然十分愿意。说实话，要不是现在，他实在是走不开，他都想直接飞到龙国去，现场看个清楚。坏了，这东西好像还真快让苏明给卖出去了。尼玛，你说这些特制钢管是卖给他们当水管用的，谁信啊？这东西卖给这些老黑，绝对是用来当枪管了啊！不过这跟苏明没啥关系，人家苏明是当水管卖的，至于小黑子拿这东西干什么，还真没苏明啥事儿了。操，要真是这样的话，我也可以找人生产这种特制无缝钢管了。你想啥呢？人家苏明有境外的人脉，可以找到人，你能找到人买这东西，说不定还没见到人呢，直接就嘎了。确实没有门路，这些东西就是普通的钢管罢了。不过好在苏明的这些钢管是出口境外的，对我们几乎没有什么影响。是啊，而且看刚下那老黑的态度，对我们龙国好像还挺有好感的。直播间的观众没想到这种特制钢管还真快要被苏明给卖出去了。本来以为苏明在国内根本找不到买家，结果没想到苏明的买家是在国外，真就有点离谱。你说这是军火交易吧？苏明卖的只是特制的钢管，根本就不算是军火。你说这不是军火交易吧？但是对面用这东西绝对不是去当水管去了，绝对是造武器去了。而苏明这边在和阿贝巴又简单的聊了几句之后，挂断了电话，随后就去指导工厂的员工进行样本的制作。即使在场的至少都是有10年经验的老师傅了，但是面对这种高精尖的操作，还是免不了失误。在苏明的耐心讲解下，才渐渐掌握钢管内部刻螺旋纹凹槽的技巧。下班之前，在苏明的指导下，大部分的员工都已经可以制作特制的钢管了。而苏明手上也有了几个钢管的样本，将几根1米长的特制钢管打包好之后，苏明很快就将东西邮寄出去了。而邮寄的目的地自然是那遥远的黑州。而赵月他们这边1天的直播也结束了。张月太累了，身体上的疲惫还是其次的，最主要的是心累啊，实在是太心累了。今天1天给了他太多的震惊了，即使他当记者这么多年，也没有遇到过这样的情况。这样的大学生，他还是头一次遇到。闲来抽空看了看节目组后台发来的数据，看到数据的那一刻，张月愣住了。他入行这么多年，从来没有见到过这么炸裂的数据。第1天节目就爆火了。第14章，工厂员工辞职。夜晚，燕京警务总厅偌大会议室内灯火通明，穿军装穿警服的中年人们有些严肃地围坐在桌边，而赵朗只能坐在办公室最末尾的位置。不过即使这样，赵朗也感觉与有荣焉，能跟这些大佬在一起开会的机会，别人想要还没有呢。说不定自己能入某个大佬的眼，从而平步青云。苏明的事情大家都知道了吧？知道了，这小子还真会给我们出难题啊。是啊，这小子居然敢造枪管。啥枪管？人家可没说那是枪管，人家说那是特制水管。确实苏明说的没错，在我们龙国确实没有定义在钢管里面刻凹槽就算是枪管了。严格意义上，苏明并没有犯法。这小子真是游走在法律的边缘，反复横跳啊。那现在我们怎么办？把苏明逮起来，还是说放着不管？逮起来不至于，毕竟苏明没犯法。是啊，而且他这些东西也没有流传在国内，对我们没什么影响。对，苏明卖给的那个叫做阿贝巴的黑州人，因为苏明的关系，对我们龙国还是非常友好的，也不算资敌。说不定以后我们在黑州也会多一个坚实的盟友。几人都发表完意见之后，大家也大概明白所有人对苏明的倾向了。苏明逮起来不至于，但是放着不管也不太行。头发有些灰白，但是精神矍铄的老人进行了最后的总结。他坐在主位上，环视1周后说道：这样吧，找专人盯着他的直播，有问题就禀报。我同意陆老的话，这小子太邪性了，是得找个人盯着他，免得真出什么问题。我也同意，确实得盯紧他。很快在座的几人就统一了意见。小赵，那就麻烦你找个人盯着苏明了。陆老说道。本来压根插不上话的赵朗，没想到突然被 Q 了，连忙应声道：不麻烦，我马上找个人盯着苏明。还有，虽然苏明他在直播中说他们只制造特制钢管，但是我觉得还是得派人去查查苏明的工厂是否真像他说的那样，同时也算是从侧面敲打苏明，让他以后老实一点。不过不要影响厂子的正常运行啊。赵朗回应道：好，这件事情我马上就去办。不过心里却是想着，这陆老怎么好像对苏明有那么一点好呢？
错觉一定是错觉。翌日一大早，苏明就来工厂上班了，而张月和摄影师也早早就来拍摄苏明了。此时的张月满面春风的样子。昨天虽然心累，但是直播间的数据高得离谱，直接远超上一季节目最高的收视率，已经断定本季节目会爆火了。而张月的上级领导也拍板敲定，只要他张月能跟着苏明将节目拍摄到本季完结，就给他升职加薪。加薪还是次要的，最主要是升职。以他目前的职位，再升一层就是管理层了。而他申请升职已经好几年了，一直没通过。没想到这次跟着苏明拍摄，却让自己轻轻松松就升入管理层了，这怎么能不让他高兴？此时见到苏明都是满眼笑意。苏明有些纳闷，从一大早开始，张月就一直笑眯眯地看着自己，让他属实有点难受。难道张月看上自己了？苏明不由得猜测道。虽说张月30多岁了，还是一副28、9岁的样子，人也长得漂亮知性，但是自己才刚过20啊，岁数是不是差的有点大了？甩了甩有些胡思乱想的脑子，苏明来到了厂长办公室。办公室桌面厚厚一摞的信封，苏明看了看，全都是辞职信，数了数一共有37个人。对于有人会辞职，苏明并不吃惊，毕竟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自己能让这个厂子赚到钱，有些人认为甚至会认为自己在胡闹，反正这个厂子都要凉，还不如拿2个月工资走人呢。还有些人就是单纯的为了这2个月工资。对于这些人的选择，苏明也选择理解。但是有一点需要说的是，现在离开明阳机械厂容易，以后想要再进来明阳机械厂那就不可能了。一晚上就有37个人辞职了，看来还是有不少人不认为苏明能带着他们挣钱啊。要我也离职，还能白拿2个月工资呢。这么多人离职，苏明得给人家发不少钱吧？我就说嘛，创业不是那么简单的。哈哈，说不定还没赚到钱，工人就已经跑完了。我倒是认为苏明能赚到钱。早上一开播，苏明的直播间里就已经有数十万人了，看到苏明桌面上的辞职信，议论纷纷。而苏明这边很果断地将工厂财务叫了过来，当场算账，将辞职员工的工资2个月工资结算了出来，并且完成了转账工作。苏明他们所在的地方生活水平并不高，所以工厂员工的平均工资并不高，但即使不高，每个工厂员工的平均工资1个月也大概在5000块左右，2个月的工资也就是差不多每个人1万块钱。最后苏明掏了40万，让这些人签订了离职书。厂长办公室外，看着这些人喜滋滋地从苏明的办公室里走了出来，好事的工厂员工问道：老郑，你递交辞职信了？交了呀，不知道你们怎么想的，老厂长都没有救活厂子，却把希望放在一个小娃娃身上，还不如拿钱呢。你们拿到钱了？拿到了呀，2个月工资1万多块钱啊。说着，老郑还炫耀般甩了甩装一沓钱的厚信封。你们跟着苏明肯定是白干几个月，最后1分钱也捞不着。是啊，还是钱早早拿到手里稳妥，好久没见来钱了，走出去喝酒去。一旁另一个辞职的工人说道。走，喝酒去。看着这些人潇洒的样子，底下不少的员工明显的躁动了起来，显然他们被这些人说的也开始心动了起来。办公室内的苏明也听到了门外员工们的话，不过苏明依旧淡然，并没有多说什么话。该说的昨天都说了，想走还是想留，苏明都不再多做干预。就在这个时候，门卫李老头有些焦急地来到苏明的办公室里。小苏，咱们厂子门口来了一些警察。第15章。怎么可能？啥事儿没有。小苏，门口来了一些警察，说是要检查一下咱们工厂有没有什么危险物品。李老头有些慌张，平时根本不会有警察来检查他们工厂有什么危险物品。对于昨天发生的事情，李老头也知道一些。昨天苏明刚决定要做那什么特制钢管，今天警察就找上门来了，任谁都知道是冲谁来的。完了，昨天的事情肯定是被举报了。苏明刚刚创业，厂子不会就被封了吧？要是被封了，我愿称之为本季度最惨主人公。你们发现没？苏明真是3天2头的招警察啊！直播间里说的热闹，此时的跟踪记者张月却有些担忧，不会真的是有人举报苏明，或者说是苏明的行为是真的犯罪了，来逮捕苏明的吧？本来美丽的心情瞬间就又不美丽了。不过作为事情主人公的苏明却没有半点慌张。苏明知道经过昨天的直播，上面不可能一点动静没有，而今天这些警察8成是上面派人来探查的，一方面是检查是不是真像自己所说的那样，另一方面估计也存在敲打自己的想法，并不是真的想动自己。李大爷，他们要查就让他们查好了，反正我们这里也没有什么危险物品。看着苏明淡定的样子，李老头也镇定不少。好，那我就让他们进来了。而工厂里，
本来说好要出去喝酒的离职员工，听到有警察来查危险物品，又纷纷驻足下来，准备看热闹，并且说起了风凉话。看看，我就说不行吧，这下警察都来了，果然有问题。还好我离职的早，能离职还是早离职吧，厂子迟早要完，现在还能拿到钱。听到这些话，那些本来就有些摇摆不定的员工瞬间坐不住了。苏厂长，我想要现在离职。我也要离职，厂长，我看不到我们厂子的未来，我今天就要办离职。经过这一遭，又有一些人选择离职，与之前一样，将离职信息填好后，苏明给他们又发了2个月工资。最后苏明数了数，悠悠42名员工离职，苏明支付了他们45万。表面上苏明一脸淡然的样子，但是内心还是十分肉痛的，自己兜里现在总共就只有500万，现在一下子花出去80多万，真是花钱如流水，挣钱如登天啊。不过剩下的400多万也足够苏明接下来用了。还有人要离职的吗？等办完最后一个人的离职，苏明环视一圈后问道。这时候再也没有人站出来了。苏明点点头，这样工厂还剩下400多人，工人还是不少的，关键是剩下的人苏明也敢放心用了。好了，辞职的人已经不是本厂的人，希望你们尽快离开这里，不要影响本厂的运营，否则别怪我报警了。这些待在工厂里不走的辞职人员，苏明自然知道他们安的是什么心思，就是等着看热闹的。到这个时候，苏明已经不用给他们面子了，开始下逐客令了。听到这话，准备看热闹的辞职员工不乐意了。苏明，我们好歹也是工厂的老员工了，辞职了就开始赶我们了吗？就是待一会儿怎么了？苏明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好歹我也是你叔叔辈的。不过虽然不满，但是按照法规来说，他们此时确实不是工厂员工了。如果苏明报警的话，警察是可以影响工厂运行，闹事罪把他们带走的。同一时间，另一边，明阳机械工厂门口，所长一大早就来明阳机械厂，难道这里真的有危险物品？一旁明阳县派出所所长黄建国也有些无奈。你以为我想一大早就往这儿跑啊？谁让这是上面下的命令呢？说让查查厂子里是否有危险物品。听到这话，其他几人也紧张了起来。不过不用担心，上面的人说了，80%是没有危险物品的，只是让我们仔细查一查。如果真的有危险物品的话，不可能只派我们几个人来，同时也不要扰乱工厂的秩序，听见了吗？最后一句，建国有些严肃。众人明白黄建国平时不会这么严肃，除非这句话是上面的意思。这厂子究竟什么情况？一方面要查，一方面又严厉警告不让扰乱工厂秩序，怎么感觉有点又爱又恨的意味在里面？听见了，几人还是异口同声答道。随后他们在李老头的带领下，也按程序对整个工厂进行了查验。3个小时后，几人怎么进去的，又怎么出来了？黄建国他们检查了一圈，也没发现有什么危险的物品，顶多也就有几处地方有点安全隐患罢了，让工厂改了就行了。不管怎么说，上面下达的任务他们完成了，接下来就是给上面回复就行了。几位警官，慢走啊！放心，我们厂子肯定会遵纪守法的，欢迎你们随时再来检查。看着和几位警官又说有笑的苏明，门外10几位已经被开除，但是因为被苏明赶出来，心生怨气，准备在门口看热闹的员工懵了。什么情况？苏明不应该被警察押出来吗？怎么有说有笑的就出来了？是啊，这可不像是犯事儿了的样子。怎么可能？啥事儿没有？就是昨天苏明制作的那东西，怎么看都像是枪管，怎么可能啥事儿没有？几人有些尴尬，本来准备看热闹的，结果他们这些被辞的员工成热闹了。没事儿，就算是厂子没事，相信过不了多久厂子也就会倒闭，到时候他们就知道咱们这时候做的决定是多么正确的了。对啊，你们想想那东西谁会买啊？肯定卖不出去的。苏明还说路子，他一个小年轻有神妖路子，嘴上没毛，办事不牢，我们就等着看厂子倒闭吧，是吧？今天拿到了不少钱，去喝酒去。而苏明这边，直播间里，我去，居然真的没事儿啊！看之前苏明之前淡定的样子，好像他早就知道今天没事儿的样子。别的先不说，就说苏明听到警察来查后淡定的样子，我就服了，太淡定了。要是我干了这事儿，我直接就吓尿了。直播间的观众本来听说警察都来了，认为苏明肯定是完蛋了，这回肯定要进局子了。那成想警察居然真的只是转了一圈，并没有逮捕苏明，这让那些本来就有些嫉妒苏明、准备看热闹的观众十分难受。而张月却是心情又美丽了起来。别的先不说，苏明没事儿，那他们节目街完全可以继续跟踪拍摄。心情愉悦的张月也朝苏明问道：“苏明同学，今天你准备做些什么工作？”经过2天的接触，张月和苏明也熟络了很多。张月也知道了苏明的性格，不是别的直播间主人公喜欢经常凹人设、表现自己的那种人，
而是喜欢闷头干自己的事情。许多事情如果你不问，苏明是不会说的，所以就需要自己主动一点。而苏明早就想好了今天要干些什么事情，他不准备干等阿贝巴那边的消息，毕竟还有很多事情要做。就算阿贝巴那边可以达成合作，一个工厂仅仅单靠特制无缝钢管的产品做生意还是太薄弱了。未来市场什么样，谁也说不准，需要多开发一些产品，这样容错率会高一些。苏明准备先去工厂仓库看看，因为昨天听老厂长说，仓库里还有许多之前造的产品卖不出去了，压在了仓库里。那些东西可都是钱啊，苏明得想想办法把那些东西卖出去。先去仓库看看吧，仓库里还有一些卖不出去的产品，看看什么情况，然后想个办法将东西卖出去。苏明说道。张月点点头。几人来到仓库门前，打开工厂仓库的大门，看到眼前的场景，众人全都呆住了。第16章，你说这是艺术品？煤气罐，煤气罐，满眼的全都是煤气罐。苏明万万没想到，工厂里居然有这么多的煤气罐都没卖出去。苏明拿着库管单看了看，居然有1万个煤气罐在仓库里没卖出去。好在这些都是没有装天然气的煤气罐，不然苏明都很难想象，这要是出了问题，那蘑菇云会有多么的壮观。不过要真是装满了燃气，刚才李老头带着警察们的安全审查都过不了。等等，煤气罐爆炸！苏明脑海中灵光一闪，他回想着刚才脑海中想象到的画面，煤气罐爆炸会是什么场面？正常的煤气罐肯定是卖不出去了，如果是10年前，就算是5年前，煤气罐都大有销路，卖出去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现在煤气罐确实一点都卖不出去了，主要是现如今所有城镇都用上了天然气管道，而且现在不光是城里面，就算是农村里面也都不让用煤气罐了，都改成用天然气管道了。天然气管道比煤气罐安全多了，同时也环保多了，所以几乎没什么家庭会用到煤气罐。正常的煤气罐肯定是卖不出去了，那就只能卖不正常的煤气罐了。这防爆的煤气罐如果不防爆了，那怎么样？而一旁的张月看着愣神的苏明，喃喃地说着什么煤气罐、爆炸之类的词汇，有些好奇地问道：苏明同学，你在说什么？苏明回过神来，你说如果防爆的煤气罐，如果不防爆了会怎么样？听到这话，张月也懵了，不知道苏明为什么会这么问。不过张月还是回答道：防爆的煤气罐如果不防爆了，那不是直接就炸了吗？这样的煤气罐太危险了，说不定什么时候就炸了。苏明点点头，确实无法控制的煤气罐确实太危险了，但是如果不防爆的煤气罐可控了呢？不过这话苏明并没有给张月他们说。苏明瞬间来了灵感，如果将煤气罐改成可控制爆炸的煤气罐，那这煤气罐的作用就大了，那就直接从煤气罐升级成迫击炮弹了。一个煤气罐才多少钱？110来块钱，利润并不高。而如果将煤气罐改成迫击炮弹呢？国际市场上一枚炮弹的价格在5000块钱左右，价格直接翻了50多番啊，利润更是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不过苏明也知道，如果真造出来这样的煤气罐，国内肯定是不允许存在的。自己头天造出来了，第2天苏明就得进去了，得想个办法。苏明思索片刻，很快就有了办法，那就让这东西在国内它就是煤气罐，在国外才能成为迫击炮弹。首先，煤气罐内的易燃易爆的材料自己肯定不能沾，如果有这东西，无论怎么说都说不清。其次，苏明可以设计炮弹的尾翼以及其他的触发式引爆装置，不过这些东西都属于是煤气罐的赠品，自己这边并不负责安装，安装也需要买家他们自己找人电焊安装了。不过安装方式并不复杂，十分的简单，这样无论怎么说也说不上他们是在制造违禁品。说干就干，想好了，苏明就准备回去研究改造的可行性。看着苏明转身就要走，一旁的张月有些疑惑，刚才苏明有些神神叨叨的说什么不防爆的煤气罐、爆炸之类的，现在又转身就要走了，这是要干什么？苏明同学怎么走了？不想办法将这些煤气罐卖出去了？张月2步并作3步跟上了走在前面的苏明。已经有办法了，还待在哪儿干什么？有办法了，怎么处理那些煤气罐？当成废铜烂铁卖掉。张月实在很难，这么多煤气罐到底要怎么卖出去？现如今已经几乎没有人再买煤气罐了，在他看来，这些煤气罐能当作原铁原钢的价格卖出去就已经不错了，至少不至于亏很多。苏明自然不会说自己准备将煤气罐改成迫击炮弹，我准备将煤气罐做一些改装。改装成什么东西？张月有些好奇，他从来没见过改造煤气罐的，也不知道煤气罐还能改成别的什么东西。我准备将煤气罐改造成艺术品。啥？艺术品？张月呆住了。怎么看？圆滚滚鹅煤气罐
也没有任何艺术美感。将煤气罐改成艺术品卖出去，张月不得不说这个想法是可以的，当然前提是有人愿意为你的艺术买单。1个小时后，苏明完成了从构思到将构思呈现在纸上。只见一个圆柱状的尾翼出现在了苏明的设计图纸上，这就是苏明为煤气罐设计的尾翼，而苏明的煤气罐就在尾翼的前面。但是煤气罐大家都知道是什么样的，即使加上了流线型的尾翼，也毫无美感可言。看着苏明图纸上的东西，苏明的直播间观众们无语了。往煤气罐后面加了一个尾翼，就是艺术品了。你这是艺术品吗？你这是炮弹吧？对，还是那种丑不拉几的炮弹。我就不信有人会买这种东西。哈哈，没想到苏明这次也吃瘪了。作为一个艺术生，这东西我真的不敢恭维。对于直播间观众们的冷嘲热讽，苏明并不知情。不过就算是知道，他也不会在意，毕竟他制造的东西本来就不是什么艺术品，艺术品不过只是一个借口而已。苏明，虽然我不想说，但是这东西真的是艺术品吗？我有点欣赏不了。张月有些为难地说道。苏明有些无语，这东西如果你能欣赏的了，那就怪了。不过他还是解释道，我给你说说我创造这件东西的初衷。你说煤气罐平常是干什么用的？张月想都没想地说道，煤气罐是用来做饭的呀。那我设计的这个东西，你看着像什么？你设计的这个东西，我看着像是炮弹。张月老实回答道。炮弹是干什么的？苏明继续引导道。炮弹是用来杀人的，对吗？人都将自己用来做饭的东西改造成炮弹了，你品，你仔细品一下。苏明说到这里，张月一副恍然大悟的样子。原来这是一件反战的艺术品，煤气罐和炮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讽刺战争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伤痛和创伤吗？不得不说，听苏明讲解之后，张月反而觉得苏明造的这东西并没有那么难看了。此时苏明的直播间里，操，听苏明这么一说，这东西确实有点东西啊。是啊，战争将人用来做饭的东西都变成了武器，把人更是变成了只知道杀戮的杀人机器，这东西有点意思啊，看得我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呀。这是一件反讽的艺术品啊，没想到苏明还是有点东西的。不过就是这煤气罐有点大了，我家没地方放，要不然我说不定还真会买一个。别的先不说，就这题材，苏明能想到，就算是卖不出去，也值得我们尊敬。听苏明这么一说，直播间的观众虽然觉得这东西虽然丑，但是讽刺意味满满，倒也不是那么难以接受了，甚至都有人开始打听价格了。而这边张月看着苏明画的煤气罐迫击炮，久久无语。苏明有些慌，难道这么快张月就发现自己的意图了吗？结果苏明等了半天，张月突然来了一句，苏明同学，这艺术品造出来之后，我能买一个吗？第17章，钢管太好用了啊！这次轮到苏明愣住了，他就是为了找个借口，随口胡诌了2句，没想到张月当真了，居然还真的要买，这事儿干的。好吧，到时候做好了之后，我给你留一个。苏明有些无语，到时候要是真知道这东西是干什么用的，白送你，你敢要吗？不管了，反正目前是糊弄过去了。不防爆的煤气罐草图已经画好了，接下来一段时间就是按照图纸上画的不防爆煤气罐先做一个样品了。而且除了明面上的不防爆煤气罐，苏明暗中连夜加班，画好了合适尺寸的不防爆煤气罐发射的炮架构造图。只有不防爆煤气罐没有发射的炮架，煤气罐就不能称之为迫击炮。只有有了能发射的炮架之后，才能算得上是迫击炮。苏明设计的不防爆煤气罐炮架，发射射程虽然没有现代装备那样随便就几百公里那么远，但是也至少有几十公里的射程了，已经能在战场上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了。而且最关键的是，这炮架的制造成本并不高，制造工艺也十分的简单。如果有人购买他们的煤气罐的话，苏明会将炮架的图纸也发给对方，这样对方自己就可以完成炮架的制作了。这不是苏明吹牛或者过分的自信自己的设计不会出现问题，而是苏明本来就有这个自信。苏明从小就发现了自己对机械这块拥有超长的天赋，尤其是枪械武器这块，所有的知识只要看一眼就能记住，并且能够举一反三。甚至可以说，如果苏明现在条件合适，资金充足的话，苏明甚至能造出来洲际导弹来。这种逆天的悟性也是苏明敢于接手工厂的重要原因之一。接下来的3天，苏明一直忙着改造煤气罐的事情。苏明是不慌，而厂子里的员工们却慌了。到底是什么情况？现在还没个信儿呢。现在他们手里之前不赚钱的单子让苏明彻底停了，工人们手里也没有活了。这几天除了刚开始做了几件特制钢管的样品，就没有后续了。现在他们这几天就是在工厂里歇着，能不担心吗？就在工人们人心惶惶的时候，苏明这边却是来电话了。看到来电显示是阿贝巴，
苏明就知道特制钢管的样品应该是到了。接通阿贝巴打来的视频电话，电话一接通，就看见阿贝巴一脸兴奋地露着2排大白牙，嘴角已经快要咧到耳根子上了。阿贝巴，看样子样品已经收到了。苏明笑道。收到了，收到了。阿贝巴笑道。东西好用吗？好用，简直太好用了。说着便掏出来一把步枪，可以看出来步枪还有些粗糙，没有国际市场上那种制式的步枪看起来那么好看。苏明没想到这么快阿贝巴就已经将步枪装上了。来，我给你试试。说着，阿巴贝将手机给了旁边的手下，自己端起枪来，对着100米外的靶子射击了起来。点射、连发都测试了一遍，没有半点问题。等把靶子拿过来，靶子上面的成绩也非常亮眼，这就说明苏明特制的无缝钢管的稳定度和准确度都是不错的。不错，确实不错。阿贝巴爱不释手的拿着步枪，这东西准度虽然还差那些最优秀的突击步枪，但是好就好在它是自己造的，它便宜啊。而此时苏明的直播间里看着阿贝巴手里的步枪，直接人都骂了。卧槽，他真的把这东西当成枪管了。我人妈了，这东西还真能做成枪管啊，太牛皮了，一个大学生真成军火商了。此时直播间对面无数的观众一脸不可置信的神色，本来之前只是说有可能苏明他们厂子制作的钢管可以当做枪管，很多人内心还是不愿意相信的，毕竟没有亲眼见到。但是现在亲眼见到了，阿贝巴将无缝钢管制作成了枪管，而且还成功运用到了步枪之上，要说不震惊那是不可能。苏兄弟，太谢谢你了，你以后就是我的亲兄弟，只要有了你给我们的枪管，我们以后几乎不愁步枪了。阿贝巴兴奋地说道。苏明摆了摆手笑道，你谢我干什么？我只不过卖给了你一些钢制的水管，至于你用它做什么，那都是你自己的决定，跟我可没有关系，所以不用谢我。你要真的觉得我们的水管好用的话，帮我宣传宣传就行了。黑州那片地方不止阿贝巴他们一个起义军，也有其他的一些志同道合的队伍，他们之间的关系还不错，有的时候还会联合行动，所以有阿贝巴帮忙宣传宣传，苏明就不愁接下来没有生意了。苏明说完，阿贝巴一脸我懂的表情。我懂，我懂，我只从你那里买了些钢制的水管，至于我拿来做什么，你管不着，你卖你的水管就行了，管我干嘛用呢？你这水管这么好用，我肯定会帮你宣传宣传的，毕竟我有不少朋友们都挺喜欢这种水管的。阿贝巴以一种欠揍的语气说道。听到阿贝巴的话，苏明欣慰的点了点头，真是孺子可教也。看到两人一唱一和的样子，直播间的观众都忍不了了，多可恨啊，这两个人在这儿演起来了，就是你们俩的算盘打的可真是震天响啊。有意思吗？咱就说有意思吗？属于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了，还隔着装呢。对于苏明和阿贝巴两人打的什么算盘，直播间的所有人都知道，但是能看破却戳不破，只能看着两人自欺欺人般的在哪儿演戏，让他们实在是有些无语。苏兄弟，现在我们就谈谈价格吧。阿贝巴此时已经有些迫不及待了，直接就要谈论一下价格。苏明点头，这个时候确实可以谈价格了。一根1米长的无缝钢管成本在45块钱左右，再加上后期钢管内部膛线的加工费，成本就来到了70-80左右。不过账倒不是这么算的，在国际市场上，一把步枪的造价在100米元左右，也就是700-800块钱，而且这还是便宜的。拆分开的话，作为一把枪最重要部件之一的枪管，价格至少值200华夏币。一根1米长的钢管可以制造至少3根枪管，所以一根1米长的特制钢管的价格怎么也得500元。但是苏明也知道自己工厂现在并没有精细的数控机床，所有的产品都是用老式机床工厂员工们亲手做出来的，所以根本做不到军工厂做的步枪枪管的精细度。而且正如阿贝巴所说的，他为什么选择自己制作步枪啊？当然是因为便宜啊。因此苏明决定将定价定得低一点。思索片刻后，苏明说道，就我们给你们邮过去的样品，这样1米长度的钢管，一根300块华夏币，怎么样？听到苏明的话，阿贝巴瞬间愣住了。第18章赚疯了。听到苏明的话，阿贝巴瞬间愣住了。300华夏币，这是多少钱？阿贝巴挠了挠头。听到阿贝巴的话，苏明瞬间反应过来了。之前跟阿贝巴他们进行军火交易的时候，为了方便交易，统一用的都是米元。阿贝巴对米元多少是有概念的，而自己这几天回到龙国了，这些天一直用的都是华夏币，刚才下意识的就用华夏币说了价格，而阿贝巴从来没有用过华夏币，对华夏币多少没有概念，一时间愣住了。所以苏明继续说道，300华夏币相当于40多的米元。这样说，阿贝巴应该明白了。多少？阿贝巴眼睛瞪得溜溜圆。
苏明将钱换算成米元，他就有概念了。苏兄弟，你没开玩笑吧？做生意的时候我从不开玩笑，你知道的。苏明淡然说道。好，好，好，阿贝巴连喝3声好。紧接着就是一阵大笑。苏兄弟，你真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惊喜啊！不愧是比我亲兄弟还亲的人，这个价格实惠，太实惠了。按照阿贝巴之前预想的，苏明给他的价格，就算不是100米元，也得是70-80米元1米的价格。这样，即使苏明所造的枪管的价格跟市面上的差不多或者低一些，他们凭借其他部件节省的成本，依然能省下不少的钱。但是没想到苏明会把价格压这么低，这样算的话，他们不仅可以从枪支的其他部件节省价格，就连苏明给他们提供的枪管也能省下30-40米元的钱。这怎么能不让他激动？苏兄弟，别的也不多说了，你下次什么时候来，都时候我请你喝酒，再给你找几个妞，你说要毛妹子、米国妹子或者我们这边的妹子，随你挑，我给你安排的妥妥的。阿贝巴拍着胸脯保证道。此时苏明还没说什么，直播间的观众倒是来兴趣了。靠，看这架势，苏明这价格是要便宜了呀！尼玛，一根钢管300块钱，我还想说苏明想钱想疯了，结果是特么我没见识了。有没有人算一算，苏明这一根钢管能有多少利润？细说说妹子的事情，卧槽，米国妹子和毛妹子都有啊！有没有攒金的节目啊？苏明啥时候去啊？先说好了，我并不是想看妹子，我是单纯的想看看国外的风土人情啊。而面对阿贝巴的盛情邀请，苏明这边说道：吃饭就可以了，其他活动就别了吧。前面吃饭对苏明来说还是可以的，但是后面的活动苏明却是完全享受不了啊。上一次去跟阿贝巴进行交易，阿贝巴就给苏明提供了10分攒劲的活动，一个毛妹子，一个米国妹子，身材堪比超模。不过苏明还是靠强大的意志力抗住了，也并不是说苏明是个正人君子之类的，而是苏明听说他们那里因为落后、卫生环境差以及战争等众多的原因，导致差不多每7个人中就有1个有艾滋。但是他们本地人对此倒是并不太在意，该吃饭吃饭，该睡觉睡觉。苏明还有大好的青春年华，可不希望早早就沾染了那些东西。好，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到时候我肯定好好招待你。不过既然苏兄弟这么给力，我自然也不能拉胯。这样吧，你先给我10万根这样的特制钢铁，这是不是有点多了？苏明有些吃惊，阿贝巴一下子要的也太多了。要知道，一根特制的钢管可以做至少3根枪管，那10万根特制钢管就可以做30万根枪管啊！阿贝巴就几万人，根本就用不了那么多啊！除非军队嘛，最不怕的就是武器多。我这也是穷怕了，而且说不准，过不了多久，这些武器就能用上了。阿贝巴眼睛微眯，透着一丝兴奋。苏明之前作为一个军火商，常年游走在中东和黑洲这2个战争最频繁的地方，对战争的嗅觉是十分敏锐的。当军队毫无征兆的开始囤大量武器的时候，那就证明马上就要有大战开始了。毕竟战场才是军火武器最终的归属地。不过这对现在的苏明来说影响并不大，甚至还有些好处，这样对军火的需求量就更大了。苏明很早就看明白了，弱肉强食是这个世界不变的法则，只有自己强大，枪杆子硬才会有发言权，不然只有被挨打的份儿。所以错的不是战争，不是军火，是人性，是整个世界。只要有人在一天，战争就永远不会停止。因此靠贩卖军火赚钱，苏明没有一点负担。而且苏明赚钱也不是没有底线，苏明卖给武器的人和组织都是倾向于和平的队伍，这就够了。因此阿贝巴要10万根无缝钢管，苏明自然是十分乐意的。我的乖乖，10万根无缝钢管啊，这得多少钱啊？一根300华夏币，10万根那就是3000万啊！苏明这一单直接入账3000万，我的天呐，就算是刨除成本之类的，也能赚2000多万呢。一单直接成千万富翁了，这也太炸裂了！一个大学生几天时间就成千万富翁了，除了买彩票，我想不到别的方式。马德，别人家的儿子大3千万富翁，我家的儿子大3还朝老子要生活费呢，我七匹狼呢！这节目不能看了，太伤人自尊了。不是这个节目不能看，是苏明不能看。别的直播间主人公虽然优秀，但是那还属于正常人范畴，苏明这简直就不是人了，太牲口了。其他直播间的优秀人才跟苏明就没有可比性啊，差距太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算了算账之后，人都傻了。本来苏明接手明阳机械工厂这个烂厂子的时候，所有观众都不看好。苏明改造的水管更是很多人不看好，认为没有人会买苏明特制的无缝钢管。结果呢，仅仅几天时间，苏明不仅将无缝钢管卖出去了，而且还一下子卖出去了10万根，直接入账3000万啊！
一下子就让工厂扭亏为盈了。接下来，只要苏明将这无缝钢管交货，苏明就直接成千万富翁了。这让很多辛苦奋斗半辈子，银行卡里余额还没有超过5位数的人直接看傻眼了。一旁的张月也掰着自己手指数了好几遍，才最终确认苏明这一单完成后能入账3000万。本来之前张月还在为自己即将升职加薪而有些沾沾自喜的样子，但是现在看着苏明这么轻松就赚到了或许他一辈子都赚不到的钱，自己还沾沾自喜个屁啊！你银行卡号还是之前那个吧，我先给你1000万定金，剩余的2000万华夏币，等10万的货物全都送到后，我全部打给你。阿贝巴也是知道自己在订货的同时也是需要给一些定金的，所以直接先给了苏明总货款1/3的定金。苏明点了点头，他现在确实钱有点不够。如果阿贝巴只要2-3万根特制钢管，苏明手里的钱还是购买制造特制无缝钢管的材料的。但是阿贝巴一下子就要了10万根，苏明手里的钱就有些不够了。有了阿贝巴的这1000万定金，苏明就没有这个担心了。好，半个月内10万根特制无缝钢管会运到你们那里，到时候你派人接一下。阿贝巴点点头，行，你苏明我还是信得过的，只要你运到港口，剩下的事情就交给我吧。第19章，你管这叫利润不高？至此，无缝钢管这一单，苏明终于敲定了。挂断电话后不久，苏明就收到了来自阿贝巴的1000万转账。看着银行卡里静静躺着的1000多万的华夏币，苏明感叹，还是得自己造装备挣钱啊。这一单就差不多挣了2000万，比自己累死累活在境外倒腾二手装备赚个运费来钱快多了。有了这笔转账，苏明也能让采购去购买生产无缝钢管所需的钢铁材料了。不过好在库房里现在还有一点钢管库存，工厂员工们可以先做着。至此，苏明才算是松了一口气。同时苏明也知道是时候该给全厂的工人们一个交代了，而且接下来的一段时间应该有的忙了，所以用厂内广播将工厂所有人叫到了工厂会议大厅里。苏明决定动员一下，很快工厂的所有员工都来到了会议大厅里。一时间会议大厅里有些乱糟糟的，发生什么事儿了？把全工厂的人召集在一起，你们说是不是苏厂长找到订单了？说不定是散场大会呢，别高兴太早了。是啊，都不知道什么情况呢，这几天还不如之前呢，之前还零零散散有一些订单，这几天一个订单都没有，把我都快闲死了。就是给个准信啊，要是没活儿，我回家抱孩子去了。别乌鸦嘴了，怎么就不能盼点好的呢？我觉得肯定是小苏厂长找到订单了。就在所有工厂员工们焦躁不安的时候，站台上苏明的声音传来，我知道大家这几天没活干，或多或少都颇有微词，在这里我就直说了吧，我接到了一批特制无缝钢管的订单，接下来一段时间大家有的忙了。当听到苏明接到订单的消息之后，整个工厂的员工都沸腾了。对他们来说，只要有活干，他们就有钱拿；没活干，工厂挣不到钱，他们自然也拿不到工资。小苏厂长厉害啊！我就说小苏厂长有能力，这才几天，苏厂长就找到订单了，真有本事。果然啊，当初相信小苏厂长是对的。不过苏厂长，这笔订单我们要制作多少这种无缝特制钢管啊？一位车间的老人问道。虽说苏明接到订单了，但是在他们看来，订单的多少才是最重要的。是啊，苏厂长接到了多少单？给我们说说吧。其他员工也跟着附和道。苏明并没有选择隐瞒这件事，订单是多少，工厂员工是肯定要知道是多少的。这一单的生意，买房要我们这样特制的无缝钢管10万米。听到这话，本来还处于兴奋中的员工们瞬间沉寂了下来。10万米？苏厂长，你不是说错了，是100万米，不是10万米。苏明摇摇头道，就是10万米。听到苏明肯定的回答，台下瞬间一片哀嚎。10万米能干什么？10万米也太少了，根本解决不了啥事情。就算我们昨晚了这10万米，也照样开不起工资啊。按照之前无缝钢管的收益，抛去成本，最多一根1米的无缝钢管也就赚了7、8块钱。按照他们的推断，就算苏明制作的特制无缝钢管价格高一些，一根能赚10块钱顶天了吧？他们做完这10万米钢管，也不过才赚了不到100万，100万还不够他们400多名员工1个月的工资呢，属于是杯水车薪了，解决不了根本的问题。工厂很多人都是悲观的情绪，不过也有不少人保有乐观的态度。10万也不错，多接几个这样的单子，厂子也是能赚到钱的。就是小苏厂长几天时间就拿到了10万的订单，就不愁能拿到更多的订单。是啊，让你们去，你们能拿到10万的订单吗？我没有说小苏厂长的不对，就是说这订单少而已。看着下面的员工都快要吵起来了，苏明笑着阻止了所有人的争吵。好了，大家不要担心了，
大家只要能将这一单按时按量完成，工资肯定是不用愁的。在苏明看来，员工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虽然10万根钢管对比之前的订单来说并不算多，但是苏明的特制无缝钢管的利润高啊，10万根钢管产生的效益比100万根钢管产生的效益只高不低。听到苏明这话，工厂财务科的科长最先反应过来了。苏厂长，这种特制无缝钢管，您出售的单价是多少啊？我们这种特制的无缝钢管，单价是1米300华夏币，利润不算太高，比市场价要低不少。如果按照枪管来算的话，确实比市场价要低不少。多少？虽然财务科长之前已经有了些许猜测，但是听到苏明的回答，还是被惊到了。以前他们的无缝钢管，一根能赚到10块钱，他们都感谢天感谢地了。现在的无缝钢管经过苏明的一番加工，居然能卖到300块钱华夏币，抛去几十块钱的成本，剩下的200多块钱完全都是利润啊！也就是一根无缝钢管能挣200多块钱，那10万根这样的无缝钢管呢？那就是2000多万啊！天哪！他作为财务科长，自然知道他们工厂业绩好的时候，一整年干下来也没有见过2000万的盈利啊！就这还叫不算太高，比市场价低不少。而工厂的员工此时也愣住了，他们虽然没有管财务的知道的那么清楚，但是账大多也是能算得明白的。一根钢管卖300华夏币，这比之前他们加工20根钢管还要赚得多。一根钢管能赚这么多，他们还愁发不起工资吗？卧槽，苏厂长牛啊！我还从来没见过这么高的单价。要我说，还得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啊，轻轻松松赚了几千万啊！之前还有些人不相信苏厂长来着，刚才是谁说的？嘿嘿，是我说的。待会儿大会结束后，我马上给苏厂长赔罪去，这总藏了吧？哈哈，之前那些辞职的员工，现在后悔去吧。场子里一片欢腾的氛围，直播间的观众们见到这一幕也不禁发出感慨。说实话，听着场子里员工对苏明的评价，我有些酸了。不过苏明确实厉害啊，本来工厂都准备倒闭了，没想到又被救活了，能不高兴吗？同样都是人，差距怎么就那么大呢？是啊，看了苏明的直播，我爸认为老子是弱智，让我去申请一个弱智证明，说每个月能领1000块钱，瞧不起谁呢？所以呢，你领到了吗？领到了。就连一旁跟拍的张悦都收到了这种氛围的感染，十分的高兴。苏明仅仅靠几天的操作，就挽救了几百户家庭，解决了上千口人的生机，意义非凡啊！这边站台上，苏明继续说道：“现在厂里已经有钱了，大家也可以马上开工了。不过在那之前，我决定今天先把之前工厂欠大家的2个月工资给大家发了吧。另外，会给大家每个人多发1000块钱的奖金。接下来订单的事情就交给大家了。这10万根无缝钢管，希望大家加班加点，能够1个星期内赶出来。如果大家能按时完成交货的话，月底还会有奖金。”苏明给阿贝巴交代的是2个星期内到货，抛去运输的时间，所有的订单则需要在1周内完成。按照苏明计算的生产效率，1周内生产10万根特制无缝钢管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为了能够及时交货，苏明给工厂员工都多发了1000块的奖金，为的就是调动工厂员工的积极性，保证能够按时交货，同时也是为了工厂内的凝聚力。保证工厂全体上下一心的办法，并不是什么画大饼，而是将真正的实惠发到员工手里。工厂的名声好了，苏明的明阳机械厂后面招收人才的时候就会容易多了。这2个月厂里拖欠大家的工资，之所以苏明会补发给工厂员工，那是因为虽说厂里拖欠员工工资的时候，苏明并没有接手工厂，但是怎么说，苏明算是接手了整个工厂，自然工厂里员工的债务也相当于接手了，所以苏明补发工资也没有太大的毛病。卧槽，苏厂长牛批呀！第20章，厂子都悔青了。我没啥文化，但是以后我跟着你干定了，你说往东，俺不往西。不仅上个厂长欠下的饥荒给我们发了，还发了奖金，苏厂长太棒了。这下到手里的工资得有1万多了，哈哈！这下我回家看看我那口子还说什么。我孩子早就想要一身新衣服了，一直没钱买，今天终于有钱给孩子买身新衣服了，再多买几斤肉给家里孩子们开荤。小苏厂长这么对待我们，我们也不能亏待人家小苏厂长啊。对，我们一定好好干，这几天加班加点也得把厂子里下发的任务给干好了，准时完成，月底还有奖金。咱们现在明阳机械厂的待遇是真的好啊，这全都多亏了苏厂长啊！要是没有小苏厂长，我们哪里会有这样一天啊？老苏家生了一个好儿子啊！是啊，人家的孩子怎么就这么出息啊？可不是嘛，人家老苏家这真是祖坟上冒青烟了，哈哈，可不少嘛。之前我们过的是啥日子？现在小苏厂长才上任几天啊，就有这么大的进项啊！人家苏厂长还没大学毕业呢，都这么能耐了，要是上完大学还了得。此时此刻，
整个明阳机械工厂内都是一片欢乐的海洋，随处可见喜笑颜开的工厂员工们，看起来比过年还要开心，甚至有不少中年员工喜极而泣。确实，对他们来说，这个年纪已经不容易再找工作了。除了干工厂车间的活，他们实在想象不到别的什么活计。所以工厂倒闭，也就意味着他们要失业。想到失业之后还有一大家子人要养，对这些中年人都是莫大的压力。而现在所有的压力都烟消云散了，一放松下来，难免喜极而泣。而站台下面，苏强听着众多老兄弟对自己儿子的各种夸奖，那比他们夸奖自己都要高兴。自己儿子有本事，自己也有面啊。听着周围老兄弟都说自己生了一个好儿子，苏强也是听得晕乎乎的，感觉自己有些飘飘然了。苏强，今天下班后去喝酒啊，我们请你。对，你生了一个好儿子，给我们帮了那么大的忙，我们不能不表示表示。对了，小苏厂长，今天忙不忙啊？不忙的话，把小苏厂长也叫上吧，我们亲自感谢感谢他。喝酒可以，但是千万不能耽误工厂的工作啊，要不然那不是白辜负厂长对我们的一片好心了。说的也是，工厂的工作是最重要的。也是，那就让我家那妮儿等几天吧，过几天我带着她去买衣服去。这些话苏明自然也是听见了。苏明知道今天发工资了，工厂员工自然有很多事情想去干，毕竟已经2个月都没发工资了。苏明看了看时间，已经下午3点多了，现在时间已经不早了，等财务将所有人的工资和奖金挨个发完，估计也就5点多了。不如让员工们领完工资就下班，各回个家，各找个妈，明天再让干劲十足的工厂员工们开工。于是苏明说道，今天也不早了，就不开工了，待会儿大家从财务那里把工资和奖金先领了，就回家吧，明天再正式开工吧。听到苏明的话，工厂里的员工又是一阵欢呼，厂长万岁，厂长万岁。走走走，今天咱们哥几个去饭馆吃点好的，再喝2盅庆祝一下。小苏厂长太好了，明天我一定拿出120%的力气好好干。2个月都没有见到钱了，今天发工资了，全都想着去消费一番。没想到苏明这么体贴，直接让他们提前下班。这下无论是想要去消费一番的，还是想要回家和家人团聚吃点好的，都可以早点回去了。能不高兴吗？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满眼的羡慕。爽啊，看得我都想去苏明哪里上班了。发工资了还能提前下班，我都不敢想象我能有多么快乐。是啊，不像我们这样的社畜牛马，天天累死累活加班，没奖金就算了吧，工资还以各种理由克扣，最后下来就仨瓜俩枣。苏明，你们工厂还招人吗？带我一个行不行？别的不说，苏明当老板还是挺良心的。苏明的行为赢得了直播间几乎所有人的称赞，毕竟谁不想有一个能体贴员工的领导呢？下午5点，厂子里陆陆续续走出了一批批的工厂员工，无一例外的，所有员工脸上都洋溢着幸福的笑容。工厂外，路上正在闲逛的赵二看着所有工厂员工都有说有笑的样子，纳闷了，工厂不是快要倒闭了，怎么现在看工厂员工都像是过年了一样高兴啊？难道是工厂里面发生什么事了？而路过的工厂员工都是随意瞥了一眼赵二，便转过头去，不再搭理赵二。赵二就是之前明阳机械工厂辞职的员工之一，在厂子里也是懒汉一个，经常偷懒耍滑。之前苏明提离职的时候，他也是第一个响应的，直接就提出离职了。而且离职就离职吧，第2天还落井下石，撺掇走了一批犹豫不决的工厂员工，最后更是在工厂里看工厂的热闹。现在工厂员工们都受了苏明的恩惠，对于这种人自然是不愿意搭理。员工们不搭理他，但是赵二可忍不了了，不知道厂子里发生了什么事儿，今天他可睡不着觉了。老齐，厂子里咋了？你们今天怎么这么高兴啊？老齐看着苍蝇一样粘上来的赵二，虽然有些厌弃，但还是冷笑道，高兴当然高兴了。苏厂长不仅把之前拖欠的2个月工资给我们发了，还给我们发了1000块钱的奖金，如果月底干得好，还会给我们发奖金呢。听老齐这么一说，赵二愣住了，不仅把拖欠的工资还了，还给了1000块钱的奖金，真的假的？赵二首先就是怀疑，但是看到路上满脸笑容的工厂工人们，他又信了，工人们的心情做不了假。听老齐这么一说，赵二瞬间觉得自己前几天拿的2个月工资不香了，这么一对比，自己好像并没有占什么便宜啊，不仅比那些没有离职的员工少赚了1000块钱，同时还丢了工作。而且这几天他也在找工作，不过出去混了几天才知道，外面真不是那么好混的。看着老齐等人高兴的样子，赵二说不后悔那是假的，他现在肠子都悔青了。不行，我得回去。第21章，员工比老板还积极。孙峰是明阳机械工厂的老员工了，今天回家他特意买了几斤五花肉、1只烧鸡、1条鱼。孙峰一进门，他老婆就看到孙峰手上提着的一兜子肉菜了。老孙，
不过日子了，今天怎么买这么多肉啊？已经2个月都没发工资了，你就不知道省着点？苏峰老婆一边抱怨，一边接过了孙峰手中的肉食。不过买了就买了，这么多肉省着点吃，能吃好久。正好女儿们最近也馋肉了。虽说孙峰买肉回来了，但是孙峰老婆的脸上却没有多少的喜色。而听到孙峰买肉了，上高3的大女儿孙洛洛从房间里走了出来。爸爸，你中彩票了，买这么多好吃的，我们家好久没吃过这么好了吧？看着孙峰买回来的烧鸡和鲤鱼，孙洛洛双眼冒光。3岁的小女儿孙小小也跑了出来。哦耶，肉肉，我们今天吃肉肉。孙峰一脸宠溺地抱起孙小小。对，我们今天吃肉肉。老婆，这些肉今天全做了，别省着。洛洛也高3了，马上就要高考了，也是长身体的时候，应该多补充营养。听到孙峰的话，孙峰老婆和孙洛洛有些吃惊。当家的，咱们真不过了。洛洛马上就要上大学了，你这工资都2个月没发了。就是爸，我少吃点没什么，平时多给妹妹买点好吃的就行了。听着妻女2人暖心的话，孙峰鼻头一酸，差点哭出来。不过最终他还是忍住了。不用省着了，以后都不用省着了。洛洛，你刚才不是说我是不是中彩票了吗？我告诉你，在我看来，这件事比中彩票还令人人高兴。之前我不是说我们厂子现在由苏厂长带领了吗？对面2人点点头。这件事情他们知道，听说苏明还是一个大学生，当时听得2人一愣一愣的。一个大3的学生，既然都能当厂长了，就是苏厂长给我们接了一个大单。你们知道这一单我们厂子能赚多少吗？200万。在孙峰老婆看来，他们厂子现在能不亏钱，将员工的工资发出来就已经不错了，能赚很多钱，他是不太相信的。妈，老爸都让猜了，你就不敢猜的大的？我猜是1000万。孙洛洛古灵精怪地说道。苏峰笑着摇了摇头后说道：洛洛，你还是太年轻了，这一单小苏厂长让我们厂赚了2000多万，本来赚1000万都是孙洛洛往多了说的，他之所以说这么多，就是为了让自己老爸尴尬一下。但是孙洛洛没想到，最后他还是太保守了，仅仅是一单子就赚了2000多万，这是什么概念？对于他一个高3的学生来说，实在很难理解。要知道，他平时要个10块8块的喝杯奶茶，都要求好久呢，这钱足够他喝几辈子秘密冰城的奶茶了。孙峰继续说道：小苏厂长还非常好心的将上一个厂长落下的饥荒那欠的2个月工资给我们发了，而且还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1000块钱的奖金，而且如果这个月干得好，还会有奖金。所以说，咱们家现在不用为钱发愁了。听着孙峰的话，母女俩目瞪口呆。孙洛洛十分惊讶地说道：没想到你说的那个苏明那么有能耐。叫什么苏明？要叫小苏厂长。哦，你说那个小苏厂长是个大学生？孙洛洛现在是真的有点好奇了。他现在高3了，学习成绩还不错，有机会考上一个重点大学。但是即使他有能力考上重点大学，也不认为自己能像苏明那样，几天的时间就带着一个500多人的工厂赚了2000多万。对啊，华清大学的高材生，要说还得是好好学习啊。洛洛，你一定要好好学习，将来也要成为我们小苏厂长那样的人。孙洛洛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孙峰老婆不管那些，她只知道他们家目前的问题解决了，想到再也不用为钱发愁了，差点就喜极而泣了。对了，小小不是很早就想买新衣服了吗？今天就去给小小买一身，你和洛洛也都挑一身，回来之后咱再做饭，怎么样？孙峰提议道。好耶，买新衣服喽！小小高兴地呼喊道。就因为苏明给工厂员工补发工资和奖金的决定，这样的事情在明阳机械工厂员工的不少家庭里上演着。第二天，明阳机械厂一般是8点上班，而等8点准时到工厂的苏明却意外地发现自己居然是整个工厂最后一个到工厂的。苏明到工厂的时候，整个工厂的职工已经热火朝天地干起来了，车间主任已经早早的就将任务分配下去了，所有的事情都不用苏明操心了，职工们就跟打了鸡血一样，劲头十足啊！看得直播内的观众们也是一阵目瞪口呆，他们什么时候见过打工人这么卖力的干活啊？苏明来到办公室，屁股都没坐热乎呢，门口门卫的老李头又火急火燎地跑了过来。小苏，赵二带着之前的那些离职的员工来了，我都说了，你下了命令，之前离职的员工永不录用，但是他们不听我的，我也拦不住，他们直接就进来了。李老头话还没有说完，赵二带着10几个之前辞职的员工就已经进来了，每个人手上都带着一些果篮礼品之类的东西。嘿嘿，苏厂长，这是我们的一点心意，特意给您带过来的，您一定要收下。赵二他们今天来，苏明心里明镜似的，早就知道他们心里打的是什么主意。这是看明阳机械厂又活过来了，而且效益不错，又想着回来了。第22章离职员工闹事，礼就不用了，你们带回去吧。
我这办公室地儿小，容不下你们几尊大佛，咱们出去说。苏明的办公室不像会议室，本来地儿就不大，10几个人一下子就把办公室给围满了。听苏明这么说，他们也知道苏明是什么意思，但是奈何他们有求于人，只能跟着苏明来到了办公室外面。有什么事儿说事儿吧。别人或许脸皮薄不敢说话，但是赵二脸皮可是非常厚的，只要能重新进明阳机械工厂，现在这些对他来说都是小事儿。现在明阳机械工厂那么好的福利和待遇，在他们明阳县都是数一数二的了，要是能重新进去，这点脸算什么？秉承着开口不打笑脸人的原则，悻悻笑着说道：小苏厂长，之前离职是我们错了，现在我们又想明白了，还是得跟着咱们明阳机械厂干。而且我听说咱们厂子里最近不是又接到大单子了吗？寻思正是缺人手的时候，于是兄弟几个合计决定回来干，也算是帮了厂子了。你看怎么样？反正你也没有什么损失。之前辞职您不是给我们发了2个月工资了吗？昨天您给别的员工也发了2个月工资，还有奖金。您这次只用给我们把奖金发了，我们就回来干。您看行吗？听他这么一说，苏明直接冷笑了一下，这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啊！之前走的是很潇洒，甚至还落井下石了一番，现在又舔着脸回来，而且一点亏都不带吃的。10几个人把苏明围了起来，倒并不是向来求人的，反而像是来打人的。我之前说过了，从工厂离职的员工永不录用，所以请你们几个另谋高就吧。一听苏明直接拒绝了，10几个人顿时急了。小苏厂长，怎么说我们也算是你的长辈，给我们一个面子行吧？奖金我们也不要了，让我们重新回去上班就行了。对啊，只要让我们重新回去上班就行了。苏明还是果断的摇摇头，并没有答应。以德报怨，何以报德？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有些义愤填膺。切，之前离职的时候走得潇洒，现在看到厂子效益好了，又想回来了，想个屁吃。对，尤其带头的那个，但是就属他风凉话说的最多，现在居然有脸回来。尼玛，还想着要那1000块钱奖金呢，真是一点亏都不想吃啊！世界上怎么会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直播间的谁有你一句我一句，认为这种行为十分的无耻。苏明，叫你一声是抬举你，你一个小年轻能干什么？没有我们这些叔叔辈的帮衬着，能行吗？眼见说服不了苏明，赵二也不准备演了，直接发起狠来。在他看来，苏明也就是一个刚20冒头的小年轻，肯定是没有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的。他们10几个壮汉已经把苏明给围住了，只要大声呵斥2句，把苏明吓怕了，就不怕苏明不让他们回来上班。这是他们10几个人来之前就已经商量好的。此时有赵二带头，其余几个大汉也开始边撸胳膊挽袖子边说道：就是你年纪轻轻，心别那么狠了，你给我们一个方便，我们也给你个方便。白眼狼，我们在这个厂子上班的时候，你不知道还在哪儿玩泥巴呢，我们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说不要就不要，丧良心。对，你要是不让我们上班，我们就不走了，闹得你厂子也开不下去。反正他们光脚的不怕穿鞋的。10几个壮汉一边说着各种难听的话，一边将苏明围了起来，准备威逼苏明服软。此时他们也不管不顾苏明正在被节目直播了，对他们来说，只要能拿到钱比什么都重要。一旁的张月和摄影师满脸的焦急，该不会真的打起来了吧？真要打起来，这么多人打苏明一个，那苏明肯定是被揍的那个呀。要不然报警，要不就去找车间里面的员工出来。只要车间里的员工们出来，员工们肯定是会选择帮助苏明的，这些人肯定不敢动苏明的。此时直播间里的观众也是紧张异常。卧槽，他们这架势不会是想要打苏明吧？无法无天，光天化日，更何况还是直播呢，就敢打人？他们只要敢动苏明，我立马报警。这群人真是太坏了。是啊，太吓人了，把我气哭了。看我们是大学生就欺负我们吗？我看出来了，他们这是想要恐吓苏明，想要让苏明屈服，同意他们回工厂上班。就在张月犹豫是报警还是叫工厂员工们出来的时候，苏明这边被团团围住的苏明依然淡定自若，并没有被这群地痞流氓给吓住。看着不断逼近的众人，苏明眼睛微眯。刚才苏明之所以让这些人来办公室外谈话，就是看出来了，这些人恐怕来者不善。之前和苏明离职的有70、80人，而这次来的就这10几个人。最关键的是，这10几个人正是那天落井下石的那群人。苏明知道自己如果不答应让他们重新入职，很可能会有这一遭，所以之前就将所有人叫到了空旷的室外，防止将自己的办公室给打坏了。虽然苏明明白这些人大概率是准备吓吓自己，但是保不齐最后10几个人火气上头，真冲自己动手，还是要做好准备。自己不能先动手，等对面动手了，自己再动手，那就是正当防卫了。就在苏明思索的片刻，赵二终于还是忍不住了。本来他们准备恐吓住苏明，
让苏明屈服的。甚至可以说，有了今天这一遭，即使苏明是厂里的厂长，以后见了他们也得打怵。到时候他们在工厂里那生活可以更加的滋润。就是欺负苏明年少，结果他们一群人一脸凶相的围了苏明好一会儿了，苏明半步都没有退，脸上带着有些讥讽的笑，仿佛根本没有把他们这群人看在眼里。这可把赵二给惹怒了，他本来就是个浑人，这时候也不管3七21了。笑笑，你笑个锤子！说着挥起沙包大的拳头就朝着苏明的面门打去。看到此情景，一旁的赵月一声惊呼。第23章，苏明的身手太厉害了吧！看到这一幕，此时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脑子也是嗡的一声。苏明一个大3的学生，面对这么多20大几30多岁的壮年，这要是被打了，那苏明的小身子骨不知道能不能受得了，说不定苏明得弄一个重伤。完了，苏明要被打了。苏明是不是被吓傻了？刚才应该就说要报警，这样还能吓住这些人。是啊，还是太年轻了。哎，这厂子里也没有几个保安，真是不行啊。现在怎么办？我们是不是要报警啊？眼看着赵二要动手，直播间观众的手速可以说是超越了光速，一条条弹幕被发了出来。而此时，既然赵二都动手了，苏明自然一点都不惯着他们。现在苏明再出手，那是一点毛病没有。面对赵二的直拳，苏明一个闪身轻松躲过，紧接着直接接力，一个过肩摔将赵二摔趴下。赵二还没反应过来就被摔到了地上，差点没背过气去。不过赵二却依然嘶吼道：“你们还看什么呀？反正他也不会找我们了，给他点颜色看看。”听了赵二的话，这10几个没有主心骨的壮汉也纷纷上前。面对这样的情况，苏明并没有选择上前，而是选择边找机会边退。毕竟即使一个人再厉害，双拳难敌4手的老话还是没问题的。更何况苏明面对的可不是4手，而是10几个人了，边打边退才是最好的选择。这个时候，张月也不再犹豫了，已经开始拨打报警电话了。在苏明与壮汉们拉开距离的时候，其中一个壮汉直接向苏明发动了进攻。没有接手过正经训练的壮汉能有什么专业的招式？他看到赵二出拳被苏明轻松放倒了，所以壮汉并没有选择出拳，而是一记势大力沉的侧踢。然而本来他感觉距离把控的十分好的一击，却是完全没有踢中的感觉。然而这个时候收脚已经晚了，不知道从什么地方来的一脚直接踢到了他的胸前，将壮汉踢飞了几米远。卧槽，发生了什么情况？尼玛，苏明一下子把带头的撂倒了，又将一个壮汉踹飞了。苏明这么猛的吗？啥情况？我都准备报警了，现在还用不用报警啊？疯狂前冲，而苏明依然是沉着应对，左突右闪，始终没有被他们击中一下，反倒是他们不时的被苏明一会儿一个下勾拳，一会儿一个左右勾拳，打得直接没有战斗力。片刻之后，所有的壮汉都躺在地上，一片哀嚎，没有了战斗力。啥情况？一眨眼的功夫，对面全趴下了。卧槽，卧槽，太猛了！苏明一个人干了10几个壮汉。尼玛，不都说脆皮大学生吗？这就是你们说的脆皮大学生？苏明看起来文质彬彬的，这么萌吗？这特么就是传说中的能文能武吗？操，我天天撸铁都没有苏明那么牛皮啊！我很怀疑苏明之前是干啥，这身手比我这个干了10年才退伍的老兵都要强了。苏明拍了拍身上的尘土，李老头，找人将他们绑起来。待会儿警察来了，把他们交给警察，就说他们扰乱工厂秩序，故意伤害罪。苏明说话，这个时候李老头才反应过来，连忙转身去车间里找人去了，边走边嘟囔道：现在的后生都这么厉害了吗？这个时候，刚刚打完报警电话的张月也懵了。本来这个报警电话是给苏明打的，现在看来倒是给这群闹事的员工打的。苏明怎么这么厉害啊？一个刚上大3的学生轻松撂倒这么多壮汉。警察同志，不用着急了，你们慢点过来就行了，事情已经解决了。张月挂断电话，来到苏明面前，看着一地丧失战斗力的离职员工。苏明，你怎么这么厉害？难道你之前练过格斗之类的？之前为了兼职特意练过一阵子综合格斗。听到苏明的话，张月恍然大悟，苏明之前那是干的什么生意？那可是军火商啊，可以说是刀口上舔血的生意。如果没有一点自保的能力，确实说不过去。一个军火商会点格斗技能自保，应该很正常吧？不过这也太强了吧，一个人打10几个人，龙国的特种兵能做到这种地步吗？我对苏明之前的兼职越来越好奇了，什么兼职需要练综合格斗啊？同样是大学生，我怎么就是脆皮大学生啊？苏明怎么就是钢铁大学生啊？是啊，这么一看，苏明的兼职一般人还真干不了，太强了。我愿意出5000块钱，苏明同学教教我防身的技巧吧。
此时苏明直播间的弹幕跟疯了一样，直播间的在线人数也开始疯涨。没想到在这种节目上还能见到这么刺激的场面。其实苏明会点格斗技巧并不奇怪，苏明的生意是从小做到大的。要知道购买武器的并不是所有人都是良善之辈，苏明本来就是小本生意，自然请不起保镖，所有的事情只能靠自己。没点真功夫，自己手里的家伙实还真不好保住。因为刚开始的时候，你说不准自己前脚将武器卖出去，后脚是不是那些人用刚从自己手里买到的武器来抢劫自己。所以对付这几个没见过血、杀过人的机械厂工人还是十分轻松的。不过好久没活动身子，明显感觉有点生疏了。苏明感叹道。与此同时，燕京警务总厅特经办公室里，按照上面领导的建议，赵朗特地安排了一个专人平时抽空看一下苏明的直播间，以便于随时了解苏明的动向。小王，怎么样？苏明最近今天没有在乱搞什么东西吧？说着把视线放在了正播放苏明直播的屏幕上，紧接着就看到了苏明轻松利索的将闹事的10几个壮汉解决的场景。我去，赵朗有些吃惊，苏明的身手有这么厉害吗？赵朗本以为苏明就是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大学生呢，充其量就是脑子还用一点。那天之所以逮捕苏明出动那么多的警力，主要还是怕苏明身上带有什么危险性极大的武器。毕竟苏明的兼职可是军火商，只要有钱，什么东西搞不到。但是对于苏明本身的威胁性，他们觉得威胁性并不大，也就是一个普通的脆皮大学生而已。毕竟现如今教学背景下，大学生们的体质可是有目共睹的。而当天苏明也是乖乖的束手就擒了，他们并没有花费太大的力气。现在看来，苏明的身手有这么厉害，如果当天苏明并不是直接束手就擒，而是选择反抗逃跑的话，那么他们说不定还真得费点力气。最关键是，作为特经大队的队长，就连赵朗都不得不承认，自己在徒手的情况下，面对10几个壮汉同时围过来，解决起来都有点困难。而苏明却是看着很轻松的就解决了，那不是说明苏明的格斗水平是不属于自己的吗？要知道自己可是曾经拿过龙国综合格斗技巧比赛季军的，怎么说也算是凤毛麟角了。现在这是怎么了？一个大3的学生，还并不是体校的，就能达到他这样的水准了？赵朗看得一脸懵。说实话，赵朗有些受伤。本来在智力或者说脑子上，他承认自己肯定是不如苏明他们这种考上龙国顶级学府的大学生的，但是自己在武力方面比他们这些脆皮大学生强啊。所以赵朗本来并不觉得有什么，上帝给我关上了一扇门，却又给我打开了一扇窗啊。但是今天看到苏明的表现，赵朗却是有点自闭了。苏明那是上帝给他开了一扇门啊，苏明这是上帝直接给他把整个房子都给掀了，愿意往哪儿走就往哪儿走是吧？第24章，这是煤气罐。厂子这边收到张月的报警，不出10分钟警察就来了。来人正是之前带队的黄建国派出所所长。听说这里有10几个人闹事，所以除了外出办公的同事没叫上，其余人都叫上了，包括黄建国自己。没办法，他们这个小派出所人手本来就少。来到现场，就看到地上横七竖八的躺着10几个壮汉，不过此时已经被人用捆东西的扎带给绑住了双手。这是怎么回事？刚才是谁报警的？黄建国询问道。警察同志，刚才是我报警的。张月站了出来。黄建国点点头，说说吧，这是怎么回事？听完张月的讲述之后，黄建国也是一脸懵。不过事情他也听明白了，就是这些离职员工看到厂子又赚钱了，想要回来，但是人家厂长不收了，然后这群人不乐意，就开始闹事，想要打厂长，结果10几个人被厂长给收拾了。而张月为了佐证自己的话，还拿出了刚才直播时候的录像。录像中，正如张月说的那样，确实是这些闹事的员工先动手的，而苏明就是自我防卫而已。不过最令黄建国惊讶的是，这10几个闹事的员工居然是被一个年轻人给解决的。上次来检查工厂，他就认识苏明了，华清大学的高材生，也是现在明阳机械工厂的厂长。但是他没想到苏明的身手也这么厉害，这年轻人要是来他们派出所，绝对一个顶3。不过黄建国也只是想想，人家华清大学的高材生，加上又是厂长，怎么可能去他们派出所当个小民警呢？很快，黄建国对赵二他们都检查了一遍。这些人虽然躺在地上嗷嗷的喊疼，但是并没有受多么重的伤，顶多是养几天就好了，说明苏明下手还是分得轻轻重的。这些人之所以嚷得这么大声，估计是想着碰瓷工厂。对于这种社会毒瘤，黄建国也十分的痛恨，他自然是不会惯着，直接让手下人将几人押上车带走了。而苏明作为案件的主人公，自然也要去警察局录个笔录，没啥问题就会放回来了。至于赵二和其他几个人，则要免不了因为闹事在局子里待上几天了。1个小时后，苏明从明阳县派出所走了出来。虽然这次苏明并没有受伤，
但是这件事情确实给苏明提了一个醒，工厂确实要招一些保安了。之前工厂就李老头一个看门大爷，那是工厂的效益不行了，根本没有什么可惦记的。但是今时不同往日了，现在厂子里开始赚钱了，难免会引得一些别有用心之人的惦记。不怕贼头，就怕贼惦记。招收保安这件事情得提上日程，而且这几天的时间里，在黑州那边、阿贝巴那边传来消息，根本就不用阿贝巴他们进行宣传，很快就有一些和阿贝巴他们关系比较好的组织打听特制无缝钢管的事情了。有不少的组织也想要订一些特制无缝钢管，虽然订单并没有阿贝巴的那么多，但是积少成多，也有将近8万根的订单了。订单都排到了1个月后了，而且自己不防爆的煤气罐样品，苏明也快制作好了。到时候剩余的那1万个煤气罐的改装也需要不少的工人，现在工厂的工人也明显有些不够了，所以应该招聘一些新的员工了，同时也应该招一个有能力的副厂长，为自己分摊一点业务了。关键是自己所在的这个小县城能招收到什么人才呢？普通工人可以在小县城招收，但是副厂长这样的人才，苏明可不期望在大街上随便拉一个就能招收到可用的人才，还是在网上招吧。而且既然张悦他们节目在直播，苏明当然不会浪费这个宣传自己厂子的好机会，可以通过直播来做一波宣传。说做就做，回到厂子里的第一件事就是找张悦说明了情况。张悦听了苏明的话，也是很大方的同意让苏明在他们节目上打一个广告，说明了自己想要招一些身强力壮的保安，以及一些工厂工人和1名的副厂长，有能力的可以来工厂报名。苏明也将自己的邮箱报了出去，简历可以投递到邮箱里。哈哈，直播招员工也就苏明能干得出来了。那可不，同一个节目的人家别的主人公，要不是正努力学习，要不就是正参加竞赛之类的，哪有像苏明这样直接当厂长的？苏同学，我想要当你们厂的保安，直接少走40年的弯路。我大专毕业，你看看我能不能当个副厂长啊？上面的我985的都没敢说话，你个大专还想当副厂长？别说大专的虽然不行，但是985说不定还真行。苏明也不就是一个华清大学的大学生而已，脑子秀逗了，我还是燕京大学的呢，我咋不是厂长呢？听说苏明厂子要招收员工，苏明的直播间里一片热闹。苏明这边发布完招募信息之后，就又钻进了车间里面。这几天苏明加班加点，为的就是制作不防爆的煤气罐。防爆的煤气罐不好做，不防爆的煤气罐更是一门学问。让煤气罐容易爆炸，那并不是什么困难的事情，但是怎么能让煤气罐爆炸的时候威力达到最大化，那就值得研究了。表面上看煤气罐上就加了一个尾翼，但是煤气罐上苏明也做了好几处细小的改造，只有这样改造才能让煤气罐爆炸的时候炸成一片片细小的碎片。一般的炮弹之所以为威力非常大，主要就是炮弹爆炸之后，炸弹碎片能分裂成很多片，由于出速度很大，会像子弹一样对爆炸点近距离的人员造成伤害。所以说炮弹碎裂的越小越密集的话，炮弹的威力越大。而且按照苏明的计算，他们的煤气罐爆炸的威力相当于100斤的 TNT 爆炸的当量，这种当量的炮弹爆炸足以把一栋大楼炸个粉碎。终于在苏明又忙活了半天的时间后，苏明终于将不防爆的煤气罐制作出来了。看着苏明制造出来的这工艺品，直播间里的观众也是一阵嘀咕，这东西真的有人会欣赏的了吗？虽然苏明说的利益是不错的，但是他还是有点瞅到我的眼睛了。本来还想买个支持一下来着，现在看来还是算了吧，我还是给需要的人捐100块钱算了。就是这东西应该没人会买吧，除非它是真的炮弹。而张悦却是越看越狐疑，通过这一段时间的接触，他明白苏明绝对不会做无用功，这几天费这么大的力气就搞出来这么一个丑东西。张悦越想越觉得不对劲，这煤气罐不会真的是迫击炮弹吧？第25章什么汉田雷，那是炮弹炸了。不怪张悦会这么想，而是苏明是有前车之鉴的呀。苏明之前的无缝钢管就不用说跟之前兼职的军火商了，这东西不会真的会爆炸吧？虽然张悦是这么想的，但是李欣又告诉张悦，煤气罐不可能改成迫击炮弹，这东西差的不是一点半点。而且苏明又没有炸药，怎么都不可能制作出来迫击炮的。张悦可是知道制造迫击炮的各种爆炸物都是国家严格把控的，所以即使苏明想做什么大威力的炮弹也不可能。张悦的想法苏明并不知道，他现在唯一的想法就是想要试一试这东西的威力。不过这肯定不能在直播的时候检验，只能等着下播后晚上一个人的时候偷偷的试。一天的时间很快就过去了。翌日，昨天晚上你们听见了吗？竟然出现汉田雷了。你也听见了，我也听见了，那声音是真的大啊。是啊，轰隆一声，正关键时刻呢，差点都软了。听说这汉田雷是不好的征兆，
不知道是真的是假的。什么撼天雷啊？我听那声音像是炸弹爆炸。爆炸？怎么可能？我们这里怎么可能有爆炸？一大早，整个厂子里员工们一边卖力的干活，一边讨论昨天晚上遇到的怪事。没下雨没打雷，但是却听到了一声惊雷。工厂周围几公里内住着的员工们都听到了，属实是有点怪。8点半，苏明也一脸疲劳的顶着黑眼圈来到了厂子里，这让等着苏明8点来进行拍摄的张月有点疑惑。平时苏明都是准时来工厂上班的，怎么今天晚了半个小时来上班，还顶着2个黑眼圈？看着就是昨天没休息好。昨天没休息好？张月问道。苏明打着哈气说道，昨天刷抖音刷的有点晚了。听到苏明是刷抖音刷晚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乐了。哈哈，原来苏明同学也刷抖音啊，我还以为他除了工作就没有啥别的活动呢。终于有一件事情，我跟苏明同学是一样的了。让我猜猜，苏明同学刷到的是小姐姐还是科目3啊？真实，太真实了。听到苏明的话，张月先是一愣，随后他也乐了，都差点忘了苏明不过才是一个20多岁的大学生而已。现在的大学生晚上刷手机刷到2、3点，睡觉睡到大中午很正常。苏明的行为再放在普通大学生身上再正常不过了。而苏明这边，他虽然一脸疲惫，但是眼神却是一片火热。其实并不是他昨天睡得有点晚，而是几乎都没有睡。昨天晚上，苏明为了试一试煤气罐改迫击炮弹的威力，苏明捣鼓了一晚上。昨天下班之后，苏明就去农贸市场找了半天才找到了一些硝酸铵化肥。这些化肥平常的情况下是比较稳定的，但是只要一些外部诱因就能产生巨大的爆炸。因为其危险的特性早已经在龙国禁售了，但是在黑洲以及中东等众多国家，这种化肥并没有被禁售。不过一些小店里还存有之前没卖出去的硝酸铵化肥库存。苏明花了大价钱才搞了200斤的硝酸铵化肥，将其全都填充到了自己制作的煤气罐里面。等到深夜的时候，苏明偷偷将煤气罐拉到厂子外面一处没人的野地里，直接远程操控，轰的一声，直接在原地炸开了一个大坑。苏明十分满意煤气罐爆炸的效果，看了一眼后匆匆回到了家里，因为免不了有人会循着声音照过来，到时候发现自己可就不好解释了。昨天晚上只有李老头知道自己晚上回过厂子里，不过苏明可以确定李老头是肯定不会说，所以苏明完全可以放心，别人绝对查不到自己身上。然而就在上午10点半的时候，警车乌拉乌拉的停到了明阳机械工厂的大门口。苏明直播间的观众听到熟悉的警车声都无语了。听见了吗？警车又来了。啥情况？昨天苏明刚去警局里喝过茶，今天怎么又来了？尼玛，天天招警察，这厂子怕不是有点大问题啊？如果我没算错的话，这是警察第3次来明阳机械厂了吧？第4次来找苏明了吧？加上之前苏明燕京被逮捕的那次，确实是第4次了。苏明是不是有什么招惹警察的体质啊？今天又发生了什么事呢？就在直播间的观众们议论纷纷的时候，苏明作为工厂的厂长已经来到了工厂的门口，结果门口的正是老熟人黄建国。黄建国也是有些奇了怪了，怎么这几天发生的事情都跟明阳机械厂有关？3天2头的往这里跑，警局是为你们机械厂开的？黄所长，发生什么事了吗？苏明问道。是有点事情，昨天晚上你有没有听到一声巨大的轰鸣声？苏明心头一跳，但还是不动声色地说道，听到了，听说是撼田雷。屁的撼田雷，那是有东西炸了。在你们厂子不远处的一处野地里，有人早上上班的时候看见了一个大坑，结合昨天晚上你们附近很多人都听到了巨大的响声，所以有很大的概率是有什么东西炸了。乖乖，那东西威力还挺大的，炸了一个3米深的大坑。好在那是晚上，又是野地，周围并没有什么人，并没有人受伤。黄建国感叹道。不过很有可能是之前抗樱花的时候留下的炮弹之类的，不知道为啥炸了。毕竟咱们这块财曾经也是战场呢。哦，那我们能帮您做些什么呢？苏明没想到黄建国他们已经开始替自己找补了，不过苏明还是问道。也没啥，毕竟这个爆炸的地点就在你们厂子附近，按照规矩还是要调查一番的。想问问你们厂里有没有人看见什么东西，希望他们能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用的信息。好，我马上就传达下去，看看厂子里有没有人知道什么信息，如果有消息我马上向您联系。行，有事直接联系就行了，我还得去别的地方问问。看着黄建国远去的背影，苏明松了一口气。而一旁的张月听了黄建国的话，却觉得有点蹊跷。工厂外不远处爆炸，煤气罐，世界上没有那么凑巧的事情吧？再加上苏明一大早非常明显的一晚上没睡的情况，张月越想越觉得有可能。不是，煤气罐真成迫击炮了？第26章，他来应聘副厂长。乖乖，
炸出来一个3米深坑，那这迫击炮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啊？张月感觉自己应该是发现了苏明的秘密，但是他又不能说，毕竟一切都只是他的猜测而已，并没有什么证据。苏明今天除了监督工厂工人们加班加点的制作钢管的同时，还在制作自己的艺术品煤气罐。按照苏明的意思说是多做几个样品，多给一些人了解了解，这样卖出去的几率会大一些。同时张月也是找了半天也没有找到苏明之前的第一个煤气罐样品，这让张月更加肯定了自己之前的猜测。而苏明这边因为之前样品已经改造成功，所以接下来的样品只要按照之前的样品复刻就行了，所以制作的很快，仅仅到下午下班之前就又造出了3个一模一样的煤气罐艺术品，剩下的就是准备将煤气罐给推销出去。这次苏明的销售对象不只是黑州的阿贝巴他们，也准备往中东那边发展。中东那边也是大战频发，小战不断，虽然那边不缺枪支弹药，但是真正烧钱的还是重火力武器，像一个体质健全的炮兵团，一轮旗射下去，那扔进去的可能就是几百万米元，太消耗钱了。而苏明的煤气罐就不一样了，相比动辄上千米元的迫击炮弹，苏明的煤气罐成本可就低多了。所以即使是中东，苏明相信对这种东西也是很感兴趣的，毕竟有东西能平替迫击炮弹，同时还能省下大量的钱，傻子也知道该怎么选。苏明只等下班，然后就准备将样品发货出去。跟之前一样，阿贝巴那边和中东那边之前的合作伙伴，苏明私下已经联系好了，到货后他们会根据苏明发的说明书进行简单的焊接工作，试试效果之后再看情况。而就在苏明等待下班的时候，工厂管人力的员工敲响了苏明办公室的大门。厂长，这里有个人需要你面试一下。我不是说了吗？工厂工人的招聘，让我爸和几个车间主任盯着就行了，不用找我吗？工厂工人的招聘，要说谁最有资格，当然是工厂的那些车间主任以及老员工了，是否有经验，让他们一试就知道了。而且有自己老爹盯着，苏明还是很放心的。至于工厂的保安，苏明的招聘要求虽然不是年轻力壮，但是至少也得是身体康健的。像李老头那样纯粹的就是一个看大门的，苏明是真不需要再来了。毕竟像他们那种岁数的人，真遇到什么事情，那是真派不上什么用场。这个招聘就有点难度了，毕竟年轻的人又不想当保安，而年纪太大的又顶不上什么用场，倒是一直找不到合适的人。厂长，来人并不是应聘工人的。你是应聘保安的？也不是，他来是应聘副厂长的。这么快？苏明没想到这么快就有人来应聘副厂长了。而且工厂人力既然选择来禀报，那就说明至少在学历或者能力上，来人是有一技之长的。这几天对于苏明来说确实是有点忙的，既要经常关注一下生产的事情，自己也忙着新产品的开发改造，确实是有点累。如果有个副厂长能帮着管理一下厂子，苏明则是能轻松不少。好，你马上安排他来见我。此时的直播间里，我去，这么快就有人来面试副厂长了？是哪位兄弟下手这么快？我都把火车票买好了，算了，便宜你了。操，难道还真有兄弟去了？就在直播间的观众们好奇来面试副厂长人选的时候，一道倩影出现在了苏明办公室的门前。你好，我是来面试副厂长的。听到声音，苏明有些惊讶，居然是个女的，而且这声音怎么听着这么耳熟啊？苏明并没有太多思考的时间，请进。办公室大门打开的瞬间，苏明愣住了，一旁的张月也愣住了。这是个啥情况？站在门前的居然是一个熟人，正是苏明华清大学的同学陆凌。此时的陆凌依然有些高傲，但是她漂亮的眼眸在看向苏明的时候却散发出迷人的光彩，嘴角也不自觉地轻轻上扬，似乎是为能让苏明感到吃惊而有些窃喜。而此时苏明的直播间也炸了，卧槽，怎么会是陆凌同学啊？陆凌不是也在华清大学上学吗？怎么出现在了苏明的工厂里？陆凌小姐姐居然是来应聘苏明工厂的副厂长的，这是什么展开？这难道是节目组刻意安排的？不对劲，这里有问题，绝对有问题。从燕京到苏明老家这里起码有半天的车程吧，苏明的招聘通知昨天下午才发的吧，这是不是说明在苏明发布完通知之后，陆凌小姐姐马不停蹄的就来了？直播间的观众们谁都没想到应聘苏明工厂副厂长的居然是陆凌。陆凌作为之前苏明节目的竞争者，所有的观众都知道陆凌同样也是十分的优秀，要不是没有苏明后来被逮捕的骚操作，那现在他们正在观看的就是陆凌。然而就是这样一个优秀的青年巾帼，现在居然选择来苏明的手下当副厂长，这难免观众们十分惊讶。观众们惊讶，张月更吃惊。他可以非常肯定地说，陆凌来苏明工厂应聘厂长，绝对跟他们节目组一点关系都没有。陆凌来苏明工厂应聘副厂长，
应该是陆林自己的想法，这才是令张月吃惊的。作为过来人的张月敏锐地察觉到了什么，但是究竟是不是自己想的那样，还得经过接下来生活中的一些细节来推断。不过有一点倒是可以确定的，如果苏明的名扬工厂有陆林的加入，接下来的节目效果肯定会更好了。想想厂长和副厂长都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两人曾经又是竞争对手，会不会上演相爱相杀的戏份呢？想到这里，张月嘴角微微翘起，他可是十分期待呢。不过在这之前，苏明会不会招聘陆林成为副厂长呢？这还是得看苏明的选择，他们节目组也没有半点办法。而且虽说陆林在华清大学也是人中龙凤了，但是就目前来看，跟苏明的差距还是不小呢。要是苏明的要求有点高的话，那还真不好说。你是来应聘我们厂副厂长的？苏明问道。不然呢？难道我不配吗？陆林仰头说道。这倒不是，你不上学了？苏明继续问道。就只有你能不上学，我就不能不上学了是吧？老实说，我目前的专业课知识水平已经很高了，不用上课也没有什么影响。我跟院长爷爷说了说，他把我的课也给免了。听到这话，苏明点点头。陆林确实非常优秀，之前在大学阶段，陆林就已经参与到硕博学长学姐那一层次的项目中去了，足以证明其大学层面的知识已经学透了。不过即使这样，陆林也有很多事情可以干，为什么来他这么偏远的一个小工厂呢？哪有那么多为什么，我就是想出来转转，顺便做个社会实践，还可以拿点绩点。正好看着你这里搞得好像还不错，就来了。怎么，以我的能力，在你这里当个小副厂长，那不是绰绰有余，不欢迎我吗？虽然陆林说的非常强势，但是从他左右忽闪的眼神中，可以看出此时的陆林是有一丝紧张的。他还真怕苏明直接拒绝他。华清大学里确实有社会实践这一项，在大学期间参加一些企业的实习工作之类的，完成后企业盖章就能获得绩点。不过以陆林获得过多次国奖和省奖的成绩，绩点应该早就已经超了，应该不需要再为绩点发愁了吧。苏明也并没有多想，毕竟陆林都已经这么说了，自己再拒绝就真的有点打脸陆林了。而且以苏明他们这种小厂，如果没有苏明存在的话，想要招到陆林这样的人才，那是根本不可能的。所以说这次还是苏明占了不少便宜。第27章合租，不如直接说同居。随后苏明给陆林商量了一下薪资的问题。实习期3个月，3个月内陆林的工资是8000块钱，实习过后陆林的工资是12000。这个工资在苏明这个小县城已经不少了。虽说陆林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但是毕竟陆林还没有毕业嘛，严格来说也就是一个高中的学历。如果陆林大学毕业的话，工资完全可以轻轻松松来到2-3万了。不过对此陆林也是并没有什么异议，毕竟他来这里也并不是为了钱。不过有一个问题需要苏明解决，那就是陆林的住房问题。陆林这是第一次来苏明他们这里，人生地不熟的，而且陆林之前从来没有租过房子，并不是很清楚怎么租房子，所以得请苏明解决他的住房问题。这点苏明确实没有想到，不过想到陆林是一个女生，又人生地不熟的，确实自己应该帮帮忙。很快就想到了自己所租的出租屋对面正好就有一个空房。苏明现在并没有和苏强他们住在一起，而是自己租房住。为了方便自己做事，苏明在县城里租了一个2室1厅的出租屋，房子装修的不错，家具齐全，拎包入住。不是苏明买不起房，而是现如今在苏明他们这样的小县城，租房更有性价比。而正巧苏明家对面就有一个同样户型的精装房也在出租，苏明准备将这套房子介绍给了陆林，这样以后上下班也可以照应一点。可不是苏明自己有什么私心，好家伙，这不就是邻居了吗？在生活中是邻居，在厂子里一个是厂长，一个是副厂长，这不就天天腻在一起吗？苏明这算盘打得可真够响的，我在燕京都听到了。陆林女神听我的，别去苏明家隔壁，来我们家，我免费让你住。听到苏明给陆林介绍的出租屋就在苏明家对门，网友们瞬间觉得苏明居心不良。不过陆林倒是并没有觉得这有什么。那租1个月房子大概多少钱呢？陆林问道。按照我那套房子来算的话，大概1个月在2000块钱左右。陆林皱了皱眉，有点贵，有没有便宜的？虽然陆林并不缺钱，但是本来陆林刚开始1个月就8000块钱，还要一下子掏出2000，对于刚实习挣钱来的陆林来说，还是有点难以理解和接受的。如果你想便宜一点的话，可以找个人合租，这样的话2个人对半分，房租就便宜很多了。陆林点点头，如果是1000块钱1个月的话，那倒是十分的划算。可是又去哪里找合租的人啊？对了，苏明你不是一个人住吗？咱们2个合租怎么样？陆林想到了刚才苏明说他也在租房子，而且是2室1厅，所以立刻就想到了
和苏明合租。啥？和我合租？苏明惊呆了，好家伙，这么主动的吗？本来之前陆林都是将所有精力放在学习上的，并没有想过那么多弯弯绕绕。说的好听点叫心无旁骛，说的不好听点那就叫脑子缺根筋。刚说完话后不久，陆林渐渐反应了过来，男女有别，他和苏明住在一起确实有点不太合适。想明白的陆林只感觉脸颊一片火热，但是他那高傲的自尊心却又不允许自己低头，于是鬼使神差的继续嘴硬说道：你可别多想，你之前也说了，你住的是2居室，我说的是我们俩1人1间，谁也不打扰谁，这样我们俩都能省点钱。虽然陆林依然嘴硬，但是脸上不自然的表情已经出卖了他。尼玛，我本以为苏明是心怀不轨，现在看来陆林更是别有用心哦。我操，陆林这也太主动了吧。合租？你不如说是同居。你们在想什么？人家陆林女神可能就是单纯的想减点房租。对于陆林的请求，苏明尼玛也不装了，合租就合租，人家一个女生都发起请求了，自己一个男的反而畏畏缩缩。男人的尊严可一定要维持住，毕竟现在可是在直播，要是让别人认为自己不行，那可不行。男人不能被别人说不行。好，现在还没到下班的点，等下班后我领着你回去。苏明答应了陆林同居的请求。陆林眼睛睁大，他没想到苏明居然真的同意了合租的请求，自己怎么就提出合租的要求了呢？陆林有些郁闷，自己平时不是这样的，怎么每次见到苏明脑子就短路了？签订了劳务合同后，苏明说道：我办公室还有一个空位，你就坐我旁边吧，这样有事也好交流。现在还有点时间，我带着你去车间里转转，让工厂的工人们都认认人。不能说陆林当副厂长了，工厂里的工人都不认识啊。哦，苏明懵懵地回答道，毕竟他也是头一次当副厂长，要干些什么事情还真不是太了解，只能跟在苏明后面，苏明说什么陆林就听着，苏明让干什么陆林就干什么，像父亲领着女儿似的。苏明带着陆林来到了第1车间，将陆林将成为他们明阳机械工厂的副厂长，接下来将会辅助自己工作的事情宣布了下去。为了能让工厂的工人们信服，苏明自然也是搬出了陆林华清大学高材生的身份。不得不说，华清大学的招牌让苏明带起来了。听到陆林跟苏明一样也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下面本来看着陆林年轻，质疑陆林是否有能力的员工们瞬间态度就变了。在他们看来，陆林跟苏明同样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就算是不如苏明也应该差得不远。副厂长也好年轻啊。是啊，居然还是苏厂长的同学，也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那肯定有真才实学啊，跟苏厂长一样吧。是啊，副厂长好漂亮啊，跟个仙女似的，跟苏厂长很般配啊。我之前还想把我侄女介绍给苏厂长呢，现在一看免了吧，我侄女差得有点远了。你们说这陆副厂长是不是苏厂长的女朋友啊？很有可能啊，要不然能不远万里来我们这个穷乡僻壤的地方当副厂长？两人一看就郎才女貌。下面员工说的各种话，陆林听得清清楚楚，什么郎才女貌、金童玉女之类的话，他听得很清楚，他都红到耳朵根子了。而苏明居然一句话也不解释，就在哪儿呵呵直笑，气得陆林狠狠地剐了苏明一眼。不过陆林听了周围员工的话，也确实很有压力。虽说他确实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不错，但是华清大学的高材生不少，像苏明这样仅仅几天就有将一个工厂扭亏为盈的能力的华清大学学生也少之又少。要华清大学都是苏明这样的人才，龙国早就成世界第1强国了。虽说自己不认为苏明比自己聪明，但是在商业头脑这块，他认为自己跟苏明还是差的不少。这次之所以听到苏明招副厂长，自己马不停蹄的就来了，除了一些说不清道不明的因素，也有想跟着苏明学习一些有用的知识的原因。第28章，这就见家长了。向车间的工人们介绍完陆林之后，苏明也带着陆林单独的向自己老爹苏强简单的介绍了一下。等苏明带着陆林离开，周围的员工立刻将苏强围了起来。看来老苏家的儿媳妇有着落了喽。是啊，我看2个孩子挺般配的。陆副厂长长得漂亮又有礼貌，一看就是大城市出来的，可得让你儿子抓紧啊。这还抓紧啥？人家这都从燕京来咱们这里了，不就说明问题了吗？老苏是真有福气啊。此时苏明的老爹听到这些话，虽然嘴上说着儿孙自有儿孙福，他们的事情就让他们自然发展吧，但是嘴角的笑容却是越来越大，看着陆林也是越看越满意。不行，我得给苏明他妈打个电话，让他做一桌子好菜，让儿子晚上带着小陆回来吃个饭。苏强此时脑子好像也开窍了，连忙给苏明老妈打电话去了。晚上下班后，苏明将自己制作的几个不防爆的煤气罐成功邮寄了出去。与这些煤气罐同时发出去的，还有阿贝巴定的那10万根的无缝钢管。
而后先是将陆林的行李放到了苏明的出租屋，随后便是带着陆林回家吃饭。没办法，在厂子里苏明说一不二，地位最高，但是在家里苏明地位是最低的一个。苏母大人都发话了，自己要是不带陆林回去吃个饭，以后就永远别回来了，所以说什么也得拉着陆林回家吃顿饭。这番操作倒是搞得陆林有些许的紧张，怎么有种见家长的感觉。走吧，苏明将带有叮当猫的头盔递给了陆林，而自己则是戴上了印有米奇的头盔。看到苏明的小电摩，陆林都晕了。不是，我说你好歹也是一个厂长，身价怎么也有1000万了，没辆车怎么都说不过去吧？这件事情苏明确实还没有考虑，关键是自己之前都是一个人骑着小电摩，想去哪儿去哪儿还是挺方便的。现在发现如果要见客户或者带个人之类的，确实有点不方便。关键是我还以为能蹭你的车去上班呢，结果现在你告诉我你没车，那以后我怎么去上班？坐公交？听了陆林的话，苏明满头黑线。本来以为陆林说自己没车是考虑自己作为一个厂长出行没排面之类的，结果真正的原因是陆林想要蹭自己的车去上班啊。苏明开始怀疑自己把陆林招过来当副厂长究竟是对还是错了。好吧，这样明天我批你1天假，跟着我去买一辆车，顺便带着你去我们这里逛逛，怎么样？苏明想了想，布防爆的煤气罐今天也发出去了，阿贝巴定制的10万根无缝钢管今天也发出去了，就等那边收到货之后把剩余的货款打过来就行了。其余人的订单也陆续开始制作了起来，已经不用苏明再怎么盯着了。这2天确实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了，可以稍微放松一点了。这还差不多。陆林微微一笑，戴上头盔，笨拙地坐上了小电摩后座。对了，你们工厂现在是不是还在招保安啊？陆林问道。是啊，不过并没有招到几个合适的。说到这儿，苏明还是有些头疼的。来应聘保安的几乎全都是李老头那样岁数的，甚至还有一个偏瘫走路都困难的老大爷来应聘保安，让苏明搞不明白，这是来当保安的还特么是来养天年的了。那好吧等过2天我可以介绍过来几个人，虽然年纪可能大点，但是身手都不错，你可以看看，如果合适的话就留下他们，不合适的话也没关系。哦，你能找来人？苏明有些诧异，看了陆林一眼。别看我看路啊。陆林白了苏明一眼。也不算是我，算是家里长辈介绍过来的。好吧，到时候看看。苏明有些疑惑，他们厂子给保安的工资虽然不低，但是苏明不认为自己那点工资还能让外地的人背井离乡来这里赚钱，所以保安只能是他们厂子附近的居民。按道理说陆林家也不是他们这里的啊，不知道陆林的长辈是怎么认识的，不过倒是可以看看情况再说。翌日6点半，天刚刚亮，一大早苏明就起来了。不过苏明并不是自己起来的，而是被陆林叫起来的。本来苏明还说今天不上班可以睡个懒觉，但是还是被陆林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叫醒了。按照陆林的说法是睡什么睡？你这个年纪是怎么睡得着的？后来苏明问了问，原来陆林一直是早上6点半起床的，然后就开始洗漱、吃饭，再就是学习。这可把苏明坑苦了，早知道不答应了。苏明欲哭无泪，想多休息一会儿都不行。所以说陆林能够那么优秀，那完全是有原因的。天天这样，想不优秀都难啊。两人洗漱完毕，陆林熟练地用煎蛋和面包片以及一些生菜制作了2个简单的三明治。出奇的是，味道还不错，反正比苏明自己瞎琢磨的好吃多了。苏明平时并不会点外卖，一般都是自己做饭吃，但是要说厨艺好，那就说不上了，只能说还能吃。苏明没想到陆林居然好像还会做饭的样子。一顿饭吃完，收拾了一下，苏明就带着陆林出了门。此时的张月和摄影师也来到了苏明家的楼下，闲聊几句后打开了摄影机。今天怎么不是在工厂里面？对啊，怎么换场景了？面对直播间观众们的疑惑，张月连忙将苏明和陆林今天的行程解释了一下。卧槽，这就开始约会了？还说你们俩没关系，陆林刚来，你们就不上班了，买车逛街，你们过起小日子来了，要买车了？也对，苏明一个厂长连一辆车都没有，怎么都说不过去。就当前的社会状况不建议买车，为什么这么说呢？那是因为我还没有车。哎呦，看他们2个约会，还不如看苏明赚钱呢，气都冷。不管张月怎么说，直播间的观众们一致认为苏明和陆林这就是在约会。苏明和陆林倒是不是知道观众们是怎么说的。两人先是一起去 4S 店里陪着买车，买车并没有花费太多的时间。其实以苏明现在的实力，买个100万级别的车并不是什么难事，但是苏明认为汽车就是一种代步工具，倒是不用花那么多钱在这上面。并且以现在苏明所接触的生意伙伴来看，他们可不会在意自己开什么车，省下的钱苏明更愿意用在刀刃上。
所以最后就选择了一款30多万的国产新能源车，直接付款，直接交车。苏明就开着车带着陆林在明阳县里闲逛，逛了一些苏明知道的小景点，几个小时就没了。明阳县并不大，最繁华的地方也就县中心的一个商圈而已，所以逛着逛着就不可避免的带着陆林来到了商圈。所谓山猪哪里吃过细糠，这边的小年轻人哪见过陆林这样清冷知性的美女啊，很多都看得走不动道儿了。不得不说，所有女人都是爱逛街的，即使是陆林这样的学霸也爱逛街。但是让苏明不解的是，他陪着陆林逛了2个小时，陆林一件东西都没有买，看得苏明都有些急了。这要是他境外当军火商的时候遇到的都是这种顾客，多可气，光看不买，那他早就饿死了。苏明问陆林为什么只逛街不买东西，是没有看上的吗？结果陆林回答的是，女人逛街是享受的逛街的过程，并不是买东西。听了陆林的话，苏明有些感慨，谁要是娶了陆林，尼玛那可省钱了，毕竟逛街不花钱的媳妇能不省钱吗？本来正闲逛着的陆林突然停下了，我们是不是买些衣服？陆林说道。苏明懵了，刚刚不是还说不买东西吗？怎么现在就要买衣服了？都说女人善变，这也太善变了。第29章，艺术品怎么又到黑州了？此时直播间里的观众也乐了，我就说没有一个女人能抵挡住购物的诱惑，我还以为陆林小姐姐跟其他女人不一样呢，现在看来在这方面一样。要我说，只要有钱，没有人是不愿意花钱的。嘿嘿，啪啪打脸了这是。而这时陆林却继续说道，不是说我们买衣服，我是说工厂里工人的厂服是不是该换一换了？我昨天看工人们干活都穿着旧厂服，有些都已经非常旧了，还在穿着，应该订一套新的工作服，新工厂新气象嘛，这样在招收新员工的时候也更加容易。听了陆林的话，苏明眼前一亮，女人不愧是女人，就是心细啊。她只顾着生产和研发新的产品了，对这方面确实疏忽了。而陆林却是想到了，陆林这个副厂长没白招。确实，想想自己老爹他们穿的旧工装，有的已经摩托线了，款式也非常老旧，不仅不美观，也存在安全隐患。给员工们全都定制一套全新的工装，工人们肯定十分乐意。而且正如陆林所说的，工人们都穿上整齐划一的新工装，如果有人再来招聘，看到穿的都是漂亮的工装，也能更容易招上来人才。直播间的观众听到了陆林的话，也有些惭愧啊，原来陆林小姐姐说的是给工厂工人们买工服啊，我就说小姐姐不是那样的人吧。陆林小姐姐心地真善良，出来逛街还想着厂子里的员工，现在看来真有点男主外女主内的意思了。是啊，苏明联系订单卖货，陆林管理好厂子里的员工。苏明笑了，好，陆副厂长，今天没白带着你出来，还没进办公室当副厂长呢，就已经开始为厂子着想了。听到苏明的夸奖，陆林很受用，比自己科研项目获奖还要高兴，有些傲娇的说道，那是，你也不看看我是谁？走吧，去找个能定制工服的厂子去。能制定工服的工厂并不难找，很快2人就找到了。制衣厂的老板娘看着苏明和陆林2个小年轻的，立马热情的迎了上来。2位同学，你们是来定制班服的吧？老板娘也是人精了，是什么单子一般一眼就能看出来了。一般像苏明他们这样的年轻人，20来岁的样子，8成就是附近的高校大学的学生来定制班服的。班服是一个班级自己选的，学生可以自己制定花样，而校服则是学校领导选的，那来的可就不是他们这样的小年轻了。毕竟制作校服至少好几百人的单子，那里面的油水可不少，小年轻老师们肯定是拿不到的。不过对于这种制定班服的，虽然订单少，但是蚊子肉也是肉啊，所以老板娘依然十分热情。一听这个，陆林和苏明都笑了，虽然他们确实还是同学不错，但是却不是来买班服的。苏明笑着摆了摆手，说明了自己是来买工人们穿着的工装的，要的就是结实耐造，同样还要简洁大气。工装厂子有大厂和小厂，有的时候小厂定制工装就10几个，还不如班服定的多呢。但是如果是大厂子，那一下就几百个了。老板娘有些拿不准了。工装我们有，请问帅哥，你们厂子要多少工装？苏明算了算，他们工厂现在有400人，现在正在招人，准备招到600人，后期说不定还会招，加上工人服装破损之类的损耗，苏明决定多买一些，先来个800套工装吧。春冬的工装各来800套。多少？老板娘的心砰砰跳，她都怀疑自己是不是听错了。800套，春冬2款，这加起来就是1600套啊！这可是一个大单。800套，苏明又说了一遍。你们莫不是在诓我？我告诉你们，这定制衣服可是要交定金的。要是来的是个中年人，
老板娘此时已经乐坏了，但是看到苏明和陆林那年轻的面容，那她就有些怀疑了。当然，如果衣服让我们满意的话，今天就能交定金。听到苏明这么说，老板娘瞬间喜笑颜开，马上拉着苏明和陆林热情地介绍了起来。这一单做得好的话，他们长好几个月不开张都没问题了。随后，苏明选择了店里面料最结实和舒服的一款工装。看到苏明的选择，老板娘都懵了。一般工厂里的工装都是选择质量差不多的都行了，舒适感就更不用提了。工装哪有什么舒适度？而苏明的这是啥工厂，居然穿个工装都这么讲究。不过讲究有讲究的道理，那就是价格有点贵。老板娘直接报价，一套价格420块。苏明200，陆林，观众。最后在苏明跟老板娘砍了半天价格，将衣服的价格定在了350块钱。冬装要比春秋装贵50块钱。陆林有些诧异地看向苏明，没想到你还挺会砍价的。苏明苦笑道：没什么，被砍得多了，自然就学会了。想之前苏明兼职的时候，那对面的买家不止砍价，有的时候价格砍不下来，还想砍人呢。商量好了价格，工装总共花费了60万元整，苏明掏了20万的定金，剩下的40万等到货之后再支付。之前苏明还说买车省下的钱用在刀刃上，没想到马上就用上了。老板娘也保证3天后一准将工装送到。随后苏明给老板娘签好了单子，留下了工厂打的地址后就离开了。接下来的时间，苏明带着陆林吃了一些他们当地的小吃，看了一场电影后结束了今天的行程。3天时间一闪而逝，服装厂那边也是把新的工作服做好了运了过来，后勤部也开始给员工们派发工装。穿上崭新舒服的工装，厂子里的工人一片喜气洋洋的样子。啧，咱们苏厂长就是好啊，瞧瞧这新衣服的面料，比我平时买的衣服都要好啊。就是咱们明阳大大小小那么多厂子，我就没见过那个厂子的工装比咱们的好。这衣服平常出门穿着都好看。听说这个建议是陆副厂长提的。都好，陆副厂长一来就替我们着想啊。陆副厂长和苏厂长的事情还用分得那么清楚吗？是谁？之前说陆副厂长是个女娃子，干不了什么来着，现在怎么说？是啊，我有预感，我们厂子未来会越来越好的。陆林这边一路上凡是见到自己的工人都由衷的朝自己道谢，让他心中有些说不清道不明的东西。虽然说不明白，但是高兴是肯定的，自己在工厂里也起到了作用。可以说的是，经过这件事情，苏明以及陆林在一众工人心中的形象又上了一个度。而喜事还不止这一桩，就在今天，阿贝巴将剩余的2000万货款也给打过来了。收到货款的苏明十分高兴，直接宣布，因为他们厂子顺利的完成了这一大单订单，这个月底每个员工都会奖励1000块钱的奖金。听到这个消息，工厂的工人们更是乐疯了，所以干起活来特别的卖力。而就在苏明收到阿贝巴那边的2000万货款之后不久，阿贝巴的视频电话也打了过来。哈哈，苏兄弟！一出场就是阿贝巴那爽朗的笑声，以及一口的大白牙出现在镜头里。怎么样，剩余的那货款收到了吧？苏明笑道：收到了，收到了就好。随即阿贝巴话题一转：你给我们送过来的新玩意，我们也收到了。不过这东西真有你说的那么好吗？阿贝巴这次打电话过来，主要就是为了这件事情。随即镜头一转，一个熟悉的东西出现在了手机里面。果然，在手机视频的镜头中，观众们看到了苏明制造的不防爆煤气罐。第30章，艺术就是爆炸。卧槽，这东西怎么又到哪里去了？是啊，苏明不是说这东西是反战的艺术品吗？去战争的地方卖反战的艺术品，合理吗？好像还有点合理啊。不是吧，在黑州那样的地方，居然还真会有人买这种东西。尼玛，这东西不会真的会炸吧？此时直播观众们看到这煤气罐出现在阿贝巴的手里，顿时就察觉出一丝丝不对劲了。苏明说这是反战的艺术品，但是反战的艺术品能卖到战场上去，很明显，想发起战争的自然不会买这种东西，而被迫抗争的买这种东西也没用，他们倒是想要和平，但是对面不允许啊。一旁的跟踪记者张悦则是一副在意料之外，但是又在情理之中的表情。他之前早就有了这方面的猜想，只不过没有证据罢了。陆林看到手机里的画面，倒是比张悦还淡定。之前的直播他每天都在看，所以对这个黑人陆林也是十分熟悉，知道这是苏明境外的一个生意合作伙伴，自然也知道苏明做的是什么生意。不过对他来说，只要在龙国合法，他也不介意这些。此时手机里面的煤气罐已经组装完毕，但是不一样的就是搭配煤气罐的居然有个架子，这个架子也并不是平常的金属架子，将煤气罐架得直直的，这个架子则是倾斜的，煤气罐放在上面同样也是斜的，而且
支架下面还有2个轮子，看起来就像是一门大炮。阿贝巴也属实有点疑惑，苏明送过来一些煤气罐干什么？不过仔细看，煤气罐上面还有一些特殊的设计。阿贝巴反正是搞不明白。有了第一次的甜头，东西送过来的第一时间，阿贝巴就找人连夜加班加点的按照苏明发过来的图纸进行组装，就有了现在手机镜头中大家看到的东西。现在看来，这东西确实有点像迫击炮了，但是不得不说，这东西确实有点丑。不过对阿贝巴来说，别管这东西是丑还是好看，黑猫白猫，只要能逮老鼠的都是好猫。这东西也一样，不管它怎么丑，只要能杀人，那就是好武器。但是真的有什么效果吗？阿贝巴不知道，所以准备试试。为了保证东西组装的没问题，阿贝巴才来跟苏明进行视频电话。苏兄弟，你看看怎么样？我们装的没问题吧？阿贝巴从上到下，从左到右，让苏明看得清清楚楚。这里面的东西，我也是按照说明书上的东西配比的。阿贝巴拍了拍煤气罐，苏明看了看，组装上并没有什么问题。如果里面的东西也没问题，那应该是没问题的。但是苏明还是说道，反正我给你邮过去的煤气罐没问题，至于其他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了。又不是第一次见苏明，阿贝巴自然也听懂了苏明的言外之意，应该就是没问题。好，那我就试试我们这新式的装备，看看怎么样。此时的阿贝巴比苏明还要紧张。如果这东西真有苏明说明书上说的那么厉害的话，毫不夸张地说，这东西真能改变一场战争的战局。一切准备就绪，阿贝巴按照说明书上的操作说明，将炮架对准了远处几公里外的一个小山包，随后在众目睽睽之下点燃引线。点燃之后，阿贝巴就立刻躲到了几十米外的壕坑里。直播间的观众见到这一幕人已经彻底骂了，他还真的点燃了，这东西不会真的是炮弹吧？真的假的？煤气罐改迫击炮弹？操，不是说好了是艺术品吗？怎么成真品了？并没有给直播间的观众们太多的反应时间。砰！不远处的小山包处爆炸声震天响，一片灰尘被激起。虽然不知道是什么情况，但是光听声音都知道这东西威力不小。片刻之后，随着烟雾散去，之前远处的一个小山包此时早已经消失不见。不说的话，谁也不知道之前哪里曾经有个4、5米的小山包。测试现场，阿贝巴此时已经惊呆了，一旁的黑人手下眼睛瞪得都要掉下来了。这东西真是煤气罐吗？在他们看来，威力简直一点都不输正常的迫击炮啊！上帝啊，苏先生是不是把他的灵魂卖给恶魔了？要不然他怎么能造出来这种东西？我们究竟做了什么好事，才配让我们有这种武器啊？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武器的阿贝巴手下不停地惊呼道。苏明的不防爆的煤气罐第一次在黑州的土地上炸响，而苏明的直播间里也炸了。卧槽卧槽，这煤气罐的威力这么大的吗？尼玛，这哪里还是煤气罐啊？这简直就是迫击炮啊！让你做艺术品，你家的艺术品能炸没一个小山包啊？艺术就是爆炸，古人诚不欺我，至此已成艺术。苏明，你还说你不是军火商？阿贝巴看着远处消失的山头，嘴巴大张，结果现在就在眼前。这东西的威力绝对能比得上一个迫击炮，最关键是价格肯定会比迫击炮便宜，因为炮弹都是煤气罐子做的，而其他的东西更是自己亲眼监督手下人做的，价格更是低得离谱，以极低的成本却做出了迫击炮能做到的事情。不得不说，苏明是真的厉害，厉害，实在是太厉害了。要不是阿贝巴还不会说华夏语牛逼，否则现在阿贝巴得高低喊几声牛逼给苏明。魔法师，你简直特么是个魔法师！煤气罐的威力居然能这么大，在阿贝巴看来，能将煤气罐改装成迫击炮，这不是魔法师，这是什么？苏兄弟，你究竟是怎么做到的？东西那么简单，精准度还能做到那么高？不过很快阿贝巴就意识到了，不该问这东西，毕竟这是人家的秘密，怎么可能告诉自己呢？不过阿贝巴依然很高兴，如果自己这里能有苏明源源不断的提供这些煤气罐的话，那自己这边虽然不能说是无往而不利，也是如虎添翼了。说不定他们这边的战争就能更快速的走向和平。怎么做到的苏明自然不能说，更何况现在正是在直播，自己的一言一行还是要注意的，免得被抓住把柄进局子里去喝茶。苏明随即说道，阿贝巴，刚才真是一场酣畅淋漓的表演啊，感谢您的招待，接下来谈谈我们煤气罐的价格吧。好好好。此时的阿贝巴比苏明还要着急。苏明想了想，一个煤气灶的成本在100块左右，而售卖的价格一般就是150，即使经过一番改造，加上尾翼等部件，成本也就300块钱左右。但是要知道，他制造的煤气罐可是堪比迫击炮的存在，而迫击炮弹在国际市场上一般至少都是700-800米元，换算成华夏币也就是5000块钱左右。
苏明这一个改造的不放炮煤气罐，他决定将价格定在1000块钱一个，主打的就是一个薄利多销，先把自己的名头打下去，以后不愁没有人买自己的东西。而且即使这样，也比售卖煤气罐利润要高太多了。第31章，我们这真挺缺煤气罐做饭的。这样吧，一个煤气罐的价格1000块钱。听了苏明的话，直播间的观众们全都不约而同的啐了苏明一口痰。一枚，差点说漏嘴巴。一个煤气罐价格1000块钱，你这煤气罐是金子做的？操，谁家的煤气罐价格能卖那么贵啊？你还说这是煤气罐？如果按炮弹的价格来算的话，苏明确实非常良心，童叟无欺了。让你卖煤气罐，你卖的不是炮弹吗？你一个大学生卖军火？好，听了苏明的话，阿贝巴激动的搓着手。即使他知道苏明卖给他们东西肯定会便宜，但是苏明报出价格来之后，他还是被吓着了。这也太便宜了。经过上次的事情之后，阿贝巴特意了解了一下龙国华夏币和米元之间的汇率，所以此时他简单的换算了一下就知道，一个煤气罐的价格也就100多米元的价格。这个价格实在是太便宜了，比国际市场上动辄700-800米元甚至上千美元价格的炮弹便宜实在是太多了。一枚炮弹的价格可以换7-8个煤气罐了，煤气罐威力也并不差，可以说是性价比之王了。要不是苏明没在跟前，不然他高低得给苏明跪一个。这价格就是亲爹也没有这么低的啊。苏兄弟，啥也不多说了，感谢你为解放我们黑州做的贡献，以后如果我们能够和平，这里有你一份功劳。说完，阿贝巴有些严肃的给苏明深深的鞠了一躬。站定后，阿贝巴说道：苏兄弟，先给我们来5万个煤气罐吧，我们这里真挺缺煤气罐做饭的。噗嗤，本来陆林看到阿贝巴一个钢铁般的汉子，严肃的朝苏明鞠了一个躬，正感叹阿贝巴他们那边艰难的时候，没想到阿贝巴直接来了这么一句，直接把陆林逗笑了。合着苏明卖给你们煤气罐做饭，就为他们那里的和平做出贡献了吗？5万的订单属实让苏明有些吃惊，毕竟现在他们库存的煤气罐也就只有1万个，当初想的是将库存的煤气罐全都卖出去，不至于烂在自己手里，没想到库存的煤气罐是能全都卖出去了，但是还不够。不过这只不过是苏明一点点幸福的烦恼罢了。煤气罐不够，再做吗？5万个煤气罐，一个煤气罐1000华夏币，这一下子就又是5000万的订单了。这放在半个月之前，在明阳机械厂兼职是不敢想象的事情。不过5万个煤气罐实在是太多了，一次全部做出来显然是不可能，所以苏明跟阿贝巴商定的是一次交付1万个煤气罐，所有订单分5次交货完毕。对于这种交付方式，阿贝巴也十分同意。军火武器能提前拿到手里才有威慑力，不拿到手里没有用。按照之前的规矩，这次的阿贝巴很豪气的直接转过来2000万的定金，这就是互相信任的好处。有了这笔钱，加上刚才的2000万和之前的一些钱，现在苏明的手里已经有5000万了。苏明十分欣喜，还是创业来钱快啊，好人谁还兼职啊？5万的煤气罐，卧槽，那不就是5000万？第一单是3000万，第二单是5000万，这才多久啊？半个多月就赚了8000万了，这也太多了吧？那岂不是用不了多久，苏明的厂子就要盈利过亿了？我一辈子都挣不了这么多钱啊！就在直播间的观众们惊叹的时候，苏明的电话又响了起来。看着来电显示，苏明一阵激动，他知道来大单子了。苏明接通电话，紧接着在场的所有人都懵了。苏明叽里呱啦的说着一堆国外的语言，电话那头是不是也有同样语言的声音传来？这是说的啥鸟语啊？我听不懂啊！反正不是华夏语，也不是樱花语和泡菜语。我选修过阿拉伯语，有几个单词我听过，这应该是阿拉伯语言，是中东那片最主流的语言，但是具体说的啥我就不知道了。我去，苏明居然还会阿拉伯语，有没有懂阿拉伯语的给翻译一下？是啊，中东那边的人联系苏明干什么啊？好好奇啊！直播间的观众没想到苏明居然还会阿拉伯语，如果苏明是会英语，大家还不至于那么吃惊。毕竟现在龙国选一门外语的话，大多学的都是英语。苏明作为华清大学的学生，能流利的讲英语倒并不稀奇，但是能讲阿拉伯语的就比较少见了。一般都是语言专业的学生主动去学才会阿拉伯语的，而苏明一个机械工程学院的学生会阿拉伯语，显然有些令人吃惊。不过张月和陆凌就没有那么吃惊了，毕竟张月知道苏明兼职的事情，在中东兼职会中东的通用语言很正常，而陆凌也通过自己这边的渠道了解到了一些苏明兼职的消息，所以也不是十分的吃惊。虽然大家都听不懂，但是大家也并没有打扰苏明。看苏明惊喜的表情，张月和陆凌就知道大概率还有好事情发生。果然，
这个电话时间有点长，大概打了将近10分钟。10分钟后，苏明挂断了电话，长出了一口气。随后苏明笑了，笑得很开心。狗大户那边的国家果然不差钱啊，苏明感叹道。本来就有些急性子的陆凌，这时候终于忍不住了。苏明，刚才是谁来的电话？电话里说了什么？没什么，就是在中东那边又接了一个单子。多大的单子？陆凌现在作为明阳机械的副厂长，此时也完全融入了副厂长的角色。之前给中东邮了一些煤气罐，那边人感觉还挺好用的，所以想先订10万个煤气罐，看看效果，如果用得好的话，再长久合作。陆凌、张悦，直播间观众，第32章，这就成亿万富翁了。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什么叫先来10万个煤气罐试试效果？中东狗大户，不愧是狗大户啊，就是有钱。先不说以后，就说当前，10万个煤气罐，按照苏明的售价，那就是1个亿了。就算扣除成本，那还有8000多万呢，加上之前的8000万，这就是1.6亿华夏币了。虽然有些钱还没有到手，但是对苏明来说到手也是迟早的事情了。在苏明资产没过亿之前，大家还没有什么太深的感触。毕竟以现如今龙国的发展，千万富翁虽然有钱，但是并不少见。在魔都、燕京、珠海那样的地方，可以说是一抓一大把的。但是资产过亿，那就不一样了。一个小目标可不是轻轻松松就能赚到的。这样的人在龙国也算得上是凤毛麟角了。而且亿万富翁大都是中年或者更大年纪的人了。像苏明这样不过20出头，就靠自己创业短短时间就成了亿万富翁的人太少了。苏明一个大3学生成亿万富翁了，直播间的观众瞬间觉得他们是不是看到了一个未来传奇人物的崛起。现如今苏明就已经赚了一个小目标了，那多年以后呢？那时候他们会不会跟自己的儿子孙子辈与有荣焉的说道，当初自己是亲眼看着苏明赚到的第1桶金一步一步崛起的呢？这就成亿万富翁了。王万达说的先赚他一个小目标，居然不是凡尔赛，而是真的有人能轻松做到。特么的，20岁的存款过亿啊！我要是有这么多钱，直接躺平了。直播间的满屏的羡慕都已经快要溢出屏幕了。记者张悦震惊的同时也十分惊喜，苏明带给他的惊喜实在是太多了。2000万、8000万，1个多亿，太强了。纵然是张悦也不得不赞叹一声，苏明太强了，太优秀了。这在他们节目上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也说不定。能在大学阶段就靠创业赚到了过亿的财产，这一届华夏少年所有的其他主人公能有超过苏明的存在？张悦几乎可以断定绝对没有，除非节目中有人中了彩票。就目前张悦所知的所有大学生主人公中，除了苏明外，最优秀的一个就是燕京大学的一个大4的学生，收到了鹅厂的 offer， 只要他毕业后就可以来鹅厂任职，年薪80万加，这已经非常优秀了。但是和苏明对比一下呢，那就差得太远了，完全没有可比性。此时的陆凌也同样吃惊，虽然他不认为能赚钱算什么厉害的事情，但是身价过亿，那就真不是什么简单的事情了。按照陆凌对自己的规划，自己博士毕业后或许能够年薪几10万，运气好点能达到年薪100万，但是身价过亿，此时的他连想都没有想过，而且那些都还得等自己博士毕业之后。但是苏明现在就已经快要身价过亿了，跟苏明比，他确实还是差太多了。苏明这边虽然收到了一个大的订单，但是并没有被喜悦冲昏了头脑。就目前来说，他们厂子里的工人还是不够的，还得加速招收更多的人才，同时厂子里的装备也要加一些。为了加快煤气罐的制造进度，苏明决定加装3条改造煤气罐的生产线。有了生产线，煤气罐的制造效率也就更快了，效率跟上来了，也就不必用那么多人了，这样招人的压力也会减轻一些。招人这边就让陆凌顶着，去人才市场招一些工人，而生产线这边苏明决定自己去办。这2天他们县里有一个工厂推销会，推销会上附近县市的工厂企业都会来推销自己的东西，到时候可以去那里看看，应该能找到制作生产线的厂家。顺便苏明还准备采购一些新的装备，现在厂子里的装备相比较来说都比较落后了，效率也比较低了。同时苏明也准备看看在工厂推销会上能不能接到什么单子。虽然说现在明阳机械工厂的产品主要是销往海外，但是国内如果也能打开一些市场，那自然更好了。到时候国内国外两开花，工厂走出明阳县，走向世界就不远了。不过苏明也知道自己现在造的这些东西想要在国内打开市场还是不太可能的，到时候看看推销会的时候都有什么需求吧。短短时间里苏明就想好了接下来的工厂要做的事情。接下来苏明跟陆凌说了说自己的想法。对于苏明的做法，
陆林也十分的支持。现如今工厂想要再进一步的发展，确实要采购一些新的装备，招聘一些人才了。提到招人的事情，陆林也正好有事情跟苏明说。苏明，你还记得我之前给你说的保安的事情吗？听陆林这么一说，苏明想起来了，之前陆林说过几天介绍几个人来应聘保安的事情，这几天有点忙，差点都忘了这件事情了。现在工厂的保安还差好几个人。我还记得，苏明说道。陆林点点头，今天他们就可以来面试了，要不要看看？苏明点点头，这件事情也确实该解决了。好歹现在明阳机械厂也算是一个销售过亿的大厂了，看大门的只有一个传达室老头，也太说不过去了。在等保安来的期间，苏明将新接到的订单传达了下去。本来工厂里的员工以为这就是简单的清理库存的事情，在苏明说出煤气罐订单的数量之后，工厂的员工们惊呆了。也就是说，厂长不仅将那1万个煤气罐库存给卖出去了，还多接了14万单的煤气罐订单。卧槽，一下子有这么大的订单，我们不愁没活干了，厂长太有能力。是啊，往年1年都卖不出去这么多煤气罐，现在该愁的是活干不干得完了。今天的喜事是真特么的多啊！是啊，一个接一个的，真好啊！对现在的工厂的工人来说，跟之前厂子里没订单的时候，所有人干1天歇3天不一样。现在的订单多了，对他们来说每天都是充实的，再也不用担心工厂倒闭了。虽然每天都很累，但是心里是踏实的。穿着崭新的工作服，工厂的工人们又热火朝天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下午2点多，苏明收到了陆林的通知，面试工厂保安的6个人来了。看着来的几个人，苏明有些惊讶。这是第33章，这次是炮弹，下次是导弹。来的几个人年龄大概在50、60岁左右，按道理来说已经不算年轻了，但是他们的精神状态却完全不像是年轻人，个个站得绷直，完全没有年老后的疲态。从站姿来看，苏明一眼就知道他们肯定是当过兵的，否则不可能会有这种状态。这种状态真不比年轻人差了多少。更关键的是，老兵一般都是会一些格斗技巧的，虽然苏明不知道他们的水平怎么样，但是也要比普通的人要好多了。而且老兵在面对事情的时候也要比普通人冷静沉着得多。当工厂保安更是绰绰有余了。这就引起了苏明的好奇，陆林是怎么找来这么一些退伍老兵的？苏明猜测，或许陆林家里的长辈跟军队有点关系。不过陆林既然不愿意多说，苏明也不会多问。你好，我叫唐万龙。6人中一个人高马大的站出来说道，这些都是我的老伙计，我们都是明阳县的，现在退休了，听说你们这里最近在招保安，所以我们几个想来试试。我们以前都是当过兵的，身体素质还算不错，您看看我们行不行？其余5人也都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自己。这苏明还有什么不满意的？能有这些退伍老兵当工厂保安，很多人求都求不来呢。满意，很满意。对于退伍老兵，苏明还是十分敬重的，本来就倾向于多给他们开一些工资，加上他们的身体素质也确实都不错，所以苏明决定给他们每个人开4000的工资。要知道，一般工厂保安的工资也就在2000块钱左右，最多超不过3000块钱。苏明给他们开的工资，属实算是明阳县他们这种小县城里蝎子巴巴独一份的存在了。他们退伍之前的工资也就7、8千块钱，现在当退休了，就是不想一整天闲在家里。当个保安能有4000的工资，待遇已经远超他们来之前预想的了。所以6人也是十分干脆的，直接答应马上来上班。燕京，成交，某处基地内。陆江，这小子又惹事儿了。是啊，陆老，这事儿可比上次的事情还大，真是无语了。早知道这样，还不如让他去国外搞那什么兼职去了呢，免得他在国内乱搞了。主位上，陆天恒听着周围几人的抱怨，也是一脸的无奈。这才几天啊，苏明就又给他惹出大问题来。听到下面人汇报的时候，陆天恒都懵了。苏明倒卖向境外倒卖炮弹，听到这个消息，差点把陆天恒吓出一个跟头。第一反应是苏明的胆子也太大了，第二反应则是苏明应该不会这么傻吧。不过不管怎么说，陆天恒还是赶紧召集相关人员，连忙召开会议，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然后商量怎么解决这件事情。从会议室内人员们的军衔和穿着来看，相比前面的会议，这次的等级要更高。显然这次的事件危险程度更高。全都到齐之后，就出现了刚才的一幕。不过此时陆天恒也了解清楚了事情的原委。不得不说，苏明还真是又给他们出了一个难题。虽然苏明卖出去的煤气罐被制作成了迫击炮弹，这是不争的事实，但是正如之前枪管时间一样，苏明出售的时候，这东西确实是煤气罐，顶多也就是一些小改变，煤气罐里面还是空的，完全算不上是迫击炮弹，只能算是一般的生活用品出口的。
总不能说空的煤气罐是军火吧？但是这东西到了境外，稍加改变，居然就成了威力恐怖的迫击炮弹，属实有点魔幻了。不过陆天恒倒是并没有那么生气，别人就看到了苏明将这种东西买到了国外，行为十分的危险。而陆天恒看到的更多，在他看来，苏明还真算得上是个人才，能将煤气罐爆改成迫击炮，而且威力不俗。就目前来说，龙国十分的安定，武器弹药储备还很足。但是不得不说，万一真的打起仗来，武器弹药永远是不嫌多的。如果有苏明这样的企业存在呢，紧要关头，民企转军企，瞬间就能减轻他们很大的装备压力，到时候说不定真的能派上很大的用场。况且现在苏明所做的一切对龙国来说并没有半点危害，甚至从拐弯拐的原点，苏明的所作所为还是对龙国有利的。这样的人才干点出格的事情，陆天恒觉得还是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好了，大家说说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吧。陆天恒发言道。虽然陆天恒倾向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他也不能明说，而且还要看看其他人的意见。能到这个位置，其他也都是人精，自然听出了陆天恒的问题的言外之意。陆天恒没有说让大家商讨一下怎么处理苏明，而是对这件事情的看法，那就说明陆天恒有大概率是倾向于苏明没问题的。虽然听懂了，但是不是所有人都同意陆天恒的观点。老陆，我认为至少要惩罚一下这个苏明了。昨天卖枪管，今天卖炮弹，明天就敢卖导弹啊！有人发言道。会议室内也有几个人跟着点了点头，表明自己也同意这个观点。陆天恒不急不慢地说道：好，那你说我们该以什么罪罚他？说完这句话，陆天恒便不再说话。那人也不知道该说些什么。确实，如果苏明真的违反龙国的法律了，就没有他们今天的这个会议了，直接让人将苏明逮捕就行了。关键是就目前来说，苏明所做的一些都是合法合规的，他们并没有逮捕苏明的理由。看着众人半天不说话，陆天恒才慢慢悠悠继续开口道：在我看来，苏明的行为虽然比较危险，但是他把控的还是比较好的，那就证明他知道什么行为会触犯龙国法律，什么行为不会。这样的人比我们要聪明，他如果会触犯龙国法律，就不会在龙国待着了。听了陆天恒的话，众人点点头。苏明几次的行为虽说对一般人来说都是十分危险的行为，但是每次都没有超出红线，足以看出苏明是十分有底线的。环视一圈众人后，陆天恒继续说道：再有一件事，那就是不可否认，苏明确实是一个人才。之前他兼职军火商的时候，能在黑州和中东吃得开就不多说了，就说他现在。陆天恒看向刚才说话的人：老郑，你下面掌管的军工厂不是就是生产炮车和炮弹的吗？你们那么多研究员，那么多优秀人才，能想到用煤气罐制作迫击炮弹吗？而且效果还不比真正的迫击炮弹差多少。郑平摇了摇头，他们怎么可能想到用煤气罐这种东西当迫击炮弹啊？谁没事儿会研究这种东西啊？但是他也不得不说，苏明确实是个人才，仅凭自己一个人就研究出来了这种东西。扪心自问，自己年轻的时候，一个人是绝对搞不出来这种东西的。说实话，在知道这东西的威力和成本之后，就连他都心动了。这东西虽然精度和威力或许都比现如今他们的迫击炮弹要差一些，但是它便宜啊，不是一般的便宜。郑平此时也有些起了爱才之心了。他也知道在军备研究上，一个优秀人才的重要性，有的时候一个优秀人才的重要性甚至能比得上千军万马。看到之前的人都有些动摇，陆天恒继续说道：而且你们想象，如果真有一天打起仗来了，我们国家有苏明这样一个厂子会怎么样？听到这话，众人眼前一亮。对啊，如果真打起仗来，那时候他们不就有便宜的迫击炮用了吗？这苏明他们厂子未来在关键时刻随时可以民转军派上大用场。这么一想，本来让他们有些嫌弃的苏明瞬间好像有点可爱了起来。最后经众人一致认为，苏明的行为比较特殊，不做处理，但是以后苏明他们厂生产的所有东西都要第一时间让他们检查一遍。属实是这2次的事情将他们这些老家伙给搞怕了，下次别真的搞出一枚导弹来。第34章新的产品。第二天，按照之前苏明的决定，绿林人才市场招聘一些工人，也招聘一些工厂可用的人才，而苏明则是带着几个工厂的科级领导来到了县里，为促进经济而展开的推广会。在这里，苏明的工厂也有一席之地，因为苏明制作的东西在国内肯定是卖不出去的，所以明阳机械工厂的展台上还是之前的一些老的产品，煤气罐、钢管以及一些农具之类的。按道理说，往年都是这样，他们的站台都是门可罗雀的存在，但是今年却不一样了，还是有不少的人有意无意的来他们明阳机械厂的展台闲逛。
这就是明阳机械厂啊，看来像传言的那样，确实赚钱了。你看，连工装都换新的了。是啊，我一个亲戚就在明阳机械厂上班，听说最近明阳机械厂赚大发了。什么来路？咱们能不能也跟着赚上一点？不行，听说现在明阳机械厂好像转型了，现在的产品都是销往国外的，很赚钱啊。销往国外赚钱？咱们也产煤气罐和无缝钢管，也不是没考虑过出口啊。可是这东西在龙国不值钱，在国外也不值钱啊，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赚钱的。那个年轻的人好像就是明阳机械厂的厂长，叫苏明，好年轻啊，很难想象就是他让明阳机械厂起死回生的呀。不得不说，明阳机械厂运气真的好啊，这都能救火。站台周围很多人在下面窃窃私语，人也非常的多，不过大多都是看看，并没有来真正询问的，就更别说下单了。这个情况苏明也早就料到了，在站台上待了一会儿后，就跟身后厂子里的领导级干部说道：你们在这盯着看台，我去别的看台逛逛。苏明决定去找找有没有能制作流水线的厂家。不得不说，这个企业推广会参与的厂家还真不少，干什么的都有。苏明逛了半天，眼都有些花了。不过最后还是在一个比较偏僻的角落里找到了一个可以制作流水线的厂家。流水线的工艺流程，苏明早就已经十分清楚地写在了纸上，甚至连流水线的布置图苏明都已经画出来了。对面厂家只需要根据苏明画的图，将流水线所需要的传送带之类的工具装上就行了。最后苏明以200万一条流水线的价格支付了3条流水线的费用。重要的事情办完，苏明也松了一口气。苏明又带着张月和摄影师在推广会场转了一会儿之后，就回到了自己厂的站台处。有些令苏明惊讶的是，此时他们厂的站台上面居然有个人。苏明有些惊喜，连忙走了过去。看到苏明过来，厂里的科级领导连忙给苏明说道：厂长，这个人是个建筑企业的，想要我们厂制作一些吊绳钢索，用来建筑搬运东西的。可是我们机械厂并没有做过吊绳钢索这种东西。很快苏明就弄明白了，这人来推广会主要就是为了他们建筑公司采购一批结实耐用的钢索。众所周知，建造高楼大厦的时候，不少东西的搬运都是要用到钢索吊着的，而钢索的牢固程度则是十分的重要。因为万一钢索发生断裂，轻则砸坏一些东西，重则那就是重大的安全事故啊。之所以来苏明他们展台，则是因为这人是第一次来推广会，看着苏明他们明阳机械工厂周围看展的不少，以为明阳机械工厂的实力应该不错，所以就上来问问，反正不花钱。了解清楚，苏明眼睛一亮，能挣钱的东西为什么不挣啊？况且苏明对钢索吊具这种东西也十分感兴趣。别以为钢索就是用普通的钢丝拧成一股钢索就成了，这里面可是包括着力学、性能、几何尺寸以及材料学各方面的知识。这东西要做好了，不只能用在建筑上，很多东西都需要钢索吊具的。如果他们厂子能做钢索吊具，在龙国的业务范围也能更多。而且今天早上苏明收到了来自国家防务部门的通知他以后他们厂子里生产的东西都要他们进行一下审批。苏明知道这是之前不防爆的煤气罐，吓到他们了。虽然苏明自信自己没有问题，但是苏明还是决定安分一阵，搞点正常的玩意，一举两得的事情，为什么不干？想到这里，苏明走上前去。你好，我是苏明，是明阳机械厂的厂长。啊，听到苏明说他是厂长，对面直接愣住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20多岁的青年居然是工厂的厂长，本来他还以为苏明是工厂里的员工呢。不过他很快就平复了心情，8成是子承父业，接替长辈的厂子之类的，这种事情也并不稀奇。你好，我叫周坤，听说你想要一些钢索吊具。苏明并没有多废话，而是直接问道。周坤点点头，是的，我这里大概需要10米的钢索5000根。苏明一听，这单也不算少了，最重要的是有了制造钢索的技术，以后也可以长期盈利。好，我们厂子可以接下这单。听了苏明的话，后面的工厂高层们欲言又止，这要是在之前，他们肯定会马上制止苏明。不过经过这些天，苏明带着工厂起死回生，众人最终还是选择相信苏明。周坤并不知道这些，而是继续说道：不过在采购之前，我得先验验货。他虽然是第一次来推广会的，但也不是傻子。除了苏明他们这一家，周坤之前已经找了几家能制作钢索的厂家。不过对于周坤来说，其他厂家无论是什么样的产品，都是没有机会的。因为周坤作为建筑公司投标人，已经内定了那个工厂能中标了。他选定的中标公司是自己小舅子开的工厂，只是别人并不知道而已。说白了，这些厂子都是来陪跑的，走个过场而已，这是自然的。苏明回复道：你们钢索的承重要求是多少？苏明问道。我们的承重要求是50吨。周坤回答道。我们半个月之后招标会正好开始，
你可以带着你们的钢索来投标，如果你们产品质量好的话，我相信一定会中标的。周坤笑道。苏明点点头，知道很多采购都是靠这种招标来买东西的，到时候谁物美价廉，谁就能中标。然而苏明并不知道周坤已经内定了中标的企业。留下联系方式后，周坤就离开了。苏明居然接下了一个钢索的单子，苏明特么这次终于做正常的玩意了。是啊，我还真担心苏明下次真把导弹给制作出来了，那东西虽然劲爆，但是属实有点危险。这下造钢索，苏明总不能制造出来什么武器了吧？听到苏明要接下制作钢索钓具的订单，直播间的观众们感到十分的难得。苏明终于不再造军火了，而是造一些正常的东西了。一旁的张悦也十分的惊奇，苏明怎么突然转性了？难道是原始资本积累足够了？所以苏明开始求稳了。虽然说之前苏明制造无缝钢管和不防爆的煤气罐节目效果比较好，但是苏明如果选择走上正轨，他也同样十分支持，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选择。苏明这边待周坤走后，跟厂里的那些高层领导说了自己的想法，他们很快也同意了苏明的想法，并选择全力支持。而苏明也很快想到了一件事情，连忙给陆林打去了电话。第35章，钢索制作完成。陆林，麻烦你监视呗。电话这头，苏明有些不好意思的说道。干什么？听到苏明的语气，陆林就知道没什么好事。就是在我说的之前招揽的工人基础上，帮我再多招一点工人呗。多招多少？陆林眉头一挑。多招50个工人。多少？50个啊！陆林有些崩溃了。苏明知道招聘到合适的工人有多难吗？本来苏明要求招收的人数现在都还没有招收齐，现在又要加50个。50个？你招那么多人干什么？按照之前计算的，招收这么多人工作量就饱和了，怎么突然又要加人？苏明只能将自己又接了一个钢索制作的单子说给了陆林。陆林有些惊讶，苏明居然又接了一个钢索的单子，而且还是制作钢索的单子，而且据他了解，明阳机械厂并没有制作过钢索，也就是说明阳机械厂的钢索制作要从零开始，没有基础。陆林就曾经参与过一个类似的项目，知道钢索的制作一般都是有一个合骨机来将小骨的线材合成一个大的钢索的，而苏明连制作钢索的合骨机都没有，他们怎么制作？陆林说出了自己的疑问。工厂里还有几个空的车间，随便一个做钢索制作车间就行了。至于制作钢索的合骨机，我马上买一个，估计2-3天就到了。最重要的还是钢索合骨工艺以及制作材料，这些我得研究研究，要不然不做，要做就做最好的。苏明十分自信地说道。既然苏明都这么说了，陆林还能怎么说？陆林还能怎么说？只能相信苏明了，陪着他疯一次呗。而且经过这一段时间的相处，陆林也渐渐认清了一个现实，那就是苏明不只是学习成绩突出，比自己厉害，那就是在科研研究上或许也比自己要强。至少苏明制作的煤气罐迫击炮，他是做不出来的。最终陆林还是捏着鼻子认了。接下来几天，工厂里无缝钢管的制作依然照常进行，煤气罐的流水线也开始进行制作。而这几天苏明也没有闲着，先是购买了一台制作钢索的合骨机，随后就是研究怎么才能让钢塑的承重能力最强。正如苏明之前说的，要么不做，要么就做到最好，这样才有竞争力，才能在众多同类型的工厂中杀出重围来。苏明废寝忘食地研究了几天的时间，经过多次的数据模拟，终于做出来让苏明满意的钢索构造图。别看这只是一根小小的钢索，这里面可让苏明下了不少的心思。首先，钢索的内部是由一根大麻纤维和聚酯材料制作而成的锁芯，这样的锁芯极具韧性，而这个锁芯外面又有许多股小钢丝，按照特殊的规则扭结成的大钢丝呈螺旋状层层包围，并且每股钢丝之间还有交接的钢丝，这样制作而成的钢索承重能力能不强吗？在苏明研究钢索期间，陆林也将按照苏明的要求招购了工厂的工作人员。不久后，苏明花费200万买的合骨机也到了，将合骨机安装好，苏明便开始着手钢索的制作。陆林跟着苏明打下手，没办法，现如今工厂里唯二的高素质人才就只有陆林了。陆林的配合也能让苏明事半功倍。首先，苏明用大麻纤维和聚酯材料制作而成10米的锁芯，将制作好的锁芯浸满了润滑油，增加锁芯的韧性。随后是将好几6条钢丝包围锁芯，用合骨机合成一股，再用6股这样的细钢索缠绕锁芯围成一大股，并且每股之间都有还有交接的钢丝。如此复杂的工艺，就连不懂行的普通人也能感觉到苏明制作的钢索是非常结实的。而跟着苏明打下手的陆林更是一边打下手一边惊叹，他真想看看苏明的脑子是怎么长的，
这么复杂结实的钢索是怎么设计出来的？关键是不仅能设计出来，还能够完美的制作出来。有的时候设计出来跟制作出来，那中间可能隔着一个太平洋。陆林之前也参与过类似的钢索制作的项目，但是陆林感觉，就算拿出当时他们很多人研究了将近1个月的时间造出来的钢索，都没有苏明的钢索结实。当然，这只是陆林的感觉，具体这根钢索能承重多少，还得经过最终的检测之后才能知晓。看得我一脸懵逼，苏明居然连钢索都会制作，这真的是大学生该有的知识储备吗？我一个大学生，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待会儿午饭是吃番茄炒蛋，还是尖椒小炒肉，我他妈是不是废了？当然是尖椒小炒肉了，尖椒小炒肉香啊，不怕，我也是大学生。这钢索看着就结实。是啊，一圈一圈的全是钢丝缠绕，能不结实吗？不是一个钢索的工艺有那么复杂吗？我们厂就购买过能承重50吨级别的钢丝，没有苏明制作的那么细啊。苏明这钢索承重能力明显不行啊。那是不是说明苏明制造的这钢索承重能力不够啊？真的假的？真的，我用肉眼就可以看出来，苏明的这个比我们那个小一圈。尬住了。没事儿，第一次嘛，能做成这样已经不错了。这倒是，由于是第一次做，苏明和陆林两人对工艺还有些不熟悉。第一根钢索做了1整天的时间，看着面前的钢索，陆林问道：“这钢索能承重50吨吗？”根据我的计算是能的，而且能超出不少。可惜我们这里没有专门的机器，不能测一下钢索的承重能力。就这样吧，行不行？招标会当天就知道了。虽然这么说，但是苏明对自己制作的钢索还是十分有信心的。来吧，我们再做一根吧。我们不是有一根了吗？陆林有些疑惑。按理说参加招标会有一个样品就够了。苏明苦笑道：“你忘了，龙国国防部门不是给咱们厂打招呼了，以后咱们厂只要有新的产品，就得给他们寄过去一个样品检查一下。可是我们厂子这次生产的就是一根钢索而已，还用得着给他们一个样品吗？”此时的陆林有些生气，气鼓鼓的样子十分的可爱。你说呢？苏明笑道：“没事儿，反正这东西也没啥风险，给他们一个又何妨？”苏明很想得开，便宜他们了。陆林还是有些怨气。此时的苏明都有些无语了，陆林怎么连国防部门都敢抱怨啊？这也太虎了吧！说不定现在就有龙国国防部门的人在看直播呢。不过这也证明现在的陆林确实把自己看作厂子里的一员了。这老头子，陆林嘀嘀咕咕道，眼神有些幽怨。你说啥？没说啥，我们接着做吧。第36章，这东西是航母阻拦索。因为已经做过一次了，所以这第2根钢索仅仅用了半天的时间就做出来了。随即就将钢索打包往龙国国防部给的一个地址邮寄过去了。接下来的几天，煤气罐改造的流水线也做出来了。苏明忙着培训员工对煤气罐进行改造。虽然在流水线上，每个工人只用负责很小一部分的改装工作，并不难，但是也是一点差错也不能出的，不然这东西很有可能没伤到对面，自己先嘎了。经过苏明的指导，很快这些员工也都熟悉了自己的工作任务，流水线很快就正常的运行了起来。果然有流水线的加持，工作效率飞速提升啊！3条流水线同时工作，一天就能改造5000个煤气罐。按照这个速度，1个月就可以将黑州和中东那边的订单全部交付完毕。对于这个速度，苏明已经算是很满意了。时间一晃就过去了，距离钢索招标会还有1天的时候，燕京某处军事基地内，开了1天会的陆天恒终于有时间瘫在椅子上休息一会儿了。陆天恒一边揉着太阳穴解乏，一边想着要是有自家的小公主给自己捶捶背就好了，比什么东西都解乏。不过随即就苦笑了起来，这小妮子才出去了几天，胳膊肘就开始往外拐了，真是女大不中留啊。对了，苏明送过来的东西还没拆开看看呢。陆天恒突然想了起来。陆天恒这几天很忙，忙得脚后跟打后脑勺。虽然苏明邮寄过来的东西早就到了，但是一直没时间去查看。而且因为在邮寄过来之前，陆天恒就知道邮寄过来的东西是钢索吊具之类的，还在感叹苏明终于走上正轨了，不再搞什么让他们头疼的东西了，因此就一直没有去看过。现在有时间，不妨看看。陆天恒一个电话，让人将包裹送到了办公室。就在陆天恒拆快递的时候，郑平推开了陆天恒办公室的大门，大刺刺地坐到了一旁的沙发上。郑平，你不回你们军工研究所去，来我这里干什么？陆天恒问道。郑平换了一个舒服的姿势，好不容易出来开个会，我终于可以躲会儿清静了，待一会儿再回去。哦，你这个研究狂人还有躲清静的时候，真稀奇啊！陆天恒调笑道。不跟你说了，跟你说了你也不懂。郑平摆了摆手，你懂你懂，就你们研究武器的人聪明算了吧，你那么聪明，怎么军衔比我低呀？
郑平哑口无言。每次他和陆天恒拌嘴，陆天恒就拿军衔说事儿，但是他也无法反驳，只能咽下这口气。郑平知道这件事情，他说不过陆天恒，官大一级压死人，只能转移话题问道：“老陆，这是什么东西啊？这么大？”陆天恒一边用匕首拆着快递，一边说着：“这不是苏明那小子他们厂里最新的产品吗？”听陆天恒这么一说，郑平也想起来了。哦，那小子这次好像是做的钢索雕具吧？看来我们给他下达的通知起效果了，这次终于没做什么危险的东西。但愿吧。陆天恒并不认为苏明是被他们给吓住了，这东西到处都有，就不用检查了吧？郑平笑道：“我也是这么觉得，不过反正闲着也是闲着，看看这小子做的怎么样吧。”也是，打开看看吧，我也想看看这小子除了会造军火，普通的东西造的怎么样吧。现在沙发里的郑平说道。这时候陆天恒也将快递打开了。陆天恒打量了半天，也没有看出来别的什么东西。这东西在他看来就是一个钢索，跟武器军火之类的东西属实不沾边。看到这东西，属实让陆天恒开心了不少，这次倒是省了他不少的事情，也不用替苏明擦屁股了。就在陆天恒松了一口气的时候，一旁的郑平在看了苏明，脸上原本轻松的表情瞬间变得严肃了起来。熟悉郑平的陆天恒知道，一般郑平认真的时候都是这个表情。怎么了，老郑？这钢索有什么问题吗？郑平并没有搭理陆天恒。不会吧，不会吧。郑平三步并作两步，来到钢索的面前，仔细看了一遍又一遍，仿佛看见了什么难以置信的事情，甚至还上手摸了摸。越看郑平越激动，快快快，让人把这钢索给我切开，我要看看里面的构造。郑平朝陆天恒喊道。陆天恒很少见到郑平这么失态过，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陆天恒还是按照陆天恒的要求找了人过来。很快就有人拿着切割机过来了，并且开始着手切割。钢索的承重能力是很强，但是也经不住切割机的纵向切割。很快切割机就将钢索切成了2节。刚切完，郑平就拿着钢索的断面看了起来，一模一样，简直是一模一样啊！老陆，这东西真的是苏明制作的？陆天恒点点头。好好，真是没想到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啊。郑平笑了，这苏明不仅是个人才啊，简直就是个天才。这时候的陆天恒依然是懵的。郑平的话他都懂，但是就是不明白是什么意思。发生了什么事？苏明怎么就是天才了？这让陆天恒感觉自己的智商受到了侮辱。陆天恒看着郑平在哪儿叨逼叨，终于忍不住了。郑秃子，你把话给我说明白了，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儿？一声郑秃子把郑平从喜悦中拉了回来。平时如果陆天恒叫他郑秃子，高低郑平也得回两嘴。不过今天嘛，郑平显然是很高兴，并没有多说什么，而是耐心地给陆天恒解释道：“老陆，你知不知道我刚才为什么想要在你这儿躲会儿清闲？”陆天恒满头黑线，刚才他就想问，结果是谁说的跟你说了，你也不懂，并没有在意陆天恒想要杀人的眼神。郑平继续自顾自地说道：“我们龙国的第一艘辽阳航母已经造出来了，你知道吧？”陆天恒点点头，这么大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知道，而且航母已经造出来很长时间了，都已经下水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不一直公布。这明明是一个可以彰显国力的好机会。按道理来说，我们的辽阳航母早该面试了，但是却一直没有面试，你知道为什么吗？陆天恒一个眼神，你自己体会。那是因为航母上让战斗机着舰的阻拦索。阻拦索？陆天恒道。对，阻拦索。航母并不想陆地有那么长的跑道能让战斗机着陆，战斗机在航母上着陆需要放下自己的尾钩，勾住阻拦索，完成降速，这样才能稳稳地将战斗机停在航母上。而就是这能让战斗机稳稳降落的阻拦索，我们却一直没有做出来。听到郑平的话，陆天恒瞪大了双眼。第37章，军工部急疯了。陆天恒没想到龙国连航母都已经建造出来了，最后的拦路石居然是这个小小的阻拦索。作为龙国将级军衔的存在，陆天恒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症结所在。在航母上，战斗机才是主力存在，如果不能让战斗机平稳地降落在航母上，那他妈的航母就是一堆废铜烂铁，只能搭载一些垂直升降的直升机。直升机在这种战场上发挥的作用简直是微乎其微了，怪不得龙国航母出厂那么久还没有投入使用。没有阻拦索，航母造出来并没有任何的意义。很可笑吧？我们连航母都造出来了，一个小小的阻拦索居然拦住了。郑平自嘲道。别看那只是一根小小的阻拦索，但是为了能完成舰载机的着陆任务，对它的要求也是十分高的。要求阻拦索不能太粗，
太粗的阻拦索建在机挂不上，就算能挂上，韧性也不足。而拦阻锁环需要能够承受瞬时100吨承重的重量，否则是无法投入使用的。听到这里，即使陆天恒不是研究军工这方面的，也知道其中的难度了。单纯的瞬时承重100吨或者韧性足都非常容易实现，但是又要韧性足，又要满足瞬时承受100吨以上的拉力，这其中的难度可想而知。陆天恒也是才知道，一个小小的航母拦阻索里面居然有这么多东西。不过陆天恒很快就反应了过来，不对啊，你们军工不是做炮弹的吗？你怎么对航母上的事情知道的这么清楚？郑平一脸苦涩，还说呢，这本来确实不是我们这边的事情，但是制造航母那边的军工鼓捣了很久都没有把一个拦阻索给造出来，不知道是谁走漏了消息。国外的米国、樱花国他们都知道了这件事情，他们都等着看我们笑话呢。尤其是米国，更是有人直接发言说，没有他们国家的技术支持，我们根本造不出阻拦索，辽阳舰就算做好了也是一堆废铁。听着郑平的话，陆天恒气的胡子都翘起来了，这也太瞧不起人了。上面对这件事情也很生气，航母都造出来了，最后难道因为一个舰载机阻拦索让航母成为废铁，更是让我们龙国成为某些国家的笑柄？所以直接下命令，让我们这些其他部的军工厂也开始研究阻拦索。我们军工厂也被安排了这个任务，现在也在研究阻拦索。不只是所有的军工部门，就连一些顶级高校也参与了进来，对阻拦索进行研发研究。甚至我们从特殊渠道拿到了米国航母阻拦索的截面图供我们研究。结果呢？陆天恒问道。郑平脸更难看了。结果显而易见，虽然有截面图，但是他们的制作工艺我们还是没有研究出来，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做的。此时就连陆天恒都想说，你们是干什么吃的？但是想想自己难受，郑平他们这些工作人员可能更加难受。郑平他们这些研究人员平时最好面子了，这相当于别人骑在你脸上打你，你还不能还手，能不难受吗？为此上面天天发脾气，说我们所有的研究所都是废物，我们这边所有的军工部也都急疯了，但是急疯了也没用啊，所以我今天才想着多在你这儿清静一会。陆天恒点了点头，此时连他都想到这些军工研究所都乱成什么样了。不过你说这事儿跟苏明的钢索有什么关系？说到这里，郑平眼睛亮了。有关系，太有关系了。你知道吗？苏明制作的这个钢索的截面图跟我们收到的米国阻拦索的截面图片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就目前我肉眼来看，似乎是同一种工艺。听到这话，饶是以陆天恒见多识广，浑身都起了一层鸡皮疙瘩。你是说苏明可能造出了航母阻拦索？郑平满脸激动，有可能，不过究竟行不行，还得我拿去建造航母的军工厂那边测验一番。至此，陆天恒惊呆了，真的有可能吗？苏明随便造的钢索居然就是他们龙国求之不得的航母阻拦索。要真是这样，那是不是说苏明要比全国所有军工研究所以及很多高校教授都要强？更关键的是，他们这边是有截面图作为参考的，而苏明那边就完全是啥都没有，只能全靠自己想了。如果真是这样，那苏明还真的是个天才啊！陆天恒觉得自己好像再一次低估了苏明这年轻人。就在陆天恒胡思乱想的时候，郑平已经等不及了。不行，夜长梦多，就算我们能等，我们龙国也不能等了。现在在所有龙国的军工研究人员们看来，一天辽阳舰没有起航，一天就是耻辱的一天，同样对龙国也是耻辱的一天。现在只有让龙国的航母上战斗机成功飞起，才能让像米国、樱花国那样准备看笑话的国家闭嘴。老陆，帮我安排一下，我要带着这根钢索亲自去一趟。陆天恒也知道这件事情的紧迫性，作为这个基地最高的长官，陆天恒很快就安排好了一切。为了争取时间，陆天恒特地给郑平安排了飞机运送。要不是陆天恒作为这里的最高长官，没有特殊情况不能离开的话，陆天恒都想跟着去看一看。看着离地远去的飞机，陆天恒叹了口气。苏明，龙国这次能不能扬眉吐气，就看你这根钢索了。2个小时后，辽阳市泰联某军事基地内。不行，不行，都不行，这么多根阻拦索，没有一根可以用的。此时泰联军工部领导人，同时也是辽阳舰制作总工程师的王静，有些歇斯底里地喊道。在他的面前是一根又一根崩断的阻拦索，后面的其他研究员也全都一言不发的低着头。又失败了。这段时间他们已经不知道出过多少的方案了，但是无一例外，所有的阻拦索在接受超100吨的瞬时拉力时，只是一瞬间阻拦索就崩断了，随之崩断的也是他们所有的希望。虽然他们都很累，大部分的研究员已经很久没有休息了，但是更难受的是心累。而作为总工程师的王静更是1个月都没有休息了，1个月的时间全天都待在研究所里，一天休息的时间不超过4个小时。
现在的王静双眼通红，满眼血丝，但是他却不敢休息，也没脸休息。本来能接下辽阳舰总工程师这个重担，王静是非常自豪和骄傲的。王静也十分有信心将辽阳舰成功建造而成，而行动上，王静和所有的工作人员也都是这么贯彻的。在建造辽阳舰的时候，虽然王静也遇到了不少的问题，但是最终都被他们一一攻克。没想到最难的辽阳舰都建造成了，却被一个小小的拦阻索给拦住了。本来初期王静也认为这只不过是一个小问题，只要他们多努力努力，多思考思考就能克服，但是现实却给了他们一个结实的巴掌。这次阻拦索的问题并没有像之前的那些问题被轻松解决，而是如一座大山一样彻底拦住了他们。拦阻索的工作并不是只是一根绳子那么简单，阻拦索的设计涉及机械、电气、液压等诸多高新技术，包括主液压缸、定长冲跑控制系统。这些看似比较难得电磁操控系统，在他们众多顶级人才的攻克下，很容易就解决了。但是看似最简单也是最重要的拦阻索却出了问题。没有高强度的拦阻索，系统再好有什么用？所以他们真的被一根绳子给难住了。随着时间一天一天过去，王静的压力越来越大，本来十足的信心也一天一天的消磨殆尽。王静很害怕，很怕花费超500亿华夏币的辽阳舰真的因为自己等人的无能成为一堆废铁，到时候自己尊严还是其次，龙国会成为其他国家的笑料，才是让他最难过的。什么龙国花费大价钱造出来的航母，居然不能飞战斗机，到那时候自己真就是龙国的罪人了。乃至到现在，他都不期望拦阻索是他们自己这些人研究出来的了。只要是龙国人，不管是谁能研究出来这种拦阻索都行，只要研发出来，让他磕头都行。但是现如今的情况是，不论是其他的军工部门，还是合作的高校制作的阻拦索，都没有达到能在辽阳舰上当阻拦索的标准。看着最后一个方案的阻拦索依然崩断，在有些歇斯底里之后，王静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他知道自己不能崩溃，自己要是崩溃了，那整个团队就真的散了，辽阳舰就真的完了。还有机会，下一次说不定就过了。王静心中说着已经安慰过自己无数次的话语，深呼一口气，准备再鼓舞一下所有研究员的士气。一道突兀的声音传来：老王，你快看看这东西。第38章居然达标了。看什么？王静此时心情正不好，所以说话的时候也没有好气。俗话说的文人相亲，就是他和郑平两人就是这种关系。两人都是军工部搞研究的，他们是谁也看不上谁，平时一见面就掐架。自己成了辽阳舰的总工程师之后，没少冲郑平炫耀。这个时候郑平来这里不就是来看自己笑话的吗？不过就郑平是来看笑话的，王静也懒得搭理郑平了。不得不说，王静此时真的是被阻拦索的事情搞麻了，脑子都乱掉了。如果是在之前，王静肯定会第一时间好奇郑平不在他们军工部待着，来他们这里干什么，马上就能知道郑平来这里要不是有命令，那就是有要紧的事情。现在他们这里最要紧的事情是什么呢？郑平并没有在意王静的坏脾气。老王，我敢说你对这东西可能有兴趣，说不定这次你小子还得好好谢谢。此时王静的脑子终于回来了一点，知道郑平来这里肯定不是单纯的来嘲讽他的。什么东西？王静说道。将东西抬上来。郑平并没有直接说，而是招呼后面的人将东西抬上来。看着郑平神神秘秘的样子，王静终于有了一些好奇心。郑平命人将东西抬过来之后，王静看清楚了，郑平命人抬过来的是一根钢索。起初王静并不在意，但是仔细看了一眼之后，一股熟悉之感出现在王静心头。顺着这种感觉，拿起钢索断面看了起来。这是……王静瞳孔急速收缩。这断面王静已经见过无数次了，但是还是头一次这么清楚的出现在他的面前。就是这种断面，虽然他们知道断面是什么样的，但是就是不知道是如何制作而成的，甚至一度怀疑他们手里拿到的是假的截面图，根本就没有这种东西。而现在他亲眼见到了，聚酯材料，大麻纤维做锁芯，原来是这样吗？一股一股是这样缠绕的，看起来好结实啊。王静拿着钢索的手都在微微颤抖。这东西是从哪里搞到的？难道你们真的从米国那里搞到了这东西？王静现在属实有点激动，突然间他感觉胜利的曙光就在眼前，或许真的是有神明听到了他的祈祷吧。而郑平虽然也很激动，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早就控制好自己激动的内心了。不过郑平依然十分自傲地说道：谁会从米国那里搞什么东西啊？我告诉你，这东西是我们自己人完全自己做的，没有任何借鉴米国那边的东西，全靠自己，我们自己人做的。王静有些难以置信。王静又仔细看了看断面，是了，
虽然这个缎面跟米国那边的缎面很像，但是仔细看又有些不一样，有些小巧思让王静看了都想要拍案叫绝。就像是做题一样，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做，绞尽脑汁也想不出来，但是看了答案之后，你又瞬间豁然开朗，直呼可惜可惜，就差一点点，但是实则就是这一点点，差的就是成功和不成功。当然，这蓝组所的设计要比做题要更难更难。究竟是谁这么厉害？王静还是不免发出了感叹。是谁？是哪个军工部的，亦或者是哪所高校的院士？郑平一想，自己好像有点装大了。这东西到底灵不灵，还不知道呢。万一这东西只是模样像，但是达不到阻拦所需要的条件呢？那时候苏明尴尬不尴尬，他不知道，反正自己是挺尴尬的。还是先测一下这根钢索的强度之后，再说是谁做的吧。到时候如果合格了，自己再怎么教，再怎么装，都理直气壮的。尼玛，这王静不就是领着造了一个航母吗？到最紧要的关头，不是还得让我郑平帮忙？想想就有点小爽啊。于是郑平说道：“先别管是谁做的了，先试试这东西行不行？如果不行，也是白搭。”听了郑平的话，王静也反应了过来，是应该试一试。这钢索虽然跟米国航母阻拦索相似，但是相似也不一定就是。具体能不能作为辽阳舰，甚至是以后所有航母上必备的阻拦索，还是得经过测试之后才能知道。快，试试这根阻拦索，看看能不能达到要求。王静招呼其他研究员开始进行测试。是，其他的研究员听了刚才王静和郑平的谈话，瞬间又燃起了希望，或许这将是他们最后的希望。所以设备调试起来格外的认真卖力。很快设备就调试好了。首先要测试阻拦索是否满足合适的韧性，只有韧性满足了，才能进行下一项测试。如果韧性都满足不了，那就可以不用试了。研究员切下了一小节的钢索，用机器夹住钢索的两头，并开始缓慢的拉扯。钢索在肉眼可见的情况下缓慢拉长。片刻之后，一名研究员说道：“王工，韧性已经满足我们的要求了，而且还超出不少。”好，王静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马上进行瞬时拉力测试。王静知道，接下来的瞬时拉力测试才是最难的。他要求一根钢索在瞬时受到100吨以上的冲击力时能不产生断裂。对于钢索来说，慢慢受力达到100吨的重量不产生断裂，很多民营工厂制作的钢索都能够做到。但是瞬间受到100吨的重量，那可就不能相提并论了，太难了。很快，设备就调试好了，将瞬时拉力提升到100吨。虽然紧张，但是还是王静直接下达了命令。其他的工作人员万分紧张地看着眼前的钢索，在特制机器的作用下，绳子瞬间受到的拉力达到了100吨。嗡！如此大的力量，绳子瞬间被拉得笔直，但是却并没有被拉断，撑住了，居然真的撑住了！卧槽，居然没有断，终于没有断了，终于成功了！看到这一幕，周围的研究员们激动坏了。这一幕已经在他们脑海中出现过无数遍了，但确实头一次真正的实现。有几个感性的研究员顿时眼泪就止不住的流了下来。此时的王静更是突然有些不知所措了，自己仿佛前一秒还在地狱，下一秒直接就升上了天堂。所有的压力，所有的重担，顿时间全都消失了，紧绷的精神一瞬间就放松了下来，泪水也充盈了眼眶。他一瞬间就瘫软到了地上。终于成功了，困扰他们很长时间的航母阻拦索终于成功了。从此他们龙国的航母不再是废铁，而是真正能够大杀四方的战争利器，海上堡垒。到时候看谁还能嘲笑龙国航母是一坨巨大的废铁。看着所有研究员各色的表情，郑平是十分理解他们此时的心情的。不过郑平更吃惊的是，苏明制作的阻拦索居然质量能这么好，简直不可思议。而且苏明还是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生还没毕业就有这样的天赋才情，那以后还了得？不行，这小子一定得招到军工来，不然太他妈浪费了。第39章，极限180吨，远超西方。片刻后，王静缓过来了一些，连忙来到了郑平的面前，抓着他的手问道：“老郑，这个拦阻索究竟是谁做的？你一定要告诉我，我一定要当面感谢他。可以说，我们龙国的航母未来能面世，有他很大的功劳啊。”郑平心里得意，却没有表露出来。老郑，这会儿知道叫我老郑了。刚才是谁对老子吹胡子瞪眼来着？此时郑平也顾不得脸面了，谁让这阻拦索是郑平带过来的？要真说，郑平这次真是帮了他们大忙了。老郑，刚才是我不对了，我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了，我给你赔礼道歉还不行吗？王静不停地说着好话，郑平等的就是这一刻，现在那可叫一个舒坦啊。老王，不是我说，
别以为当了一个航母总工程师就牛上天了。你那么牛，现在还不是被一个阻拦索给拦住了？要不是我，你们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让我们的航母面试呢。是，王静只能应和道。这件事情结束后，请我喝顿酒，不过分吧？不过分，完全不过分，应当的。华子，茅台，懂，我懂，到时候一定好好招待你。你快告诉我吧。无论郑平怎么说，王静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谁让此时的郑平捏着航母阻拦索这个大杀器呢？心满意足的郑平这时候才开始说道：造出这个阻拦索的并不是我们军工部的，也不是什么高校的教授，这钢索是一个民营小厂造出来的，制造出这个钢索的是一个大3的学生，不过也是我刚才说的那个民营企业的厂长。郑平淡然地说道。啊！王静和在场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懵了，困扰他们这么多研究人员的难题，居然被一个民营企业给解决了，而且制作出来这阻拦索的人居然还是个大学生，那他们算什么？真成吃干饭的了。郑平笑眯眯地等着所有人消化完刚才的消息，就喜欢他们那没见过世面的样子。不是，他一个大学生就造出来这么结实的阻拦索了，还有他为什么造这么结实的阻拦索呀？郑平心想，既然你诚心的发问了，那我就再给你们补2刀。也没啥，听说就是他们厂想要卖钢索钓具，这个叫苏明的小子想要造个结实点的钢索，加班加点的干了几天就做出这玩意儿来了。至于为什么造这么结实，我猜是他只能造这么结实。王静听完郁闷的想吐血。你听听，这说的是人话吗？自己这边累死累活的做不出来，人家民营企业那边就是想造一个结实点的钢索钓具，结果就把航母的阻拦索给造出来了，还加班加点的干了几天。要知道他们所有研究员研究阻拦索的时间估计加一起都好几年了，这人与人之间的差距怎么就这么大？不过随即王静想起来了什么事情。你说他们生产这些钢索是要卖的？王静问道。那当然了，生产出来不卖等着下载啊。郑平有些无语，看来这些天的事情让老王的脑子确实有点不够用了，到时候让他少喝点酒，这也是为了他好。别，千万别让他们乱卖。王静此时却是急了，这东西一定要让他们卖给我们，无论多少钱都要出，以后他们产的所有这种钢索我们都高价回收了，让他们只供应给我们就行了。郑平一愣，不过很快就想明白了其中的关键所在，这东西可不是普通的钢索啊，就目前只有毛子和米国有这样的技术造出了航母阻拦索，这东西不贵，但其里面的技术可是非常贵的啊。要不是这样，他们当时直接从米国或者毛子那里买回来一根研究不就行了，哪儿用得着这么费劲啊？结果这个民营工厂居然想要像卖白菜一样把这些阻拦索卖出去，王静自然不愿意。这东西无论如何得握在龙国自己手里，卖给其他龙国人也不安全，毕竟谁也不知道这东西一转手会被卖给哪国人，到时候这阻拦索就没有价值了。别的国家要是如果也想造航母，那阻拦索这一关对他们来说就没有任何难度了。这可不行，自己可是淋过雨，怎么能让别人打伞呢？所以无论如何都要买断，哪怕花大价钱都行。老郑，你快带我去找那个叫苏明的，千万别让他把拦阻索卖出去啊！现在就走，快点！王静有些焦急地说道。郑平也知道这件事情的利害关系，不过郑平依然不着急，因为在来的飞机上他已经派人调查过了，苏明制作的钢索钓具还没有参加招标会呢，也就是说并未卖出去，明天招标会才会开始。就算苏明他们的钢索钓具明天中标了，他们也有很多办法让标书作废，只要东西没到别人手上，一切都好说，所以明天去也不晚。老王，你听我说，我知道你着急，但你先别急，放心吧，他的钢索钓具还没有卖出去呢。今天时间已经晚了，到目的地也已经半夜了，要不今天晚上你先回去休息一下，明天一早我再带你去，你看行吧？郑平和王静两人虽说是冤家，但是这么多年了，也有一些惺惺相惜之感了。郑平一看就知道王静应该是很多天都没有好好休息了，所以提议让王静好好休息一晚上，明天再去。听了郑平的话，王静点了点头。大晚上的去打扰人家确实不太好，而且只要东西都没有卖出去，一切好说。打断了王静现在就去找苏明的想法之后，很快王静才反应过来，刚才只是测试了瞬时100吨的压力，那这根阻拦索的极限性能是多少还不知道呢。虽然达到了阻拦索的标准，但是阻拦索自然是能承受的瞬时压力越大，阻拦索的质量越好。重新平复了一下心情的王静，再次组织研究员进行更大吨位的测试。先是在100吨的基础上增加了10吨，也就是110吨。此时王静和众多研究员心态已经平和了许多，即使在110吨断了也无所谓，这已经非常难得了。
现在就是想要知道这根钢索的极限而已。110吨的瞬时拉力，钢索依然没有断裂的迹象。随后120吨、140吨、150吨。此时在场的研究员，包括王静和郑平人都骂了：强啊，简直太强了！150吨了，居然还没有断裂！操，究竟是哪位大神设计出来的这东西啊？捆线绳都没这么结实的吧？天啊，我们造的阻拦索100吨都承受不了，这东西150吨了还能坚持？物理是不是不存在了？在研究员的一阵阵惊呼声中，直到180吨的时候，阻拦索才有了要断裂的迹象。此时似乎所有人都有同一个心声：好家伙，这东西终于断了，再不断我就要断了。被一个大学生完成了他们都攻克不了的难题，已经够打脸了。结果这钢索还一次一次的不断突破他们的心理防线，这证明人家超过他们的不是一点半点，而是很多。这就有些扎心了。如果钢索还不断地滑，他们到心都快要碎了。好家伙，180吨啊，这质量杠杠的，当做航母阻拦索是一点问题都没有啊！100吨我都谢天谢地了，这东西居然能坚持到180吨，真是牛啊！据说米国的阻拦索极限才140吨，而我们龙国的直接提升到了180吨，太牛皮了！哭死我了，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才做出来的这种阻拦索的？我们所有的研究人员都欠那个叫苏明的一个天大的恩情。是啊，没有他，我们龙国科研工作者的脸都要丢光了。他不只是帮助了我们，也是帮助了我们龙国呀！在场军工部的研究人员们感慨万千，他们很庆幸在最危急的时刻，龙国还是有人能够站出来的，而且站出来的还是一个如此年轻的华夏少年，打破了米国等强国的技术封锁，让龙国的航母可以驰骋在波涛汹涌的画面之上。正如一句话所说的，中华少年顶天立地当自强，华夏少年自当如此。第40章，招标会开始。翌日，苏明和陆林两人早早的就根据周坤提供的地址，带着他们制作钢索吊具来到了招标现场。看到这个招标现场，一股熟悉感油然而生。苏明在境外兼职的时候也参加过不少的招标会，不过那规模比这里的招标会大多了。招标的东西也不一样，招标的都是坦克、导弹一类的。苏明也曾在招标会上接过一些小单子，赚了一小笔。不过这次的招标会却有些不同，对于招标的钢索，需要现场进行测试，满足承重50吨的要求之后才开始进行招标，到时候就是看谁的价格比较低了。当然也不一定是最低的价格就一定可以中标，有的还需要考虑一些参与投标厂商的一些信誉、财务状况等其他条件。如果厂商之前有过信誉不良或者财务有问题的，即使价格最低也不会中标，这属于规避风险。这就是招标会啊！陆林看着一切都十分的新奇，这还是他第一次来参加招标会。招标会开始了呀！苏明的钢索不行吧？这次就当做是来长长见识吧。是啊，第一次做钢索，没经验，能做成那样已经非常不错了吧？不得不说，苏明这次确实有点冒失了。他一个没做过钢索吊具的，怎么跟人家那些已经做过很久钢索吊具的工厂去竞标呢？人就是这样一步一步成长起来的。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明显是很不看好苏明的。招标会场没人注意到的角落里，一个有些贼眉鼠眼的人跟周坤说道：姐夫，怎么样？这次招标会稳妥吗？放心吧，这次招标会是我主持的，谁中标到时候不还是我一句话的事吗？周坤信誓旦旦地说道。吴良有些腹诽，周坤也不过就是一个采购主管而已，真要是有那么大的能力，也不至于在这里开招标会了。不过吴良还是谄媚地应和道：是是是。周坤瞥了吴良一眼，待会儿你就照着我给你说的价格报就行了。吴良还是有些犹豫，姐夫，稳妥吗？万一有人报价比我低呢？你放心吧，我找的这几个工厂都是有点问题的，有的财务有问题，有的工厂名声太差，即使到时候他们报价真的比你低又如何？有这些问题，他们肯定中标不了。真的，姐夫你太牛了。吴良这个时候是真的服了，没想到周坤平时看起来老实巴交的，居然有这一手。看着吴良崇拜的眼神，周坤继续说道：你就1万个放心吧。那边那个明阳机械厂的你看见了吗？在我向他们招标之前都没有做过钢索，你还不放心吗？周坤有些得意洋洋道：放心，这下我1万个放心了。说着，吴良从大衣兜里掏出来一封厚实的红包，这是我孝敬姐夫和我姐的，您就拿着吧。这次就麻烦姐夫了，等这件事情完成之后，我再去家里好好谢谢姐夫和姐姐。哈哈，好说好说。周坤不着痕迹地将大红包揣进兜里。很快招标会开始了，此时参与招标的一共有6个工厂。首先要进行的就是测试各厂家的钢索样品是否合格。露天会场内6家的钢索已经一一摆了出来，
很快参与招标会的人就看出了问题，这是谁家的钢索，居然这么细？是啊，别家的钢索明显比这粗一圈啊，这家是不是送错了？是明阳机械厂的，之前听说他们厂子不是快要倒闭了吗？而且之前也没听说过他们厂子里做过钢索呀，这是病急乱投医，一看就不行啊！围观的群众议论纷纷。此时的吴良看到这一幕，直接笑了出来。果然，正如他姐夫周坤说的那样，这个明阳机械厂之前完全没有制作过钢索，这么细的钢索怎么可能承受50吨的重量呢？一看就是没有一点经验。待会儿测试一下子就断了，这就直接淘汰了一个竞争对手。而自家的巨发钢锯厂特意的将送检的样品加粗了一点，为的就是万无一失。待会儿测试的时候50吨还是十分轻松的，当然真正采购的时候质量就没有这么高了。除了吴良，此时其余4家也都一副幸灾乐祸，准备看热闹的样子。完了完了，这次铁定是赔跑了。之前直播间有人说我还不行，现在一看，苏明他们厂这钢索确实有问题啊，比其余几家的细好多啊。是啊，差别太明显了，这估计承受不了50吨的重量吧，就当出来见见世面了吧。哈哈，终于看到苏明吃瘪了，原来苏明也有失败的时候啊。此时就连对苏明有信心的陆林都迟疑了起来。苏明，你这钢索到底行不行啊？看着比别人的可要差不少啊。苏明依然很淡定，放心吧，我计算过，我这钢索承受50吨的重量还是绰绰有余的。之所以细，那是因为我做的就是最结实的钢索，细一些不是很正常吗？好吧，陆林点点头。苏明这话说的确实没问题，钢索造的足够结实，自然不需造的那么粗。别人的钢索粗，那是因为他们没办法用这么细的钢索完成50吨的承重，但是不代表他们不可以。骨子里，陆林和苏明是同一种人，都是不服输的人。这边很快各个厂家的钢索测试开始了。测试很简单粗暴，只要单根钢索能够成功拉起重量为50吨的货物，就算达标。第一家是一个名叫明星的专门制造钢索的厂家，将钢索固定在塔吊上，钢索的下面则是重量为50吨的货物。随着50吨的货物被成功的拉起来，代表着明星钢索吊锯厂的吊索合格了。他们的代表人看到这一幕也松了一口气。下一个是龙化机械厂，轰！随着50吨的货物重重落下，代表着龙化机械厂的钢索已经退出了这次竞标。怎么可能？来之前明明测试过，没问题啊，怎么现在断裂了？龙化机械厂的代表人一脸的落寞。在样品钢索来之前，他们已经检测过了，可以承重极限50吨的重量。万万没想到，在招标会上出现问题了。这东西真的是有点寸劲的。一旁的吴良有些幸灾乐祸的笑道：“你们厂就这质量，还来参加招标？”对于凭空又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吴良很是高兴，这算是意外之喜了。而龙化机械厂的代表人虽然有些愤怒，但是也没啥可说的，自己质量不行，有什么办法？只能愤愤转身离去。接下来的几个工厂，包括吴良的巨发工厂，都成功的通过了50吨的测试，只剩下苏明的明阳机械厂的钢索了。第41章50吨测试。明阳机械厂的还用得着测试吗？这一看就不行啊！现在招标会上就敢偷工减料了，到时候真中标了，谁知道钢索得细成什么样子了？吴良面带讥讽的说道。虽然吴良说的话不好听，但是有一点现场来参加招标的人却是同意的，就是明阳机械厂送来的钢索太细了，80%是通不过测试的。听了吴良的话，陆林有些生气，说着就要上去与吴良理论，不过陆林还是被苏明给拉住了。苏明笑着说道：“今天招标会可是说了，钢索只要能承受50吨的重量就行了，可没规定钢索多粗吧？你们的钢索粗，那是你们没有能力做到这么细，而我们有能力而已。怎么你好像还挺高兴的样子？”你听了苏明的话，吴良一阵语塞。苏明的话确实没问题，他们的钢索为什么都那么粗？那是因为细了，根本承受不住50吨的重量。对方用更细的钢索，如果完成了50吨的承重条件，那不就正好说明对方的钢索质量更高吗？不过虽然话是这么说，但是吴良可不认为对面会有这样的技术。好小子，算你牙尖嘴利，就是不知道待会儿你们的钢索有没有你嘴的一半厉害。吴良冷哼一声，不再说话，准备看好戏。刚才周坤已经跟他说过了，明阳机械厂之前压根都没有做过钢索，这怎么跟他们这些有经验的老厂来竞争？钢索肯定承受不住，到时候就轮到明阳机械厂丢大脸了。很快，钢索就被固定好了，在众目睽睽之下，塔吊开始缓缓收紧钢索，钢索逐渐被绷得笔直，但是想象之中绳子断裂的场景并没有出现。50吨重量的货物被一根细细的钢索成功拉了起来。卧槽，居然真的拉起来了！这么细的钢索能将50吨的货物拉起来，
这质量得有多好啊！是啊，本来以为明阳机械厂来是搞笑的，没想到人家是真有技术啊！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细的钢索，能拉这么重的重量的。招标会现场的众人无一不啧啧称奇的。苏明的直播间里的观众们见到这一幕也惊呆了。卧槽，牛啊，居然没有断！什么情况？这钢索质量这么逆天的吗？我看着都悬，那么细的钢索拉那么重的货物，居然没有断，还挺稳，真是牛皮上天了。苏明这真是头一次做钢索吗？不得不说，优秀的人才不管干什么都优秀，我现在是服了。看来苏明不搞军火了，搞其他的东西也能挣到钱啊！真想扒开苏明的脑子，看看究竟是怎么长的。而一旁的陆林也是十分的开心，果然苏明说没有断，就是没有断。陆林有得意洋洋的看向刚才嘲讽的吴良，吴良此时脸色比死了妈还难看。怎么回事儿？他姐夫不是说明阳机械厂之前都没有做过钢索吗？没有做过钢索，钢索的质量能这么好？本来还想看明阳机械厂丢脸呢，现在丢脸的却是自己。不过虽然明阳机械厂的钢索合格了，吴良也并没有将他们放在眼里，毕竟自己已经被自己姐夫内定中标了，待会儿只管报价就行了，剩下的事情交给自己的姐夫就行了，先让他们得意一会儿。最后一共参与测试的厂家有6个，其中只有1个工厂送来的钢索没有达标，其余5家都达标了。接下来就轮到各个厂家报价了。苏明，咱们的钢索你准备报价多少？旁边座位上的陆林小声问道。这个问题苏明自然想过，如果只论材料成本和人工的话，这钢索并不是很贵，但是如果加上自己对钢索改善的技术成本呢，那就不好说了。不过苏明也想得很开，这算是他在龙国的第一单，为了打开市场，价格便宜点也无所谓，甚至就算是1分不赚，只拿个成本钱也可以。毕竟苏明现在在国外的那些订单利润都很高，目前这边最重要的就是打开国内市场，将名声打出去，后面的订单就会源源不断。所以这一单苏明决定将价格定得稍微低一点，最低一根钢索吊具300块钱吧，苏明说道。可是我们这样就没赚多少钱啊。陆林算了算，苏明定的价格减去材料和人工成本，根本就没有太多的利润。而且之前苏明的境外生意都是什么样的，一根无缝钢管能赚200块，而煤气罐呢，那就更别说了。陆林自然知道国内市场不比国外，国内只能卖正规的产品，利润可能会比较低，但是相比较来说这也太低了。如果这么低的话，陆林认为完全没必要再开展钢索吊具生产这一个板块。苏明不得不给陆林解释了一下，陆林这才似懂非懂的点了点头。你让陆林专门搞研究，那是杠杠的好用，但是一到别的领域，陆林就不灵了。很快招标会正式开始了。招标流程是这样的，各个厂轮流报价，直到没有人再出更低的价格为止，最后由报价最低的厂家就是中标了。其实就是谁的价格最低，就让谁来接单，这很正常。在质量达标的情况，买家自然是希望越便宜越好。很快各个厂商就开始了第一轮的报价，一根钢索380块钱，第一个厂子开始报价，随后其他厂子依次报价，钢索的单价不断降低。吴良的公司拒发报价320块钱，这也是周坤之前让吴良报的价格。随后苏明报价300块钱，这是苏明所能接受的最低价了，价格再低那就不赚钱了，完全是亏钱了。毕竟他们钢索的质量那么好，成本也摆在哪儿呢？我们290块钱。最后发话的是明星工厂。听了明星的报价，苏明长叹了一口气，看来这一单他们是接不了了。没办法，自己这么做的钢索质量是好，但是成本也不可避免的上去了。像明星这样本来就是专门生产钢索的厂家，东西虽然没那么好，但是也达标了，成本自然就低了，就可以用比较低的价格中标了。不过就是失败一次，并没有打击的苏明的信心。真可惜，就差10块钱啊。是啊，不过能做到这样已经非常不错了。确实这么细却怎么解释的钢索，价格应该更贵一些。苏明的这个报价应该已经非常良心了，奈何对面报价更低。直播间的观众们对这个结果纷纷表示惋惜。就在所有人都觉得明星一定中标了，等待上面的周坤等人宣布结果的时候，周坤站起来了。不过并不是宣布明星钢索厂中标的消息，而是宣布经过他们调查，明星钢索厂存在财务方面存在问题，为了规避风险，所以取消明星钢索厂的中标。卧槽，还有这种情况？那这个厂子没中标，价格第二低的不就是苏明的厂子了吗？岂不是说苏明中标了？是啊，如果顺延的话，那就是苏明的厂子了。尼玛，苏明牛逼就算了，怎么幸运女神也在他那边呢？这不得出门卖个彩票去试试。此时就连苏明都是懵的，没想到还能有这样的情况。
就在所有人都以为明阳机械厂将会顺延中标的时候，周坤继续说道：“第42章，你们不是炮灰吗？”周坤也没想到，当初以为就是炮灰的工厂，居然做的钢索质量出奇的好。现在即使扳倒了最有竞争力的明星，还有一个明阳机械厂，报价比无良的报价低。不过这也只是让周坤头疼了一下而已。很快，周坤就想到了解决办法。明星的中标被废除了，至于报价第二低的明阳机械厂的钢索，比市面上的钢索要细很多，可能有安全隐患。出于安全考虑，我们最终决定还是招标巨发的钢索。周坤的理由是这样的：虽然明阳机械厂的钢索合格了，但是他们的钢索比同类型的要细不少。粗的钢索和细的钢索，从常理上来说，就是粗的钢索更加结实。所以不选择明阳机械厂的，反而选了排名第3的巨发。在场的很多人听了都觉得有点道理。平心而论，2根绳子一粗一细的绳子，都说能承重50吨，大多都愿意选择更粗的，认为这样更加保险。但是其实是狗屁不通，有谁规定了粗的绳子就一定比细的绳子结实？怎么能这样啊？就因为苏明他们厂的绳子质量好，做的比较细了，就不用了？这不是欺负人吗？质量好反而成为一种错误了。是啊，虽然苏明产的绳子看起来细了点，但是承重达标了不就行了吗？怎么还有这种操作呢？我感觉这就是在针对苏明的明阳机械厂，这里面肯定有猫腻。直播间的观众们义愤填膺，胸口像是堵了一块大石头一样。此时的苏明也有些生气了。你要是说我产品不合格，或者价格高了没被中标都没事儿，你用这种糊弄鬼的借口来让自己没中标，那就有点侮辱人了。此时苏明也敏锐地感觉出来了，这个招标会或许本就没有自己想的那么简单。不过对方既然敢做初一，就不要怪自己做15了。苏明站了起来，我不同意你们的说法，如果我们的绳子有安全隐患，请你们拿出来，不然我可以告你们诽谤。在场的众人没想到苏明居然敢站起来反驳投标方，很多初入职场多年的老人微微摇头，认为苏明不该这么冲动，或许认为苏明有些年轻气盛，但是不年轻气盛还能叫年轻人吗？操！苏明站起来了，牛逼，年轻人就得有这么一个劲儿，就是干他娘的，跟他们刚到底，瞧不起谁呢？此时苏明直播间的观众们群情激愤，热血沸腾。周坤也没想到这个年轻的厂长居然敢站出来怒对他们投标商。不过周坤也是职场老油条了，立马改口道：我们的意思并不是认为你的钢索有什么安全隐患，只是我们厂认为你们厂的钢索没有巨发他们厂的钢索质量好。苏明讥笑道：哪里质量好了？你怎么看出来了？那还用说吗？巨发的钢索比你们的钢索粗那么多，就算你们也能承重50万吨，但是巨发的承重肯定比你们多啊。我们选择巨发有问题吗？周坤眯着眼看向苏明，没问题，一点问题没有。吴良这时候也跳出来了，用手比划着2根钢索的粗细。同样都是钢索，我们的钢索那么粗，你们的那么细，一看就知道选谁的了。苏明笑道：如果是看谁粗，谁的承重能力就强的话，那可就简单了。任谁都看出了这话后面的嘲讽。不服我们就比比。被苏明这么一激，吴良直接下了战书。听到吴良这么说，苏明心中十分高兴，他等的就是吴良的这句话。不过苏明脸上的表情却没有半点变化，似乎也是话赶话般回道：比就比，谁怕谁？说吧，怎么比？吴良说道。吴良虽然被苏明激怒，但是他可没傻。同样都是钢索，自己的钢索比明阳机械厂的粗那么多，即使都满足50吨的极限承重，自家的钢索也肯定比对方的好上不少。只要是一个正常人都可以看出来，他没有理由会输。好办，我们2家的钢索一头绑在一起，然后用吊机吊起重物，谁家的绳子先断了，那就是谁输了。苏明这么一说，众人也明白了苏明的意思。这个办法好哎，2根钢索接在一起，谁先断了，谁家钢索就不行，一目了然。这个方法够狠啊，谁先断谁丢脸。不过这对明阳机械厂来说还是太吃亏了，虽然不知道他们那么细的绳子是怎么承重50吨的，但是想要在网上就有些困难了吧？谁说不是呢？这吴良老小子就没憋着好屁。是啊，吴良，之前就听说过，这人品不咋地。好，就按你说的那么办。吴良想了想，这个办法确实没问题，谁输谁赢一目了然。随后在所有人的见证下，明阳机械厂的钢索和巨发他们的钢索绑在了一起，下面绑着的还是50吨的货物，2根绳子都没有发生断裂，这是刚才试过的。紧接着就有叉车开始往货物上继续添加沙袋，每一包沙袋重量就是1吨，所以能够很直观的计算出现在绳子承重多少吨：51吨、52吨、59吨、63吨。我去，
居然还没有断，明阳机械厂的钢索这么结实吗？本以为50多吨就该断了，没想到还能坚持。在场的众人十分的惊奇。刚开始的时候，吴良并没有半点担心，但是随着一袋袋的沙袋被放了上去，此时的吴良也有点慌了。这对面的钢索怎么这么结实，60多吨了都不断地。自家的钢索什么质量，他最清楚。这钢索的极限承重也就在60、70吨左右，对面的钢索再不断，自己的钢索可就要坚持不住了。周坤这时候也有点紧张，没想到事情会闹到这种地步。此时只能寄希望于吴良能赢下这场对赌吧，不然就真的丢大脸了。报价最低、质量最好的没被选中，反而是质量差一点的、报价高的被选中了。这要是传回他们公司，自己就算不被辞退，也得大出血一波。就在沙袋加到69吨的时候，钢索变形摩擦产生了一些异响，仿佛是钢索支撑不住发出的悲鸣。你们听见声音了吗？听见了，是哪家的绳子？就在众人猜测这是哪家的钢索发出的声音的时候，一根钢索终于支撑不住了，猛然断裂，69吨的货物重重砸在了地上。等待扬尘散去。第43章，军队来人，又惹麻烦了。居然是巨发的钢索断了。此时所有人都看得清清楚楚，巨发生产的钢索此时已经断成了2截，而明阳机械工厂产的钢索依然完好。谁的质量更好，可以说是一目了然了。吴良看到这一幕，满眼的不可置信。他们的钢索明明比明阳机械厂产的钢索粗那么多，为什么承重能力却差那么多？吴良想了片刻，虽然不想承认，但是只能苦涩的承认，不是他们厂产的钢索质量不行，而是明阳机械厂产的钢索太逆天了。如果他猜测的没错的话，明阳机械厂生产的钢索肯定革新了技术。不过现在明白也已经晚了，输了就是输了。就在吴良愣在原地的时候，站在一旁的周坤站了出来。虽然场面到了周坤最不想看到的一幕，但是事情还得解决。而且既然他们已经选定了巨发作为他们此次中标的工厂，现在无论如何骑驴南下都要继续走下去，不然现在转头再选择明阳机械厂，场面会更加的难看。好了，你们比较这个意义不大。明阳机械厂的钢索这次没有断，只能说明这一根钢索的质量比较好而已，其中运气可能也占了一大部分，所以我们宁愿选择更稳妥的巨发。别的也不多说了，巨发的负责人可以留下来签约了，其他人没事的话可以走了。周坤尽力维持着最后一丝的体面，将话说完。听到这个消息，本来还有些懵逼的吴良瞬间喜上眉梢。卧槽，我姐夫真他妈给力啊！吴良心想，对赌输了又怎么样？结果不还是我们巨发中标了？听到这话，苏明冷笑一声，直接都不演了是吧？周坤这话是什么意思？就差明说我们内定了巨发中标了，你们其他的工厂都是陪跑的。要说之前的理由还有点逻辑的话，现在这话就一点逻辑都没有了。明阳机械厂的钢索赢了，就是运气占了大部分，巨发的钢索输了，反而十分稳妥。此时其余参与招标会的几个工厂也看明白了，不过真正生气的只有苏明他们以及之前的明星钢索工厂了。其余几个工厂全都是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因为在他们看来，就算内定不是巨发，他们也比不过明星和明阳，结果还是一样。我去，真就一点都不演了呗。鉴定完毕，这个周坤和吴良2个人绝对有一腿。马德，真是气死我了，有没有人能出来治治这2个人？以前都是想看苏明吃瘪，现在看到苏明吃瘪了，我他妈是真难受啊！我是不是贱啊？这2个厂子是哪个厂子？发出来让大家以后避避雷。就是这样的工厂以后可千万不能去。虽然直播间的水友全都出离了愤怒，纷纷为苏明和明阳机械工厂打抱不平，但是也改变不了什么事实。周坤他们已经和吴良签完了订单合约，签完合约的吴良炫耀般的朝苏明他们挥了挥手中的合同书。苏明有些无语，这次招标会被周坤这个王八蛋给坑了。虽然最后狠狠地打了周坤和吴良的脸，但是现在的苏明觉得还是跟嘴里吃了个死蟑螂一样难受。没办法，就当吃一堑长一智吧。看了看一旁气的跟个生气的刺豚似的陆林，苏明笑了，拍了拍陆林的脑袋，别生气了，再气就要气炸了。怎么能这样？明明是我们的质量更好，价格也更低。陆林有些委屈的说道。此时的他不仅生气，更是有些替苏明感到委屈。明明苏明造的东西那么好，价格又低，却被对面以各种离谱的理由给拒绝了，真是不甘心啊。苏明摇了摇头，世界上许多事情是说不清个1、2、3的，较真你就输了。好了，我们走吧，我相信这里人不识货，总有人识货。听了苏明的话，陆林点了点头，他对苏明有十足的信心。就在苏明和陆林准备走的时候，
几辆墨绿色的军用吉普疾驰入了招标会的会场，带起了片片烟尘。嘎！4辆吉普悍然地停在了露天会场的前面，整个会场的人都懵了。怎么回事儿？这些军用吉普来这里干什么？俗话说，不做亏心事，不怕鬼敲门。刚做了亏心事的吴良和周坤，看到吉普停在了会场前面的时候，下意识地缩了缩头，随即才想到，就算他们有罪，也不该是军队的人来找他，应该不是他们的事儿，又放心地把头伸了出来。苏明在哪儿？明阳机械厂的苏明在哪儿？车门刚一打开，就从车上跳下来一个人，就嚷嚷着要找苏明。苏明心头一跳，找我的？苏明有些懵，想来最近自己也没有犯什么事儿啊。要是之前的事情有问题，那应该早就来找自己了。而且之前也已经说清楚了，以后自己生产的东西都会给国防部门一份。苏明也按要求做到了，怎么还军队的人来找自己？卧槽，什么情况？军车大吉普都出动了，是来找苏明的。以前还是警察、特警呢，现在怎么军人都来了？这是又升了一级啊！不会是来逮苏明的吧？我就说吧，刚安生了几天，就又被找上门来了。不对啊，最近苏明好像也没搞啥特别的研究吧，就搞了一个钢索，还惨被淘汰了。是不是之前的事情秋后算账了？那就惨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人都骂了，真是屋漏偏逢连夜雨，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啊！来人正是一大早就赶过来的王静，后面郑平也跟着王静在后面慢悠悠的下车了，还有一些穿着军装的人也陆续下车。相比于王静漫无目的的乱找，郑平自然认识苏明，一眼就看到了人群之中的苏明，同时也看到了苏明身边的陆林。陆林自然也看到了远处的郑平，在苏明的身后，陆林远远的给了郑平一个噤声的手势。郑平瞬间就懂了陆林的意思，给了一个我懂了的眼神。郑平和陆天恒来，两人是老伙计了，怎么可能不认识的？陆林就是陆天恒那老家伙的宝贝孙女，也早就知道了。陆天恒的宝贝孙女跑到了苏明这边当副厂长。之前煤气罐那件事情，陆天恒给苏明擦屁股，其中就有一些是因为陆林的因素。不过现在郑平倒是觉得陆天恒给苏明擦屁股真是擦对了，这样的屁股别说一个，就是10000个他也乐意擦。而看陆林刚才的意思，郑平作为一个人精一下就明白了，那就是让他别暴露陆林的身份。不过既然陆林选择隐瞒自己这层身份，郑平也没必要给陆林拆穿。随后郑平就将目光看向了苏明。在视频上，郑平倒是见过苏明不少次数，真人他还是头一次见。不错，是真不错，是个十分优秀的后生。再也不是之前怎么看苏明怎么不顺眼，眼不是眼，鼻子不是鼻子，觉得是个麻烦的状态了。等几人靠近之后，现场众人也看清了这些军人的军衔。好家伙，这是什么阵仗？前面2位50、60岁的军人肩上扛的居然是江星，而后面几个年轻点的几乎全都是校星。第44章，我们造的是航母阻拦索。卧槽卧槽，这阵仗也太大了吧！乖乖，2个江星，一堆校星，苏明这是犯了多大的事儿啊！尼玛，就算孙悟空大闹天宫，也招不来这么多大神吧？苏明不会是叛国了吧？要不然怎么会这么大阵仗呢？虽说以前苏明也招警察，但是这次也太离谱了，降级军士都给招来了。看到来人的阵仗，直播间的观众全都惊呆了。看到这些人，张悦人都有些发麻。他就是一个小小的央台记者而已，哪里见过这么大阵仗啊？2名降级军士带着一群校级军人来找苏明，苏明到底犯了啥事儿了？一旁的吴良和周坤知道这些军人是来找苏明的，马上就是一副幸灾乐祸的样子。这么多人，这么大阵仗来找苏明，指不定是犯了什么大罪呢。没想到今天还有乐子看。老王，别瞎找了，苏明在这儿呢。郑平有些无语，王进好歹也是一个军工部的领头人，龙国辽阳舰航母的总工程师，现在怎么跟个没头苍蝇似的？随着郑平的方向，王进成功的找到了苏明。此时的陆林神情有些担忧，不知道郑平他们来这里找苏明干什么。郑平也看出了陆林的担心，给了他一个安心的眼神。陆林这才放下心来。你就是苏明？苏明带着疑惑点了点头，我就是。看到苏明，王进喜上眉梢，快步来到苏明的面前。你好，我是王进。王进站定给苏明敬了一个非常标准的军礼。虽然王进是降级军士，但还王进认为苏明完全担得起他的一个军礼。此时比王进稍慢一些的郑平以及后面的所有军士们全都给苏明敬了个军礼。看到这一幕，在场的众人都骂了，这是什么情况？这些都是跺跺脚，在1线城市都要震2下的大人物，现在居然再给一个平头老百姓敬了一个军礼。难道现在的军士们都这么礼貌吗？尼玛，啥情况？不是来逮苏明的吗？打招呼？不对啊，打招呼也不用这么敬重吧？不对啊，
进军礼是有要求的，一般不会对普通人进军礼的，只有军人之间能进军礼，或者对面这人对国家有特殊贡献。直播间的观众现在着实是真猛了，现在是什么情况？到底是不是苏明犯了什么事儿了？他们也不知道了。现场的苏明此时也有些懵，不是，这些军士们也太客气了吧？上来就是一个军礼，自己也不是一个军人，苏明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该回对方一个军礼，只能尬在原地，有些不知所措。等所有人都进完礼之后，王静有些焦急地问道：“苏兄弟，你们厂的钢索卖出去了没有？”苏明一愣，钢索？难道他们是因为自己制作的钢索来的？只是一瞬间，苏明就大致明白这些人是为什么而来的了。虽然还是不知道为什么，但是苏明却是放心了不少。苏明摇摇头，还没有，我们的钢索没有中标。听了苏明的话，王静瞬间一喜，那就好，那就好，事情好办了。本来苏明就算将钢索卖出去了，签订合同了，他们也有把握让合同作废，但是那样终究有些麻烦了。苏明的钢索没有中标，这是最好的结果了。不过随即王静就想到了什么：“苏兄弟，你们的钢索为什么没中标呢？是价格太高了？”在王静的预想中，苏明他们明阳机械厂制作的钢索在技术和质量上都已经达到了世界顶尖水准了，这样的钢索价格肯定不便宜。而在明阳这个小县城的参与的招标会，面对这样的钢索，肯定会觉得价格太高了，没中标是很正常的。苏明又摇了摇头，有些无奈地说道：“不是，他们说我们产的钢索太细，质量有问题，有风险。”哈，听到这话，王静的下巴都要惊掉了。尼玛，这钢索可是航母阻拦索级别的钢索了，就这钢索还能说钢索太细，质量有问题？这要是质量有问题，世界上就没有几个钢索质量没有问题了。已经找到苏明的王静，知道辽阳舰的面试再没有一丝问题，现在心情不错，所以十分好奇刚刚究竟发生了什么。细说说到底怎么回事？一旁的郑平也一副感兴趣的神色。苏明有些无语，就不能先说正事儿吗？怎么打听起八卦了？两位首长，我来跟你们说吧。这个时候陆林倒是站了出来，比苏明还要积极。陆林之所以这么积极，那是因为他知道撑腰的来了，这个时候不说，那还什么时候说？不得不说，陆林还是有一定的文学功底的，直接从苏明和他制作钢索开始讲。陆林添油加醋的讲了其中的各种困难，然后都是怎么废寝忘食的克服困难解决的，最后成功后他们是如何的高兴和喜悦。虽然陆林说的其中很多问题他们根本都没有遇到过，但是过程是怎么样的，别人也不知道啊。经过陆林的一阵渲染，让在场的众人感觉这东西造出来是真不容易啊。起码苏明和陆林是下了不少心血的。别人的感触或许不深，但是王静他们感触是最深的。很多时候人们都只是看到了一个结果，却忽视了在结果之前，在研发过程中遇到的重重困难。只有对苏明和陆林了解比较深的郑平知道，鬼啊，苏明和陆林辛苦个屁啊，两人胡搞瞎搞，几天时间就把这东西给做出来了，跟他们研究所那么多人加班几点的研究差得远了，哪有陆林说的那么惊心动魄啊？郑平有些哭笑不得，看到一旁的王静一副感触颇多的眼神。郑平眼神怪异，你感动个屁嘞，人家辛苦那是假的，你累成狗才是真的。不过郑平也并没有戳破陆林说的话，这样也挺好，还是给王静他们留点面子吧。随后陆林又开始说今天招标会上的这些事情，陆林讲的绘声绘色，不过既然是陆林讲的，免不了其中会带有浓烈的个人倾向。经过陆林一阵添油加醋的解说后，王静和郑平等人也终于明白了事情始终。听完后，王静怒火中烧，你的意思是你们的钢索质量合格了，价格也最低，但是招标方以你们的钢索太细，有安全风险这种草蛋的理由给拒了。陆林重重的点了点头，就是这样。陆林略带委屈的说道。苏明听完陆林讲的，人都懵了。陆林不去写小说真是屈才了，什么时候他们在制作钢索的时候遇到难题废寝忘食了，又什么时候他们完成钢索制作后欢呼雀跃，激动到落泪了？还有你现在这一副受委屈的表情是真的，这跟平常见到的陆林完全不一样啊。而陆林这边在说完后淡淡的瞥了吃惊的苏明一眼，你懂什么会哭的孩子有奶吃。第45章什么垃圾货色也能中标。此时的王静确实大为光火，这种钢索他们那么多研究员夜以继日都没有研究出来，现在被一个大学生给研究出来了。参加招标会居然他妈的说质量不行，这不只是打了苏明和明阳机械厂的脸，也打了龙国众多科研工作者的脸面。这岂不是说他们这么多研究人员奋力追求的东西，还不如人家一个小厂制作的钢索质量好？此时王静气坏了，一旁的郑平听完直接都气乐了。
郑平向来就是一个有仇就报、嫉恶如仇的人，加上现在对苏明的态度已经有了180度大转弯，现在看苏明受了委屈，瞬间有些看不下去了。而且还有陆林的这层关系在，怎么说陆林也是叫自己爷爷的。虽然知道之前的那些话，陆林8成添油加醋了，但是也足够他生气了。看着陆林那可怜巴巴的大眼神，作为爷爷辈的，自然要为自己的晚辈出口气。郑平说道：“哦，你们的钢索居然都被比下去了。你中标工厂的钢索质量岂不是要比你们厂的钢索质量还要好？”苏明并不知道郑平是什么意思，所以并没有说话。此时远处的吴良和周坤对于苏明他们的谈话也是听得一清二楚，他们现在也不知道是什么情况，怎么这两个大佬聊着聊着就聊到钢索的事情上了。本来就心虚的两人就更慌了。只听郑平继续说道：“那我倒要看看中标工厂的钢索究竟是什么质量好的钢索。今天我们能这么幸运，难道我们还能碰到人才？”郑平调笑道。此时的王静没有说话，他知道解气的事情还得让郑兔子这种人来干。小姑娘，你能带我们去看看中标工厂的钢索吗？当然。陆林点点头。听到郑平的话，陆林就知道事情成了，连忙屁颠屁颠的给郑平他们带路。苏明也跟了上去。虽然苏明依旧有些茫然，但是现在知道这些人应该对自己没恶意，好像还准备替自己出头。苏明猜测应该是钢索，还有什么别的作用？郑平看了一眼巨发的钢索，就知道这钢索是什么质量了，就是最普通的钢索，并没有什么太多技术在里面，纯粹就是用钢索的重量来换钢索的承重性，还算可以。但是跟航母阻拦索级别的钢索那就差得太远了。郑平看完后撇了撇嘴，一脸嫌弃的说道：“这什么垃圾货色，比明阳机械厂的钢索差远了。”听完郑平的话，周坤和吴良的脸都绿了。他们这边刚签完合同，这边郑平就说巨发产的钢索是垃圾，比不上明阳机械厂生产的钢索，这不是赤裸裸的打他们的脸吗？但是他们却不敢多说一句话，对面肩上的军衔可不是白来的。关键是让两人不明白的，就算他们的钢索真不怎么样，也不该说的这么直白吧，好歹也是一个降级首长，说好的老一辈的从容呢，这就差直接开骂了。卧槽，好骂，真是太爽了！哈哈，这个老将军实在是性情中人，牛皮，烂人就该这么整治。你们没看到那个周坤和吴良脸都绿了，结果一个屁话都不敢放，他敢多话，也不看看对面站的都是什么级别的。如此看来，这些军士好像并不是来逮苏明的，反而对苏明有好感。你们刚才都没听见吗？那个降级领导叫苏明，叫苏兄弟，一个首长和苏明称兄道弟了。是啊，听那意思，好像是专门为苏明的钢索来的。钢索，一个钢索能有干什么，值得这种大人物来了2尊？这就不知道了。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觉得浑身神清气爽，如同在炎热的沙漠里喝上了一杯酸梅汁那么爽。不过郑平也没有一直抓着这2个人不放，气出了就行了。毕竟以他的身份跟这2个人置气，连他都觉得有点不值得。而且正事儿还没谈。好了，我们现在谈谈正事儿吧。郑平提议道。对对对，该说正事儿了。说到这儿，王静也附和道：“正事儿要紧，把事情敲定了，他才能完全放心。”苏小兄弟，这是你们工厂生产的钢索吧？王静拿出一小段钢索来。是。苏明看了一眼截面，就知道那是他制作的钢索。听到苏明肯定的回答，王静更高兴了。苏兄弟，你这个钢索可是帮了我们大忙了。帮什么忙了？虽然苏明知道这次这些首长级的人应该是因为自己制作的钢索而来的，但是具体是什么原因，就连苏明也很好奇。你知道我们龙国的辽阳舰吗？苏明点点头，我知道。龙国的辽阳舰是现如今龙国的第1艘自主建造的航母，这消息连普通人都知道。对于苏明这种曾经兼职过军火商的人，这些消息更早之前苏明就听到风声了，就是不知道下海那么久，要是测试设备之类的，应该早就测试完了，怎么还没有交付？难道自己生产的钢索跟辽阳舰航母有关系？王静笑道：“你也不用猜了，你生产的钢索确实跟辽阳舰有关系，而且还是大关系。有什么关系？”苏明也想不到自己的钢索能在航母上发挥什么大作用。此时，无论是现场的众人，还是直播间的观众们，跟苏明都是一个想法，就是一个钢索跟高大上的航母能扯上什么关系？而且听王静的意思，苏明的钢索在航母上起到的作用还不小的样子。王静继续说道：“航母为什么称为战争堡垒？那是因为航母不仅可以为其他舰船提供保护和供给，最重要的是它可以提供空中掩护和远程打击的能力。而远程打击的能力就需要战斗机的加入。战斗机在航母上起飞容易，但是降落就难了。阻拦索你可能也听说过，航母上如果没有阻拦索给战斗机降速，
战斗机根本不可能安全地着陆在航母上。而你制作的钢索，无论是强度还是韧性，都完全满足了我们航母上战斗机降落所需要的阻拦索的要求。也就是说，你制作的并不是什么简简单单的钢索，而是航母上的阻拦索。你想想，阻拦索的作用大不大？听到王静的话，苏明睁大了双眼。我制作的钢索成航母的阻拦索了。第46章，国家采购世界最贵钢索。卧槽，航母的阻拦索呀，那玩意儿确实重要啊！何止重要啊，要是航母没有阻拦索，战斗机歼敌机根本上不去，那航母不就成了一个超大的铁疙瘩了吗？是啊，没有拦阻索，航母几乎就算废了。这么一看，苏明的钢索何止重要，那实在是太他妈重要了。苏明的钢索成航母阻拦索了，这航母的阻拦索感觉也不是很难吗？卧槽，本来以为苏明不造军火了，没想到造了一个钢索也成军火了。还真的是，严格上来说，航母上的阻拦索也算是军火部件，而且还是作用非常大的那种。我算是看明白了，苏明这是跟军火绑定了。直播间的水友们此时也知道了阻拦索在航母上的重要性，但是也有人感到疑惑，这阻拦索不也就是个钢索吗？难道做不出来吗？非要用苏明的这个钢索？不过疑问并没有持续多久，很快王静就给了大家答案。你可能会说，不就是一个钢索吗？虽然重要，做一个不就行了吗？说来有些惭愧，当时我们也是这么想的，但是直到研究起来，才发现其中的困难异常的大。首先，作为战斗机降速的拦阻索，韧性就得过关，不然达不到降速的效果。其次，对于其承受的瞬时压力要求也十分的苛刻，要求阻拦索瞬时间承受的重量可以达到100吨往上，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战斗机安全着陆。这些数据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就不是那么一回事了。说到这里，王静满脸苦涩，其中的重重苦难，只有他们这些研究员们懂。不得不承认，我们被卡脖子了。这样的阻拦索，米国有，毛子也有，但是我们做不出来。我们众多研究员研究了很久，也没有做出来合格的阻拦索。你也知道，没有阻拦索的航母，根本就称不上是航母。米国那边甚至嘲笑我们的航母就是一堆废铁，根本不能搭载战斗机。这也是辽阳舰出厂这么长时间，依然没有交付面试的原因。此时的王静也不在意将这些隐秘全都说出来了，因为过不了多久，龙国的航母也必将会打所有西方国家的脸。我们都快要绝望了，直到机缘巧合下，我们看到了你邮过来的钢索。郑平补上了王静想说的最后一句。此时，王静和郑平两人满眼感激地看着苏明，原来一个阻拦索居然有这么多弯弯绕绕。是啊，要不然那么多研究员都没有研究出来吗？但是却被苏明研究出来了，这属实有点太牛逼了吧。苏神只不过想要做一个钢索，结果特么的把航母阻拦索给做出来了。我尼玛头皮发麻，这是一个大学生能做到的事情吗？卧槽，这岂不是说如果没有苏明，我们龙国的辽阳舰还不知道什么时候能面试呢？话是这么说没错，苏明确实帮了大忙，怪不得这么长时间辽阳舰还没交付，原来是因为这个原因。以前看苏明装逼成功，我都是羡慕嫉妒，这次我只有羡慕，没有半点嫉妒，多亏了苏明啊。听了王静的话，直播间的观众们才明白制造阻拦索的困难，也明白苏明制造的阻拦索可以说是为龙国航母面试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一步。同时，直播间的所有人头皮也都麻了，那么多高学历的研究员，还有院士级别的大佬都没有攻克的难题，被一个小民营企业，一个大学还没有毕业的大学生给攻克了。怎么听怎么离谱，但就是实实在在的发生了。这不能说龙国的研究员不行，毕竟如果阻拦索的技术简单的话，也不会只有毛子和米国这两个超级大国做到了。只能说苏明这个大学生太逆天了。投标会场这边，王静感慨地说道，事实证明，无私的奉献并不一定能推动历史，现在的成功需要你这种逼人的思想和灵气。现在你明白你制造的钢索对我们来说，对龙国来说意味着什么了吧？苏明点了点头。此时的他也懵了，他也没想到自己当初想要制作钢索，本来就是想着扩展一下明阳机械厂的国内市场，想着第一个国内的产品就尽量将钢索的质量做到最好，没想到直接好过头了，直接达到航母阻拦索的标准了，这也太魔幻了吧。不过苏明对于自己能够帮到自己国家也是十分开心的，同时也清楚了自己现在大概在什么水平。以前苏明就觉得自己悟性逆天，学什么东西很快，加上过目不忘，非常适合科研发明这一条路，但是一直不知道现在的自己处于什么水平。但现在对自己的实力倒是有了一个大致的估计，有了信心，后续苏明曾经脑子里的那些想法也可以着手去实现了。不过那些都是后话了。所以呢？苏明朝王静问道。苏明知道王静来这里肯定不只是来告诉自己这个消息的，所以我想代表国家
采购你们工厂生产的阻拦索。当然，我们作为国家的采购，肯定是不会让你吃亏的。按道理来说，这个阻拦索只有米国和毛子航母上有，不对，以后我们龙国的航母上也有了。但是这阻拦索却是没有一个标准的价格，我们只能根据它的作用价值来给它一个预估的价格。我们愿意以10万块钱一根阻拦索的价格来采购。不过，你要是对这个价格不满意的话，我们还可以再商量。王静唯恐苏明觉得钱少，不答应自己的条件，所以连忙在最后一句加了一个保险。多少？苏明、陆林、张悦、摄影师吴良和周坤以及正在观看直播的观众们，这一刻全都异口同声地说道。其实王静最初想的是一根阻拦索100万的价格的，因为他认为以阻拦索的重要程度，绝对值得上这个价格。但是这价格也不是他王静一个人定的，虽然其他也承认阻拦索的价值，但是这个价格还是有些太贵了。毕竟龙国的钱也不是大风刮来的，所以最后定了10万块钱一根的价格来采购阻拦索。而且就算10万块钱采购一根钢索，这估计也是世界上头一份这么贵的钢索了。第47章痛失5亿，肠子都悔青了。卧槽卧槽卧槽，多少？尼玛，我不会听错了吧？一根钢索尼玛10万块，这他妈是钢索吗？这是金条吧？虽然阻拦索确实重要，但是这个价格也太逆天了吧！马德，老子1年的工资还买不起一根钢索了。不是，之前招标苏明的报价是多少来着？300，一转眼特么成10万了，你敢信？招标？这还招个球啊！这特么不比招标给的钱多？理智告诉我，这个阻拦索就值这个价，但是现实又告诉我，他妈的这也太贵了，这个价钱确实太香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瞬间就炸了，一根钢索的价格能给到这么高，但是想到它的实际价值后，又觉得这个价格并不算离谱。而此刻一旁的周坤和吴良两个人都傻了，10万，10万，两人满脑子都是王静说的这2个字，尤其是周坤脑瓜子嗡嗡的。他刚才干了什么？哦，他想起来了，刚才明阳机械厂的钢索参与了竞标，钢索的价格定在了300块钱一根，最后差点就中标了。结果自己好像就为了自己小舅子那点好处，没有选择明阳机械厂的钢索，选了自家小舅子的巨发产的钢索。要是自己刚才选的是明阳机械厂签订的合同呢？那现在依照合同，明阳机械厂就得向自己交付5000根钢索，还是以300块钱的价格。5000根钢索乘以10万是多少钱来着？5个亿！卧槽，那他妈是5个亿啊！本来脸色就已经很不好的周坤，现在脸色更加的不好了。想到自己因为自己小舅子的缘故，自己居然与本来唾手可得的5个亿失之交臂，周坤现在想掐死自己小舅子无良的想法都有了。要是自己不偏袒自己小舅子，那现在的他就一下子成了亿万富翁了。可是，一切都没了，全都没了。感觉浑身被抽空的周坤一下子就瘫倒了下去。周总管，你怎么了？吴良看着身旁的周坤倒了下去了，连忙赶过去搀扶。此时的周坤看到吴良就来气，滚！你他妈给我滚！我他妈回家就跟你姐离婚！我特妈有你这么一个小舅子，是倒了8辈子血霉了。听到这话，吴良脸色大变，他没想到周坤居然把他们之间的关系给说出来了。果然，周坤说完话之后，立马就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但是说出去的话，就如泼出去的水，哪有再收回来的道理？在招标会场的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的。本来众人就感觉两个人之间有猫腻，现在看来关系真不浅啊。小舅子和姐夫之间的关系，周坤现在面如死灰，自己脑子一抽，怎么把这件事情给讲出来了？完了，现在一切都完了。周坤知道自己虽然是这次招标会的负责人，也是这里的主管，但是这里也不是自己一手遮天的，自己的手下好几个人早就盯上了自己主管的这个位置了。但是苦于一直没有自己的把柄。如果说单纯的偏袒巨发，这件事虽然有错，但是运作也不至于被开除。但是让公司损失了巨额的利益，那就是绝对不能容忍的事情了。果然，正如周坤所想的那样，平常表面上恭恭敬敬的手下员工站出来说道：周坤，没想到你居然在招标会上公然作假，让自己小舅子中标，同时让公司损失了5个亿。你等着吧，这件事情我一定会上报公司高层的。周坤满脸苦涩，张了张嘴，想要说些什么，但是最终也没有说出来。他知道现在无论说什么都不会有用了，只有后悔。我去，我就说这个周坤和那个吴良肯定有关系，果然关系匪浅啊！怪不得周坤一定要让巨发中标呢。卧槽，如果周坤现在已经和苏明签了合同，会怎么样呢？我去，我算了算，要是真的签了合同的话，周坤就相当于直接赚了5个亿啊！哈哈，笑死我了，直接血亏5个亿。该，我想着知道现在周坤的心理阴影面积，我算是知道
周坤为什么骂自己小舅子了？要是我得抽死自己小舅子，这样的小舅子不要也罢。爽啊，实在是太爽了！直播间的观众们没想到事情还有这样的转折，直接乐疯了。而现场的苏明和陆林看到周坤和吴良的状况，也是感到有些小爽。这就叫自作孽不可活。不过苏明却是因祸得福了。从某些方面来说，苏明还得好好感谢一下周坤呢。不过虽然苏明知道这种阻拦索的采购单价虽然高，但是国家需要的阻拦索却并不多。一艘航母才需要几根阻拦索，就算多备上一些，需要的也不是很多。但是好歹它单价高啊，卖出去10根就赚了100万了，也比一根几块、10几块的利益要好得多了。而见过大风大浪的王静并没有在意一旁吴良和周坤的这些小插曲，而是继续对苏明说道：不过虽然我们以10万块钱一根的单价购买阻拦索，但是我们还有一个请求。哦，什么请求？苏明问道。你这也知道，这阻拦索已经算是战略级的东西了，所以我们想要买断你制作的阻拦索。也就是说，这个阻拦索以后只能供给国家，不能再售卖给其他人或者国家。不过我们愿意出1个亿作为我们买断的补偿，不知道是否可以？王静说道。这也是昨天他们就商量好的，这阻拦索自然不能外泄出去，毕竟无论是自己还是米国或者毛子那边，相信在阻拦索上的投入都不少。自己这边累死累活让别人白白捡便宜的事情，他们可不愿意干。对于王静开出的报价，苏明也很吃惊，没想到王静他们居然能够用1个亿华夏币来买断他的钢索，这个价格可不算低了。虽然如果被买断了，钢索就不能再卖给其他人了，但是估计其他人也给不去这么高的价格。毕竟除了航母上的阻拦索，在其他方面的作用就没有那么大了。就是本来苏明是准备用钢索开拓国内市场的，没想到开球开大了，直接进门了。不过一方面能帮到国家，另一方面自己也能快速的收到不少的资金，这已经远超苏明的预期了。还要啥自行车呀？自己并不吃亏。所以对于王静说的国家买断制，苏明很爽快的答应了。第48章，两位大佬吵起来了。1个亿买断，这也太狠了吧！卧槽，国家出手就是大方。不是1个亿你们感觉多，但是也就值100根钢索而已，不能那么算。目前我们龙国就1个航母，肯定是用不了那么多阻拦索的。这倒是，那1个亿的补偿确实不算少了。现在问题的重点不是苏明又特么赚了1个亿吗？是啊，这1个亿赚的容易吗？对很多人来说一点就不容易，毕竟那么多人研究阻拦索都没有研究出来，让苏明给研究出来了。但是你说他不容易吧，我感觉苏明赚的这钱又嘎嘎容易。听到苏明答应了，王静和郑平高兴坏了。其实在王静和郑平看来，1个亿买断是有点少的，毕竟他们连研究阻拦索就已经花出去几个亿了。而且如果苏明将技术握在手里，卖给那些没有研制出来阻拦索的国家，赚的肯定比这多得多。奈何航母制作到现在这一步已经超预算了，他们也拿不出太多的钱来了，只能在以后的事情上多补偿苏明和他们企业一番了。此时他们心中的一块大石头也算是落了地了。好，就按照我们刚才说的，合同我们已经带来了，我们马上签合同，行吗？苏明没想到他们连合同都已经带过来了，看来确实是比较着急了。不过也确实该着急。签订了合同，王静等人才算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激动之情溢于言表。这就代表着过不了多久，龙国的航母将和毛子国以及米国的航母一样，可以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航行了。龙国的军事力量也将进入一个全新的时代。王静一脸感激地握着苏明的手，谢谢，实在是太感谢了。苏明感受着王静有些微微颤抖的双手，此刻的王静不像是一名将军，反而就像是一个普通的老人。不用谢我，这都是我该做的。苏明也有些微微动容，我现在不是以一个将军的身份感谢你的，我是以一个龙国人的身份感谢你的。感谢你为龙国航母能成功面试做出的贡献。放心，不只有这些，等我们回去了，马上会向上级禀报这件事情，替你和你们工厂申请奖励。你不是军人，但是起码也能获得国家级别的劳模荣誉，你们的企业也至少可以成为国家级的模范工厂。听到王静的话，苏明有些惊讶，没想到王静他们居然还要替苏明申请奖励。对于个人的荣誉，苏明倒是没有那么在意，苏明在意的是工厂的荣誉。有了这个荣誉，就相当于给他们工厂在龙国做了一波宣传啊！而且有国家背书，加上荣誉加身，到时候厂子里国内的订单也会多起来，也有利于开拓国内市场。这个倒是不错。签完合同后，一直站在旁边没怎么说话的郑平笑呵呵地说道：苏明小友啊，你不认识我，我可是早就认识你了。苏明眼睛一转，猜测这个郑平应该在之前苏明被逮入警务厅接受调查的时候就已经认识自己了。首长您好，能让首长认识那是我的荣幸。
不管对方来意如何，苏明都得回答得十分得体，毕竟身份地位差距在那儿摆着。不用那么拘谨，你叫我郑老就行。此时的郑平尽量使自己表现得十分亲和，笑眯眯地对苏明说道：“苏明小友，你现在还在念大学吧？”“是的。”“大学毕业之后有什么规划？是想继续经营工厂，还是想干点别的什么？有没有什么兴趣来我们军工部当个研究人员啊？”郑平跟着王静来，自然不单单是带路的，主要是他看上苏明了。之前的无缝钢管，郑平还觉得没什么，制作无缝钢管，他们军工部很多年轻人都能够做到。直到后来的煤气罐以及现在的航母阻拦索，才让郑平真正的重视了起来。眼前的这个人绝对是个人才，是个做研究员的料。苏明这样的人才，现在在大学阶段就已经这么逆天了。等后续如果到了军工部，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甚至有可能达到他们这个职位，甚至更高。这样的人才谁不愿意留下啊？所以如果可能的话，郑平想要将苏明招入军工部。而且郑平也看出来了，苏明这小子向来不老实，造的东西总是往军火方面靠。如果来了他们军工部，苏明军火武器，苏明想怎么造就怎么造，完全的合法合规。面对郑平的突然招揽，苏明一时间确实有点懵。进入军工部，苏明还没有想过这件事情。郑平继续说道：“只要你肯来我们军工部，我可以给你提供最优厚的待遇。”郑平已经开始画大饼了。此时直播间的弹幕却跟疯了一样：“尼玛，军工部的蒋军的招揽啊，太强了呀！我能不能说我愿意啊？军工部这可是超级铁饭碗啊！苏明还没毕业啊，就收到军工部的招揽了，我都毕业2年了，还在家里蹲。”郑平话音刚落，王静此时也反应过来了，怪不得郑平一定要跟着他来这里找苏明，原来这老家伙憋着这件事情呢。王静之前被航母阻拦索的事情搞得焦头烂额，听到有人造出来航母阻拦索，就只想着将阻拦索买下，完全忘了造出航母阻拦索的人能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起到多么大的作用。这绝对是个人才啊，应该招进自己的军工部啊！王静恨自己脑子秀逗了，面前这个年轻人的价值比这航母的阻拦索的价值还要高啊，自己怎么就忘了？不行，不能让郑秃子把人给抢了。苏明小兄弟，你来我们军工部，待遇比他们那里要好。听到这话，郑平却是急眼了：“老王，你特么不地道，阻拦索这件事情没有我，你现在还不知道在哪儿哭爹叫号呢，现在居然跟我抢人，还有我特么还没说待遇呢，你怎么就比我高了？”面对郑平的攻势，王静一点也不示弱：“一码归一码，这件事你帮了我，我肯定会谢谢你，但是这人那就是另一件事情了，至于待遇嘛，你放心，只要你能给的，我肯定也能给，而且给的更多。”两位扛着将衔的大佬在众目睽睽之下吵了起来。第49章航母问世，举世震惊。我去，两位将军这是吵起来了。我头回看着两位这样等级的大佬急赤白脸的抢人。尼玛，两位将军争着抢一个大学生，我晕了。这也太牛了，还没毕业就被两位这样的大佬抢。卧槽，看这架势是要动手啊！就在直播间观众们惊叹的时候，王静和郑平两人已经有撸胳膊挽袖子的意向，这明显是想要现场干一场啊！眼见两位大佬快要有吵架，升级为无限制综合格斗，苏明连忙站了出来：“两位的好意，我暂时心领了，只是我现在大学还没毕业，现在还没有考虑那么多，一切等我大学毕业之后再考虑吧。”苏明确实没有考虑过进入军工，一方面是自己还没有大学毕业，另一方面则是苏明并不想被束缚，进入军工后很多事情都身不由己，哪里有现在的自己自由自在，愿意做什么就做什么，所以直接婉言拒绝。听到苏明的话，两人也不吵了，毕竟苏明现如今都没想着进入军工部门，他们吵出胜负也没有任何意义。好吧，我尊重你的想法，如果你以后想要来我们这里的话，跟我说一句就行，我们这里的大门随时为你打开。在人情世故这一方面，郑平已经是老油子了，相比王静就稍微差一些了。听到郑平的话之后，连忙说道：“我也一样。”随后郑平和王静两人都给苏明留了一个联系方式后，便急匆匆地离开了。离开时还带走了现场苏明带来当做样品的钢索。至于为什么那么着急，所有人都十分的清楚。有了这一根钢索，龙国的航母马上就能出海面试，展现它真正的威力了。苏明这边手机上也很快收到了来自龙国军工部转过来的2亿华夏币，其中的1个亿是用来买断苏明产的航母阻拦索的，另1个亿就是合同上龙国军工部采购的订单，也就是初步采购的1000根航母阻拦索。接下来苏明这一阵子就有的忙了，1000根阻拦索都是要用在国家航母上的，所以苏明自然要盯紧一点，不要出什么问题。回到厂子的第一件事情，苏明就是将制造钢索的车间独立了出来，因为是单独给国家提供产品的项目，
阻拦索的重要性更是不言而喻，虽说算不上战略物资，但是也差不多了。所以保密性要提高好几个量级。苏明定下规定，除了钢索车间的员工，其他车间的人都禁止进入钢索车间，并且和钢索制作车间的所有员工签订了保密合同。为此，陆林还自告奋勇，又招来了一些退伍老兵，用来加强钢索制造车间的保密性。不仅如此，为了保证技术不外泄，军部还派了一个班的士兵常驻厂里，荷枪实弹的站岗防卫。我去，这个车间的保密很严格呀，居然还有士兵来看门。你还不知道吗？据说苏厂长制作的钢索被国家买断了，以后专供给国家呢。这么厉害吗？苏厂长果然有能耐啊！厉害好啊，厂长越厉害，咱们厂子越好啊。就是现在穿着咱们厂的工作服出去，哪个不高看咱们一眼？听说好多人都想来咱们工厂上班呢。工厂内的工人们闲暇时间有一嘴没一嘴的说着。3天后，一则惊天的消息让整个龙国瞬间沸腾了起来。龙国的航母即将面世，届时将会进行全国的直播，见证这一幕。听到这个消息，龙国的所有人都异常的兴奋和激动。之前这么多年，一直是只有米国和毛子国有航母这样的海上战争堡垒，龙国一直没有任何一艘自己的航母，而现在龙国有了，这让龙国在军事强国的道路上又迈出了坚实的一大步。同时，航母面世的时间也定了，就在1周后。在这一天，全国大大小小的各个媒体都在争相报道这一盛事。哈哈，我大龙国牛皮呀！我们终于有了自己的航空母舰了。现在我们是世界上第3个能自主建造航空母舰的国家了，哈哈，值得庆贺。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了今天。听说我们龙国的航母能这么快面世，跟一个民营企业好像有关系。真的假的？一个民营企业跟航母面世有关系？卧槽，那可得好好写那个民营企业，立大功了。今天值得去喝一杯，庆祝一下。网络上各种言论无一不显示着龙国的人民等这天已经等了好久了。明阳机械厂钢索生产车间，苏明，你知道吗？我们龙国的航母还有1周后就面世了。陆林满脸喜悦地走进了车间，此刻正在阻拦索制造车间里指导生产的苏明听到这个消息也抬起头来。这么快？苏明知道，既然发布了这个消息，那就证明阻拦索在航母上的应用应该已经通过了。战斗机在航母上飞行和降落测试应该已经完成了，且有了很大的把握，不然是不会宣布即将面世的消息的。想到这里，苏明也放下心来。再过一阵，等员工完全熟悉钢索制作的操作流程之后，苏明也就不用再每天跟着指导生产了。因此，苏明要尽早为下一步做打算。现在苏明的手里已经有不到4个小目标，钱放在手里是永远不会钱生钱的，还是要花出去。苏明已经想好了，既然要开工厂，那就做大做强，再创辉煌。至于下面要继续做些什么，苏明已经想好了。现在厂子还有不少的空地，苏明想要在机械厂的基础上开一个电子厂，生产一些电子设备。毕竟现在社会只要10个人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而且电子设备也可以跟自己厂现如今的机械组合起来，有更加广阔的发展空间。同时，电子设备的利润也比机械要高一些，可以帮助苏明快速打开市场。之前本来想着用钢索开阔国内市场来着，结果被国家征用了，所以钢索苏明就不准备再做了，单纯的只给国家供给已经足够了。而且毕竟质量最好的阻拦索苏明都已经做出来了，让他做一些质量等级低的钢索，苏明还觉得拉低自己的档次呢。新增电子车间的事情，苏明很放心的交给陆林去干了。而陆林行动也十分的迅速，新的电子车间已经开始动工了，同步也开始招聘有这方面知识的工人。同一时间，龙国航母将要问世出海的消息，境外所有的国家也都知道了。米国、樱花国、毛子、棒子国、狗大户在这一天全都惊了。龙国航母即将面世的消息，让他们知道从今以后海域上除了毛子和米国的航母，龙国的航母也将成为海上不可忽视的一股力量。这也代表着龙国海上武装力量的增强。米国六角大楼，怎么可能？龙国居然把航母阻拦索给造出来了？不是之前传来的消息，龙国被阻拦索给难住了吗？怎么突然就造出来了？查，去查，一定要给我调查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毛子，红场，龙国的辽阳舰要正式面世了，真的假的？他们航母阻拦索成功造出来了。第50章，民营工厂被国家点名表扬。1周之后，龙国的航母成功面世。面世时，辽阳舰会进行一番类似阅兵的表演，而这次表演主要是为了展现航母的一些强大功能，让龙国人知道以后会有这样的国之重器保卫国家的疆土，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场表演将会在全国同步直播。在这天，几乎所有的企业以及工厂都停工了，自发的坐在电视机面前观看龙国第1艘航母辽阳舰的首次出海。
苏明也是组织所有的工人在一起观看这一盛况。开始了，开始了！这就是我们龙国的航母啊，真大啊！是啊，看起来比我们车间都大。世界上居然有这么大船，人家那不叫船，叫航空母舰。看，上面还有跑道呢。据说航空母舰上能飞飞机，不知道是真的假的。肯定是真的啦，不能搭载飞机的航空母舰叫航空母舰吗？战斗机起飞了。此刻在工厂的投影大屏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架身形犀利的战斗机成功从航空母舰上起飞，战斗机如同一支笔般在蔚蓝的天空中划过，留下一条条洁白优美的弧度。与此同时，辽阳黄海海域，辽阳舰上王进等一众研究员十分的紧张。他们知道战斗机飞起来并不是很难的事情，只是一个开始，战斗能够稳稳的降落才是辽阳舰问世的完美落幕。虽然在这之前已经试过很多次了，阻拦索并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谁也免不得有些紧张。成败就在此一举了。在全国全世界人们的见证下，在空中完成表演任务的战斗机朝着航母跑道俯冲而下。与此同时，战斗机的尾钩放下，降落到跑道上时，尾钩勾住拦阻索，仅仅3秒钟稳稳地停在甲板上。仅仅3秒，龙国自行研发生产的航母阻拦索成功实现了驻停。见到这一幕，所有航母研究的工作人员全都兴奋地欢呼了起来。这一刻标志着龙国成为继米毛之后第3个拥有自主生产航母阻拦索的国家。这一幕也让之前所有质疑嘲讽龙国的国家闭上了他们的嘴巴，给了他们结实的一巴掌。作为航母总工程师的王进眼眶早已被泪水浸润。成功了，终于成功了！不只是他们，全国的人民现在也十分的激动。卧槽，这战斗机停得真特么稳啊！是啊，就跟飘到战斗机上一样，飞行员的操作真牛逼。飞行员的操作牛逼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航母上的阻拦索牛逼，能让战斗机停得这么稳吗？这里还有什么说法吗？据说阻拦索在战斗机降落时起到的作用非常的大。我看过米国和毛子航母宣传视频，他们的战斗机停得好像没有我们的稳哎。王总工程师，准备一下，马上轮到最后的发言讲话了。沉浸在喜悦中的王进回过神来，好，我们马上就过去。说是最后的发言讲话，其实就是对王进他们这些辽阳舰的研发工作者进行感谢发言。不能让所有的研究人员苦了研究的过程，还苦了收获的果实。所以最后收获的时刻，要让全国人民知道究竟是谁在背后默默付出、默默奉献，这也是他们应得的。在战舰的甲板上，王进和一众科研工作者站在一起，主持人站在前面，面带微笑地站在镜头前说道：首先，我们要感谢各位工程师、科研工作者在辽阳舰的工程建设和科研领域的辛勤付出和努力奉献，你们是一支明阳机械厂。厂内的员工们看到这一幕也是十分的感慨，我们龙国的航母都是他们造的，真是了不起啊！是啊，没有他们就没有我们龙国的航母，那我们真得感谢他们，他们肯定十分的辛苦。你说咱们跟他们差什么？就是他们是造航母的，我们是造煤气罐的，这些都是咱们国家的大功臣，咱们是比不上的。就是咱们造好煤气罐就行了，跟人家比啥？他们这些研究员是不是都是高材生啊？那肯定的啊，你以为像你这样的高中没毕业的，人家会要吧？话说厂长就是高材生，毕业之后是不是也能去当这样的研究员？屁话，厂长都当我们厂长了，还怎么去当研究员？就在工厂的员工们讨论的热烈的时候，直播中主持人按照稿子感谢完了所有参与辽阳舰制作的工作人员。除了感谢这些可爱又可敬的研究人员们，我们辽阳舰的建成还要特别感谢一个民营企业。可以说，这个民营企业为我们辽阳舰的问世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这个民营企业就是冀北省的明阳机械厂，同时特此宣布明阳机械厂为国家优秀企业。正在看直播的全场的员工们都懵了，啥？我是不是听错了？那个主持人说的是不是明阳机械厂？卧槽，这个明阳机械厂跟我们厂子的名字居然一样哎！牛啊，能在电视上被国家表扬，这个企业还真厉害啊！不对啊，这个企业不会就是我们厂子吧？对啊，我们冀北省好像只有我们一个厂子叫明阳机械厂啊，难道电视上说的企业就是我们的厂子？看到这一幕，苏明也笑了，他也没有想到王进他们最后还特意感谢了一下自己的工厂。工厂的工人们对此议论纷纷，很多人纷纷把目光看向了苏明。苏明笑了，他知道这可是一次提升工厂凝聚力的好机会。大家别猜了，直播中说的明阳机械厂就是咱们厂子。之前大家或许也听说过，咱们厂子有一些产品卖给国家了，就是用在航母上。我们龙国的航母能够成功面世，有我们工厂所有人的一份功劳。虽说阻拦索的制作大部分都是苏明完成的，陆林也有一些辅助，
看起来跟工厂的员工们没有太大的关系。但是在苏明看来，如果没有工厂员工们的努力工作，及时交付订单，获得初始的资金，就没有后面苏明购买钢索制作设备，从而制作出来航母阻拦索，也就更没有航母的成功问世了。所以在苏明看来，航母能够成功问世，工厂内所有的工人都有功劳。听到苏明的话，工厂内所有的员工瞬间就炸了。卧槽，真的是我们的工厂啊！牛逼啊，咱们工厂太牛逼了吧！也就是说，我们也跟那些研究员一样，对航母的做出了贡献。肯定的呀，人家主持人都说了，我们厂子起到了关键作用呢。咱们是不是也算得上国家的功臣了？浑浑噩噩一辈子了，没想到还能为国家航母做上贡献。就是都是工人，谁能说自己为国家航母做出过贡献？现在我们就能说了。哈哈，就这件事能写在我家族谱上了。咱们得厂长实在是太牛了，没有苏厂长，哪里有我们的今天啊？明阳机械厂内，工人们一片欢腾，这样的荣誉落到了他们明阳机械厂上，落到了他们的头上，一股浓浓的自豪感油然而生。毕竟被国家在全国人民面前表扬，为航母的建造做出贡献，可不是所有工人都能获得的殊荣。同时，工厂的工人们也知道，没有苏明，他们根本不可能会有这么一天。这一切都是苏明给他们带来的，所以苏明的威望在工厂内更上一层楼。现在工厂的凝聚力也是达到了顶峰。与此同时，苏明的直播间里同样弹幕沸腾了起来。第51章，煤气罐到货，牛逼上天了！苏神的工厂被国家点名表扬了，真是太厉害了！现在我是真的有点想要去苏明的工厂上班了，太强了！一个大三学生办的工厂，居然被国家给点名表扬。不是，卖军火的厂子都被国家点名表扬了，励志，实在太他妈励志了。不过不管怎么说，都是实至名归啊！确实，这个奖项苏明拿的实至名归。直播间的很多观众可以说是全程都在观看直播，直到事情的始末。此时看到苏明的工厂被国家点名表扬，虽然惊讶，但是也认为实至名归。而工厂这边，苏明也趁着这个好消息，宣布了另一个让工厂所有员工们沸腾的消息：工厂所有的工人，无论什么职务，都涨1000的工资。因为现在工厂效益上去了，苏明自然要给工厂员工们一些实惠的，别的什么的都是虚的。涨了工资，自然工人们愿意玩命给你干。此话一出，现场又是一片欢腾。今天一天既涨了工资，又得到了国家的表扬，能不高兴吗？苏明这边是一片欢腾，但是黑州、坦桑尼亚某处军事基地里，阿贝巴却是满脸愁容。本来之前有了苏明给的无缝钢管之后，他们这边武器压力减轻了不少，武器装备上来了，打仗自然就轻松了不少。而且之前那些狗军阀打起仗来十分的粗俗，虽然武器装备还不错，但是并没有什么策略和战术，就是拿着武器往前冲。而阿贝巴学了苏明给的孙子兵法之后，凭借一些战术优势，一路高歌，一往无前。阿贝巴十分享受这种智力和战术碾压的快感。阿贝巴都感觉推翻残暴政权有望的时候，局势突然就变了。对面的那些军阀好像突然开窍了，每次自己的战术，对面好像能未卜先知一样，提前做出部署，自己有什么行动，对方好像知道得一清二楚的，搞得阿贝巴现在连吃了好几场的败仗，而且不只是战术上得到了优化，甚至连武器都好了很多。武器装备上刚刚上来的一点优势，瞬间就被磨平了，而且对方的武器装备要比他们的武器装备好了不少。阿贝巴一眼就看出来了，那些装备全都是米式装备。他有些怀疑对方或许受到了西方国家的援助，不只是武器装备上的，还有战术上的，不然不可能短短时间内强上那么多。阿贝巴对西方国家尤为痛恨，他们的国家之所以政权这么混乱，就是因为那些西方国家的插手。对于某些西方国家来说，他们这边越混乱越好，他们也能从中获取更多的利益。所以对面的军阀背后有西方国家的支持，阿贝巴一点也不稀奇。但是目前的问题还需要解决，对方现在无论是战术还是战略都领先于他，这对阿贝巴十分的不利。阿贝巴想起来了，从苏明哪里听过，他们这里的战斗还非常落后，像米国、龙国、毛子那样的国家，现在的战争都是信息战，战斗还没有打响，电子战、信息战就已经开始了。如果电子战信息的夺取失败了，那战斗也就没有太大打的必要了，因为你的一举一动已经在对方的监视之下了，这还打个屁啊！阿贝巴现在就十分怀疑，他们这边已经完全暴露在对面的监视之下，这就让阿贝巴现在十分的难受。如果是苏明，苏明会怎么做？阿贝巴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苏明，在阿贝巴看来，苏明就是他见过的最聪明的人，将自己带入苏明，苏明会怎么做？不过随即阿贝巴露出了一抹苦笑，
他并不是苏明，想不出来什么好办法。就在这时，突然一阵敲门声传来，进！只见一名壮硕的黑小伙推门走了进来，敬礼说道：“老大，从龙国来的第一批货物到港了。”听到这个汇报，阿贝巴的眼睛瞬间就亮了起来。运来的是什么东西？阿贝巴自然知道，就是之前他朝苏明定制的煤气罐。这是第一批的煤气罐已经到了。第一批的煤气罐有1万个，这就相当于1万枚迫击炮弹。这1万枚迫击炮弹放在大规模的战役上都能决定一场胜负了，在他这就更是雪中送炭了。有了这些煤气罐，他们这里战场的局势也将发生改变。因为在绝对的火力下，阿贝巴相信，就算对面战术战略再厉害，也能反败为胜。命令港口的人立刻把货物运过来，期间要小心防备，不要被敌军给抢了。运送的过程中将煤气罐露出来。到了基地之后，尽快完成1000个煤气罐的组装。对于阿贝巴的命令，手下的黑人小伙有些疑惑：“老大，防备不要被抢了，我知道，但是为什么要将煤气罐露出来呢？那敌人不就知道我们拉的是什么东西了吗？”阿贝巴笑道：“你懂什么？这叫兵不厌诈，我在龙国的兵书里学到的，我就是要让他们知道我们拉的是什么。多余的先不要问，按照我说的去办就行了。”“是，老大。”这名手下点了点头离开了。等手下离开后，阿贝巴激动地在办公室里转起了圈。阿贝巴知道，现如今的情况下，自己这边在对方高科技电子设备的监视之下，如果有大批量的货物从港口运到基地，对面肯定会探查送来的是什么东西，无论是什么，对面也会有防备。但是自己这边如果大大方方的看到自己这边的货物只是煤气罐，而且没有一点保密的意思，对面会怎么想？这才是阿贝巴想要达到的效果。毕竟煤气罐迫击炮是他们这里头一次正式面试，阿贝巴要用这个信息差给对面来个大的，后续想要有这样好的效果可就难了。2个小时之后，所有的煤气罐成功到达基地。阿贝巴这边连忙让人对煤气罐进行组装，并且亲自监督让人进行组装焊接工作。第52章，战争开始，准备反击。与此同时，距离阿贝巴基地100公里外的一处小镇中，就在前天，这里还是人们生活的小镇，今天就已经变成了军阀卡路亚的一处临时作战基地。至于之前小镇里面的人，早已经被卡路亚该消灭的消灭，该充军的充军。这就是黑州军阀，虽然现在已经是文明社会，但是仍然奉行的部落之间的倾轧与吞并。卡路亚算是黑州坦桑一个不大不小的军阀首领，他信奉的就是绝对的武力和强势的镇压，手中有5万的兵力。目前这一片区域，唯一阻碍他发展的就是以阿贝巴为首的反抗军组织，有他们在，卡路亚很难发展起来。本来之前他卡路亚的军队是有十足的优势的，无论是装备还是人数都占有优势，但是渐渐的他就发现阿贝巴他们手里的武器装备渐渐的多了起来，什么手枪、弹药、手榴弹、火箭弹，甚至连坦克这种东西都搞到了。阿贝巴他们那边的装备数量一点一点的赶了上来，他们的装备优势也渐渐不再明显。直到最近，卡路亚敏锐地发现阿贝巴那边的武器装备激增，几乎人人都有一把步枪，而且从打扫战场上搜回来的步枪来看，那些步枪应该都是自制的，这就让卡路亚有些惊恐了。阿贝巴他们居然步枪都可以自制了吗？虽然只是步枪这种比较基础的武器，这如果在那些强国之间的战争中并不能改变些什么，但是在他们这个因为战乱而十分贫瘠的国家，主力就是他们这些拿着步枪的士兵，如果步枪能够自制了的话，那就能大大的增强一个军队的力量，这才是最令卡路亚恐慌的。而且如果对面只是单纯是装备上的增强，卡路亚还可以接受，但是不只是装备上，阿贝巴在战术上也有了提升，多次大规模的火力交锋都被阿贝巴用奇怪的战术给打懵了，卡路亚就更加恼火了。就在这个时候，有几个白皮肤的米国人找了过来，上来就问卡路亚需不需要帮助，并且声称只要卡路亚有钱，飞机大炮都能给他整过来，还有一些高科技的设备，说是能改变他们这边战场的局势，让他们反败为胜。唯一的缺点就是贵。忍着肉痛，卡路亚几乎花光了他这么多年来攒下的全部家底，买了一些米式装备，也购买了一些他都不懂的高科技产品，同时还高价的从他们那边请来了几个专业的技术人员。不过贵也是有贵的道理的，有了这些高科技产品，现在对面的阿贝巴他们只要有所行动，他们这边的电子仪器就能够很快的捕捉到，并且做出推演，随即可以实时的制定出攻击的最优方案。不得不说，这种技术确实先进。现在前线战场，他们与阿贝巴正在交火，凭借高科技信息设备的支持，他们这边的战线也是不断推进，而阿贝巴他们也只能节节败退。而且卡路亚还听技术员说，这只是最粗浅的电子战技术应用，成熟的电子战技术应用
是能囊括海陆空所有的领域，进行信息的争夺和窃取，这让卡路亚一阵向往。要是我有了这种技术，那这个国家还有谁敢反抗我？成为这里的国王也是轻而易举的。不过在这之前，我需要更多的金钱和权力，只要有了这些东西，西方那些国家才会支持我。卡路亚的眼中闪着野心勃勃的光芒，但是在那之前，要先解决掉这些反抗军。这些反抗军都该死！就在这时，一名白人技术员来到了卡路亚面前。卡路亚将军，经过我们侦察机的侦查，阿贝巴从港口往他们基地运输了一些东西。是什么东西？卡路亚问道。经过我们的调查，是煤气罐。卡路亚接过白人技术员手中的平板，从图片上看得清清楚楚，阿贝巴运回来的正是一车车的煤气罐。卡路亚笑了，摆了摆手，不在意地说道：煤气罐能干什么？而且如果真的是什么重要的东西，肯定是偷偷摸摸地运进去，能让我们这么容易就查到？不用在意这些东西，主要观察前线的动向。白人技术员听了卡路亚的话，也是点了点头。他也不认为阿贝巴运来的这些煤气罐能干什么事情，之所以告诉卡路亚，只不过是职责所在而已。半天的时间，阿贝巴这边就已经完成了1000个不防爆煤气罐的改装工作。此时的阿贝巴已经迫不及待的要给对面的卡路亚一个惊喜了。很快，这1000个煤气罐就被阿贝巴推到了战场上，与这些煤气罐一起送来的还有30套的发射架。为了达到出其不意的效果，阿贝巴特意命人将所有的煤气罐和发射架用黑布盖上。对面的卡路亚队伍里，远远的看到这一幕，不明白对面在搞什么鬼。不过他们认为现在优势巨大，无论对方干什么都不能抵挡他们的铁蹄。更何况，如果阿贝巴他们的队伍如果有什么秘密武器的话，早就用出来了，不会等到现在。就连坐镇临时基地的卡路亚都没在意阿贝巴他们搞的这些小动作。阿贝巴手里有什么东西，他早就凭借米国人提供的那些神奇的仪器调查清楚了。与此同时，阿贝巴这边给自己下面的人发布了快速撤退的命令。他可不想待会儿发射炮弹的时候误伤了自己人。在阿贝巴下达命令之后，阿贝巴阵营的士兵们开始有序的掩护撤离。很好，看来阿贝巴已经支撑不住了。命令部队继续前进，获得5个敌方耳朵的奖3万黑朗，获得10个敌方耳朵的奖10万黑朗。卡路亚看到战场上撤退的阿贝巴士兵，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但是获胜的喜悦很快冲淡了这种感觉，并很快的下达了全军追击的命令。前线卡路亚手下的这些游击武装为什么这么卖命？那就是跟着卡路亚有钱拿。对于他们很多人来说，只要有钱拿，卡路亚让他们杀谁，他们就杀谁。现在听到卡路亚下达的命令，全部都红了眼似的冲了出去。现在在他们眼里，前面的那些人全都是钱啊！而且在他们看来，对面已经撤退了，还能有什么战斗力？所以全都一股脑的冲了出去，就连阵线都乱了。很好，阿贝巴看着冲出来的卡路亚士兵，嘴角掩不住的笑意。自己这边的人已经撤到了安全区域，而对面的卡路亚士兵刚好到达炮火覆盖的范围内。听我命令，撤下黑布，准备发射。第53章，太残暴了，被打懵了。只见阿贝巴一声令下，所有的黑布齐齐被扯开。那一刻，只见一排排整齐的整体呈圆柱形的煤气罐，后部带着圆形的尾翼，出现在了战火激烈的战场上。此刻的他们虽然还是煤气罐的样子，但是却带着危险的气息。冲在最前面且眼神好的士兵，一眼就看到了这一排有些丑陋的家伙。这东西虽然丑，但是瞄准的方向好像就是他们这边，让他们感觉十分的不安。虽然赚钱好，但是也得有命拿啊！所以很多人不由自主地停下了前进的脚步。但是这个时候已经晚了。放！听到阿贝巴的命令，所有整装待发的炮手点燃了引信。伴随着一声声巨响，战场的对面一个个巨大深坑被砸了出来，整个落点区域一片狼藉。一团团巨大的火球在战场的中央不断升腾，与爆炸声同时响起的还有卡路亚士兵的哀嚎和惨叫声。本来攻势凶猛的卡路亚士兵们一时间被打懵了。他妈的，快跑啊！尼玛，对面怎么会有这么猛的炮弹？天哪，这样的弹坑除了坦克，没有东西能承受这炮弹的一击。快跑！卡路亚手下的人虽说都用上了米式装备，但是说起来本质上还是游击武装，本来就是一群散兵游勇武装起来的力量，哪里见过这种场面，顿时战场上就是一片混乱。如果在受到第一轮炮击的时候，他们能够迅速趴下，后续的几轮炮击伤害可能还不会有那么大，但是第一轮的炮击直接将他们给打懵了，全都在乱跑。阿贝巴自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几轮炮击下来，卡路亚这边已经损失惨重了，几乎是在爆炸响起的同一时间。坐镇基地的卡路亚脸色也瞬间铁青。该死，
他们怎么会有这种东西？虽然卡路亚有过一些疑惑，猜测对面可能会干点什么，但是万万没想到，对面的阿贝巴居然搞出来了迫击炮，而且看样子还是用煤气罐制造的迫击炮。煤气罐也能有这么大的威力吗？卡路亚这也是头一次见到这种场面。此时他也明白，刚才自己感觉有些不对劲，究竟是因为什么了。如果阿贝巴他们真的是败退了的话，那撤退的队伍不可能撤退的那么有序。这么明显的问题，自己居然没有看出来。主要还是米国的高科技技术支持给了他莫大的信心，认为阿贝巴根本就没有什么后手。但是任谁都没有想到，阿贝巴他们运回来的煤气罐居然是炮弹。此刻几个白人技术人员也看呆了，煤气罐居然能改成威力这么大的炮弹吗？这种东西他们也是头一次在战场上看到，也着实打了他们一个措手不及。对面居然把煤气罐改造成了炮弹，要是知道他们能把煤气罐改成威力如此大的炮弹，我是不会让卡路亚的士兵冲上去的。可惜了，这次损失了不少兵力，不过下次这注意点，这东西就没有这么大的威力了。这煤气罐究竟是谁改造的？这种东西，这种威力，对面的那些野蛮人能做得出来？能将煤气罐改造成如此的威力，造出这东西的人绝对不简单。几个白人互相讨论着煤气罐炮弹的事情。对于卡路亚手下的士兵伤亡惨重，他们十分的漠然，仿佛那些人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个数字而已。而卡路亚现在已经快要疯狂了，他肉痛啊，这些可都是他辛辛苦苦构建起来的势力，现在正在被对面的炮火无情的收割着，能不肉痛吗？快下达命令，让所有人撤退，撤退20公里，远离他们的炮火范围。卡路亚快速下达撤退命令。本来就已经萌生退役的士兵，在收到命令之后开始撒丫子撤退。而在对面指挥基地里看到这一幕的阿贝巴大喜，同时大声喊道：他们怕了，开始撤退了，停止开炮。他奶奶的，说你小子呢，虽然咱们的煤气罐便宜，但是也不是让你这么挥霍的，给老子省点家底。阿贝巴十分的兴奋，所有人听我命令，开始冲，杀光他们。这么多天的苦闷憋屈在这一刻一扫而光。士兵们更是兴奋，他们被压着打了好多天了，现在天降神兵，让士气在短短时间内就达到了顶峰。冲！有这样的武器，我们还怕什么？哈哈，这炮弹实在是太给力了，大家快冲啊！收割的时候到了，有仇报仇，有怨报怨的时候到了，冲啊，杀呀！战场在一瞬之间就呈现出了一边倒的趋势，这就是战场，瞬息万变。很快，这段旷日持久的战争在不防爆的煤气罐的加入下强制结束了。获得胜利的阿贝巴自然非常高兴，战损比也很快就出来了。今天这场战斗，他们伤了500名战士，死亡200人，而对面就更惨了，被阿贝巴几轮出其不意的炮击直接干掉了4000多人，后续又被追击干掉了2000多人，受伤的士兵就更是不计其数了。这可以说是一场前所未有的打胜仗了。战场上一片欢腾的景象，士兵们朝天鸣枪，为了庆祝这场大胜。不过阿贝巴虽然高兴，但是背后依然忧心忡忡，毕竟这次是打了对面的卡路亚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下次肯定就没有这样好的效果了。知道了，他们这里有这样的大杀器，肯定会有防备。而且卡路亚那边受到了米国那边人的技术支持，对他们这边的动向知道的可以说是一清二楚了吧。而他对卡路亚他们那边是什么情况，他却是不太清楚。阿贝巴想起在苏明给的龙国兵书上学到一句话：知己知彼，百战百胜。而现在的情况对自己来说正是相反的，那自己岂有不败的道理？这就像是一把悬在头顶的达摩克里斯之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垂落在他的头上。这件事情得想办法解决，不过在那之前得先给苏明通个电话。阿贝巴从最近的一些事情也知道，一定要跟苏明搞好关系，不只是接下来他还要继续从苏明那里采购不防爆的煤气罐，而是早已经发自内心的将苏明当成了朋友。阿贝巴拿出手机，熟练地拨通了苏明的电话。龙国冀北省明阳工厂内，苏明终于从航母阻拦索繁重的工作中脱离了出来。虽然阻拦索制作车间的工人们制作阻拦索环不是太熟练，但是已经能在没有苏明的指导下制作出合格的阻拦索了。苏明相信熟能生巧，接下来的事情就不用苏明自己再操心了。工厂内的电子厂快要建造完成了，好不容易闲下来的苏明终于有时间可以想想接下来要做些什么产品了。叮铃铃，电话声响起，苏明打开手机，发现是阿贝巴打来的视频电话，应该是第一批的煤气罐到货了。没有多想，苏明接通了电话。喂，苏兄弟，是我，阿贝巴。手机屏幕中依然是阿贝巴那一嘴标志性的大白牙。给我打电话，是不是煤气罐到货了？苏明问道。对，第一批的煤气罐已经到货了，很好用，你看看这效果。
说着，阿贝巴将手机镜头对准了刚刚打扫完的战场。此时的战场上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炮弹坑，这如同群星坠落地球般的场景，任谁都能看出这里不久之前这里肯定有一场激烈的战斗。仔细看去，甚至还能看到土地上一片片刚刚渗入地面的嫣红。看到这一幕，苏明的直播间顷刻间活跃了起来。卧槽，这是刚打完吧？尼玛，地上到处都是深坑，这些全都炮弹炸出来的吧？煤气罐的威力这么大吗？太残暴了，好在我们生在龙国。第54章，什么时代了？你要做收音机？看到这个场面，苏明也有些惊讶。不过他并不是惊讶于炮弹的威力，也不是惊讶于战场的惨烈，而是没想到自己刚刚邮寄过去的煤气罐，阿贝巴他们居然马上就用上了。看来黑州那边，阿贝巴他们那里战况不太好啊。那边的战争已经这么激烈混乱了吗？按照这种节奏，苏明估计不久之后可能会有一场大战爆发。不过那些都是后话，究竟有没有，苏明也是猜测的。但是现在苏明可是看出来了，虽然阿贝巴在他面前表现得十分高兴的样子，但是苏明跟阿贝巴接触久了，自然敏锐地感觉到阿贝巴的笑容背后有强颜欢笑的意味。所以苏明问道：怎么了阿贝巴？怎么感觉你好像有别的心事？听到苏明的话，阿贝巴苦涩一笑，没想到还是没有瞒过你。想了想，阿贝巴决定还是将这件事情告诉苏明，看看苏明会不会有什么办法可以解决这件事情。随后阿贝巴将疑似卡路亚那边受到了米国人技术支持的事情告诉了苏明。苏明听了阿贝巴的话，眉头微皱，听阿贝巴讲的，现在有很大概率确定了对方是动用高科技的设备了。虽说到不了真正高端战场上电子战的程度，但是凭借一些电子设备，对方收集阿贝巴他们这边的信息，以信息压制为核心，来对付阿贝巴他们这种原始的战斗方式，就属于是单方面的碾压了。之前虽然阿贝巴和卡路亚他们两边热武器充足，但是电子设备之类的技术还比较落后，战斗方式还处于几十年前那种，双方拿着热武器就是干，谁的火力高谁就占优势。现在对方通过电子设备获取阿贝巴他们这边的信息，并随时的制定出最优的方案，那就不一样了。现在的情况，两个枪手决斗，一个枪手是瞎子，而另一个枪手视力却是 5.0， 谁输谁赢几乎一目了然了。这对阿贝巴来说确实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可以说阿贝巴现在就处于悬崖边上了，稍不注意就是死无葬身了。苏明跟阿贝巴这个人还是十分合得来的，而且曾经苏明也是很不容易才和阿贝巴这边达成合作。阿贝巴这边如果出现问题了，苏明还得在黑州另找合作伙伴，所以苏明也不想阿贝巴他们出现问题，因此也开始考虑有没有什么办法能解决当前的问题。苏明很快就有了想法，但是这个想法究竟行不行，苏明还需要试一试才知道。阿贝巴，你相信我吗？苏明说道。听到这话，阿贝巴拍着胸口道：苏兄弟，你说的这是什么话？我肯定相信你啊。有什么话你就直接说吧。阿贝巴很聪明，知道苏明这么说估计是有办法了。你要相信我的话，你就先坚持一段时间，等一段时间过后，我肯定给你一个解决的办法。听了苏明的话，阿贝巴眼睛一亮，有苏明这句话就够了。而且要是之前阿贝巴不敢说能坚持多久，但是现在从苏明那里定制的煤气罐陆续到货了，阿贝巴相信就算卡路亚那边有米国人的技术支持，也不太敢轻举妄动，投鼠忌器，2-3个月内不会有太大的问题。好，苏兄弟，我和我兄弟们的命就交给你了，我等你好消息。有了苏明的支持，阿贝巴高兴了很多。随后两人又聊了一些有关煤气罐和无缝钢管后续供货的问题，就挂断了电话。两人的对话，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得一清二楚。苏明居然选择帮助阿贝巴他们。苏明选择帮助阿贝巴，这我倒是不稀奇，但是苏明准备怎么帮？难道他能搞到跟对面的卡路亚那样的电子设备？这不可能，那种专业的信息设备都是成一个体系，并且被国家严格把控的。苏明想要搞，就凭现在他的工厂根本不行。苏明自然知道，仅仅凭借自己一个人，根本不可能制作出米国人给卡路亚支持的全套设备。但是做不出来能对抗的东西，咱们不对抗不就行了吗？陆林也没想到苏明会接下这个烫手的山芋。不过陆林倒也不是说不让苏明帮助阿贝巴，陆林毕竟也清楚苏明的第一桶金都是阿贝巴支持的，而且就现在来说，他们厂的业务有很大一部分都是阿贝巴提供的。主要是陆林不知道苏明会怎样解决这件事情，他觉得还是要跟苏明商量一下。苏明，这件事情你准备怎么解决？苏明说道。咱们厂的电子车间不是马上要建成了吗？建成了之后不就可以制作一些电子设备了吗？听了苏明的话，陆林睁大了双眼，连忙说道。这不行的，我们就一个小厂子，做出来的设备怎么能对抗米国制作的顶尖设备？
而且那些设备里也有米国优秀的软件和数字战场信息，这都不是一朝一夕能做出来的。陆林十分理性，有问题直接就提出来了。听到陆林的话，苏明却是笑了。谁说我要做那些东西了？那些东西，我一个人再给我10年都不一定能做得出来。陆林愣住了，而苏明却继续说道：你们现在只关注一些纯软件的更高层次的东西，什么病毒攻击、信息截取、数字战场、C31等等，但是你有没有想过，他们握着的可能只是一把木头做的剑。木头做的剑？陆林有些吃惊。苏明好大的口气，米国是世界上的超级大国，他们研究设计出来的各种战争软件和系统，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敢小觑，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说能赢过米国这方面。苏明居然敢说米国他们拿着的只是一把木头做的剑。而此时苏明的直播间里，什么叫数字战场？什么叫 C31？ 我怎么听不懂啊？卧槽，苏神这么大的口气吗？说米国的设备是木头做的剑？我苏神有狂傲的资本。不是，这主播一直口气这么大吗？要知道米国可是超级大国呀。直播间里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苏明有些飘了。不过如果是了解苏明的人的话，一定会知道苏明从来不会说什么大话。所以苏明，你准备做什么东西？陆林好奇地问道。我们厂自制的第一个电子产品，我准备做收音机。苏明说道。陆林，啥？什么时代了？你做收音机？第55章。一嗓子差点送走了。什么东西？苏明居然要做收音机？尼玛，前面说的那么牛逼，结果就是做收音机。苏神，时代变了，收音机、电视机都快要没人看了。收音机，苏明你早说啊！我们电子工艺实习就是做个能响的收音机，这东西我熟啊。苏明，你做其他的东西我都能理解，但是收音机我真理解不了。这东西现在已经几乎没有人会买收音机了，老大爷都配上智能机了。听到苏明准备做收音机，直播间里所有的观众都不理解。不仅他们不理解，陆林和张悦都不理解。做什么东西也比做一个被时代淘汰的东西强啊。不过陆林还算淡定，知道苏明这样做肯定有自己的想法。苏明，你能给我说说你的想法吗？苏明想了片刻，点了点头。行。收音机有什么功能？苏明反问道。当然是可以听不同频道的广播了。这个问题张悦就给回答了。虽然张悦是个电视台主持人，但是对于广播上的事情也比较清楚。那收音机是如何听到这些广播的？苏明继续问道。因为不同的广播有不同的电磁波频率，将收音机调到跟广播相同的频率，就能听到广播中的声音。这个问题就得陆林来回答了。苏明点点头。我要做的收音机不只可以接收不同频率的电磁波，还能发射频率。况且我做这个东西不会在咱们龙国卖，只出口贸易，卖给阿贝巴他们。听了这话，陆林松了一口气。既然是卖给阿贝巴的，陆林就懂了。估计又是什么奇怪的东西。但是能发射电磁波的收音机能有什么用呢？陆林暂时想不出来。想不出来就不想了，等到苏明将东西做出来了，一定会告诉他的。不过既然苏明有自己的想法，自己作为副厂长全力支持就行了。跟苏明相处了这么长时间，陆林已经完全带入了自己副厂长的身份。苏明安排的一切任务，陆林干的都是井井有条的，让苏明也十分的满意。随后苏明开始安排任务。陆副厂长，麻烦给我准备一些可变电容器，一些磁性天线磁棒，一些二极管。苏明列出了一堆东西，让陆林安排人去采购。而苏明则是一股脑扎进办公室里，开始研究了起来。1周之后，有些蓬头垢面的苏明从陆林特意为苏明准备的研究室内走了出来，而苏明的手中则是拿着一个看起来有些简陋的铁盒子。成功了！收到苏明的消息之后，陆林就赶了过来。此时厂子里建造电子车间已经到了最后的时刻，所以陆林需要经常盯着，看着这一个黑乎乎的铁盒子。很难相信苏明一个人捣鼓了1周的时间就捣鼓出来一个铁盒子。要知道这次苏明研究花费的时间要比之前研究阻拦索所用的时间还要长了。这个东西是真丑啊！哈哈，尼玛这东西比我电工实习的时候做的收音机还丑啊！对啊，不得不说苏明的审美是该提升提升了。1周时间就搞出来一个这东西。突然想说一句，我上我也行了。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苏明手上的东西，一脸的嫌弃。这东西无论是什么时代的人的审美观来说都丑爆了。这就是你1周时间搞出来的收音机？陆林满脸疑问地看向苏明。虽说这东西是卖给阿贝巴他们这些人的，他们也不管东西丑还是好看，实用就行。之前苏明的煤气罐就是最坚实的佐证，但是好歹也给人家一点面子好不好？这也太丑了。苏明也知道自己造的这东西目前来看是丑，不过丑是丑，但是该有的功能一点都没有少。这东西你别看着丑，但是功能强大。苏明有些兴奋道。什么功能？陆林就知道
苏明搞了1个礼拜的东西，绝对没有那么简单。来，我跟你展示一下。苏明有些神神秘秘的朝陆林招了招手。陆林为了看得更清楚，朝苏明靠近了一些。仔细看，仔细听，我马上就要打开了。看着苏明严肃的样子，陆林也满脸庄重的点点头。就连直播间的观众看到这一幕，也不禁屏住了呼吸。随即苏明缓缓转动旋钮，铁盒子里先是发出了微弱电流的声音。随着苏明的转动，电流的声音没有了，随之而来的是一阵歌声。好运来，祝你好运来，好运带来了喜和爱。陆林，直播间的观众们人都骂了，尼玛，我都准备好发生点啥了，结果给我来一首好运来，一嗓子差点把我给送走了。操，这特么不就是收音机吗？浪费我的感情，苏明你欠我的用什么还？看到陆林懵逼的样子，苏明却笑了。我做的是个收音机，能接收广播频道，听听歌曲，很正常吧？陆林反应过来，自己这是被苏明耍了。他一脸幽怨地看着眼前的苏明，自己是想知道收音机的功能是能接收频道吗？自己的想要知道的是，这个收音机有没有别的什么功能？看到陆林瞪自己，苏明也收起了嬉皮笑脸。就很怪，苏明他明明自己是工厂老板，却要看一个拿自己工资的副厂长的脸色。不过苏明却并不在意，而是十分正式地开始介绍道，除了收音机能够听广播的功能，它还有能放射电磁波的功能。之前我之所以说米国手里的信息战技术可能是一把木头做的剑，你知道为什么吗？苏明反问道。陆林摇了摇头。你想过这些技术和设备的基础吗？它们的基础就是位于网络7层协议最下面的物理层。如果是民用网络，我们可以用光纤和定向激光这样的东西做通信媒介，但是在人命关天的战场上呢，例如 C3I 这种位置不固定的终端呢，它们也只能依赖电磁波来进行信息的连接。而电磁波这种东西在各种干扰之下就像砂纸一样脆弱。此时陆林明白了，苏明这是想要通过干扰对面的电磁波来达到对面装备不可用的目的。但是陆林不相信米国那边没有克制电磁波干扰的能力，这几乎是现代电子战最基本的技能。苏明制作的这个收音机就能干扰米国先进设备的电磁波，陆林有些怀疑。而苏明这边在说完收音机的原理之后，他将手放到了铁盒子另一个十分不显眼的旋钮上，轻轻转动。只是一瞬间，苏明的直播间进入了黑屏的状态。与此同时，工厂周围的鸟儿也表现出了不安的神色，扑腾着翅膀朝远离工厂的方向飞去。而周围5公里内，所有的电磁波通信全部中断，包括手机、电视、传呼机、收音机。第56章敌袭，基地大乱。什么情况？怎么黑屏了？直播间怎么回事？人呢？难道是苏明的收音机把直播信号给干扰了？等一会儿吧，等一会儿可能就有信号了。哎，看来苏明做的东西还有点用啊。虽然直播间已经黑屏了，但是还是挡不住观众们的好奇心。而苏明这边，张月和摄影师两人手忙脚乱的。张姐，直播中断了。摄影师说道。怎么回事？关键的时候直播怎么断了？赶快查查是什么问题。看到这一幕，苏明连忙给张月解释道，张姐，这并不是你们机器的问题，这是因为我把收音机的干扰功能打开了，所以直播间肯定收不到信号。听到苏明的话，两人愣住了，随即打开了他们的手机，发现手机也没有了信号，这才相信这是苏明的手笔。苏明的这东西还真的有点用，居然把他们的直播信号给干扰了，这东西说不定真有点用。陆林这时候问道，怎么说，这也是我们工厂的第一款电子产品，得为收音机起个名字吧？细心的陆林提醒后，苏明才想起来这个问题，确实该起个名字。之前的产品无缝钢管、不防爆的煤气罐、航母阻拦索，这些东西都用不到起什么名字，但是作为第一款电子产品，确实该起个名字，不能单纯的就叫收音机吧，得与其他收音机产品区别开来，这样别人一听名字才知道买的是谁的产品。苏明想了想道，就叫洪水牌收音机吧。就这样，明阳机械厂的第一款电子产品洪水牌收音机诞生了。翌日，燕京军事基地里，收到苏明送来快递的第一时间，陆天恒将东西拿了过来。听到苏明又做了新产品的郑平也百忙之中过来了，毕竟有了上一次阻拦索的事情，郑平对苏明制作的新产品产生了不小的兴趣，所以早就来了。快打开东西看看，郑平催促道。虽然郑平不断催促，但是陆天恒还是按照自己的节奏慢慢打开了苏明送过来的东西。这次听说是一款收音机，应该没啥大问题。陆天恒笑道，看看吧，我感觉这小子不会老老实实做东西的。打开之后，映入两人眼中的首先是一个铁盒子般的收音机。呵，这东西还真够丑的。郑平笑道，就连郑平这个做军工装备
并不是太在意外貌的，也不得不说一声，苏明造的这个收音机太丑了。将收音机拿出来后，陆天恒才发现快递的最下面还有一张纸条。两个人好奇地凑了过来，陆天恒戴上了老花眼镜。本产品名为洪水牌收音机，正常使用可收听各类广播，非正常暴力使用请远离一切电子设备。不就是一个收音机吗？还有什么非正常暴力使用啊？陆天恒笑道。两人对说明书上的这句话并没有在意，因为他们处在燕京最安全的地方，设备防护也是最顶级的。如果一个小小的收音机就能干扰到他们这里的顶尖武器设备，那他们这个基地的武装防御就跟薄冰一样了。随即两人开始研究了起来，打开收音机的电源，调节旋钮，很快广播电台的声音就从收音机里传来。听到收音机里的声音，陆天恒和郑平也是一阵的感慨。想当年他们谁家手里能有一台收音机，那就算是一件大件的家用电器了。再看现在，智能手机都已经成为人手必备的东西了，而收音机这种东西早就快要退出历史舞台了。他们虽然感慨良多，但是并不后悔，毕竟这才展现出龙国这些年飞速发展的进程。感慨过后，两人又继续研究了起来。按照苏明的尿性，这东西肯定没有那么简单。如果只是一个单纯的收音机，那苏明就不是苏明了。在两人的一番研究下，两人在收音机盒子上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发现了另一个旋钮。带着好奇心，陆天恒转动了这个旋钮。在两人眼中，铁盒子收音机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好像无事发生的样子。与此同时，基地里负责监察敌情的雷达场站内，本来正在正常运行的雷达突然之间各项指标乱跳，雷达监视屏幕也进入了黑屏的状态。值班的战士看到这一幕直接懵了，毕竟他在这里已经服役了4年了，这样的情况他还是头一次见。雷达室里在经过短暂的错愕之后，马上就有人反应了过来。这雷达失灵可不是一件小事，轻则是装备出现了问题，重则那很有可能是敌人入侵干扰了他们的雷达。没有了雷达，他们就跟瞎子没什么区别。如果真有敌人攻来，他们只有被动挨打的份儿。所以那名战士直接按下了红色的警报按钮。除了雷达室，其他作战单位只要有电子设备的全部进入了一种混乱的状态。只是一瞬间，整个军事基地里就响起了刺耳的警报声，整个基地瞬间一片混乱。听着刺耳的警报声，陆天恒和郑平脸色大变。一级警报，难道是敌袭？陆天恒脸色难看。燕京基地可是龙国首都最重要的防备力量，这里如果被敌人袭击了，那后果简直难以想象。这么多年来，这里一直相安无事，难道这份安宁要被打破？不过陆天恒现在并没有时间考虑这些。作为基地内最高的指挥官，放下铁盒子收音机，陆天恒第一时间召集手下人来到了作战室。说说怎么回事？发现敌情了吗？为什么拉响警报？陆天恒表情严肃的可怕。下面雷达连的连长脸色难看。没有发现敌情，而是我们的雷达全部失灵了，应该是被什么东西干扰了。什么？陆天恒眼睛瞪得老大。如果是发现了敌情，那结果还好，不管对面是谁，先警告对方离开龙国的领土、领空、领海。如果对面不听，再派遣武装力量开战就行了。毕竟龙国虽然轻易不愿意发动战争，但是也不会畏战。但是结果你告诉我所有的雷达失灵了，这问题就大了。这如果别人都骑到你的脸上，你都不一定能发现敌人。如果真是敌袭，他们现在就危险了。检查了没有？是不是雷达坏了？陆天恒沉声道。查过了，不是雷达的问题。是的，因为其他的部门的电子设备全都失灵了，应该是被什么东西给干扰了。听到这话，陆天恒的表情更加沉重了。全都失灵了，那就不可能是某个仪器坏了，而是真的有问题。不管这是不是一次敌袭行动，这都是一次重大的事故。这边用作国防的顶尖仪器无缘无故全部失灵，成了一堆破铜烂铁，这事情必须得调查清楚。我们的设备怎么可能被干扰？信息安全部的人呢？你们怎么干的？信息安全部的负责人脸色也十分的难看。报告领导，我们已经试过各种跳频、扩频、单频转发的技术来应对莫名的电磁干扰，但是都没有成功。就好像我们完全被对方的频率瞄准了，怎么都摆脱不了。第57章，收音机的锅。听了信息安全部门负责人的报告，陆天恒和郑平两人脸色更加难看了。这特么是被人针对死了。关键是他们现在连对面的人是谁都不知道。这要是真正的信息战的话，现在他们已经输了，输得十分的彻底。不，说不定现在他们已经输了。两人身上一瞬之间就冒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自己这边已经完全瞎了。查，快去查！我要你们以最快的时间查明究竟是哪里出现了问题。陆天恒说道。同步，尽快想出解决办法，恢复通信。做瞎子的感觉可实在不好受。
现在的陆天恒感觉自己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战场上，战战兢兢如履薄冰，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万劫不复。然而，正待所有人准备去继续调查的时候，下面突然有信息传来，所有的设备都恢复了正常状态，雷达连的雷达也恢复了正常，仿佛一切事情都没有发生过一样。从信号丢失，所有设备失灵到现在恢复，仅仅只有10分钟的时间。听到设备恢复了正常，陆天恒稍微好受一点，毕竟现在不是瞎子了。不过问题依然存在，陆天恒没有一点放松，事情没有查清楚之前，危险始终存在。所以陆天恒还是让下面人彻查，看问题出现在哪里。半个小时后，众人又再次聚集到了作战室里。领导，我们没有发现问题，我们也不知道对面是如何追着我们频率信号干扰的。不过我们却发现了一些现象。我们发现这种干扰跟别的干扰方式不一样，一般电子战的干扰方式都是频带极窄的瞄准式干扰，瞄准一个频道的设备进行干扰，而这次的干扰囊括了所有频率的各种设备，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打击，这太奇怪了。对，我们还发现距离咱们基地中心的仪器设备收到的干扰最严重，然后往周边扩散，干扰越来越小，基地外5公里的哨站里的仪器设备就没有受到影响。就好像是什么？你大胆地说。陆天恒沉声道。就好像干扰源是在我们基地里扩散出去的一样。什么？陆天恒有些吃惊。陆天恒虽然吃惊，但是还是强迫自己冷静下来。从信息部负责人的说法来看，确实很像。这个东西仿佛就是从他们基地中心扩散的洪水一样。洪水无情，无视一切，吞没一切电子设备，但是随着距离越来越远，洪水的威胁就越来越小。等等，洪水！陆天恒突然想到什么，这种如同洪水般的攻击方式，不会跟苏明那家伙产的洪水牌收音机有关系吧？陆天恒越想越觉得可能。此时，陆天恒也想起了刚才收音机的使用说明，暴力使用的时候要离开所有的电子设备，而这些事情的发生，也是在他和郑平打开了收音机上那个不起眼的旋钮开始的。虽然陆天恒觉得不可能，苏明随便造的一个收音机，就让他们整个基地所有的设备全都失灵，可能吗？不过，现在除了这种可能，就没有别的什么更加合理的解释了。因为如果真的是有人恶意攻击的话，绝对不会只是让所有的设备失灵了一会儿，无事发生的样子。随即，陆天恒将一旁的铁盒子收音机拿了过来。老郑，你说会不会是因为这东西的缘故？郑平看到陆天恒手上抽丑陋的铁盒子，再联想到刚才的事情，觉得还真有可能会跟苏明的这个铁盒子有关。有可能，但是又不太可能。郑平真不知道怎么评价，他也不理解苏明是怎么凭借一个收音机将整个基地内的防御系统给搞崩溃的。但是事情发生的时间也确实是他们正在研究收音机盒子时候发生的事情。看看吧，郑平这次将收音机郑重地拿了过来。陆天恒对这种仪器装备上的东西并不懂，所以还是交给专业对口的郑平来看一下。郑平拿到收音机，仔细地查验了一圈，有些惊讶地说道：“居然没电了！没电了！”陆天恒同样疑惑：“不应该啊，新的收音机不应该这么快就没电了呀。”此时再联想到刚才所有的设备突然又变得正常的事情，是不是就是因为收音机将自己的电量耗完了？两人对视一眼，觉得8成跟苏明的这个收音机有关系了。要不拆开看看？陆天恒说道。郑平点点头，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来弄吧。郑平找来工具，开始对铁盒子收音机摆弄了起来。很快，郑平就打开了收音机盒子。在看到收音机里面的构造之后，郑平也是倒吸了一口冷气。这东西，你说它是一个收音机，里面东西的复杂程度要远远超过一个收音机的复杂程度。郑平一眼看过去都有些眼花缭乱的。其他的东西郑平一时间没有看出来，但是有一样东西他是看出来了，这里面居然有一个电磁辐射源。也就是说，这个收音机不只可以接收广播，还能自己发射电磁波。如果要说什么东西能影响他们基地的设备，就只能是这东西了。不过一般的电磁波也绝不可能影响他们基地的仪器的。苏明是怎么做到的？一个收音机将整个基地号称铜墙铁壁的系统给攻破了，饶是郑平和陆天恒再怎么坚毅，这时候都有一些道心破碎的感觉。合着他们认为顶尖的系统，连个收音机发出来的电磁波都对付不了。带着疑惑，郑平准备将继续拆下去看看。结果顷刻间一阵白烟从各个电磁元件之间冒了出来，将正埋头研究的郑平搞得灰头土脸的。操，这东西居然还有防拆设计！他自毁了。郑平有些无语，谁家的收音机会设计这种防拆装置啊？这一看就是防止技术泄密的，这就更加坐实了这不是一个普通的收音机。但是收音机却没了，接下来该怎么办？陆天恒和郑平不将这件事情弄明白，是绝对不会罢休的。让苏明那小子来一趟吧，这件事情不说清楚，这东西是绝对不会让他出口的。
陆天恒一脸严肃：“我也是这么认为的。正好，国家给苏明办颁发的优秀青年企业家的证书也下来了，顺便让他来拿一下。这个小子刚刚表扬了他没多久，马上就又给我们惹麻烦了。”陆天恒有些头疼。是啊，真是一个不安分的主啊。郑平和陆天恒两人一拍即合，决定让苏明前来燕京的基地一趟，把事情解释清楚。这也就是苏明。要是别人，陆天恒早就派人去把苏明抓回来了。第58章，我瞎，那就把灯关掉。翌日，燕京火车站又回来了。苏明没想到这么快就又回来这里了。昨天苏明收到了燕京国防部门的通知，连夜就赶过来了。苏明知道有可能是因为洪水排收音机的事情。本来陆林听说这件事情也是想要跟着过来的，但是厂子暂时还需要有人照顾，所以在苏明的劝解下，陆林留在了明阳机械厂照看厂子。不过张月和摄影师倒是十分敬业的，也跟着苏明来了。卧槽，一晚上没看，苏明咋从冀北省来燕京了？什么事情啊？连夜赶到燕京，难道苏明又犯事儿了？不应该，如果是苏明犯事儿了，还能让苏明自己过去，早就把苏明给逮捕了吧？此时的直播间里议论纷纷，而苏明这边刚下高铁，就有2个穿着军装的人找了过来。你好，苏明先生，我们是奉命来接您的。苏明点了点头，这是昨天就说好的，会有人来接苏明。至于这2位电视台的人，可以跟着您过去，但是不能拍摄任何东西，需要关闭所有的摄影设备。我们那里是严格保密的。没办法，张月只能让摄影师暂时关闭直播，等苏明出来之后再打开直播了。1个多小时后，在2位军人的带领下，苏明来到了龙国燕京国防军事基地里面。等着苏明的有2个人，其中一个苏明认识，正是不久之前才见过的郑平。至于另一个，苏明则是第一次见面。不过虽然苏明不认识那人，但是认识那人的军衔啊，明显这人应该是这里的负责人一类的。苏明，咱们又见面了。郑首长，您好，这位是……看着走过来的苏明，郑平笑呵呵地介绍说道：“你小子，这次又给我们惹了一个大麻烦，要不是我们看你是个人才，早就把你给逮捕了。”苏明听到这话有些吃惊，看来还真的有事儿，还不是小事儿。不过听郑平的意思，他们并没有真的认为自己有错。这位是咱们燕京国防军事基地的总指挥陆天恒，他跟我一样，也是早就认识你了，不过你没见过他。听了郑平的话，苏明的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赶紧伸手说道：“陆将军您好。”而陆天恒对此倒是并不在意。要是之前苏明来这里，陆天恒怎么也得好好招待苏明一番。没有别的，因为他觉得苏明是个人才，未来或许可以为国家所用。如果苏明争点气的话，达到一个人顶一军的地步也不是不可能。所以陆天恒十分的看好苏明。但是现在心中有事儿不弄明白，陆天恒心中难受。昨天晚上陆天恒可是一宿没睡，现在好不容易等到苏明来了，自然是直奔主题。先别说这些了，先去我办公室把收音机的事情给我们说清楚。至于2位电视台记者，就先去我们的招待室休息一下吧。苏明也没想到陆天恒这么着急，只能客随主便。好吧，那我们走吧。来到办公室里，陆天恒带着苏明来到了已经解体了的洪水牌收音机面前。你们把它打开了？苏明有些惊讶。对啊，你这收音机昨天把我们基地的防御系统都给整失灵了，还不能让我们打开看看？郑平有些幽怨地说道。不是有说明书吗？非正常的打开方式要远离一切电子设备。苏明无奈地说道。谁知道你的收音机连我们基地的设备都可以干扰啊？米国那边的技术都没有你收音机这么猛的。郑平无语道。所以呢，拆开之后你们有没有研究出来啥东西？苏明继续问道。听到这话的郑平更加的恼怒了，还说呢，谁能想到你这个小小的收音机里居然还搞了一个自毁系统。昨天我拆着拆着就炸了，我本来就宝贵的头发现在就更加的宝贵了。听到这话，苏明想笑又觉得有些不礼貌。收音机里的自毁程序确实是自己设计的，因为一方面苏明不想自己设计的东西被别人抄袭使用，另一方面是苏明知道这东西多少有点逆天了，让有心人学去了，危害性那可就大了。所以苏明就给自己的收音机上了个锁。而对于今天苏明自己被陆天恒和郑平叫来，苏明一点也不稀奇。苏明就是想要与郑平或者陆天恒这样的人来一次沟通。有些事情说清楚了，一切都好说；说不清楚，那2边都难受。好吧，那你们今天把我叫过来是想要问什么？我们想知道昨天我们这边防御系统瘫痪，设备失灵，究竟是不是跟你的收音机有关？如果是，你是怎么做到的？请一定要如实相告。陆天恒有些严肃地说道。毕竟一个大学生都能攻破的防御系统，那漏洞可太大了。这要是真正的战场，那后果陆天恒都不敢想象。所以陆天恒想要从苏明这里
知道哪里的问题，从而把这个漏洞给补上。按照你们之前所说的，应该就是你们启动了洪水收音机的缘故。这款收音机是我为坦桑尼亚那边的合作伙伴准备的，他们对面的军阀武装疑似是受到了米国那边的技术支持。苏明将阿贝巴的事情和郑平以及陆天恒讲了一遍，所以我就造了这款洪水收音机。在他们面前，苏明并没有耍小聪明，而是直接将事情讲清楚，因为耍这些小聪明也没有任何好处和用处。听了苏明的话，两人点了点头。苏明和阿贝巴之间干的事情，他们一直都知道得十分清楚，只不过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已。但是如果苏明到这里还跟他们耍那一套小聪明，那就真有点看不起他们两位了。令他们比较满意的是，苏明并没有隐瞒这些事情，而是直接说给了他们听。你准备怎么用这个收音机对付你所说的米国设备？郑平随口问道。毕竟郑平主要从事于科研工作，想的比较少。而一旁的陆天恒听完刚才说的话，早就有了一些猜测。苏明并没有直面回答郑平的问题，而是问道：如果你们现在是阿贝巴现在的处境，你们是什么感觉？这种感觉其实不用苏明多说，因为昨天他们就感受过。陆天恒若有所思地说道：给我的感觉，我们就像是瞎子一样，而对方却能看到我们的一举一动。这种感觉，陆天恒一辈子都不想再体验第二次。听到陆天恒的回答，苏明笑了，并且踱步到了会议室门口。那如果我这样呢？随即苏明关掉了会议室内所有的灯光，整个会议室瞬间一片漆黑，浓重的黑暗让陆天恒和郑平觉得呼吸都有些困难。但是现在随即陆天恒就明白了什么。瞎子对战正常的人确实是劣势，但是如果将灯关了呢？那对两方就被强制拉入了同一个水平，甚至对瞎子来说还有一些优势。随即灯亮了，陆天恒和郑平两人眯起了双眼。这与其说是不能适应突然出现的光亮，不如说是对苏明刚刚暗示的思想感到震惊。第59章，天才，绝对的天才。陆天恒着实有些被苏明暗示的思想给惊住了。苏明的意思再明显不过了，那就是对面有各种先进的技术，这边没有，那就谁都不要用了。而苏明设计的收音机不正是有这样的功能吗？它的功能十分的简单，不像现在的电子战、信息战那样截取对方的信息情报，扰乱对方的一切交流方式。它就只有一个功能，让对面的所有设备瘫痪。虽然这样也会使得自己这边的设备同样无法使用，但是如果自己这边压根就没有这种设备呢？这是在电磁通信上强制制造了一个双方共享的全黑暗战场。这种战斗方式对于天生处于信息战弱势的队伍来说，绝对是最优的一种解决方式。我既然信息战打不过你，干脆谁都别用。现如今的电子战拼的都是谁的技术先进，谁能克制谁，在数字战场上获得胜利，却没有想过掀桌子这种方式。不过这里却有一个很大的问题，那就是无论是米国的技术还是他们龙国这边的技术，不是谁都能随便掀桌子的。苏明是怎么让所有的设备同时全部失灵的？这才是陆天恒和郑平最不理解的地方。这种方式说起来容易，但是做起来才知道其难度如登天。对于设备会受到干扰，所有国家都会考虑到这种问题，所以一般设备都有各种抗干扰的方式，不知道其传输技术的话是很难瞄准对面的，更别说进行干扰了。而苏明的收音机却做到了，而且还不是一个设备，是范围内的所有设备都受到了干扰。这几乎不可能，有些设备传输信息的频率根本不一样。苏明的收音机是如何一次性干扰那么多设备的呢？郑平问出了这个问题。苏明，你是如何干扰我们所有的设备通信的？要知道，我们为了防止敌对方干扰，已经广泛采用了诸如跳频、促发、单频转发和频率结变等技术来抵抗电磁波的干扰。例如跳频技术是发射机和接收机以同样的序列变换频率，只有它们之间可以信息传输，你又是如何锁定它们的频率并进行干扰的？郑平实在不理解这个收音机的运作方式，怎么可能同时针对这么多种不同的传输方式同时进行干扰呢？听到郑平的话，苏明笑道：这就要说说我的洪水牌收音机的工作方式了。我们的收音机不只可以接收电磁波信号，能听广播，也能自己产生各种电磁波。郑首长，就像你刚才问我的，我是如何知道这些设备之间传输的频带的？我告诉你，我并不需要知道你们的设备在什么频率，以何种方式交流，因为我的收音机是全频带阻塞干扰。全频带阻塞干扰，陆天恒和郑平两人异口同声地说道。对于这个第一次听到的词汇，两人一时间都有些迷茫。说白了，我的洪水牌收音机的这第二个功能就是一个电磁干扰装置。至于为什么能将所有的设备同时进行干扰，那是因为一般的电磁波频率在 3kH 到 30GHz 之间，不会超过这个区间。而我的收音机产生的电磁干扰能同时发射出 3kH 到 30GHz 之间的强烈电磁干扰波，覆盖了除毫米波之外的所有电磁波段。
因此，不管你是什么频带的设备，不管你用何种方式进行信息的传播，只要你用的是电磁波，就会被洪水收音机发出的电磁波干扰。这就是所谓的全频带阻塞干扰。在这样的全频带阻塞干扰下，双方无论你我，无论什么电子设备，都将进入失灵的状态。唯一的战斗方式就是单纯的热武器交锋。听到这里，郑平和陆天恒同时倒吸了一口凉气。全频带阻塞干扰，这样疯狂的想法，苏明是怎么想到的？最关键的是，苏明居然还真的做到了。现在他们也是明白了，为什么所有的仪器设备同时失灵了，更换各种通信频率一点用都没有了。全部频带的频率都被苏明的收音机给干扰了，可不是怎么调试都没有半点用处。怪不得这东西叫洪水牌收音机，这东西一发动就产生一波波看不见的电磁波洪水，将所有的频带覆盖，影响所有的电子设备。现在陆天恒也明白了，这不是他们的问题。如果将苏明的收音机放到米国最顶尖的基地里，他们也一样没有办法，只能看着自己的所有仪器成为无用的垃圾。作为龙国最顶尖的军事人才之一的陆天恒，只是顷刻之间就预估出了这东西的巨大作用。如果在一场注定为弱势的电子战斗中发动这种洪水般的电磁入侵，会如何？那将会强行拉平两方面的差距。到那时候，所有电控的导弹、战斗机、无人机等一众现代的武器都将毫无用处。那时候，他们将会回归几十年前最原始的战斗方式。这东西如果能用得好，是真的能改变一场战争的走向的。此时的陆天恒有些惊恐地看着面前眼含笑意的苏明。苏明为黑州的客户量身定制的一款产品，就搞出来了这样惊世骇俗的东西。让你买军火，也不是让你把这种战略级的东西给卖出去啊。这种东西出现在战场上绝对是 bug 般的存在。而一旁的郑平则是更加的了解苏明所说的全频带阻塞干扰的难处，而苏明居然做到了。天才，绝对是特妈的天才啊！郑平激动的不停的搓着手。在郑平的眼中，此时的苏明就是绝世珍宝一样宝贵。这样的人才在龙国绝对是战略级的，这样的人才一定要教好。郑平和陆天恒两人各有各的想法，不过此时对苏明的事情，两人倒是一致的有些犯难了起来。这东西怎么看都是一个战略级的技术，如果捏在龙国自己手里，那绝对是一个仅次于核弹战略重要性的武器级别。想想未来龙国和别国发生战争，如果信息战处于优势，那好说痛打落水狗就行了；如果处于劣势，立刻将这种技术投放到战场中，本来的劣势瞬间就可以抹平，甚至可以凭借对面懵逼的时间差，打对手一个措手不及。这就相当于龙国在信息战、数字战场这一维度，先天已经立于不败之地，最多就是一个平手而已。这简直太逆天了。第60章有缺陷，我故意的。这种逆天的技术，陆天恒和郑平自然是想要捏在自己手里的。当然，他们并不是为了自己，也是为了国家。但是这话该怎么跟苏明说呢？如果直说不让苏明出口，将技术上交给国家，他们恐怕会跟苏明交恶。而苏明看到两人支支吾吾的样子，心中也跟明镜似的。这东西恐怕他们是不想让自己出口给阿贝巴他们，想要留在龙国。这很正常，苏明在来之前就想到了。不过苏明早已经做了准备。两位领导放心吧，洪水的技术我会牢牢捏在自己手里，不会流到外面去的。况且我已经决定在所有的洪水收音机中都装入防拆的设置，可以保证不会被别人破解、盗窃这种技术。而且跟黑州那边的供应，我会把握好度，不会大规模的供应。这听了苏明的话，两人还是觉得有些不妥，依然保持沉默的态度。苏明叹了口气，继续说道：其实你们大可不必那么担心的。我的这个洪水牌收音机虽然看起来厉害，但是它却有缺陷。苏明的话音刚落，旁边的郑平忍不住问道：有什么缺陷？因为收音机发射电磁波的时候，发射的是全频带的干扰波，所以极其耗费电量，最多也就能坚持10分的时间，而且覆盖范围也仅仅只有5公里左右。在真正大型的战场上，5公里的范围起不到决定性作用。听了苏明的话，两人沉默了，想起了之前仅仅10分钟就没电了的收音机，他们也该想到了，这种全频带的大功率发射电磁波怎么可能不耗电？如果只是干扰10分钟的话，确实用处不是很大。这个范围过小也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在现代战场上，两军对战动辄就是几十公里范围内的火炮对射，洲际导弹那种就更不用说了。5公里的范围确实太小了，除非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将洪水投放到敌对阵营的中心，但是这种情况也是很难实现的。不过这缺陷也算是我刻意造成的。听了苏明的话，两人霎时间愣住了。本来他们以为之所以有缺陷是苏明造不出来，结果苏明告诉他们，这是他自己刻意造成的。如果材料够的话，我可以建造出覆盖战场几百公里的洪水干扰系统，
并且洪水持续的时间也可以更加的长。苏明继续说道。听了苏明的话，郑平和陆天恒呆住了。如果苏明真能制造出来这种级别的洪水全屏阻塞干扰的机器，那在战场上的作用就真的大了。这样的技术，我可以交给国家，但是作为其中的一个条件，这个洪水排收音机，希望你们能同意让我出口给阿贝巴他们。什么？你真的愿意将这种技术交给国家？听到这话的郑平连忙问道。他们之所以对苏明出口这个洪水排收音机，就是怕会被国外的人掌握这种技术。但是现在苏明说他有更加好的技术方案可以上交给国家，那这洪水排收音机出口的事情好像也没有那么难以接受了。苏明点点头，肯定了自己刚才的承诺。所以苏明，你造出洪水的时候就已经做好计划了？看到陆天恒认真的目光，苏明点点头说道。是的，我知道我们厂子想要再在国外进一步发展，肯定是绕不过你们的，所以咱们不如先直接谈一谈。我给咱们龙国最顶级的洪水技术方案，让我可以出口次一级的洪水收音机给阿贝巴他们。对于苏明的这个要求，他们是十分心动的。小小的洪水排收音机或许对黑州那样的如同部落之间倾轧之间的小型战争作用是巨大的，但是上升到更高级更广阔的战场上，作用可能就没有那么大了。而苏明给予他们的洪水技术却是真正能在这种战场上起到关键作用的。怎么选，一眼就能看得很清楚。但是现在这事情就有点大了，即使陆天恒都做不了主，需要上报然后商讨这件事情。不过陆天恒觉得上面大概率会通过苏明的这个要求，这件事情我们需要上报讨论一下。你可以说说你还有什么需求？陆天恒问道。苏明沉吟片刻后说道，我希望能给我一个国家方面的身份。这次前来，苏明最重要的一个目的就是要一层国家方面的身份，将自己和国家机器捆绑在一起。有了这层身份，以后自己做一些东西就不用再那么畏首畏尾了。苏明也不期望这个身份在明面上能起到什么作用，只要能在暗处起到一些作用就行了。陆天恒自然知道苏明的意思，沉吟片刻后说道，这个应该没问题，因为你不仅为我们国家提供了航母阻拦索，加上这次洪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你们厂子已经算是我们龙国的军工企业了，给你和你们的厂子一个民营军需供应商的身份自然是可以的。但是这种身份不能明说，但关键时刻我们是不会坐视不管的。毕竟现在苏明的工厂还与境外的黑州以及中东那边进行着交易，要是没有这些交易的话，陆天恒将苏明他们厂子直接民转军都不是太难。听了陆天恒的话，苏明点了点头。很多事情虽然不能明说，但是龙国能承自己的人情，知道这是自己人，这就足够了。那些大宗的军火商虽然谁也没有说，但是背后都有一个国家的影子。如果没有国家在背后扶持，军火商根本不可能走得远。而苏明的背后自然就是龙国。苏明这边暂时被留了下来，等陆天恒他们上报，讨论出个结果。陆天恒也是十分的效率，连夜就将事情报了上去，并且经过连夜的商讨，同意了苏明的所有要求。对于苏明这样的人才，他们也十分的重视。而且在他们看来，苏明支持的阿贝巴反抗军是一个为人民、为国家着想的军队，并不是残暴的军阀。加上对面的军阀卡路亚有西方国家的支持，由苏明当做一个中间人支持阿贝巴他们这样的组织，也是他们想要的结果。这样一举两得的事情，高层自然乐得同意。而且他们也没准备让苏明打白工，到时候洪水干扰装置造出来了，他们会根据这东西的性能预估其价值，给苏明满意的酬劳。而苏明也没想到陆天恒他们这么快就同意了自己的请求。就这样，苏明这边得到了自己想要的，陆天恒他们也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事情已经解决了，苏明便马不停蹄地往明阳赶。至于苏明承诺的大型洪水仪器，苏明也需要一点时间将工程图纸给画出来，这个时间也不会太短，所以苏明可以回工厂继续忙自己的事情。等一切事情都准备妥当了之后，苏明会再去燕京一趟，亲自监制大型洪水干扰装置。第61章，洪水排收音机问世。回到明阳机械厂的苏明并没有一丝的放松，他知道阿贝巴那边还等着他救命呢。这几天时间，苏明这边一切事宜都被陆林管理的井井有条，电子车间的流水线也准备好了，就等苏明下令开工了。洪水排收音机虽然内部构造比较复杂，但是如果放在流水线上，拆解成一个个小的工艺就非常简单了。工人们不需要理解为什么这么做，只需要将一个东西按在另一个东西上就行了，然后下一个人再进行下一道工序。这对于普通的工人来说并不是很难。不过在那之前，苏明先要和阿贝巴联系一下。苏明知道阿贝巴那边事情紧急，他虽然也想帮助阿贝巴他们，但是也不会给阿贝巴打白工，这价格的事情自然要谈妥。要是按照之前的方式，苏明一般就先寄一个样本过去了，
让阿贝巴看效果，然后再说价钱的事情。但是现在不一样，阿贝巴那边战况紧急，为了节省时间，苏明准备将阿贝巴他们的订单制作完成之后就直接发货，这样可以节省不少时间。不过在那之前，阿贝巴要先预付苏明他们厂子里一些定金，就是不知道阿贝巴同不同意这种方式。苏明拨打了阿贝巴的电话，很快电话就接通了。对面的阿贝巴十分的激动：“苏兄弟，你终于把电话打过来了，你再不给我打电话，我就给你打电话了。怎么样，是不是有解决办法了？”阿贝巴这些天真是烦死了。虽说自己这边有了煤气罐迫击炮，可以对对面的卡路亚士兵造成震慑，但是对面的卡路亚士兵也学聪明了，只要看到他们有使用迫击炮的动向，立刻就选择下令离开，并且卡路亚士兵也不再像之前那样扎堆行动了，而是分散的比较开，让迫击炮的作用也不是那么明显了。目前战场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苏明也不废话，直接将看起来有些丑陋的洪水牌收音机拿了出来。确实有办法了，这款收音机就能解决你们目前的问题。收音机？阿贝巴有些吃惊，在他的预想里，本以为苏明会掏出什么非常厉害的武器，或者非常先进科技的东西。毕竟卡路眼那边用的就是米国的先进的科技仪器来监察他们这边的动向。虽然阿贝巴没真的见过那种设备，但是米国战争电影阿贝巴看过不少，那里面的先进科技阿贝巴记忆颇深。结果苏明就拿出来了一个丑乎乎的收音机铁盒子。收音机在他们这里都不是什么珍贵的东西，不过阿贝巴自然知道苏明的套路，说是收音机，但是用处却不一定是收音机。对此他早已经轻车熟路了。这东西虽说是收音机，但是还有别的功能。不过这功能现在不能直观给你展示，但是我保证到货之后绝对能解决你们现在面临的问题。这东西确实有点尴尬，如果苏明想给阿贝巴展示的话，他们之间的网络就会瞬间断掉。所以具体什么样的功能得到货之后，阿贝巴他们自己去体会，对面也不会再知道你们队伍的一举一动。苏明保证道。听了苏明的话，阿贝巴十分惊讶，就这么小的一个收音机有这么大的作用。虽然有些许的疑惑，但是对苏明阿贝巴还是十分相信的。既然苏明说这东西能解决目前他们的问题，那就一定能解决他们的问题。那太好了，赶紧给我们运过来吧，样品就不要再送了，我们已经等不了了。这样吧，苏明，我相信你，你说个价，我马上就付定金。经过这么多次打交道，阿贝巴早就将苏明当做了自己最坚实的盟友和合作伙伴了。他相信苏明会给他一个合理的价格，并不会坑他。更何况阿贝巴看得很清楚，没有命了，钱不值一提。所以如果能解决目前的问题，亏点钱都不算什么。苏明也没想到阿贝巴这么干脆利索，都省下自己费一番口舌了。随即苏明说道：“我们这款洪水牌收音机售价在5000华夏币。”这个价格自然也是经过苏明深思熟虑过的。虽然这个价格要远高于收音机的成本价，但是什么东西都要看它的作用价值。就像之前的航母阻拦索，成本价几百块钱而已，但是因为其航母阻拦索的重要作用，就可以卖到10万块钱一根。这东西也一样，在苏明看来5000块钱能买到这样一个他们的收音机，已经非常划算了。这价格就算是让陆天恒或者郑平来评判，都得说一句实惠，实在是太实惠了。但是此时华夏少年直播间的观众们却不是这么认为的。卧槽，居然这么贵！什么鬼？一个收音机卖人家5000块钱？尼玛，我手机都没有这么贵，一个丑不拉几的铁盒子水收音机这么贵？虽然赚钱不寒碜，但是也别这样赚人家的钱啊。那天直播直接断了，谁知道究竟有没有用呢？对啊，就算是有用，倒也不至于那么贵吧。你们要是想那是收音机，感觉确实贵。如果你们想那东西是军火呢，就感觉不是很贵了吧？哎，这么一想，确实感觉不是那么贵了。但是怎么看苏明造的东西都只是一个收音机啊。5000华夏币，阿贝巴点了点头。可以，你说5000就5000，我相信你。阿贝巴并没有过多的犹豫，甚至都没有还价，直接就答应了苏明提的价钱。如果能解决目前他们的问题，别说一个收音机5000块钱，就是1万块钱他也愿意掏。而且他也相信苏明一定会给他一个最低价，不会坑他们。看到阿贝巴这么信任自己，苏明内心也是有些高兴的，这说明苏明没看错人。阿贝巴这人值得帮助。好，那你需要多少？苏明问道。电话那头的阿贝巴挠了挠头。虽然对苏明说的价格他没有任何的异议，但是这个东西作用是什么，具体怎么用都不太清楚，就更不知道要定多少合适了。要不先定5万？5万个？苏明摇了摇头。以阿贝巴他们的战场形势，根本用不了那么多的收音机，一场战斗1000个就足够了。如果想要多储备一些的话，1万个也足够现在的他们用了，倒是用不了5万个那么多。阿贝巴，这东西你们用不了那么多，这样把第一批先给你们1万个，
如果不够用了，再朝我这里订。你看行吧？苏明说道。好，就听你的。对于这种东西，阿贝巴是不太懂的，但是听苏明的就对了。阿贝巴很痛快地掏了2500万的定金，苏明也承诺在半个月内一定将货给发出去，随即就挂断了电话。尼玛，这就又是2500万进账了。不得不说，卖军火是真他妈挣钱啊！收音机，我这辈子都没想到我能卖出这个价格，就是真正的收音机才能赚几个钱啊，还是卖给境外的黑哥们来钱快。别现在价格卖得贵，结果货不对版，用处不大，就打脸了。直播间里总有一些眼红的观众，对此苏明并不知情，也不想知道。现在的苏明只想让流水线尽快的运行起来，让工厂里的第一批电子设备尽快问世。第62章，抄家伙，开干！明阳县明阳机械工厂，苏明在接下了阿贝巴的订单之后，这几天就没有停下来过。苏明也知道，现在的电子厂不比之前的机械厂，电子厂里没有一些高学历的人才是不行的，所以这些天也让陆林花重金聘请来了一些高学历人才。不过在招聘这些高学历人才的时候，还有些曲折。本来这些高学历的人才听到是受到国家表扬的明阳机械厂招收人才的时候，还是十分乐意来的。结果看到让他们来就是为了让他们造收音机这种东西时，这些人顿时就不乐意了。这对他们来说纯粹是大材小用。最后苏明还是好说歹说，以高薪聘请这些人才，加上保证以后会有更好的产品让他们做，他们才乐意留在工厂。有了这些人才的辅助，苏明的工作也轻松了不少。同时因为这些天陆林的表现非常的好，苏明也决定将陆林提前转正，并且将之前说好的工资提升到了1个月3万块钱。在苏明看来，陆林值得拿这么多的工资，毕竟如果这些天没有陆林帮衬着，他的产品进度不可能这么快。而陆林对于苏明为自己涨工资倒是并没有太多的感触，但是听到苏明对自己的肯定，让陆林感到十分的受用，连走起路来都有些轻飘飘的，背着手晃晃悠悠的离开了。看着陆林欢快的背影，苏明的疲惫感都减轻了不少。是不是该请陆林吃顿饭，感谢一下他？苏明想到，不只是因为工厂的事情，还有生活上，这些天两人同居，一般晚饭都是陆林来做饭的。不是苏明不想做饭，而是他做的饭实在不太好吃，所以很快就形成了默契。陆林做饭，苏明洗碗，但是这么算还是苏明占了便宜。等有时间的话，请陆林去吃顿大餐吧，苏明这样想着。很快电子车间里的洪水牌收音机流水线就能够正常的开动了。洪水牌的收音机的产出也非常的迅速，在苏明和阿贝巴沟通完成之后的第8天，电子厂就已经将阿贝巴预定的第一批1万个收音机赶工赶了出来，并且当天就将东西邮寄了过去。几天时间一闪而过，黑州坦桑尼亚，在收到苏明送过来收音机的第一时间，阿贝巴就打来了电话。东西他们是收到了，但是不会用啊。即使有产品说明书，但是有还不如没有，仅仅2、3句话，什么正常使用、非正常使用的，阿贝巴是一点不了解。不过阿贝巴也十分理解苏明，毕竟这东西肯定是苏明他们加班加点赶制出来的，能这么快到手了已经很不错了，还要啥详细的说明书啊？再说再好的说明书，能有苏明这个产品的设计人本人指导更方便快捷吗？所以阿贝巴连忙就跟苏明打来了电话。苏兄弟，你这个收音机怎么用啊？不会真的是让我们听歌吧？阿贝巴半开玩笑般的说道。苏明笑了，当然不是，这收音机上不是有个不起眼的旋钮吗？你旋转一下就可以用了。阿贝巴找了一下，终于找到了收音机上一个不起眼的旋钮，当即就要动手旋转。苏明连忙叫住了阿贝巴，别在这里打开，你打开我们的电话通信就断了。哦，阿贝巴露出好奇的神色。那这东西到底怎么用？阿贝巴继续问道。这东西的操作就按照我刚才说的，直接旋转旋钮开启机器就行了。但是扭动旋钮之后，几乎所有的电子设备都会受到它的干扰，干扰范围是方圆5公里，干扰的时间是10分钟。也就是说，只要在你们交战的时候，让你手下的一些军人分批次的将收音机打开，就可以长时间大范围的覆盖整座战场，这样对面的高科技设备将丧失所有的作用。当然，如果你们有人能拿着这收音机在靠近敌方基地的地方启动洪水，那对面就直接瞎了。阿贝巴十分吃惊地补充了苏明没有说完的话。这是时候他也明白了苏明制作的这款洪水收音机的作用。如果真像苏明说的那样，这收音机绝对能解决他们目前的问题。自己最烦恼的是什么？那就是自己这边就跟瞎子一样，而对面却能侦查他们这边，侦查得一清二楚。如果对面和自己一样都瞎了呢？那靠的就是纯纯的热武器之间的战争了。在这一方面，阿贝巴敢说自己绝对不输对面的卡路亚。想到这里，阿贝巴异常的兴奋。苏明不愧是苏明，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想到了解决办法，
并且造出了克制的产品。通过苏明刚才的描述，阿贝巴也知道了这些收音机有局限性，但是如果规划合理的话，完全是可以解决这些问题的。比如收音机工作的时间只有10分钟，可以让手下的人多带一些电源，每过10分钟换一次电源。干扰最佳范围为5公里的问题，可以每相隔5公里让一个士兵带着洪水收音机进行战斗，这就可以实现战场的全覆盖了。最重要的是，阿贝巴准备派遣一支特别行动小队，在这些人的掩护下，偷偷潜入卡路亚基地附近，影响干扰对面的所有仪器。这样的情况，在配合之前在苏明那里购买来的煤气罐迫击炮弹，阿贝巴觉得有希望一次性将卡路亚的军队完全消灭。这样看来，苏明送来的收音机何止是能帮助他解决目前的困境啊！要是运作得好，甚至很有可能带来一场大胜。哈哈，好，想到这里，阿贝巴多少天来的苦闷一扫而光。苏明，你又帮了我一次大忙，大恩不言谢。等这场战争结束后，我再好好酬谢你，给你个大大的惊喜。阿贝巴说的神神秘秘的。苏明也很纳闷，阿贝巴能给自己什么大的惊喜？好了，别的也就不多说了，等我的好消息吧。说完，阿贝巴就兴冲冲地挂断了电话。挂断电话的第一时间，就将剩余的尾款打了过去。现在苏明不仅是他们的军火供应商，甚至还可以说是他们的半个狗头军师。就算是亲爹亲妈伺候不好，也得把苏明伺候好。随即，阿贝巴就是一声吆喝：“兄弟们，抄家伙！今天咱们好好跟他们干一场。”第63章，关键时刻，设备失灵了。阿贝巴很快就召集了一批信得过的手下，这些人都是跟着阿贝巴从一个部落里出来的。通俗的来讲，他们就是一个族的人，所以也是最可靠的人。所以阿贝巴并不担心将洪水发到他们手里会有什么意外。很快，阿贝巴将收音机派发到他们的手上，为他们讲解它的使用方法。阿贝巴讲得十分的细致，确认所有人都知道洪水收音机的使用方法之后，才放心的给所有人安排任务。按照刚才所想的，一部分人在战场上分散开来，务必要用洪水覆盖完整个战场，而另一部分的20-30个人，阿贝巴则是让他们组成一支潜伏部队，他们的目标就是趁乱潜伏到卡路亚大本营附近，然后打开洪水收音机，别的什么也不用做。因为这次行动可能直接消灭掉卡路亚这个心腹大患，所以阿贝巴安排的十分仔细。而且一旦洪水系统打开，他们这边的通信也将同时被切断，到那时候再下达命令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了。所以一定要在洪水开启之前，将所有的可能考虑到，并传达给下面队伍的负责人，告诉他们如何应对。咱们这边的迫击炮弹组装出来多少了？阿贝巴问道。报告将军，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有5000枚重型迫击炮弹组装完成了，以及50套发射架。听到这个数字，阿贝巴满意的点了点头。这东西和洪水收音机将是他今天能否一举击溃阿贝巴和卡路亚的关键所在。好，让炮兵营的人听我的命令，随时做好战斗准备。好了，我们现在对一下时间。现在我的时间是14点33分55秒，命令你们在15点整到达各自的位置，打开洪水。听明白了吗？此时的阿贝巴满脸严肃，他知道这是事关生死存亡的一战，马虎不得。伴随着阿贝巴的声音，那些黑人副手点了点头，随后阿贝巴直接挥手说道：“走吧，按照我事先预定的路线，先到达我给你们规定的区域范围内，等时间一到就开始行动。这次一定要务必成功，成功后大家想喝酒喝酒，想吃肉吃肉。”是，下面的心腹副手们异口同声地说道。随即这些人就按照预先的设定的任务，悄无声息地散入了战场各地。与此同时，卡路亚的临时基地里，第一军团第3联队处发现敌方目标，方位133，有50名敌方士兵向391方位以平均速度15公里运动，按照 AJ031 号优化攻击方案。第3军团方位244，疑似发现重火力迫击炮动向，所有参战人员远离02、04区域。几名白人技术人员戴着耳机，指挥着整个战场的运作。卡路亚所有的战斗人员在他们的指挥下井井有条地往前面推进。在他们的指挥下，卡路亚的士兵每次都能料敌先机，往往都能以最小的损失获取最大的利益。在他们身后，卡路亚抽着一根粗大的雪茄，看着战场上的局势，十分的满意。这高科技玩意就是厉害，将对面所有的动向了解得一清二楚，根本不需要他操心。按照这种进度，最迟1个月内就能够将阿贝巴这些反抗军完全吞下，到时候他手下的势力也就能更加的庞大。不过这还不是最主要的，最主要的是卡路亚在他们这个临时基地所处的小镇周边发现了巨大的钻石矿脉，虽然不知道有多少，但是如果全部开采出来，足以让他们军队迅速扩张。现在只有他卡路亚知道，所以卡路亚绝不允许在这片风水宝地上有第2个军队组织。想到这里，卡路亚就不免一阵激动。战场之中，
卡路亚第一军团下的第3联队，报告连长官，接收到信息，发现目标方位。听到手下的汇报，穆哈吉点了点头，兴奋地舔了舔嘴唇。在他看来，这小支的队伍就像是送上口来的绵羊，按照战术指导手册上的要求，很轻松就能吞下。本来之前他们这些人听到首领让他们听从几个白的像有病似的人的调遣，他还是不乐意的。他们凭什么听这些白人的命令？不过这怎么说也是卡路亚首领的命令，他们也不得不听。随后这些白人就下发了一些有关战场方位、作战方案的指导书，让他们所有人学习。本来他们就看不上这些西方国家的白人对他们吆五喝六的，所以就更不好好学习了。加上这些东西对他们这些没有上过学的人来说确实有点难，所以进展就十分缓慢了。只有穆哈吉脑子灵光些，觉得这是一个不错的机会。虽然这些东西看得穆哈吉头疼，但是还是让他啃了下来。随后在战场上，穆哈吉才意识到这些白人技术的厉害。根据这些白人的指示，每次穆哈吉都能够趋吉避凶，那些白种人简直就像有上帝之眼一样。穆哈吉也因此多次立功，消灭了不少对面阿贝巴他们那边的战士。也因此，穆哈吉从一个卡路亚军队里最下层的士兵，快速地升到了现在连长官的位置。在穆哈吉看来，按照刚才米国人的指示，待会儿又是一场单方面的屠杀。现在按照作战手册的方案，他们需要寻找一个有利的地形，守株待兔，在对面的必经之路上埋伏就行了。对面的敌人简直就跟瞎子一样，还不知道自己这边早已经发现他们的动向了，十分的简单和无脑。这样的战争方式真爽啊！穆哈吉也观察过，除了头顶上不时飞过的无人机，米国人应该还有一些他也看不见的东西来侦察整个战场。不过不管怎么样，他只要听命令就有钱拿，有官升。穆哈吉当即下命令道：好，继续接收基地总部发来的消息，以防有什么变动。是。时间流逝，很快就来了15点整。同一时刻，战场上四散开来的阿贝巴的心腹们也打开了洪水系统，看不见的电磁波瞬间笼罩了整个战场。战场上空的无人机摇摇晃晃地从空中落下，其他的侦察设备也在同一时间进入混乱状态。卡路亚基地内，怎么回事？怎么收不到信号了？不知道，我们派出去的无人机也失去了控制。试试其他的设备。不行，其他的探查设备也失灵了，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干扰我们的信息传输。难道是对面的那些野蛮人对我们实施的干扰？怎么可能？就凭那些野蛮人？什么情况？根本不可能出现这种情况啊！我们米国设备的抗干扰性和安全性是最高的，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问题。几个白人技术员议论纷纷，不知道为什么接收不到数字战场的所有信息了。怎么回事？卡路亚也发现了异常。不知道，我们的信号突然中断了。其中一个戴眼镜的白人硬着头皮说道。卡路亚脸色阴沉，现在正是关键的时候，你们说你们的东西出问题了。第64章，洪水开启，形势反转。我们马上调查一下，看看是哪里出了问题。您别着急，将军。面对卡路眼想要杀人般的眼神，即使他们背靠米国，也有些发怵。随后，几名技术员开始一番检查，调查结果是所有的机器都没有损坏，但是就是数据混乱，不能正常运行。不只是这些设备，所有的电子设备，包括手机、平板都受到了影响。也就是说，所有的电子设备都失灵了。这样的情况很明显是受到了什么东西的干扰，不排除是对面敌人进行的干扰。所有通信采用跳频技术。戴眼镜的技术员下命令道。片刻之后，不行，还是没有办法恢复通信。换直接序列扩频方式，还是不行。换频率节变。到最后，所有的技术人员全都满头大汗。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所有的通信技术都是过了，为什么都不行？就好像有人在追着我们瞄准一样。不可能，我们这套通信技术，即使在米国也是最先进的一批了，就这还不能避免被干扰，怎么可能有这样的干扰技术？戴眼镜的戴夫感到不可思议。他们几乎试过了他们能掌握的所有通信方式，结果都行不通。这种情况他也是头次遇到。与此同时，战场上的局势也发生了变化。穆哈吉这边十分的紧张，已经完全没有了刚才风轻云淡的样子，因为他发现他们这边与基地指挥部失去了联系，没有基地指挥部的领导，现在他们就跟瞎了一样。而穆哈吉本来也就是一个小兵，因为听话，能完全按照指挥部的指挥行动，从而上升到连长官的官职。但是如果没有基地指挥部的指挥，他完全不知道下一步的行动是干什么。即使知道刚才在他们现在方位的133位置有50名敌人正朝他们这里靠近，但是也觉得十分的不稳妥。毕竟他们不知道对面的人会不会绕到他们后面，会不会有更多的人汇聚到那些人那里。现在说不定有好几百人，敌人的迫击炮是不是已经偷偷瞄准他们了？这样的想法一出来就难以抹去。
未知的战场上随处都是危险。穆哈吉如同惊弓之鸟，已经完全不知道该如何是好。但是固执的他又认为指挥部只是暂时出了问题，过一会儿会再联系他们行动的，所以让全连队原地待命，连让人警戒这件事情都忘记了。还没等穆哈吉他们休息一下，没想到远处突然传来砰的一声，紧接着就是更加密集的砰砰声不断响起。下一秒，同时重点照顾他们这里的还有几发 RPG 火箭弹，哀嚎声和惨叫声骤然响起。敌袭，立刻反击！穆哈吉脸色铁青，双腿都有些发颤，但是口中还没有忘记组织反击。就连穆哈吉都是这样的情况，就更别说那些手下了。这些天都是他们袭击别人，什么时候被敌人袭击过？这也导致他们这边形成有效反抗的时间非常的慢。砰砰砰！他们这片小战场的战斗来得快，去得也快。没有了米国这边技术支持的穆哈吉他们，士气已经低到了极限，加上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很快就没有什么有效的攻击了。而对面的阿贝巴的军队的士兵们看起来却是格外的狂热，士气十足。草他妈的米国人！穆哈吉不恨对面的阿贝巴军队的士兵，因为阵营不同，各为其主而已。但是他却恨的是那些带来技术的米国人，如果不是米国人带来的技术，关键时刻掉链子，他估计也不会是现在这种情况在，至少不会这么惨。穆哈吉有些心酸，自己成功是因为米国的技术，失败也是因为米国带来的技术。伴随着穆哈吉最后绝望的嘶吼声，他们组织了最后一次冲锋，但是这样的冲锋并没有任何的效果，仅仅是为战场添加了一朵又一朵绚丽的血花而已。而穆哈吉这样的情况也只是战场的一处缩影而已。这样的事情在战场上不停地上演着。卡路亚下面的士兵懵了，之前都是能提前报点，并且由指挥部安排行动的，他们并不用动脑子，只用听命令就行了。现在什么也不知道了，如同瞎了一般，人直接就呆住了。这怎么打？俗话说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在之前没有米国的先进技术辅助他们战斗的时候，他们还可以跟阿贝巴他们打得有来有回，甚至还能占到上风。但是尝到了米国这种先进技术带来的便捷后，一下子回归之前的状态，所有的人都不适应了。再加上迫击炮这样重型火力武器的加入，战场瞬间进入一边倒的状态。而因为没有上面命令，下面的卡路亚士兵已经乱成了一片散沙。有看到形势不对，想着逃跑的，有决定顽强抵抗的，很难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阿贝巴带着几十架迫击炮不断向前推进，如入无人之境。与此同时，在战场上一片混乱的时候，一小支队伍却在战场的侧翼绕行，他们在树林、草丛、阴影的掩护下，偷偷摸摸地朝着卡路亚的军事基地靠近。半个小时后，就在距离卡路亚所处的基地里3公里之外的山坡密林中，隐藏着一支穿着便装的武装力量，总人数只有20-30人。他们就是阿贝巴派来干扰卡路亚的设备的。现在他们唯一的任务就是打开洪水，然后隐藏起来，不被卡路亚发现，直到这场战斗结束。很快，他们就找到了绝佳的隐蔽地点。这里位置十分的隐蔽，距离卡路亚的基地也并不远，正好在4公里的范围内，没有犹豫的就打开了洪水。第65章，难道是太阳耀斑爆发了？卡路亚的基地内，此时几个白人技术人员依然满头大汗的寻找到底是哪里出现了问题。之前他们可以在卡路亚面前有恃无恐，那是因为这里只有他们懂得操控这些高科技设备。但是如果这些设备坏了，派不上用场了，他们觉得卡路亚想要杀掉他们的话，将会没有一点的心理负担。此时的卡路亚确实动了杀心，本来购买这些设备就花费了他绝大部分的现金，要不是自己还有不少的钻石储备，现在真就一穷二白了。但是这东西到了关键的时刻却拉了胯了，怎么能不让他生气？卡路亚终于还是不耐烦地说道：你们还能不能行？我们现在他妈跟瞎子一样，前线什么情况我一点都不知道。如果你们没用了，我不介意让你们拿着枪出去，发挥最后的余热。之前没有这些白人技术员和装备支持的时候，他们还能凭借手机、电话来通信，了解战况。现在连电话都打不通了，他们基地已经完全跟战线脱节了。对这样的情况，卡路亚十分的烦躁。而这个时候，连他的假牙都来给他添麻烦。卡路亚朝旁边的手下大喊道：把军医给我叫过来，他妈什么情况？我的假牙这时候也特么嗡嗡的响个不停，烦死了。听了卡路亚的话，戴夫的眼睛瞪得老大。什么？你的假牙也真正个不停？看到眼前这个白人如此吃惊的样子，卡路亚不解地回答道：对啊，从刚刚开始，我的假牙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嗡嗡的响个不停。不过你为什么要用也这个字？有什么问题吗？戴夫之所以用也这个词，是因为戴夫自己也是有假牙的。从刚才开始也感觉有那么一点难受，有酸涩的感觉，很难受。但是因为面前的仪器都失灵了，这件事情更加紧急，所以就没有太过在意。现在听到卡路亚的假牙同样出现了问题，
戴夫第一时间感觉出来了不对劲，卡路亚的假牙嗡嗡响，肯定是不正常，能出现这样的情况，大概率和某种东西产生了共振。这并不奇怪，任何电子仪器都可能产生电磁波，达到假牙的共有频率。但是戴夫的假牙之前就已经因为容易和他们监察的仪器共振，而专门找过牙医看过，牙医也将他的假牙取出，进行了一番加工，让他的假牙共振频率高了不少，一般情况下是不会发生共振的。但是奇怪的是，卡路亚和自己同时都产生了共振。戴夫不相信他们两个人的假牙那么巧，共振频率在同一个电磁波范围内。除了这种可能，那就只有一种可能。戴夫瞪大了双眼，满脸吃惊。难道我们现在正在被全频率的电磁波干扰着？戴夫的脸色变得有些难看。如果是这种情况的话，他们无论怎么做都无济于事。妈的，是太阳耀斑爆发了，还是电磁风暴？作为技术人员的他们都明白，能让所有的通信频道都被干扰的情况，只有太阳耀斑爆发能引发电磁混乱。历史上就有过这种情况。按照记载，在太阳的表面一个很小的区域发生了一次剧烈的电磁风暴，这导致太阳这个极其精细而敏感的能量系统产生了一丝丝波动。电磁风暴的爆发导致所有的电磁系统全部紊乱。那一天，飞机和轮船上的罗盘指针胡乱的跳动，远距离的无线电通信中断。遥远的北极夜空中也闪耀着令人心悸的红光，整个世界如同停摆了一样。也只有这样的情况，才能所有频带的电磁波都被干扰了。电磁风暴这种情况倒是有可能，不过我们国家的航天局已经可以提前预测了太阳耀斑和电磁风暴了，我们并没有接收到任何有关的消息啊。据航天局预测，下一次太阳活动的高峰在3年后，按道理说不应该啊。所有的技术人员都是一脸懵逼，搞不清现在到底是什么情况了。而此时的卡路亚本人却不知道，针对他们的反攻计划已经开始了。等他们收到消息，已经是距离阿贝巴他们开启洪水反攻开始1个小时之后了。毕竟卡路亚平时为人谨慎小心，一般将选择的基地都尽量在战场的大后方，这样即使战事不利，也充足的时间逃跑。现在却成了自己的催命符。战场上的消息很久才传回来。卡路亚基地内，听到下属的汇报，卡路亚的心都凉了半截。仅仅是1个小时的空窗期，他本以为不会出现什么大问题，但是没想到还真出现大问题了。真是越怕什么越来什么。偏偏他们设备出现问题的时间段，阿贝巴他们开始大举的进攻，直接就击溃了他们的防线。迫击炮弹也跟不要钱似的，往他们阵线里招呼。世界上怎么会有这妖巧的事情？听到战场上的形势，戴夫等人也一阵心惊肉跳。与之前的情况不同，这些人可都是因为自己这边的失误而造成的。他们倒不是为这些黑州士兵感到惋惜，主要是害怕作为军阀的卡路亚一怒之下拿他们开刀。说起这件事情来，戴夫等人也是有些后悔。他们本来是米国马丁军工企业的员工，企业想要拓展黑州市场，以便于能在黑州通过贩卖军火赚取更多的利益。于是就像黑州这边的军阀们都受一些先进的设备，为了维持设备的正常运行，同步派遣他们这些技术人员过来帮助军阀，同时也便于向他们兜售更多的军火。本来这是一个油水很大的工作，按照他们的预想，在这里用他们米国的高科技对付一些土著还不容易，本以为能在这里轻松赚大钱，就接下了这个工作。没想到现在成了这样的情况，不过现在后悔也有些晚了，只能听天由命了。但是戴夫却从跟卡路亚汇报的下属的话中听出了一些端倪。你能确定对面是等我们这边仪器出现问题后，马上采取疯狂的反攻的吗？汇报的下属说道。我不知道咱们这边仪器是什么时候出现问题的，我知道他们是在3点的时候开始猛烈的反攻的。3点？戴夫点了点头。这个时间点正是他们刚刚跟前线失去联系的时候。不得不说，这个时间点太巧了。戴夫不相信能有这妖巧的事情，唯一的可能就是对面知道他们会出现这种情况，甚至有很大可能这种情况就是对面引起的。但是唯一让戴夫不解的是，对面的阿贝巴是反抗军中势力并不算很大的那种，之前的武器装备也不是很好，而最近却拿出了煤气罐迫击炮这样威力巨大的武器，以及这次的仪器失灵很大可能也是对面造成的。问题是对面如何造成的？这可是全频率的干扰模式，这样的干扰模式就连他们米国都没有人能够设计得出来。但是在这个偏远落后的黑州却疑似出现了这样的技术，让戴夫感觉十分不可思议。巧合？不太可能，可如果不是巧合的话，这种情况戴夫觉得更加的难以置信了。而此时的卡路亚却并没有思考这些的心思。听手下的汇报，现在他们的队伍在正面战场上可以说是一败涂地。为了能够尽可能减少损失，卡路亚下命令全线撤退。然而还没有等卡路亚的命令走出基地，就又有噩耗传来。
第66章高科技设备败给了收音机。什么？你说我们的军队已经被打散了，形不成建制了？是。汇报来的手下此时颤抖的就像一只受了惊的鹌鹑。这里面有一半是被卡路亚吓的，而另一半则是被阿贝巴的军队吓的。要不是他跑得快，现在也已经交代在那儿了。兵败如山倒，他今天算是体会到了。从3点他们与基地失去联系之后，军队就像无头的苍蝇一样乱窜。而这时候，对面的阿贝巴他们却瞅准这个时机，猛烈进攻他们。关键是他们卡路亚军队的士兵大多之前都是土匪、杀人犯之类的人，打仗的时候全都是顺风局，这一下子进入了逆风局。加上阿贝巴那边迫击炮的炮火实在是太猛烈了，很多人直接被吓破了胆子。本来稳住建制，形成有效的抵抗力量，不至于兵败如山倒，但是毕竟不是专业的军人士兵，军心直接就散了。短短时间里，几万人的军队就被打散了，一部分的人死了伤了，一部分的人直接选择投降了，还有很大一部分直接选择脱离战场跑了。只有一小部分人边打边退，选择回到基地，但是他预估也不会有很多，能有3000人算是不错了。而且现在外面还在打着，听炮火的声音，距离他们这里也已经不远了，估计用不了多久就能打到他们基地了。卡路亚将军，我估计要不了多久，阿贝巴的军队就快要攻进来了，我们快点逃命吧。这名手下建议道。此时的卡路亚还有些没有反应过来的样子，本来他只是以为这次只是一次小小的战场失利，没想到会弄到这种地步。将军，咱们快逃吧，现在我们还能有个几千人，先保命要紧。副手也在焦急地催促道，毕竟他也不想死，如果是普通的士兵投降还有可能活下来，而他们这种作为卡路亚亲信的人，对面肯定不会让他们活下来，所以唯一的希望就是逃跑。好在他们这边距离战场还有段距离，就算是阿贝巴他们全速前进，也不会那么快就能到的。副手的话把卡路亚拉回了现实，虽然卡路亚十分的不甘心，但是也不得不接受了现实，就是可惜了那条被发现的钻石矿脉，自己现在是得不到了。卡路亚也算是一个枭雄人物，眼见大势已去，直接下命令，剩余的全体士兵带上能带上的一切值钱的东西，迅速撤离。很快这边就行动了起来，看到有人手下在搬米国的那些高科技设备，卡路亚愤怒的一脚将手下踢开。操，还带这些没用的垃圾干什么？去搬别的东西。现在的卡路亚简直恨死了这些所谓的米国高科技了，要不是关键时刻失灵了，按照他们之前的节奏也不会败得这么惨。还带着这些没用的东西干什么？将军，那这些米国人呢？卡路亚满脸阴翳，没用的垃圾带着他们干什么？让他们自生自灭已经是我最大的仁慈了。其实如果按照卡路亚残暴的性格，换做其他的人，卡路亚早就命人干掉这些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白人了。但是卡路亚主要还是怕他们背后的马丁军工以及米国人知道这件事情后找他的麻烦。不过卡路亚也肯定不会去救他们的，所以准备让他们自生自灭。此时的戴夫等人看着整个基地的人都在疯狂地搬着值钱的东西，准备再撤离，他们只能呆愣在原地。之前期望卡路亚能将自己这些人带走的，结果看这意思是准备放弃他们了。几人瞬间慌了，主要是现在他们连通信都中断了，如果通信良好的话，他们还可以联系公司来营救他们，现在他们什么都做不了。阿贝巴这边却是高歌猛进，他带领着5000士兵和所有的迫击炮协同前进，一路势如破竹。此时的阿贝巴嘴巴都快要裂到耳根上了，那种从地狱直接升上天堂是什么感觉？阿贝巴觉得不过如此了。兄弟们，冲！第一个冲到卡路亚基地的，我给1万美金，活捉或者逮到卡路亚的赏金10万美金，哈哈哈！听到阿贝巴的命令，手下的士兵们如同打了鸡血般的更加的迈进了。半个小时后，卡路亚基地内，报告首领，战乱已经平息了。我们来的时候并没有发现卡路亚等人的踪迹，应该是在我们来之前已经跑了。阿贝巴虽然感到有些遗憾，但是对这个结果他已经十分满意了。这个老狐狸确实狡猾，不过经过这次大败，他想要东山再起就难了。别的还有什么吗？阿贝巴问道。我们还发现了几个白人，他们想要逃跑的时候被我们的先头部队给抓住了，他们说他们是技术人员，是来帮助卡路亚操控一些高科技设备的。据他们所说，他们是被卡路亚丢在这里的。副手汇报道。哦，听了这话，阿贝巴来兴趣了。果然卡路亚他们这边有西方国家的参与，没想到除了西方先进国家的技术，还派了人前来，看来是真的想要干掉他们啊。好在这次有苏明帮忙，这么看来，这些米国设备和技术人员也不怎么样嘛，被苏明一些小小的收音机就给收拾了，跟苏明一比简直差远了。将那些人带过来给我看看，阿贝巴笑道。
阿贝巴倒是想要见见那些所谓的高素质的技术人才，毕竟就是他们的存在，才让之前的阿贝巴如此的狼狈。很快，以戴夫为首的8名技术人员就被人捆绑，结结实实的绑了上来。你们就是操纵那些高科技设备来侦察我们部队的人？阿贝巴笑着问道。听到这话，戴夫等人怕得要死，毕竟就是他们靠着给卡路亚提供信息支持，才让眼前的这人损失了不少的兵力，不回答要死，回答了更要死。最后还是戴夫硬着头皮说道：回将军，卡路亚买了我们公司的设备，作为我们的顾客，我们只是听从他的命令而已。戴夫只能这样说，期望阿贝巴能好心放留他们一命。阿贝巴并不在意的挥了挥手道，指着作战室里的一堆他也看不懂的设备问道：你们平时操纵的就是这些设备？是的，我们就是用这些设备来了解战场动态，并且根据程序软件算出最优的行动策略，然后再在战场上做出指示的。听到阿贝巴这么问，戴夫眼睛一亮，觉得自己这些人或许有活下去的机会。于是戴夫继续说道：将军，这些装备仪器都还是好的，留下我们为您效力，我们可以继续帮助你操控这些设备。要知道，卡路亚也是花费了极大的代价才获得这些东西的。与此同时，其他几个技术人员也纷纷开始表忠心。阿贝巴自然知道这些人是怎么想的，这东西用处是不小，但是在阿贝巴现在看来，问题也不小。随即阿贝巴撇了撇嘴，什么高科技的设备，还不是连一个小小的收音机都挡不住，这样的高科技设备白给我，我都不要。听到阿贝巴的话，戴夫等人懵了。什么收音机？第67章，发现钻石矿脉，赚翻了。尼玛什么鬼？说他们的设备挡不住一个收音机，这特么离谱了吧？再怎么说，他们这些设备也是集结了米国无数人才的智慧结晶才造出来的。收音机跟他们的设备有可比性吗？比收音机的技术强了不知道几万倍好吗？不过他们却不敢跟阿贝巴这样说话，只不过心里却认为阿贝巴并没有见过什么好东西，居然拿他们的设备跟收音机比。而阿贝巴是懂得察言观色的，虽然这些技术人员嘴上没有说什么，但是他却能感觉出来，在这些人对自己说的话仿佛并不是很幸福的样子。阿贝巴笑了，你们这些机器之前是不是失灵了？戴夫有些吃惊的点了点头，果然是你们做的。这跟之前戴夫猜测的情况一模一样，现在唯一的问题，那就是以阿贝巴他们这样落后的技术条件，究竟是如何做到的？要知道，根据他的猜测，如果是人为的，那么这项技术很有可能达到了全频带的覆盖式干扰，这太恐怖了。这种技术用得好的话，完全可以改变现如今战场的战斗方式。你们是怎么做到的？戴夫大着胆子问道。虽然现在的戴夫想要保命，但是他更想去知道他们是怎么输的。阿贝巴笑了，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们用收音机做的。来人，将洪水牌收音机拿过来，给他们这些乡巴佬看看。所有白人技术人员。片刻之后，戴夫等人都看清楚了，这个丑陋的东西还真是一个收音机的样子。阿贝巴如获至宝般将收音机捧在手里，就是这款洪水牌收音机，让你们的设备都失灵的。怎么可能？所有的技术人员都一脸不可置信的样子，他们不相信他们的那些高科技设备就是被眼前的这款丑不拉几的收音机搞失灵的。怎么不可能？事实不是已经呈现在你们眼前了吗？要不然我们是如何站到你们面前的呢？听了阿贝巴的话，戴夫等人全都愣住了。正如阿贝巴所说的那样，现在他们已经成为阶下囚了，事实都已经摆在面前了，还有什么不可能的？只不过让他们震惊的则是不敢相信有人用收音机就完成了全频带的干扰，这实在是太厉害了。如果这件事情被米国那边知道，绝对会引起轩然大波。可惜米国那边注定是不能知道了。我想知道这么厉害的东西究竟是谁做出来的？戴夫此时觉得自己这些人必死无疑，因为他们唯一的作用，现在看来阿贝巴也一点都不感冒。临死之前就是想要知道这种收音机是谁制作出来的。阿贝巴却是摇了摇头，苏明是自己最重要的盟友和伙伴，自己是肯定不会将苏明的事情说给这些白人的。这些你们就不需要知道了，你们只需要知道山外有山，人外有人就行了。世界上不是只有你们西方国家科技厉害，照样有人能收拾你们。阿贝巴傲然地说道，他可算是出了一口恶气。戴夫几人听了阿贝巴的话，并没有反驳。在他们看来，能制作出这种如同电磁风暴般的全频带干扰仪器的家伙，绝对算是世界上最顶尖的学者之一了。好了，来人将这几个人给带下去，给我严加看管。听了阿贝巴的命令，几人愣住了。阿贝巴居然没有直接下令杀掉他们。不是，您不准备杀掉我们吗？戴夫惊奇地问道。怎么，你以为我跟卡路亚那样的军阀是一样的吗？告诉你们，我们可是优待俘虏的，这是我从龙国那边学到的。行了，将他们带下去吧。虽然阿贝巴并不会杀掉他们，但是也暂时不会放过他们，毕竟他们也算是人才，
要是放走了，到别的军阀那里再受到重用，打的还是他自己。而且好歹他们也是人才，那些设备仪器虽然说阿贝巴有些瞧不上，但是万一以后能有大用呢？而且这些设备好像还值不少钱呢。虽然刚打了一个胜仗，但是钱还是要精打细算的花。就在这个时候，一名副手喜出望外的跑了过来：“老大，老大，我们这次发达了呀！你看看这是什么东西？”随着副手张开手掌，一颗足有3克拉的亮晶晶的钻石出现在了阿贝巴的眼前。哦，这颗钻石可不小，确实值不少钱。这次你冲锋有功，这颗钻石就赏给你了。虽然3克拉的钻石能值不少钱，但是阿贝巴还看不上，不如奖赏给自己的手下。毕竟打了胜仗之后，论功行赏是肯定的，要不然以后还会有谁给自己卖命呢？阿贝巴很大方的就赏给了自己的手下。不是，我不是这个意思。副手这时候连连摆手，我的意思是，我们在这个小镇不远处的地方发现了一处钻石矿脉，里面有不少这样的钻石，甚至还有更大的。老大，我们发了呀！听到这话，阿贝巴脑子嗡的一下。真的假的？真的，不信你可以亲自去看看。阿贝巴人都惊呆了，这里居然有一座钻石矿脉。现在他明白为什么卡路亚的军队之前并不在他们这里活动，怎么突然就来到这片区域驻扎下来了，并且还不断的与他们的队伍发生冲突，仿佛刻意的要挑起战争，最后直接上升到战争的层面。8成卡路亚知道这里有矿脉，所以想要自己独吞，而这附近只有他们的威胁最大，所以想要除掉他们之后，才好他们独自开采矿脉。估计原先这个镇子里的所有居民也是因为这件事情才被卡路亚灭掉的，甚至为了消灭自己，采购了一些米式装备和高科技装备来对付自己。不过他们没想到自己这边有苏明的帮助和支持，最后卡路亚自己玩脱了，反而将这条钻石矿脉留给了自己。对，一定是这样。仅仅片刻，阿贝巴就想明白了前因后果。走，带我去看看。阿贝巴眼睛明亮，如果真有一条矿脉的话，他们的队伍就可以急速扩张了。解放全国暂时还做不到，但是控制一省之地还是绰绰有余的。同时也可以向苏明那里采购更多的武器装备。第68章，苏明成2把手了。看着眼前的钻石矿脉，阿贝巴有一种不真实的感觉，这真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啊！阿贝巴知道这次自己是发大了，虽然目前不知道这个钻石矿脉能出多少钻石，但是从明面上看到的就已经是个天文数字了。传令下去，今天晚上好酒好菜给兄弟们招呼上，晚上我再论功行赏。是，副手激动地说道。另外马上在这里派重兵把守，再找一些信得过的兄弟，尽快开采这些钻石。不过很快阿贝巴就想到了一个问题，自己这里有钻石矿脉的事情可不止自己一个人知道啊。先前逃跑的卡路亚肯定是知道的，如果卡路亚还想着东山再起，想着未来抢回来这个矿脉还好，他肯定不会大肆宣扬的。但是如果卡路亚选择破罐子破摔的话，那自己这里就有麻烦了。那些军阀们无论大小，都会成为闻到鲜血的鲨鱼般朝这里疯狂涌来，他们这边能挡得住吗？不知道为什么，遇到问题的第一时间，阿贝巴首先想到的居然是苏明。想到苏明，阿贝巴的信心和底气就足了不少。同时阿贝巴也想到他们这里战斗结束了，还没有给苏明报喜呢，得给苏明打个电话。说实话，如果没有苏明的帮助，他根本不可能会有今天，就更别提现在的这条价值连城的矿脉了。随即阿贝巴嘱咐手下人说道，马上采集一批钻石，挑一些成色最好、重量最大的钻石出来，我要给苏兄弟送一些。是，对于阿贝巴的话，手下们完全没有任何的异议。钻石只是意外之喜，除了钻石，阿贝巴还有在之前就许诺的神秘惊喜，这才是重头戏。哎，希望苏兄弟能接受我这个特别的惊喜吧。带着些许的紧张，阿贝巴今天第2次打通了苏明的电话。此时正在忙着厂子工作的苏明看到了阿贝巴的来电，苏明很惊喜，他知道应该是今天的战斗出结果了。不过这也太快了吧，仅仅半天的时间就结束了战斗。苏明接通电话的时候，此时苏明的直播间里也看到了来电显示中熟悉的黑人头像。我去，又来电话了，半天之前还不是说要打仗了吗？现在怎么又打过来了？难道战斗打完了？不知道是输了还是赢了，苏明的收音机到底顶没顶用啊？电话接通，阿贝巴的2排大牙就已经让苏明大致的知道了这场战斗的结果。阿贝巴，结果怎么样？哈哈，还能怎么样？有你的收音机的帮助，对面一下子就下了，再加上煤气罐猛烈的炮火，轻松取胜，消灭了对方将近2万人，有几千人跟着卡路亚跑了，还有一些直接跑路了。这可是一场大胜啊！你的收音机实在是太牛逼了。阿贝巴兴高采烈地描绘着刚才战场上的情况，直播间的观众越听越心惊。卧槽，消灭对方2万人啊！尼玛，这也太狠了，这可是活生生的2万人啊！
不是什么牲畜，真是太猛了。幸好我们生在龙国，我们龙国现在的安定也是我们的祖祖辈辈们拼来的，所以还是要珍惜来之不易的和平啊。没想到苏明造的收音机居然那么牛逼，叫什么收音机啊？应该叫军火装备吧。确实，这样牛逼，应该叫做军火。苏明在军火商人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了。就在直播间观众们为战场的残酷和苏明的收音机能起到关键性作用惊叹的时候，电话那头的阿贝巴继续说道：苏兄弟，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这次要没有你的帮助，我们这支队伍可就真完了。你卖军火归卖军火，但是救了我们多次也是真的，我是肯定不能忘的。你记不记得我之前跟你说的，如果我这次能大获全胜，我就给你个惊喜？阿贝巴神秘地说道。苏明点点头，这他还不至于忘记，毕竟才不到半天的时间。不过苏明倒是十分好奇，阿贝巴说要给自己的惊喜究竟是什么？而电话那头阿贝巴继续说道：经过我的深思熟虑，我决定让你苏明成为我们军队的二把手，也就是二当家的位置。以后我的军队除了我，他们全都可以听你的调遣。不过你千万不要以为我是要占你便宜，想让你军火便宜之类的，我可没有这个心思。以后军火该什么价格就什么价格，千万别给我便宜。我现在有钱了，阿贝巴笑呵呵地说道。要是以前他还不敢说这话，但是现在他却敢说这话了。现在他已经有了一条钻石矿脉了，再也不用像之前那样过得紧紧巴巴的了。所以为了防止苏明误会他的真心，阿贝巴提前说清楚，并不是为了能够在苏明这里买军火便宜点，而是真的看上了苏明这个人。苏明还没有什么反应，苏明的直播间却已经炸了。卧槽，让苏明当二把手，这个阿贝巴手下有多少人来着？几万人吧？这不就相当于苏明一下子就成了一个副军长了吗？可以调遣好几万人呢，我都不敢想。这惊喜也太大了吧，一下子就成狗头军师了。是啊，按照苏明的地位，就相当于是一个军师了。可是苏明还只是一个大3的学生啊，现在连大学都没毕业呢，就成了一个几万人部队的二把手了。此时就连一旁的张悦仁都懵了，怎么好好的，突然苏明就要成为遥远的黑州一支战斗力强悍部队的二把手了？他们这可是华夏少年节目啊！华夏少年这么厉害，在大3的时候都成黑州部队的军师了，这特么也太离谱了。之前苏明的操作就已经非常离谱了，现在就更加离谱了。直播间的观众们虽然震惊，但是其中有一句话还是对啊，阿贝巴确实有让苏明来当他们军队半个军师的想法。阿贝巴对自己的认知十分的清楚，自己虽然有能力统领一整个队伍，但是却绝对算不上一个聪明人。自己需要一个聪明人为自己出谋划策，帮助解决一些棘手的事情，而苏明正是合适的人选。而且阿贝巴也早就认为苏明是一个值得相信的人，将苏明当作亲兄弟来看。所以阿贝巴的想法很简单，就是让苏明成为自己人，加深和苏明的合作。而且如果苏明成为了他们的二当家，以后对他们这边的事情也会更加上心，一些事情上也能帮着出谋划策。这是也是阿贝巴选择让苏明成为二当家的重要一点。阿贝巴已经下定主意了，不管苏明想不想当二把手，反正自己给自己的手下下命令了。之后苏明管不管就看苏明了，反正苏明的待遇是一点也不能亏损苏明。除了正常的军火交易之外，军队获得的钱只要有自己一份，就有苏明一份。他都做到这份上，他不信苏明会不管他们，反正他就是赖上苏明了。而苏明这边呢，人也懵了，感觉自己的灵魂受到了10万吨暴击。第69章，收到1000万钻石贺礼。苏明也没想到阿贝巴说的惊喜就是这个，让他当阿贝巴他们武装力量的二当家。这先不说有没有喜了，金肯定是有的。让自己当二当家，阿贝巴也是真够大胆的。苏明用脑子一想就明白了阿贝巴是何种意思，这是看上了自己的能力，想让自己成为二当家，以后自己也就得多帮衬他们，也能加深他们之间的关系。不过苏明也很感动，毕竟这也说明了阿贝巴确实信任自己，不然阿贝巴完全可以自己一个人当自己的老大，谁愿意加一个二当家呢？不过苏明此时也不知道自己是否该接下这个职务，毕竟就目前来说，光是厂子里的事情就有些让自己忙不过来了。如果自己再当了阿贝巴的二把手，苏明是真的有些忙不过来，而且自己作为一个龙国人，参与他们黑州那边的事情也有些说不过去。虽然当二当家确实有一些吸引力，但是苏明还是想拒绝。于是苏明说道：我这还是个大学生，怎么能当你们那儿的二把手呢？阿贝巴笑道：你问问我们这里谁还把你当个大学生看，你当我们这里的二把手，大家都很乐意，你就放心吧。你也知道我在龙国有自己的事业，没有什么紧急情况，一般是去不了黑州的，我这个二当家的发挥不了作用啊。苏明再次推脱道。阿贝巴依然不放弃：苏兄弟，你那边的事业该忙你的你就忙，也不用来我们黑州，我们不会打扰你的，但是也不妨碍你成为我们的二把手。至于你说的发挥不了作用，那可就谦虚了，你在龙国帮我们这边的忙还少吗？
作用很大了，好吧，你就别谦虚了。不说了，这事情就这么定了，你就是我们部队的二把手了，耶稣来了也没用，我说的。阿贝巴直接拍板了。苏明此时也无语了，这是无论如何都想让自己当他们队伍的二把手啊。对面的阿贝巴都这样说了，自己还怎么拒绝啊？而与此同时，直播间的观众早就急眼了。什么情况啊？直接升到了类似副军长的职位，苏明居然推辞。尼玛，你不干我干啊！这要是我连夜飞到黑州，体验一下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感觉。一个追着人让他当二把手，一个疯狂找理由推辞，这个世界真是太疯狂了。从此苏明又多了一重身份，除了华清大学的大学生，明阳机械厂的厂长，还他妈是黑州某个万人部队的二把手。妈耶，这也太恐怖了！尼玛，这是一个大三学生该有的身份背景。不过该说不说的，苏明的身份背景可都是自己挣来的。这边阿贝巴眼看苏明并没有再次拒绝，顿时喜出望外。没有拒绝那就是默认了。于是阿贝巴继续说道，我还为你准备了一点心意，就算做你当我们二把手的贺礼吧，过段时间应该就能游过去了，你记得签收啊。随即不等苏明问话，阿贝巴就挂断了电话。苏明怎么想怎么都有些感觉自己被安排了的感觉，同时还有些好奇，阿贝巴说的礼物是什么东西？应该不会是什么违禁物品吧？不过违禁物品也过不了龙国的海关，阿贝巴应该知道这些。接下来的几天，苏明在忙着工厂的正常生产的同时，也没有忘记升级版洪水的事情。花费了几天的时间，苏明将升级版的洪水图纸给设计了出来。正如苏明跟陆天恒他们保证的那样，这种大功率的全频带干扰洪水装置设计图很重要，必须保证没有半点错误，否则将前功尽弃。苏明完成设计之后，又花费了不少的时间进行反复的核对，确认无误之后，这才放下心来。毕竟是要上交给国家的东西，还是要仔细一些为好。苏明将自己已经将图纸设计好的消息发给了陆天恒，就没有再管了，剩余的就是等陆天恒他们那边将所需要的材料准备好就行了，到时候他们自然是会通知自己的。而就在当天下午，苏明，这里有你的一件快递，是从黑州那里寄过来的。陆林拿着一小盒被包的结结实实的快递。是什么东西啊？陆林有些好奇地说道。苏明一愣，随即就想起来，之前阿贝巴说给自己送来了一个礼物，这应该就是阿贝巴所说的礼物了吧？苏明摇了摇头，他也不知道阿贝巴神神秘秘地说要送自己礼物，送的是什么东西。不知道，我们拆开看看不就知道了。苏明直播间里，观众们也纷纷开始猜测了起来。阿贝巴那个黑州人能给苏明送什么礼物？不会是一把手枪或者手榴弹吧？尼玛，上面的不要太离谱，有人会送人这种东西吗？我觉得会不会是类似兵符之类的东西？有了这东西，苏明就能号令阿贝巴的军队。大人，时代变了，哪里还有兵符这类东西啊？苏明入手快递，这东西虽然不大，只有1斤不到的样子，但是沉甸甸的。带着好奇心，苏明用刀子一层一层地划开了外面的包装，最里面居然是一个黑色绒毛的小布袋子，轻微摇晃，里面仿佛有玉石撞击产生的声音。苏明打开布袋里的抽绳，将里面的东西慢慢地倒了出来，手中的东西亮得刺眼。片刻之后，苏明和陆林等人都看清楚了那是什么东西。在苏明手里的居然是一颗颗硕大无比的钻石，粗略一看，最小的都得有3克拉的大小。一旁的张月和摄影师则是倒吸了一口凉气，这礼物也太贵重了吧！卧槽，居然是钻石，好多好大，这些钻石也太亮了。这是阿贝巴送给苏明的礼物，这么多钻石，不会是假的吧？假的？你一个有几万人军队的首领，会送假的钻石来？黑州那边可是盛产钻石的呀！我去，那这些钻石得多少钱啊？粗略估计至少得有1000万吧，应该不止，里面有几颗感觉都有5克拉重了，如果品相好的话，一颗都能卖个100-200万。第70章，钻石的销路。张月和陆林2个女人对这种亮晶晶的东西天生都没有抵抗能力，看到苏明手上一把的大钻石，眼睛都瞪直了，而苏明也当场就愣住了。苏明也没想到阿贝巴居然会送他这么多钻石，虽然苏明对钻石不是十分了解，但是也知道这么多钻石，而且都不小，价格肯定不菲。以前的阿贝巴可不是这样的啊，要知道以前苏明在给阿贝巴卖二手军火的时候，阿贝巴恨不得1块钱掰开2半花，现在怎么能给自己送这么贵重的礼物了呀？就算是他想让自己当二把手，也是自己占了便宜，也不至于给自己送如此大礼啊。再想到前几天阿贝巴说的他现在有钱了，难道是上次战役让他从卡路亚那里赚到钱了？不过不管怎么样，自己收到了阿贝巴的礼物，怎么样也得跟阿贝巴打个电话感谢一下，顺便问问阿贝巴是不是真的发财了。很快苏明就拨通了阿贝巴的电话。喂，阿贝巴，你小子发财了，怎么给我邮过来这么多钻石？电话那头阿贝巴十分高兴。啊，
钻石你收到了？嘿嘿嘿，确实发了点小财。虽然阿贝巴说是发了一点小财，但是苏明从阿贝巴的表情上就可以看出来，阿贝巴绝对不是发了一点小财这么简单。阿贝巴也没有准备瞒苏明这件事情，毕竟怎么说，苏明也算是他们军队的二当家，所以当即准备告诉苏明他们发现了钻石矿脉的事情。不过阿贝巴也知道，苏明好像正在参加他们龙国那边的一个电视台节目，所以这事情还是不能当着观众们的面说，不然卡路亚那边没有透露相关的消息，他自己这边就先暴露了。随即阿贝巴向苏明说道：“苏兄弟，这事情我可以告诉你，不过这事情还是知道的越少越好。”听了阿贝巴的话，苏明很快就明白了阿贝巴的意思，有些话让太多人知道不好。而张悦自然也听出了阿贝巴的意思，很识趣的带着摄影师拍摄工厂的风景去了。对于张悦来说，这种情况很正常，毕竟就算他们是全天直播，也得考虑到拍摄主人公的私人隐私。不过陆林就有些不乐意了，但是他也知道苏明现在不只是明阳机械厂的厂长了，还是阿贝巴队伍的二把手，难免有些重要的事情需要私下交谈，所以也并没有说什么，给苏明留下了和阿贝巴交谈的空间。好了，你说吧，苏明说道。阿贝巴点了点头，随即将他们发现了一条钻石矿脉的事情告诉了苏明。听到阿贝巴的话，苏明也有些吃惊，这可真是发大了，如果这一条钻石矿脉运营的好的话，说不定他们几万人的队伍真能凭借这一波直接起飞，从这一点开始逐渐辐射全国。到时候同意黑州坦桑也不是不可能，前提是能否保住这一条矿脉。苏明想了片刻后说道：“钻石矿脉固然不错，但是也不能高兴太早了。听你的意思，这条钻石矿脉有很大的风险会成为众矢之的，现在最要紧的事情就是如何保住这条矿脉。我们不能寄希望于卡路亚不会暴露这条矿脉，因为即使卡路亚没有选择暴露，时间长了，这事情也很难藏住的。到时候如果没有能够震慑群雄的武力，很容易被群狼环伺，最后死无葬身之地。”听了苏明的话，阿贝巴也十分赞同的点了点头。阿贝巴经过这几天的整顿，队伍终于安顿下来了，那边矿脉也加班加点的开始进行开采。但是阿贝巴心中却越来越焦急，这钻石矿脉现在虽然香，但是也十分的烫手。看出了阿贝巴焦急，苏明话锋一转道：“不过这虽然是问题，也是一场机遇。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我们开采出来的钻石并没有销售的渠道，只有将钻石尽快的出手，换成钱，换成军火武器，才能有更强自保的力量。否则开采出来的石头就是一堆亮闪闪的石头而已，并没有任何用处。”对于苏明的话，阿贝巴深以为然。确实，现在即使他们开采再多的钻石都没有用，如果没有销售的渠道，不能尽快的将钻石换成资金，然后用资金兑换成武器军火，那钻石根本没有任何用处。要用钻石尽快的充实自己的武装力量，才是最重要的事情。听了苏明的话，阿贝巴眼睛一亮，让苏明来当他们的二把手还真是对了。仅仅这么短的时间里，就找出了现在他们当务之急所面临的问题以及解决办法。这些天他看着钻石矿脉里的产出十分的喜人，所以都没有想过这些钻石该如何出手。正如苏明所说的，他现在并没有路子可以出手这些钻石。像这钻石这种高价值的东西，在他们坦桑一般是没有几个人能买得起的，一般只有出口这一条路可以走。但是钻石、黄金这类物品的出口一般都需要门路，而那些残暴军阀们的门路一般都是被以极低的价格供给给了西方国家，而这些资源的收益却很少能服务于他们国家的人民。作为反抗军领袖的阿贝巴自然不会干这种事情，他们的资源自然要服务于自己国家的人民，不可能给西方那些狼子野心的国家。那他们的钻石该以何种方式出售呢？阿贝巴听了苏明的话，也开始思索起解决办法来。不过思索了半天也没有个结果。与此同时，苏明这边也在想着解决办法，毕竟也算是接下了阿贝巴手下队伍二把手狗头军师的职位，苏明不由自主的就操心了起来。不过苏明这里也没有门路能销售这些钻石，而且如果大批量的钻石进口，肯定是绕不过国家的。苏明很快就想到了陆天恒。苏明没有门路，陆天恒他们那个层次的肯定有门路。况且这些钻石的进口也能促进龙国的经济发展，总比以非常低的价格流入西方国家，资助西方国家要好。而且目前龙国这边生活也越来越好，对钻石这种奢侈品的需求也多了起来。如果能多一个进口来源，自然是有利无害的。同时苏明也知道，在龙国这边出口的钻石肯定会给阿贝巴他们一个合理的价格，绝对不会让自己这边吃亏。就这么定了，到时候问问陆天恒他们。苏明心里想着这些，嘴上说道：“阿贝巴钻石销路这方面，我也想想办法吧。我也不知道行不行，过一段时间给你个答复。”真的？那太好了。听到苏明的话，阿贝巴十分惊喜。如果苏明真能将这些钻石销售出去，
那他们面临的问题就解决了一大半了。剩下的事情就是用出售钻石得来的钱快速装备自己了。这件事嘛，自然还得麻烦苏明了。第71章，武装直升机来接。此时阿贝巴都有些不好意思了，钻石出口的事情需要苏明帮忙，这武器军火的事情还得靠苏明。没办法，谁让苏明有能力呢？能者多劳嘛。更何况苏明本来就是他部队的2把手兼军火商，做这些也是理所当然的。苏明，这钻石的事情咱们以后再说，现在的当务之急就是我们的武器军火又不够了。你看这……苏明知道打仗武器军火的消耗有多大。放心吧，第2批的煤气罐已经发货了，我再让工厂的工人加班，尽快将剩余的订单快速交货。阿贝巴点点头，稍稍放松了一些。阿贝巴平时感觉武器军火不少，但是一打开仗就知道战场是有多么消耗军火了。之前跟卡路亚的一场血拼，阿贝巴将所有能用的武器全都用上了。苏明之前到货的第1批煤气罐也被阿贝巴用的所剩无几了。现在的状态就是除了钻石啥都没有了，所以这些军火自然就需要苏明给他们提供了，不仅是不防爆煤气罐和无缝钢管。阿贝巴自然也明白，想要扩展，就目前来说他们就这些武器还是不够的，而且就目前来说他很快就不缺钱了，这钱又不能下崽儿，自然还是采购武器。反正钱他有，就看苏明这边还有没有别的什么稀罕玩意儿了。毕竟他现在和苏明也算是一家人，与其让外人赚了这钱，真不如让苏明来赚这钱。而且苏明的东西那是一贯的物美价廉，而且好用，所以阿贝巴还是倾向于向苏明订货的。苏老弟，我这马上就有钱了，我这边准备再采购一些武器装备，你能提供吗？听了阿贝巴的话，苏明眼睛一亮，正如之前苏明说的那样，现在他们有钻石矿脉，用不了多久就有钱了。有钱了，最好就是将钱换成武器装备，如果阿贝巴也肯定会购买武器装备的。如果可以的话，该赚钱还是要赚钱的，况且阿贝巴之前也说过，自己这边的生意归生意，他们之间的关系并不会影响生意，这才是苏明答应阿贝巴的关键。好，你说一下，你们现在需要什么装备，我看看情况。苏明虽然愿意做这单生意，但是也知道不能触犯龙国的法律，如果能像之前那样在合法范围内两边互惠互利，那是最好了。如果阿贝巴直接向他要手榴弹之类的军火，他现在在国内也爱莫能助了。阿贝巴也想了一下，他们这边刚刚打了一场胜仗，武器装备缴获了不少，不过都是一些自动步枪、子弹之类的，这些最基础的武器暂时不缺了。而远程火力大的武器已经有苏明支持的不防爆的煤气罐，也暂时不需要再增添什么远程重火力武器了。现在比较薄弱的就是近战没有什么火力比较猛的装备用来压制敌人。想明白后，阿贝巴随即说道：“我想要射程不用那么远的，但是火力猛的装备，类似 RPG 的那种东西。”听完阿贝巴的需求，苏明猛地一惊，这东西他能做吗？不能吧。苏明一时间人都麻了，首先都否定了做这种东西的可能性。如果陆天恒他们知道自己在造火箭推进榴弹这种东西，是绝对不会同意的。这东西怎么才能合法合规呢？突然苏明脑中灵光一闪，如果是那件东西的话，应该能够合法合规，同时还能帮助到阿贝巴。苏明很快就想到了办法，随即与阿贝巴说道：“行，那还按照之前的方式，我先做一些样品过去，看效果之后，你再决定是否采用。”阿贝巴笑道：“你我还信不过吗？东西造好了，定个价格，将货送来不就行了？还送什么样品？”对阿贝巴来说，以前都对苏明十分信赖，就更别说经过卡路亚这件事情之后了。况且现如今的阿贝巴也不是那么缺钱了，价格稍微贵一些也没什么。不过苏明还是摇了摇头，亲兄弟还没算账呢，还是按照之前的方式来就行了。上一次之所以洪水牌收音机没有运送样品过去，而是只将所有订单给发过去，主要还是因为阿贝巴他们当时暂时吃紧，没有那个时间来让阿贝巴验货了。这次并没有那么紧急，所以还是按照老规矩来。见苏明这么坚持，阿贝巴也没有强求。随后阿贝巴仿佛想到什么般，笑眯眯地说道：“我刚才看弟妹好像不太高兴的样子啊。”苏明一时间愣住了：“弟妹？谁？就是刚才你身边那个漂亮的小姑娘啊，我在你身边见过她好多次了，她还不是我弟妹？”苏明有些无语：“不是，她只是我的同学，我看她挺漂亮的，跟你挺合适的，苏老弟你可得抓紧啊。”苏明继续无语，他之前怎么没发现阿贝巴还好这一口，喜欢给人牵红线啊？我的事情你就不用管了。我怎么能不管？你可是我们军团队伍的2把手，你的事儿就是我的事儿。阿贝巴拍着胸脯说道：“苏老弟，在军火武器上你比我精通，智商 IQ 也肯定比我高不少，但是在男人女人那点事儿上，你还是差我很远啊。我一看那小妮子就对你有点意思。这样吧，我送你那么多钻石，挑一颗送给弟妹，全当我的心意了。我都说了，我们还没到那种关系。”苏明苦笑道：“
那就更好说了，既然他跟你没关系，用我的钻石送他一颗，你也管不着吧？阿贝巴继续说道。这下苏明也不知道该怎么说了。最后，在阿贝巴的催促下，苏明还是精心挑选了一颗成色最好的钻石送给了陆林。陆林听到苏明要送自己钻石，脸腾一下的就红了，连后面苏明说那是他替阿贝巴送的话，陆林自动过滤，认为那是苏明不好意思才这么说的。毕竟陆林也不认识阿贝巴，阿贝巴应该也不认识陆林才对，没有任何关系的人，人家会送他钻石，这八成是苏明送给他的。长这么大还是头一次有人给他送钻戒。接下钻石后，只感觉自己晕晕乎乎的。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心情也各不相同。卧槽，这就送钻石了？这一颗钻石起码值50万了吧？还说什么是阿贝巴送的，鬼才信呢！阿贝巴认识陆林吗？苏明的小心思我们看得透透的。还拿人家阿贝巴说事儿。完了，我看陆林女神的样子是要被苏明拿下了。而一旁的张月也满是羡慕，这么大的钻石说送人就送人了，怎么送的就不是自己呢？要是自己能再年轻个几岁就好了，年轻真好啊！苏明有些无语，自己明明说了不是自己要送的，怎么就是没有人相信啊？就在这个时候，刚来不久的安保唐万龙健步如飞的向苏明这里跑了过来。报告厂长，我们厂子外面的空地上来了一架武装直升机，上面下来几个军人，说是来接您的。直播间的观众，第72章超级洪水电磁干扰装置。卧槽，啥情况？居然有一架武装直升机来接苏明，这苏明又干了啥了？前一阵子苏明不是刚被军队叫过去一次吗？这次又是干啥的？不知道，总感觉苏明在搞一种很神秘的东西。上面的听君一席话，如听一席话。直播间的观众听到有武职来接苏明后，瞬间就炸开了。苏明起先一听也懵了，随即又很快想明白了，这应该是陆天恒派人来接自己了。自己不久前刚刚给陆天恒说洪水的设计图完成了，这边陆天恒就派武装直升机来接自己了，应该是那边的材料都准备齐了。但是这也太着急了，居然直接用武装直升机来接自己了。苏明都没有想过陆天恒会派人来的这么着急，本来还想着如果有几天的时间，他先将阿贝巴要的新装备赶制出来，现在看来恐怕没这个时间了，要拖延一阵。或者，苏明眼睛一转，在军工部那不就是最好的制作新产品的场所吗？就是得看自己怎么说了。苏明心中有了一些想法，不过在那之前，苏明还得安排陆林一些事情。于是苏明边走边跟陆林安排着工厂的一些事宜。现在已经稳定了的产线就不用多说了，陆林自然会打理好。最主要的还是为接下来的新产品做一些基础的准备。这些陆林已经有很多经验了，苏明告诉陆林后，陆林很快就知道该如何去做了。来到工厂门前，果然正如苏明猜测的那样，正是陆天恒和郑平他们派人来接苏明的。因为苏明要求准备的一些材料已经准备齐全了，所以连忙派人来接苏明去燕京基地的军工部进行洪水的制作和组装工作。苏明觉得陆天恒他们着急，而陆天恒他们却觉得这完全是应该的。因为自从苏明走了之后，他们找来很多军工部和作战指挥部的人来进行推演，纷纷认为这种技术在将来的战场上会有难以想象的大作用。所以洪水武器的保密等级和重要程度直线上升，除了大蘑菇的重要性和保密等级比洪水高，就没有别的武器能比洪水这种武器的保密等级高了。所以重要性不言而喻，等苏明确认设计图完成后，马上就派人来接苏明了，就是怕这期间出现什么问题。苏明将厂子里的事情交代清楚之后，带着洪水设计图转身登上了武装直升机。又走了，估计这一段时间又看不了直播了。是啊，这么着急，究竟有什么事儿来找苏明呢？武装直升机亲自来接，这重视程度肯定不低。没有苏明了，都不知道接下来看些什么。华夏少年不是有一个拿到鹅厂100万年薪的吗？可以去看他啊。这个人虽然也很优秀，但是跟苏明比就差的不是一星半点了，曾经沧海难为水啊。苏明走了，我们可以看陆林小姐姐。陆林小姐姐平时也十分努力的呀。对啊，好歹陆林小姐姐也差点成为咱们节目的一个主人公啊。就看陆林吧，等苏明回来了，再接着拍摄苏明不就行了？这倒是一个好主意。苏明要去的地方自然不会让张月和摄影师跟着去，所以只能留在原地。张月本来也有些惋惜，接下来恐怕有一阵子不能拍摄了。这种类似断播的行为对他们节目的收视率影响还是非常大的。但是看到直播间观众们的提议后，张月不得不说他也动心了。经过这么多天的了解，他知道陆林也绝对算得上是非常优秀的人，平时工作认真细心，能力也十分的出众，这么小的年纪就能将工厂管理得井井有条，实属不易。主要还是厂长苏明太过厉害，平时遮挡住了陆林的光芒，现在苏明走了，让陆林来接替苏明一阵子，
也是绝对绰绰有余的。随即张悦就跟陆林说了自己的想法，本来陆林是有些不愿意的，但是奈何经过这些天的接触，两人的性格十分的相似，所以陆林和张悦处的十分的融洽，平时都以姐妹相称，关系也算不错，所以也就只能硬着头皮答应了下来。而苏明这边先是搭乘了一架武直，随后又转机到了一架飞机后，在2个小时后到达了目的地。燕京军工部研究室内一片寂静，几位在外界可以称之为大佬的军工院士围在一起，盯着桌面上的一份图纸。在场所有人的目光都落在了图纸上面，一旁的郑平也是满脸的惊叹和狂热。他们就是搞军工的，一眼看去就被上面精妙的设计给吸引住了。所有人看着那精妙绝伦的洪水设计图纸，激动得浑身发麻。本来他们还对苏明所说的能造出覆盖范围为100公里的洪水系统有些担忧，现在看到图纸后，这种疑虑也开始慢慢打消了。刚开始看到设计图的时候，他们还有些地方看不懂，但是经过苏明的解释之后，顿时有一种拨开云雾见晴天的感觉。居然还能这样设计，这里居然是这样运行的，这样也行，我们居然从来没有想过。这样的话语不断从这些院士级别的军工大佬口中说出，直到最后所有的疑问都问清楚之后，他们才终于确信这种洪水干扰装置是真的可以实现的。全屏带干扰了，他们不是没有想过这种可能，但是深入研究之后才发现这种东西很难实现，所以这种全屏带干扰的装置被他们默认为就仿佛是制造永动机一般，看似能实现，但是根本不可能。但是今天却实现了。最令这些人惊叹的还是制造出来洪水这款战略级武器的居然还是一个大学生，这是什么科研天才？之前郑平跟他们说的时候，他们还不相信，现在事实摆在眼前，由不得他们不相信都不行。既然几位领导看过我的设计图了，我是不是马上可以开始制作了？苏明问道。可以，当然可以马上进行制作。我们这里所有的研究人员你都可以调用，包括我们。所有的材料我们也已经准备齐了。苏明点点头，军工部还是有优点的，这里全都指非常专业的科研人员，所以很多事情不需要苏明亲自动手，这倒是省了苏明不少的事情。第73章，你这不是榴弹炮吗？因此苏明也有了不少的时间去干自己的事情。苏明还想着之前阿贝巴新装备的要求，所以一边监督制作洪水，一边用军工部的各种东西趁机研究自己的新产品。苏明的这种行为肯定瞒不过军工部的这些研究人员。经过这么这些天相处，他们和苏明的关系已经十分融洽了，加上苏明在军工设计上的才华和天赋，让这些军工部的老人对苏明都十分的照顾。所谓爱屋及乌，所以现在苏明即使在军工部有些许出格的地方，例如自己鼓捣跟洪水无关的东西的时候，大家也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小苏，你这不对啊，你这设计的是个什么东西啊？是啊，你们企业虽说为国家提供航母阻拦索，但是这东西可不敢造啊，这么大的口径，这要是开火，威力得有多大啊？一些军工部的老人看到了苏明为自己厂子设计的新产品后，顿时开始开导劝解起苏明来。他们作为军工部的，自然一眼就能看出，这东西应该是类似火箭弹发射器一样的东西，手臂粗口径的炮管发射出去的东西，威力肯定小不了。所有人认认真真的端详了几遍图纸上的东西，这东西设计的确实好，没有半点毛病，让他们这些人来设计，也不能说一次就设计成这样。但是这东西民营企业是真的不能生产啊，你们就放心吧，我肯定不会犯法的。我这东西其实就是一款特种消防设备。面对这些老军工的担忧，苏明笑呵呵地给他们解释道。苏明也知道他们这么说其实也是为了自己好。特种消防设备怎么个消防法？苏明继续说道，你们想象，如果某处高层大楼发生了火灾，而我们的消防车却有可能因为各种原因开不进去，那我这种大口径的特种消防灭火器就可以派上用场。我们这种特种消防灭火器里面的弹药装的是固态二氧化碳，可以直接射到高层进行先一步的火势控制，这不就可以减少居民的损失，保护居民的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吗？听了苏明的话，众人一想还真可以。现在新闻上有好多这种情况，有私家车堵塞消防通道，导致消防员进不去小区，从而无法灭火的情况出现。如果真有一款这样的特种灭火装置，那消防员扛着这个发射器对着起火点就是突突突，那确实能够提早灭火，保护人民的财产安全。不过他们也都不是傻子，自然也看出来了，苏明的这个灭火装置如果说是能够发射固体二氧化碳、灭火粉末进行灭火，同样也可以发射一些其他重火力的弹药，不过只要苏明没有在龙国卖这些就行了。对于苏明之前的那些事情，他们也从郑平那里了解了不少。在他们看来，以苏明愿意向国家提供航母阻拦索，以及提供现在正在制作的洪水干扰装置的技术，就足以体现苏明是一个爱国的青年。所以只要苏明做的事情并没有危害到国家的安全，他们也不愿意深究这种事情。
也就由得苏明一边设计自己的产品，一边完成对洪水系统的制作。而听到苏明这边在造新产品的消息，陆天恒和郑平这两个老家伙也火急火燎地赶来了。他们可算是吃到苏明的红利了。前2次苏明制作新的产品，一次直接将困扰他们许久的航母阻拦索给做出来了，第2次直接造出了洪水干扰装置，这样逆天的战场利器。这第3个产品，他们自然好奇苏明造出来的是个什么东西。与那些燕京军工部的老人一样，看到苏明制作的东西，两人瞬间就被吓到了。这跟 RPG 火箭发射器类似的东西，苏明也敢制作。你如果在军工部造这种东西，没有人会说你。但是如果苏明在工厂里制作这种东西，那铁定是不行的。这跟之前的无缝钢管和煤气罐性质不一样，这东西龙国可是严格禁止私人制造的呀。苏明，这东西你可不敢造啊！郑平满脸惊讶地看向苏明。对啊，别的东西还好说，我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这东西是真不行啊。陆天恒也是有些紧张地劝阻道，他是非常看好苏明的，可不希望苏明误入歧途。看着陆天恒和郑平两人紧张的样子，苏明知道接下来的话才是关键。只要能够说服他们两个大佬，那他们的工厂就能生产这种消防器材。随即苏明又跟郑平和陆天恒耐心地解释了一遍，两人跟之前的那些军工部的老人一样的表情。你说这是一种消防器材？对啊，苏明点点头。陆天恒眼睛转了转，很快就明白了苏明打的什么主意。这小子是想要一招先吃遍天啊。陆天恒随即问道，这种消防器材真有灭火的功效吗？这话可不能瞎说。他是这样想的，如果苏明制作的这个灭火消防设备真正能在消防上起到大的作用，让苏明生产也无妨，这样龙国的消防部门又可以增加一款新的消防设备。这不仅是能够保障人民的财产和生命安全，同时也能够保障消防员的安全，何乐而不为呢？但是如果这东西并没有真正的消防功能，只是苏明为了出口的一个借口而已，那就没办法了，陆天恒也不会同意明阳机械厂生产这种武器的。说白了，就是这东西能否真正定性为消防器材，如果能定性成消防器材，那就可以合法合规的制作。如果定性不成功，那如果再出口，大概率就只能按照武器军火来判了，是绝对不行的。当然可以，苏明眼睛一亮，他知道应该是有戏了。苏明在设计这款新产品的时候，想的就是可以两用的设备，自然具备了灭火的功能，而且根据苏明的推算预测，灭火效果十分的不错。装上灭火材料填充的弹药，那就可以辅助消防员们进行灭火工作。但是如果装上火药配比的弹药，那就可以当做一款重火力武器使用。不过苏明并不会提供火药弹药，只提供灭火材料填充的弹药，这样就合法合规了，出口也没有问题。至于出口之后呢，阿贝巴那边仅需要将弹药里的灭火材料换了，就可以成为一款类似 RPG 的重火力武器。陆天恒点点头，如果苏明设计的这款消防设备了真的能起到作用，事情也就好说了。行，那你尽快将这东西做出来，我可以安排让消防部门的人来试一试效果。如果效果可以的话，消防部门会从你这儿采购装备也说不定。真的？那谢谢首长。苏明没想到还有意外之喜，如果新产品能同时接到国内外的订单，那是最好不过的事情了。陆天恒摆了摆手，就目前来说，他陆天恒还真的没有帮助过苏明什么事情，反倒是苏明帮助了陆天恒他们不少的事情。要说谢，应该是陆天恒他们谢谢苏明。不用谢我，这都是你应得的。如果真要说谢的话，我们还得多谢你呢。如果还有其他的什么要求，你也可以提，如果能满足你，我们尽量满足。陆天恒客气地说道。不过虽然陆天恒只是客气两句，但是苏明却没跟陆天恒客气。这一周的时间里，苏明一直忙着新产品和洪水干扰装置的事情，没有太多的时间。而陆天恒也公务繁忙，没有来看过苏明。这次好不容易逮到了陆天恒，苏明可不准备放过。第74章，敌人的敌人是朋友。既然陆天恒发话了，苏明也不客气，直接将黑州阿贝巴发现了一条钻石矿脉，想要和龙国合作，将这些钻石矿脉出口到龙国的事情告诉了陆天恒和郑平，看两人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件事情。听闻苏明的话，陆天恒两人也有些惊讶，这个阿贝巴运气这么好，居然发现了一条钻石矿脉。以前还觉得阿贝巴也就是一个小型的起义军，现在有了这条矿脉，说不定还真能让他成了气候。两人你一言我一语的说道，怪不得你又开始造新产品了。陆天恒意味深长地看向苏明，作为义军之长的陆天恒自然一想就明白了这其中的一些关键。我还听说你成了阿贝巴他那个部队的二当家的，有这回事吗？郑平看热闹不嫌事儿大的说道。苏明点点头，确实有这回事儿。苏明知道，既然郑平能说出来这件事情，那就证明之前他们就知道这件事情了。但是之前他们并没有说什么，那就证明对于这件事情他们可能并不是十分在意。
而且苏明在很久之前就已经跟陆天恒通过气了，说阿贝巴他们很喜欢龙国的文化，同时对龙国是抱有很高的善意的，反而对西方国家看不上。正如苏明想的一样，郑平以及陆天恒他们对于苏明成为阿贝巴部队的二把手的事情，觉得并没有什么严重的后果，甚至他们觉得还有不少的好处。现如今，西方国家对黑州这片资源富饶的土地虎视眈眈，而龙国自然不希望西方国家能在黑州这片土地上疯狂侵吞资源，因为这些资源未来很有可能就是用来对付自己的。而如果龙国能与黑州这边的政权建立起牢固的关系，对龙国未来的发展也很有好处。以前或许不太可能，现在阿贝巴的部队还真有一丝丝这种可能了。如果未来阿贝巴统一坦桑，那时候他是和西方国家的关系好，还是和龙国这边的关系好，就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了。而有苏明在，这个问题陆天恒他们就完全不用担心。好吧，看着苏明并没有被郑平的话吓到，陆天恒无趣的撇了撇嘴，随即说道：对于你成为阿贝巴部队的二当家的我们并没有什么意见，但是我们国家的底线你要守住，不能越线。除此之外，你和阿贝巴的交好我们也是十分支持的，如果阿贝巴能将那个动乱的地方统一的话，我们也是十分乐意见到的。你对阿贝巴说一句，我们对他们坦桑独立是充满善意的。听了陆天恒的话，苏明若有所思的点了点头，而陆天恒则是继续说道：至于出口钻石的事情，这件事情并不大，可以让他出口到我们这里来，毕竟出口到我们这里来总比便宜那些西方国家要好很多，而且卖给他们也赚不了太多的钱，我们可以给他一个合理的价格。陆天恒几句话直接拍板定了，没有半点阻力，让苏明也有些惊讶。看来陆天恒不，也许是上面也觉得阿贝巴的部队有潜力了。刚才苏明从陆天恒的话中就感觉到陆天恒对阿贝巴他们的态度了。要是如此的话，苏明觉得自己可以做一个中间人，让龙国和未来可能代表坦桑的阿贝巴加深一下关系。至于该如何做，那这里就有学问了。苏明得考虑一个让双方都获利的方式，这样才能被接受。这也是苏明想要的。苏明首先是一个龙国人，其次现在也是阿贝巴部队的二把手，两方互惠互利，这才是苏明最想要看到的。就目前来说，坦桑的阿贝巴是不太有机会能帮助到他们这边什么的，现如今的差距还是有点大的。不过陆天恒现在看好的不就是阿贝巴和他部队的未来吗？苏明脑中灵光一闪，脑中突然出现了一个非常大胆却可行的想法。陆老，您是不是看好阿贝巴的部队？您是不是也希望坦桑能够和平？苏明问道。陆天恒一愣，看到苏明的表情，他就知道这里面有事儿，是不是苏明又想到了什么奇奇怪怪的东西？反正他是跟不上苏明的思维。但是陆天恒还是回复道：这是肯定的，我们龙国不仅希望自己和平，同样也希望全世界都和平，尤其是坦桑这样混乱的地方，如果能够和平那就更好了。苏明继续说道：他们那边阿贝巴他们自然也非常希望战争能够结束，同时也为此不断的努力奋斗着。陆天恒点点头，这点他不能否认，对于阿贝巴这样的人，陆天恒还是十分尊敬的，能为了国家的解放拿起武器走上战场，这样的人值得尊敬。但是你们有没有想过，虽然他们有不少像阿贝巴这样为了自由和和平努力奋斗的年轻人，但是他们的军事素养却是不够的。他们那个地方连年战乱，连普通的学校都成断壁残垣了，就更别说军校一类的高等学府了，更是不会让它存在的。虽然有很多这样的年轻俊杰，但是没有专业军事知识、军事素养，对他们来说，想让坦桑再无战乱，何其的困难啊！听到苏明的话，陆天恒和郑平深以为然，这些他们之前没有想到，现在想象确实是这样。在这样混乱的国家，高学历高素质的人才是非常难求的，没有合适的军事人才，无论多少人的部队都跟散兵游泳差不多。俗话说兵熊熊一个个，将熊熊一窝，如果连将领都没有才能，就更别说底下的手下了。所以呢，陆天恒继续问道，他想看看苏明到底想要说些什么。所以我想是不是咱们可以帮他们一把，开一个军校，招收一些他们那边的青年，来帮助教导一些最基础的领兵交战的战术和战略。苏明道。第75章，通过决议，准备见效。陆天恒和郑平都有些吃惊，苏明居然是这样想的，让他们龙国来帮助黑州教导一些人基础的战术和战略。陆天恒虽然吃惊，但是知道苏明提出这样的建议，肯定有自己的说法，所以他示意苏明继续说下去。陆老，您想想，我们国家本来就是支持和平的，平时也没少帮助那些弱小的国家。这次如果我们选择帮助黑州的一些小国的青年，让他们学习知识，这不就能更加彰显我们龙国的态度了吗？同时也能增加我们的威望啊！对于苏明说的这点，陆天恒和郑平是非常认可的。另一方面，您想想，那些在我们这里学到军事知识的青年们，回到他们的国家之后，肯定会受到重用吧？两人顺着苏明的思路想了想，这确实非常有可能。
他们大老远的送到千里之外的龙国学习军事知识，回去不可能是让他们当小兵的，肯定会授予一些职务，受到重用，未来很有可能成为新一代的将领。甚至如果是优秀的人才，能够多立几次功，升职也是非常快的。指不定我们这些学生里就有一些人，在未来就成了黑州某个国家的将军，甚至是领导人啊！两人被苏明这么一说，脑子中瞬间有画面了。多年之后，一个自称是龙国某某学校的学生的黑人打来电话叙旧，让校长或者老师去他的总统府坐一坐。这样的画面简直不要太爽啊！苏明看着两人已经动摇，连忙送上临门一脚，说道：最后一方面，这些人来我们这里学习生活过一段时间，经过我们文化的熏陶，他们的政治思想也会倾向于我们，然后他们回去带队训练，结果会怎么样呢？后面的话不用苏明明说，陆天恒也知道，后面这些受到训练的部下很可能也开始接受龙国这边的知识，对龙国有更多的了解。而且还有一些事情是苏明没有想到的，那就是这些从龙国毕业回归的高材生们，如果日后成为黑州的新一代将领后，因为毕业于龙国军校的缘故，8成会再派遣年轻的学员们继续重走自己所走过的路。这一代一代的薪火相传，他们和龙国的关系将会越来越密切。同时，这些人如果未来身居高位，需要购买一些军火装备，有师生这层关系在，他们是朝龙国这边购买装备，还是朝没有丝毫情谊的毛子或者西方国家买武器，一目了然。而按照苏明所说的，龙国仅仅只是付出了一所学校和一些教导军事方面的老师，就有很大可能换来以后整个黑州的尊敬和巨大的效益。这绝对是血赚的事情啊！陆天恒很快就分析明白了，这件事情就目前来看是一点亏的，但是以长远的目光来看，以后绝对是血赚的。行啊，实在是太行了。陆天恒双眼明亮，呼吸急促地看向一旁的郑平。老郑，你说这事情有没有搞头？此时的郑平也非常罕见地收起了笑脸。老陆，我觉得不是有搞头，是太有搞头了。这要是搞好了，说不定我们能收获整个黑州的友谊。这事儿我怎么想都没想出有半点坏处来，我感觉全是好处啊。听了郑平的话，陆天恒也点点头，确实这是怎么看都是百利而无一害的呀。此时两人十分的激动，对于苏明的这条建议恨不得马上就让人去论证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马上就开始启动，这事情越早越好。所以两人再也待不住了。陆天恒随即开口道：苏明钻石的事情我尽快给你搞定，到时候通知你。你的这个建议我们知道了，我要马上让人去论证一下，如果可行的我将上报给上面，如果批下来的话，你又立了一大功啊。哈哈，你小子真是个人才啊。陆天恒拍了拍苏明的肩膀，越看苏明越顺眼了，随即大步流星的走了。等苏明反应过来，两人已经走远了。苏明有些无语，这也太听风就是雨了吧，这么着急的就走了。不过随即苏明又笑了，看这情况，这事情十有八九肯定是稳了。阿贝巴呀，阿贝巴，你的钻石我也没白拿你的，这件事情要成了，短期内收益最大的就是你小子了，多少钻石都是换不来的，我这个二把手也算没白当吧。等陆天恒的消息吧，如果真的确定了，再联系阿贝巴，让他派人来龙国军校深造吧。苏明还记得阿贝巴十分喜欢他们华夏的文化，如果知道了这件事情，想必会非常高兴吧。当天夜里，燕京国防基地的会议室内，好了，经过我们这么长时间的研讨，这件事情也该出个结果了。陆天恒说道：我们进行举手表决，同意这项决议的请举手。经过将近4个小时的研讨，最终对于帮助黑州那边的人来这边学习训练军队、制定战术和战略的结果是全票通过，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方案。陆天恒点点头，这事情能通过决议，陆天恒还是很有信心的。最后的全票通过，更是直接证明了这项决议受到了所有人的支持。既然大家都同意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准备建校了。对于怎么建校，在何处建校，大家是什么意见？既然帮助黑州的决议已经定了，那接下来就该是建校了。此时管理财务的部长说道：想要建校，我们需要先向上面进行审批，然后才能批下来资金，然后才能开始建校。不过这种项目并不像军工项目那样着急，一般批下来的时间并不会短。陆天恒也知道，想要建造一所军校并不是非常容易的事情。不过我倒是认为建立军校的事情可以先审批着，而招收黑州那边的学生也可以提前开始。一旁的郑平发表了自己的意见。怎么说？陆天恒问道。虽然我们全票通过了这项决议，但是在实施过程中会不会出现一些问题，我们还不得而知。所以我们可以先招少量的一批黑州的优秀人才来当做试点，这样如果在教学过程中发生了什么事情，也能够很好控制，同时也可以为未来教学提供丰富的经验。而且如果这次试点效果好的话，也算是在黑州那边打了一个广告，未来招收那边的学生也会简单很多。反之，如果我们直接建校就选择招收上千的学生，很可能根本就没有那么多人来，
毕竟刚开学，所有人都在观望，所以我建议先搞一个试点，再根据试点的效果，确定是否来建校招生。陆天恒等人点点头，这个想法确实不错。与其等军校建成之后，大量学生入学之后产生问题，不如提前搞试点，发生了问题也好解决。至于学校，我记得冀北的石子庄陆军学院之前申报了想要扩招的资金，而且新的教学楼已经建造好了，让他们将扩招对象换为黑州的那些学生不就行了吗？不会占用他们太多的生源名额，200-300个就行。这倒是个好办法。对于郑平的建议，陆天恒觉得可以实行。不过，这第一批的学员该选择谁呢？我们怎么才能让黑州的人愿意千里迢迢来我们这里呢？下面有人问道。此时，陆天恒和郑平两人对视一眼，脑中同时想到了同一个名字：苏明。第76章，荣誉校长的职位。别人或许找不来那么多的人来这里进行试点学习，苏明绝对可以。而且这件事情本来也就是苏明提出来的，为的就是帮助坦桑的阿贝巴部队组织的。这300的名额可以给苏明，也应当给苏明。找苏明来找300名学员来轻而易举，好歹苏明现在也是一个几万人队伍的2把手。随即，陆天恒就朝其他人说了有关苏明的事情，准备让苏明来选择坦桑的300名人才来当学员。众人也并没有什么意见。好，接下来进行下一个议题，那就是让那些人来当老师，负责教他们。陆天恒询问道。片刻之后，有人说话了：报告陆将，我认为应该让他们跟我们军校的学生们共同上课，这样一视同仁，可以让他们更加认同我们的军校，让他们知道我们将他们和我们的学生们是一样的，都是军校的学子，没有什么高低贵贱，更没有什么特权。说话的正是冀北区的一位师级长官，同时他也是之前说的冀北石子庄陆军学校的校长朱高峰。听了朱高峰的话，陆天恒顿时眼睛一亮，他确实没有想到这一层，不愧是搞教育的，这样确实更好。好，我们的学生在军校能学到什么战术、战略，他们就可以学到什么，只要不涉及国家机密，他们能学多少就看他们的造化了。陆天恒对此其实并不担心，军校大学生在学什么也不会涉及到机密的东西，都是最普通的战术、战略之类的。不过陆天恒却在担心另一件事情，朱高峰提议的这种教学方式固然好，但是如果让这些黑州学员和龙国的学员在一起上课听讲的话，那免不了会产生一些矛盾。龙国的学员都还好说，这些黑州学员那可能都是从战场上走出来的，眼中的世界要更加的残酷，要是出了问题还真的不好控制。不行，得找一个能镇得住这些人的人来才行。陆天恒首先就想到了苏明，要是苏明找过来的这些人，要说最听谁的，那第一肯定就是那个叫阿贝巴的，这第二应该就是苏明了。按照他们部队里的职位来说，苏明就是他们的领导，军人以服从上级命令为天职，他们的一切行动都要听苏明的。一旦出了事，苏明处理甚至是处罚他们，那是一点问题都没有，他们只能听从命令。如果有苏明从旁协助，那管理他们就相对容易多了。甚至说苏明不用从旁协助，只要在陆军学校挂个名，就可以稍稍管制这些黑州的学员。随即陆天恒就和众人说了自己的顾虑，同时也说出了自己的想法。这个想法不错，对，我们管不了，苏明肯定能管，这怎么说也是他们的上级领导。他们不听我们的话，对他们来说可能影响不大，最多开除。而如果不听苏明的话，传回黑州，恐怕黑州那边的阿贝巴也不会放过他们吧。不过要给苏明一个什么职务呢？郑平好奇地问道。郑平的这个问题确实把陆天恒问住了。给苏明一个陆军荣誉校长的职位吧。陆天恒思考了许久，说出了自己的决定。老陆，这个职位是不是太高了？苏明才一个大3的大学生啊。郑平满脸惊讶地说道。是啊，给他一个院长的身份就够了吧。朱高峰也说道。但是陆天恒却摇了摇头。虽然从龙国这边来看苏明的话，苏明也就是一个民营企业的厂长，还是个大学生，确实这个职位给的太高了。但是这事情还不能从龙国这个位置来看待苏明，因为苏明被他们邀请来协助管理，是以阿贝巴部队的2把手的职位来协同管理的，所以要从黑州这个位置来看待苏明。要是以这个身份来说的话，给苏明一个荣誉校长的职务，一点也不算高。而且荣誉校长虽说是校长，一般都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利，而苏明作为荣誉校长的唯一权利，也就是在关键的时刻来管控这些黑州学员。所以这只是一个名头响亮，但是却没有太多权力的职务，但是却能让黑州阿贝巴他们感受到龙国要帮助他们的决心，这就够了。不过苏明一个大3的学生，能成军校的荣誉校长，也够令人震惊了吧？要是等这条消息公布出去，不知道得惊掉多少人的下巴，又让多少人大跌眼镜。陆天恒也有些无奈，谁让苏明年纪轻轻就成为黑州一个几万人部队的2把手了呢？论职位，这都快要赶上自己了。随即陆天恒向所有讲述了一遍自己的想法。听到陆天恒所说的话后，众人也觉得给苏明这个名誉校长的职务并不算高，
反而十分的合适。最终就拍板定下，最初试点招生300名黑州学员，由苏明来担任石子庄陆军学校的名誉校长，只负责管理或协助管理黑州学员的事务。第二天，陆天恒就将苏明叫到了办公室。苏明，你昨天提的建议已经通过了，可以让黑州那边的青年学子来我们这边学习一些军事知识。苏明，这么快？听完陆天恒的话，苏明也很吃惊，陆天恒他们的效率这么快，这才不到1天的时间啊！不仅苏明的建议通过了，就连第一批学员学习的试点学校都选好了，而且还一下子批了300名黑州学员的名额。这300人在苏明看来绝对不算少了，毕竟现在阿贝巴他们几乎可以没有几个有专业的军事素养的人才，就连阿贝巴也是凭借苏明送给他的一些基础的军书，一步步提升起来的带队经验。而这300人经过系统的学习，回去之后一个带100个，经过一段时间的训练，下面的人很快就能成为合格的士兵，战斗力暴增，不再是之前的散兵游勇。苏明甚至一点都不担心阿贝巴觉得抽走300名战士来当学员心疼。苏明了解阿贝巴，如果将这件事情告诉阿贝巴，阿贝巴甚至会说300人太少了。最关键的是，本来苏明以为这件事情还要推动一段时间，毕竟建造学校并不是一朝一夕的事情。没想到陆天恒他们居然想得更好，让早已经建成的石子庄陆军学校来接收黑州学员，这样更好，用不了多久就可以派学员来了。这也算是一个意外之喜了。陆老，没问题，我会尽快让阿贝巴将300名黑州学员的名单送来，学员的背景一定清清白白的，您就放心吧。此时苏明也美滋滋的，但是苏明提这个建议并不是为了自己，一方面是为了帮助阿贝巴他们的部队，另一方面更是为了帮助自己国家。现在看到事情有了结果，两方未来都能获利，苏明也感到十分开心。正当苏明准备功成身退的时候，陆天恒却连忙拦住苏明：“你小子以为这就完了？提完建议就没你什么事儿了？”苏明纳闷道：“陆老，还有我什么事儿吗？”陆天恒笑道：“你别忘了，这第一批的所有学员，名义上来说可全都是你的部下。这些黑州学员说不定都是经过战场上厮杀的，跟我们龙国的学员可不一样。如果没有一个能压得住场面的人，能行吗？”苏明明白了陆天恒的意思，如果他们不听话，你们派人教训他们就是了，犯事儿的话直接交给法律来判决，不用管我。苏明眼睛微眯，这事情是他之前没有想到的。苏明虽然希望能帮助阿贝巴他们互惠互利，但是如果那些黑州学员侵犯了龙国方面的利益，触犯了龙国的法律，苏明也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这事情也得跟阿贝巴提前通气，能让他们来这里学习已经是莫大的帮助了。如果这样还有些学员不知足的话，苏明不介意让所有人都打道回府，自己还省得做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情了。而陆天恒接下来的话却让苏明惊呆了：“学员们，我们肯定会和龙国的学员们一视同仁的，但是万一真出了什么事儿，我们也得需要一个黑州方面的人物来协助，免得让人说我们不公平。这种事情稍有不慎就有可能上升到国家层面，所以需要谨慎一些。”苏明想了想，觉得陆天恒的考虑不无道理。如果有学员犯了错，按照军校的规矩进行处罚是肯定的，但是就怕学员们认为受到不公之类的，如果有一个黑州方面能压住他们的人来协助教学，就没有这方面的顾虑了。所以我们想邀请你来军校挂个职。我？苏明指向自己，万万没想到陆天恒说的黑州方面能压住场面的人是自己。我能干什么？苏明下意识地回答道：“我们想要你在石子庄陆军学校挂个荣誉校长的职位。”第77章，还有自己的事儿。苏明做梦也没想到这里还有自己的事情。陆天恒他们居然让自己当石子庄陆军学校的名誉校长，自己何德何能能当校长啊？陆老，你不是在给我开玩笑吧？这种事情我怎么可能跟你开玩笑？不过你也不要多想，你这个名誉校长也就是有一个名而已，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在石子庄陆军学校，你只能管理黑州来的那些学员，其他的事情跟你没有关系的。陆天恒笑着说道。苏明自然知道不可能让自己真正去当一个军校的校长去，但是名誉校长这个职位是不是也太高了？陆老，随便给我一个别的什么职位就行了，主任、院长之类的都行啊。名誉校长这个名头太大了吧？我还小。苏明苦笑道。你还小？你的胆子可一点不小。陆天恒忍不住说道。你以为我想给你这个校长的职务啊？还不是你在黑州那边的身份太高了呀。说白了，这个职位并不是给你的，而是给你身后的阿贝巴他们来看的。你懂了吗？苏明本来就是一个聪明人，经过陆天恒这么一说，苏明瞬间就懂了。现在自己怎么说也是阿贝巴部队的二把手，按道理来说，军衔高的吓人，为了表示尊敬，自己这个职位也不能太低。虽然苏明觉得阿贝巴并不会在意这些，自己更不会在意这些，但是难保后来的人会说什么闲话，所以苏明接下这个名誉校长的职务，看似出乎意料之外，但是也在情理之中。思考了半天，苏明还是接下了这个职务。反正也就是一个名誉校长而已，
自己也并不需要真正做什么事情。好吧，我答应了。苏明思索再三之后，还是答应了。行，我们这边马上安排入学的事宜，你那边也尽快上报黑州学院的名单。等都准备好之后，我会通知你让他们来入学。对了，到时候入学仪式你也需要来参加啊？可不可以不来啊？苏明哭丧着脸问道。本来以为自己就提个建议，结果没想到自己还接下了一个大活。不行，我们就指着你来压场子，你不来那不是没有半点用。你不但要来，还要上台演讲，要严肃一些，把那些黑州的不安分的刺头学员都给镇住，这是我们交给你的任务。好吧，苏明只能捏着鼻子认了。苏明也明白陆天恒这是想让自己唱红脸，他们再唱白脸，这样一松一紧，普通的刺头学员自然就知道该怎么选了。到时候开学之后，学校的教官老师们就轻松多了。对了，钻石原矿在我们龙国进口的事情也谈好了，咱们龙国有几个钻石珠宝商愿意接收这些钻石，我将他们的联系方式给你，你让阿贝巴和他们谈价格就好了。放心吧，我已经给他们打过招呼了，价格绝对公道，不会让你们吃亏的。是，我带阿贝巴他们谢谢您了。苏明一边感谢，一边感叹陆天恒办事的迅速。苏明回到临时的办公室，第一时间就是跟阿贝巴打过去电话。毕竟挑选300名黑州学员的事情一刻也耽误不得，不能说陆天恒他们这边都准备好了，阿贝巴他们还没有挑选出来合适的人选。阿贝巴，寒暄的话我就不说了，直接进入主题吧。电话那头的阿贝巴一愣，他还没见到苏明这么着急过，一定是有着急的事情吧。所以阿贝巴并没有插嘴说话，而是准备听苏明要说些什么。首先，第一件事情，那就是钻石矿脉的事情。我这边已经帮你找到愿意收购你们钻石原矿的珠宝商了，价格绝对公道。待会儿我就将他们的联系方式发给你，你可以派人和他们对接。听到苏明的话，手机那头阿贝巴的喜悦之情已经溢于言表了。没想到苏明这么给力，这么快就找到销售途径了，很快他们就能将钻石销售出去，将钻石换成钱了。这对阿贝巴来说是最重要的。苏明这次又一次帮了他一个大忙，不过现在苏明怎么说也是他们部队的2把手，感谢的话就不必多说了。而且听苏明的意思，除了这一件事情，还有第2件事情没有说。阿贝巴虽然高兴，但是并没有打断苏明的话。这第2件事情，你可要听好了，听仔细了。苏明的表情有些许的严肃，因为虽然这件事情是苏明促成的，且是对阿贝巴他们来说是天大的好处，但是苏明也得让阿贝巴知道事情严重性和重要性，让阿贝巴在这件事情上能够重视起来。是，你说吧，我听着呢。阿贝巴有些好奇，究竟是什么事情能让苏明那么严肃？我给我们这边的领导建议，替你们申请了300名黑州学员来我们这里的军校进行军事教育的资格。苏明淡淡的说道。电话那头的阿贝巴先是愣住了，随即就冲到了手机的最前面，一张大脸几乎都要贴在屏幕上一般。王德发，什么？苏老弟，你说的是真的？你看我像是跟你开玩笑的样子吗？卧槽卧槽卧槽！苏老弟，不，苏哥，你太他妈牛逼了！阿贝巴激动的跳了起来。去龙国学习军事方面的知识，在阿贝巴看来，这是可遇不可求的天大好事啊！阿贝巴本来就一直非常喜欢龙国的文化，要不然也不会让自己亲信们都必须学会华夏语，为的就是有一天能去龙国看看。至于龙国的军事以及装备之类的，阿贝巴即更加的喜欢了。之前苏明给阿贝巴的一些有关军事方面的书籍，更是让阿贝巴受益匪浅。同时，阿贝巴在看了一些军事方面的书籍之后，才越发的觉得系统学习的重要性。可惜他没有这个机会了，而自己的这些手下们比自己还要差，就更别说了。这些年，阿贝巴也一直以严格的要求来约束自己的部队，平时的训练也十分的严格，就是为了让这些散兵游勇朝着正规的部队来改变。如果这些散兵游勇能从民兵转变成正规士兵的素质，那将量变产生质变，成为一支真正的精锐部队。未来这些学员从龙国归来之后，让他们进行带兵训练，那这些散兵游勇走向正规军就不再是奢望了。阿贝巴很久之前在手机上看过龙国军队的军人们阅兵的视频，在手机里面，龙国的军人们昂首挺胸，气质昂扬，一排排一列列的军人们走的那叫一个整齐划一，那叫一个漂亮。那时候他就在想，自己能否将手下的士兵训练成这样。不过后来发现，那是仿佛遥不可及的梦想。而现在呢，阿贝巴现在觉得有可能了，而且是非常有可能。这些去龙国进修过的学员，如果学成归来，绝对能大大提升他们部队整体的军事素养，从而使部队逐步走上正规武装。这简直是一个天大的惊喜啊！比钻石矿脉销售的事情解决了，还让阿贝巴高兴。唯一有些可惜的就是自己去不了，但是这个消息已经让阿贝巴有些高兴的找不着北了。如果此时苏明站在阿贝巴面前，他都恨不得亲苏明2口。这2把手没白给苏明，苏明这也太尽责了。短短时间里就给他们部队争取了这么多的好处。看着激动的阿贝巴，苏明却没忘了要敲打阿贝巴。你先别那么高兴，
第78章超级洪水电磁干扰装置成功。这虽然对你们来说确实是一件好事情，但是好事情不一定会有好结果。苏明先给阿贝巴泼了一盆凉水。哦，为什么这么说？阿贝巴不知道苏明为什么会说没有好结果。如果不出意外的话，你选择的这些学员大部分都是你的亲信吧？阿贝巴点点头，这送去黑州的名额就300个，肯定是要选择自己的亲信以及解放国家信仰坚定的战士们。那这些人大多是上过战场杀过人的，这些人有你在，他们不敢说什么，绝对听从你的命令。但是如果来到我们这里呢，没有你来管理他们，你能保证他们不会做出来什么出格的事情吗？要知道，我们的国家现在是法治国家，跟你们那里的法治全面崩盘可不一样啊。如果真出了什么事儿，那这本来很好的事情就不会有一个好的结果了。听了苏明的话，阿贝巴也知道事情的严肃性，激动的心情瞬间就冷静下来。龙国这边好心好意的让他们这些坦桑学员可以学习军事知识，而他们自己人在龙国那边闹事，这种事情如果发生了，那不是寒了龙国这边的心？而且这事情也是苏明一手促成的，要真出了事情，苏明说不定也会受到影响，这也算是打了苏明的脸，这种事情更是绝对不能让它发生的。想到这里，阿贝巴的背后不自觉地出了一层冷汗。阿贝巴也收起来嬉皮笑脸的神情，严肃的面庞中透露出一丝丝的杀气。苏明，你放心，这些人送过去之前，我一定会调教好他们，不会让他们给你们闹事的。如果真有不听话的混账，阿贝巴顿了一下，有些凶狠地继续说道，你把那些人送回来，他们回来就算不死，我也得扒下来一层皮。这话阿贝巴说的异常的认真，看起来是真的发狠了。在阿贝巴看来，自己想去龙国学习这方面的知识还没有这个机会。这些坦桑学员是走了天大的好运，能被选中去龙国进修军事知识，如果他们不珍惜，浪费这大好的机会，那阿贝巴是绝对不会放过他们的。阿贝巴觉得有必要在选定300名坦桑学员去龙国学习的之前，好好调教一下这些学员，同时也得规定好，那些在校时成绩优异的学员回来后会获得奖励，得到更高的官职，学习差的学员就要有所惩罚。这300个名额异常珍贵，不能让他们白白浪费了，一个都不能浪费。听了阿贝巴的保证，苏明点了点头。苏明相信他已经让阿贝巴知道了这件事情的严肃性，也相信阿贝巴能将这件事情处理好。接下来，苏明又跟阿贝巴聊了一下新产品进度的事情后，就挂断了电话。很快，又是5天的时间过去了。苏明在军工部的实验室里，带着一些协助苏明制作洪水干扰装置的军工部研究员们，将最后一个部件成功的安装在了干扰装置的基座上。这个装置可并不小，之前的洪水排收音机跟这个一比，那就算是小巫见大巫。苏明为了运载这个洪水电磁干扰装置方便，特意设计的让它正好可以装入一辆装甲车内，这样在战场上的运载也方便了许多。终于完成了，郑平感叹道。郑平知道今天洪水电磁干扰装置就能够完成最后的组装工作，所以一大早就来了。直到现在下午1点钟，终于完成了最后一步的组装工作。接下来就是测试洪水电磁干扰装置能否正常运行，以及这装置的性能是否真的能达到苏明所说的能干扰几百公里的所有各种通信设备。马上准备实验，检测这台洪水电磁干扰装置的性能。郑平他们早在之前就已经选好了检测洪水电磁干扰装置的地点，毕竟这东西成功开启，功能正常的话，方圆几百公里的区域通信将中断，所有的设备也会出现紊乱。因此检测的地方要尽量远离百姓们居住的地区，他们可不想因为洪水装置的开启对地方上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所以郑平他们将洪水电磁干扰装置的测试地点选择在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这里也是龙国曾经第一个大蘑菇实验成功的地方，意义重大。而今天又用这片地方来检测洪水电磁干扰装置，其重要性也不言而喻。苏明以及郑平和一些研究员乘坐着运载机，带着洪水来到了荒无人烟的戈壁滩。你们准备怎么测？苏明只负责洪水装置的运行，如果能运行成功，他的任务就算是完成了。测试的事情自然不用苏明管，不过苏明也有些好奇郑平他们准备怎么测试。郑平笑道，怎么测我们早就想好了，首先要测试洪水装置的全频带干扰是否成功。我们做了一个类似音叉般的仪器，它可以调节成任何频率，如果从最低频率到最高的频率，这个仪器都能共振的话，那就说明全频带的干扰成功了。虽然郑平他们研究不出来全频带进行干扰的装置，但是一个检测全频带的共振仪器，对他们这些军工研究员来说还没有什么难度。同时我们也会检查洪水干扰装置的覆盖范围，在这戈壁沙漠之中，我们每隔10公里就会设置一台信号机器，不停地发射信号。装置开启之后，多少公里的机器不能正常传送信号，装置的覆盖范围就有多广。听完郑平的话后，苏明点了点头。郑平他们想得十分周全，因为装置开启，所有电磁设备都会受到影响，
为了防止运载机受到影响，所以郑平他们先让带他们而来的飞机远离洪水装置后，才开始准备进行测试。小苏啊，你说这洪水覆盖范围能有几百公里吗？临近测试，郑平倒是紧张了起来。根据我的计算，至少有400公里的覆盖范围。郑平点点头，不用400，300就足够了。这样大范围的人造电磁干扰，估计还是人类历史上首次吧。郑平不由得感叹，不知不觉间，他们可能就创造了历史。开始进行测试吧。洪水装置开始运行。远处，戈壁滩上，四周一些听觉比较灵敏的鸟兽开始感到不安。有些频率范围人类听不到，但是鸟兽们却能听到。强烈的电磁波开始在戈壁滩的上空聚集，但是苏明等人却看不到，也听不到。开始进行全频带检测，从最低3 kHz 开始，3 kHz 产生共振， 3.001 kHz 产生共振。因为电子系统会被洪水系统所干扰，所以用来测试全频带干扰的仪器几乎是纯机械的。优点是不会被电磁波干扰，缺点就是这个检测时间要长一些。这边还在检测是否是全频带的干扰，那边总部基地里已经收到洪水电磁干扰装置能干扰通信的覆盖范围了。测试结果出来了，只有距离洪水装置直线距离为430公里后的信号机发来了信号，之前的全都被干扰了。也就是说，洪水电磁干扰装置的覆盖范围为方圆420公里。研究员的语气中带着浓浓的惊叹，足足有方圆420公里的范围被完全覆盖，这个范围简直难以想象。燕京总部基地里已经开始庆祝了起来，这是龙国又一款战略级的武器成功诞生，而且重要的是，这个武器只有龙国现在拥有，别的国家都没有。第79章，你吃点亏，拿2亿行吗？虽然燕京军工总部的研究院已经知道了洪水的覆盖范围，但是郑平和苏明他们现在正处于洪水电磁波干扰的覆盖之中，不可能收到任何的信号，只能等待全频带的测试完成之后，关闭洪水之后，才能联系上总部知道结果。好在经过将近1个小时的测试，终于完成了从3 kHz 到30 GHz 的测试任务。测完了。看到研究员走了过来，郑平连忙问道：郑部长，测完了，结果怎么样？从3 kHz 到30 GHz 的范围内，仪器全部共振。好。郑平一连说了3个好。虽然郑平知道很大概率是没问题的，毕竟之前洪水牌收音机都能达到这个效果，但是现在真正的达到了全频带的干扰，他还是有些激动。马上关闭系统，看燕京军工总部那边是什么结果。现如今最重要的就是洪水系统覆盖范围，洪水电磁干扰系统的覆盖范围越大，将来在战场上的作用就越大。关闭系统的操作十分简单，很快就完成了。仅仅片刻，卫星电话就恢复了通信功能。喂，你们那边测试的结果怎么样？420公里。真的假的？听到电话那头肯定的回答后，在场的所有工作人员瞬间惊呼了起来。方圆420公里啊，这覆盖范围得有一个省的范围了吧？这覆盖范围也太大了。有了这东西，洲际导弹也打不过来了吧？打不打得过来不知道，但是洲际导弹肯定瞄不准。这话说的一点毛病没有。洲际导弹为了制导的准确性，是需要在发射途中不断的调整方向的。而如果有洪水电磁装置的干扰，洲际导弹到了其覆盖范围内就失去了准度，大概率会偏离目标地点。哈哈，真没想到一次成功。苏明，这次你为国家立了一次大功。郑平笑得十分开心，这下他们龙国将会多一个别的国家都没有的秘密武器。郑平的心中是渴望和平的，但是如果未来发生了战争，到关键的时候，他们龙国掏出了洪水这一款秘密武器，不知道对面是何种的想法。虽然这种想法有些罪恶，但是郑平确实觉得有点小爽。这件事我会向上面上报，上面肯定会给你奖励的，同时我们也会给你支付相应的报酬。郑老，我之前不是说过这洪水是我无偿支持给国家的吗？苏明道，说什么呢？你再怎么想要捐赠洪水的技术，国家也不会白占你一个小民的便宜，该给的钱还是要给的。不过我们申请下来的钱也并不多，就2个亿，你就吃点亏拿着吧。苏明有些无语，给了自己2亿，还说自己吃点亏，国家对他也太好了，苏明都有些感动了。不过虽然2亿对苏明来说确实不少了，但是相比较武器的研发经费上，那就不算多了。苏明的洪水电磁干扰装置如果真要研发的话，不知道要投入进去多少亿，也有很大的概率全都打水漂。而苏明直接提供洪水的技术，他们几乎就没有花费多少的研发费用，所以对郑平来说，苏明帮他们省了不少的钱。这2亿的费用一点也不算高，苏明也不是什么矫情的人，既然这钱郑平都说给了，苏明也就拿了。苏明这边成功完成任务，没什么事儿，拿着自己已经设计好的消防器材设计图就回到了明阳机械厂。在军工部门的时候，苏明就已经设计好了消防器材的设计图纸，但是由于这些天因为洪水的事情太忙，苏明都没有太多的时间去摸鱼。
所以也只是将消防器材的设计图纸设计好了，并没有完成样品的制作。现在洪水电磁干扰装置已经完成了，苏明也没有了在军工部待下去的理由，只能回到明阳机械厂再进行样品的制作了。而苏明也已经和陆天恒说好了，等新产品制作完成之后，苏明跟陆天恒联系后，陆天恒会派人来检测新产品的消防性能。同时，明阳机械厂这边依然被陆林管理的井井有条，生产和订单交付有序进行。因为陆林知道苏明接下来要制作新的产品，所以又招聘了一些工人，同时一些新产品前期的准备工作也被陆林安排得十分妥当。目前明阳机械厂的工人由以前的400多人，已经来到了1000多名工人。而这些天在苏明离开的时候，华夏少年节目的张悦和摄影师也没有闲着。苏明走了，他们就一直跟拍陆林，直播效果也十分的不错。苏明回来了，张悦和摄影师自然又将拍摄重心放到了苏明的身上。明阳机械厂内，苏明在和陆林了解完生产情况后，对陆林说道：“这段时间辛苦你了，不过恐怕还得多辛苦你一阵了，因为新产品的设计图我已经设计出来了，等样品成功制作出来后，经过了审核，恐怕又要忙起来了。”陆林对于苏明说他辛苦，他倒是并没有觉得十分的辛苦，反而觉得每天是十分充实的。但是对于苏明说新产品的设计图已经设计出来了，陆林还是十分感兴趣的。新产品，我们厂子接下来要做什么？苏明说道：“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一款消防装备。”说话的同时，拿起面前的一卷设计图，顺势展开。办公室里，陆林和张悦等人的注意力瞬间都被桌面上的图纸给吸引了过去。第一眼，陆林和张悦就被吓了一跳。这不是火箭炮吗？张悦十分吃惊地说道。虽然张悦只是一个记者，但是也在各种媒体上见过类似的东西，这种口径还带有扳机，太像了。这种武器一般都是士兵扛在肩上，炮弹发射出去，威力巨大。而此时的直播间里就更加的热闹了。卧槽卧槽，这东西真的是消防设备吗？我看着怎么那么像火箭炮啊？苏明，我们虽然没你聪明，但是你也不要拿我们当傻子啊。可不是，这口径也太大了，而且还有扳机和准星，这东西造出来真的不违法吗？尼玛，苏明这是一回来就不安分啊，这是又想搞个大的？不是，苏明都造 RPG 了，国家不管，就是你一个民企，怎么天天想要搞军火上的事情啊？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苏明要造的东西，弹幕瞬间就炸了。第80章，啥消防设备，不是 RPG 吗？对于陆林和张悦他们的吃惊，苏明一点也不觉得惊讶。这东西一般人看了都会说是武器，但这得看是在哪里。这东西要是到了黑州，它有可能变成武器，但是只要是在龙国，那就是特种消防设备。而且陆天恒也跟苏明保证过，只要苏明造的这个特种消防设备能完成消防大队的验收，证明这东西是真的具有出色的消防功能的设备，陆天恒他们也同意苏明生产这款产品。张姐，您这话说的，我刚才不是都说了，这是我们厂子下一款准备生产的特种消防装备，如果不合法，我们肯定不会生产的。面对张悦的疑问，苏明如此笑着说道。虽然苏明这么说，但是张悦还是有些犹豫，这东西真的不违法吗？他虽然就是负责跟踪报道苏明的节目记者，但是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相处，也并不希望苏明误入歧途。这东西真的是合法的？你怎么证明它是特种消防设备？张悦好奇问道。这好说，等我样品生产出来后，会第一时间交给专门的消防人员来检验设备的消防能力，如果合格，那就没问题了。苏明笑道。听了苏明的话，一旁的张悦和陆林都松了一口气。这样的话是没有问题的。如果苏明做的这款设备真的能成为特种设备，对龙国也是有利无害的。至于这东西长得像个炮弹发射器，也就没有那么让人介意了。毕竟玩具枪还像枪呢，也没见过有人会逮捕销售玩具枪的人。既然苏明有自己的想法，他们也就不再过多的干预。因为已经有了精细的图纸，所以很快苏明就开始着手制作这款特种消防设备。以苏明的明阳机械厂的现有设备，搞个这种消防设备还是手拿把掐的。仅仅用了3天时间，苏明就成功的做出来了几个样品，同时也将这件事情给陆天恒汇报了一下。陆天恒对这件事情也尤为重视，很快就联系好了消防大队来对苏明的特种消防设备进行验证测试。测试的地点在冀北的消防总队的消防站里。冀北消防总队距离明阳县虽然不远，但是也不是很近，足足有半天的车程。半天之后，苏明开车带着制作好的特种消防设备来到了冀北站的消防大队。消防大队的队长姚烈亲自接待的苏明。虽然姚烈不知道苏明是个什么背景，但是他知道这事情是上面的大领导安排下来的。能让大领导安排给一个民营企业制作的产品测试消防产品的性能，这面子可不小。要不是他们的站长这几天外出学习去了，估计站长也得来。
不过给面子是给面子的事情，如果这个民营企业带来的特种消防设备没什么用，达不到他们标准，姚烈可是半点不会松口的。因为他知道，这些特种消防设备关系的可是他们这些消防员兄弟们的身家性命，无论如何也不能在这种事情上面有半点马虎。你好，我是姚烈，冀北消防站消防大队的队长。你好，我是苏明，是来。两人互报姓名后，姚烈就将苏明他们请进了消防大队里面。既然已经提前知道了苏明的来意，所以姚烈并没有寒暄太多，等测试项目准备好后，直接带着苏明他们来到了专门用来锻炼消防员业务的作训场。这里就是我们用来专门训练的作训场。接下来我们将会在那儿测试你这个特种消防设备是否好用。姚烈指着远处一座20多层的废弃楼房，从楼房外表上的各种火烧痕迹可以看出来，平时他们消防大队没少在这里进行防火灭火演练。这个是我们专门为了防火灭火训练建造的仿高层建筑楼房。你不是说你的特种消防设备就是为了这种高层消防的情况设计的吗？待会儿我们会在10层以上对你们厂子里的特种消防设备进行测试。测试过程中会进行精度和灭火性能等一系列的测试，如果都能够合格，那你们厂就可以生产这种特种消防设备。甚至如果效果好的话，我们消防大队也是愿意采购一批你们的设备的。对了，说了这么半天，你们的消防设备什么样子我还不知道呢，拿出来看看吧。姚烈说道。苏明点点头，放下手中的30寸最大号的行李箱，划开拉锁，打开行李箱，一个口径粗、长度将近1米左右的炮管出现在了姚烈眼前。姚烈的瞳孔急剧收缩，脸上的表情由惊愕变为有些惊恐，身体也本能的后退了2步。这东西不是榴弹发射器吗？你到底想干什么？要不是上面高层之前打过招呼，他知道苏明是来干什么的，他都要直接出手将苏明拿下了。看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也乐了。哈哈，我就说吧，这东西谁看谁不迷糊啊。绷不住了，苏明你还说是消防器材，没看到人家消防大队的队长都吓坏了吗？直播间的观众反正是看热闹不嫌事儿大。姚队，你不要怕，我这就是咱们新设计的特种消防设备。苏明将行李箱中的大口径的装备拿了出来，放在手上，大口径的炮管、扳机以及准星，姚烈看得清清楚楚。这东西都这样了，眼前的这个年轻人还说是特种消防设备。好吧，那你说说，你这个消防设备是怎么运行工作的？姚烈有些尴尬地摸了摸鼻子，刚才的表现确实有点太拉了，何况这还是在直播。哦，其实运作源十分的简单，我们这款消防设备的里面的弹药是干粉固态的二氧化碳。高层楼上着火时，仅需要将这种填充弹药放入炮管里，对准着火地点发射就行了。其到达着火地点后会四散开来，灭火材料也就能压制火势的蔓延，甚至能够扑灭着火点。对于苏明的答复，姚烈笑了。我们消防车上的高压水枪足够喷射到几10层楼的高度，你这样的东西好像没有市场啊。苏明自然知道他这个特种消防设备和消防车上的高压水枪的功能重合了，但是苏明的特种消防设备却有一个消防车高压水枪没有的优势，那就是占地空间小，受地形或者其他因素的影响要小很多。虽说消防车在龙国的路上拥有绝对的路权，但是还是经常避免不了被一些私家车挡住，挪开这些车就浪费宝贵的时间。除了道路拥堵，还有一些特殊的居民房着火点，消防车根本开不进去，这也是一个问题。在这种时刻，一般多秒钟能够控制火势，那可能就是很多条人命的差距。苏明的特种设备就是用来弥补消防队这方面的空白的。这些事情，苏明在造新产品之前就已经想好了。姚队，我就说一句，你能保证咱们得消防车每次都能够一路通畅的到达救火地点吗？听到苏明的话，姚烈脑中灵光一闪，猛地看向了苏明，满脸的不可思议。他明白了苏明的意思。第81章，还挺帅的样子。姚烈知道苏明说到点子上了。所有消防队的消防车都是比较大的，除了路上被一些挡住消防通道的私家车阻挡他们进去救援，还有一些地方太过狭窄，消防车很难开进去。这种情况对他们来说确实并不少见。但是有了这种类似榴弹炮的特种消防设备呢，就可以几个消防员提前到着火地点进行灭火工作。这么一想的话，这种特种消防设备并不是没有市场啊，而是大有市场啊。不过首先得真有苏明说的那样有用，可以控制火势才行。想到这里，姚烈有些激动。你别说，这东西或许还真有点用。不过究竟是否有用，还得等测试过灭火效果后才能知道。这样吧，我们马上开始测试吧。此时的姚烈比苏明还要着急。苏明点点头，看来姚烈已经知道这种特种消防设备的作用了，不然不会这么着急。我们先从比较低的楼层开始测试吧。首先我们模拟的是10层楼的高度起火，
你用不用先准备一下？现如今的居民楼动辄就是20-30层的高度，如果苏明他们带来的特种设备连10层楼的高度都到达不了的话，在真正的救援行动中就没有太多用处了。所以姚烈准备从10层楼的高度开始测，如果达不到10层的高度，直接让苏明他们打道回府就行了。不用什么准备，直接开始模拟吧。苏明向姚烈说道。姚烈有些诧异地看了苏明一眼，看来这个年轻人对自己的制作的消防设备很有自信啊。姚烈摇了摇头，还是太年轻了。他们模拟的高层着火的火势肯定不是简简单单的火情，就是为了训练救火队员们面对极端情况下的业务能力。所以一般模拟训练的时候都会在里面的燃烧物里添加一些易燃物品，这个时候能够越早的控制住火势，后续就会越轻松。反之一开始浪费了时间，等火势蔓延开来，救火难度就会成倍增加。一点点的星火，一杯水可能就浇灭了，但是如果等10秒钟之后，等星火燎原，1桶水10桶水都于事无补，就是这个道理。不过姚烈可没有提醒苏明的义务。姚烈拿起对讲机，10层楼可以开始引火了，注意安全，引燃后马上撤离，消防车随时待命。开始吧。即使那是消防队专门用来训练用的废弃楼房，他们也要万分小心。如果苏明的特种消防设备没有控制住火势，消防车就会接管现场控制火势。收到，队长。片刻之后，就看到废弃楼房10层楼的窗边火光闪烁，浓烟滚滚，并且伴随着时间的推移，火势越来越大。姚烈用望远镜看了看，感觉火势差不多，看向苏明。好了，差不多了，可以开始了。苏明点点头，快步一只手从行李箱里将特种消防设备拿了出来，另一只手将行李箱里的类似火箭弹的消防填充弹从发射筒口装到位，手动扳下握把后面的击锤，整个动作一气呵成，随即将其扛在肩上，单膝蹲下，瞄准10层楼的窗口位置。这一套操作看得姚烈眼皮直跳，这也太他妈熟悉了，装弹瞄准一气呵成，没有半点滞涩的感觉，仿佛对这套动作已经形成肌肉记忆了。而且这肩扛式的动作是认真的吗？这完全就是发射 RPG 时候的姿势好吗？而且姿势还十分的标准。这小子之前不会发射过真的 RPG 火箭弹吧？不然怎么会这么熟悉这套动作？姚烈甚至有点怀疑，苏明马上发射出来的东西不会真的就是榴弹吧？直播间里观看直播的观众们也骂了，毕竟虽然很少有人在现实中见过真正的 PRG 这类的榴弹发射器，但是在电视剧、电影上见过的并不少。苏明的这一套动作简直跟电视上那些士兵们发射火箭弹时候的动作简直一模一样，加上苏明肩上扛着的家伙又十分的唬人，跟榴弹发射器简直一模一样，这种感觉别提多怪了。卧槽，我怎么感觉苏明要发射火箭弹了？尼玛，还说不是火箭弹，这发射姿势都跟发射火箭弹一样。苏明的姿势怎么那么专业？是不是之前苏明发射过 RPG 啊？其实苏明之所以这么专业，自然是苏明之前就用过 RPG 火箭弹。作为一个军火商，向别人销售自己的武器，如果连自己的武器都不会使用，怎么跟别人介绍自己的军火呢？所以可以说，苏明对市面上的各种武器几乎都十分的了解。像 RPG 这种能让陆军作战小队、坦克、装甲车辆、直升机等各类作战武器瑟瑟发抖的武器，苏明不可能没有接触过。此时的苏明屏住呼吸，瞄准扣动扳机射击，发射火药爆燃，将苏明制作的填充消防材料的火箭弹发射出去。同时，另一部分火药从发射筒的尾部喷射而出，作为反作用力抵消后坐力，而充满消防材料的炮弹则是全程无动力的飞行，直冲10层楼的着火点发射而去。消防火箭弹在到达着火点时，因为撞击的缘故猛然爆裂。因为苏明消防火箭弹外壳使用的是特殊的聚酯材料，所以在炸开后并没有对周围环境造成2次伤害，而大量的消防材料却是同步四散开来，一瞬间一片白茫茫的，不到片刻的时间，火势已经被压制住了。从望远镜中，姚烈看得清清楚楚，本来还在疯狂肆虐的火焰，在这种特殊火箭弹爆发的消防材料影响下，阻断了助燃的氧气，一发就制住了火情扩散的迹象。就在这个时候，苏明紧接着又发射了第2发、第3发消防火箭弹。当5发火箭弹全部发射出后，就不是猛烈的火情被控制住了，而是直接被火箭弹给浇灭了。看到这一幕，消防队的队长姚烈激动的直拍大腿。他没有想到，这种消防火箭弹的灭火效果这么好，仅仅5发火箭弹就完美控制住了火情。报告队长，火情已经基本控制住了。姚烈的对讲机里传来了队员的报告。周围的环境怎么样？有没有被火箭弹造成2次伤害？片刻后，没有造成什么2次伤害。听到这话，姚烈更加激动了。有戏啊！我去，这东西好厉害啊！是啊，
我们平时用消防车高压水枪控制住这种火情的最快速度也得有个3分钟，这消防火箭弹不到2分钟就控制住了，看起来真的不错的样子。该说不说的，这东西用起来还挺帅的。此时一旁等待灭火的消防员们看着苏明手上的消防火箭弹，眼中闪着希冀光芒。第82章，能不能让我们试用一下？见到这一幕，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是有些吃惊。他们不是不相信苏明制作的特种消防设备能够灭火，在直播间里，很多观众都已经看苏明直播有1-2个月了，对苏明有些了解了，知道苏明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而且苏明也确实非常有才能。不过相信苏明制作的这个消防火箭弹有用归有用，但是这东西的效果也太好了吧，能有效果跟灭火的效果出奇的好还是有差距的。而见到这一幕的姚烈则更加着急了，如果这种特种消防火箭弹的效果这么好，再加上能再发射到高层的话，那它的作用就大了。真是那样的话，说实话他都十分心动，想要采购一批这种特种消防火箭弹。这就需要看接下来在比较高的楼层，火箭弹的射程是能够达到还是鞭长莫及了。紧接着姚烈开始安排20层的灭火测试，这个高度在龙国居民区已经是比较高的楼层了，如果能达到这个楼层的话，绝大部分的居民楼着火，这款消防产品都能发挥作用了。也就是只要苏明制作的这款消防设备能达到20层的高度，它就算是一个合格且有用的消防设备了。这也是苏明这次来这里想要达成的目的。20层的灭火测试很快开始，跟上次的一样的步骤，只不过这次的着火地点到了20层的高度。对于这个高度，苏明是一点都不慌，因为这款消防火箭弹是他设计，自然知道它的极限没有这么低。可以了，姚烈有些希冀地看向苏明。苏明这边一发火箭弹发射出去，直直冲入了20层的废弃住户楼层里，紧跟着又继续发射了4发，全部都成功到达指定的着火地点，没有半点偏离。火势也跟第一次一样，很快就被成功控制住，剩余的一点小火苗已经构不成什么大威胁。成了，姚烈现在十分的激动，这消防火箭筒能到达20层的高度，已经能够在真正发生火情的时候起到关键性的作用了。不错不错，你们厂子设计的这款消防火箭筒还真的有十分不错的消防能力，这件事情我会跟上面禀报的。听到这里，苏明笑了，他知道事情成了。只要姚烈他们认可了这件特种消防装备，那按照陆天恒所说的，他们工厂就可以在龙国生产这种消防装备。接下来要不要还继续测试？毕竟你们这款消防火箭弹的学极限、灭火高度还不知道呢。姚烈问道。姚烈现在对苏明手上的火箭筒是越发的感兴趣了。这火箭筒在他们看来足够当做一款合格的消防产品了，但是火箭筒的最高射程是多高，姚烈还不知道呢。如果这不接着测下来，那姚烈今晚得郁闷的睡不着觉了。此时的苏明也想知道火箭筒的极限高度射程是多少，因为苏明设计这款火箭发射器的时候，主要还是为了往黑州出口的用途，所以对于火箭筒的常规用法，直射或者低角度抛射距离苏明是有清楚的认知的。这款火箭弹的有效射程可以达到600米，也就是说600米内直射或者低角度的抛射，受重力影响小的情况下，精度是非常准确的。但是要是超过600米的有效射程，最大的射程有1公里，但是火箭筒的精度就会下降。而像这种从地面往高楼方向发射仰角比较大的情况，火箭弹受到重力的影响就比较大了。无论是极限射程还是有效射程都会大大受到影响。苏明也没有明确计算，不过按照苏明的保守估计，30层楼的高度也就是100米左右，至少是可以达到的。看到苏明同意了自己继续测下去的想法，姚烈十分高兴。20层楼的高度已经算是高层了，我们接下来要不测试25层楼的高度？此时的姚烈选择征求一下苏明的意见，不过苏明却是摇了摇头，直接上30层楼吧，我觉得应该没问题。之所以直接上30层，一方面是苏明有这个信心，不想浪费时间，另一方面苏明这次一共就带来了25发特制的消防火箭弹药，弹药本来就不多，而且已经用了10发，还是省着点好，万一后面不够用了呢？好吧，就按你说的办。10分钟后，废弃楼房的30层燃起了熊熊大火，不过很快就被5发特制的消防火箭弹给扑灭了，准确度依然是100%。听到楼上传来的结果，姚烈高兴坏了，这个结果已经大大超出他的预料了。要知道现如今的城市小区一般最高也就是30层的高度了，这个高度消防火箭筒依然能发挥作用，那可以说几乎所有的居民楼小区它都能起到作用。此时的姚烈是真的心动了，如果他们的消防队能有这种设备，那关键时刻可能就可以挽救一个生命，或者减轻人民的财产损失。不知道这东西什么时候正式生产，如果正式生产了，我们消防队高低也得申请资金，采购几个这样的消防火箭筒。姚烈这样想着。接下来针对苏明的消防火箭筒又试了试35层楼的高度，
这次测试5发中又3发命中，又2发偏离了着火点，不是射高了，就是射低了。明显这个高度下准度已经不太行了，但是也不能说没有作用，精度不够，完全可以用数量来填补。接下来更高的高度也就没有再试的必要了。不过苏明对这个结果已经非常满意了。同样十分满意的还有姚烈，看着苏明手里的消防火箭筒，眼里全是渴望的神色。等完成灭火工作之后，其他待命的消防队员纷纷围了过来。队长，这东西我们什么时候能装备上啊？是啊，有了这东西，就再也不怕消防车被堵在小区外面进不去了。在场所有的消防员虽然说是在跟姚烈说话，但是他们的眼睛却跟姚烈一样盯着苏明手上的火箭筒。这时候苏明工厂生产的特种消防设备的测试完成了，按道理来说没有别的事情，姚烈应该送苏明他们尽快离开作训场。但是此时姚烈却没有想要让苏明他们离开的意思。苏厂长，你们这款消防设备什么时候能上市出售啊？姚烈问道。听到这话，苏明愣住了，啥意思？这是姚烈想要采购这款产品。不过还是苏明想了想道，怎么也得有半个月的时间吧。虽然苏明说是半个月，但是苏明知道这第一批订单一定是要给黑州的，毕竟那边可是10万火急的情况。但是如果姚烈他们要的少的话，苏明倒是可以给他们留几个，这倒不是什么大问题。不过按照苏明的预计，国内市场这种消防火箭筒的订单量还得等一段时间慢慢发展，打响名头之后，订单量才可能提上来，不能着急。而且就目前来说，苏明他们工厂的产能也跟不上那么多的订单。还有半个月啊，这非常快了啊！姚烈十分的惊喜。不过虽然半个月的时间并不算长，但是姚烈却不想等那么久了，毕竟现在不就已经有现成的了吗？犹豫了片刻，姚烈还是忍不住说道：苏厂长，这消防火箭筒我们也十分的喜欢，我们也有意向想要采购一批，不过在这之前，能否先让我们试用一段时间，让我们试一试效果，效果好我们肯定会采购的。当然试用的这个我们也会照常付费的。第83章紧急火情。听了姚烈的话，苏明瞬间就明白他们的意思了，这是看上他手上的这个特种消防火箭筒了呀，这是已经迫不及待的想要试一试了。怪不得从刚才开始，苏明就感觉姚烈他们的眼神怪怪的。对于这种情况，苏明还是很开心的，毕竟当初设计这款新产品的时候，准备的就是两用的，国内国外同步销售的策略。现在姚烈他们想要试用，证明这款消防火箭筒在国内还是有市场的。苏明笑道：那这样吧，我手中的这款样品就留给你们消防队试用吧，钱也就不必了，如果好用的话，以后再来采购。苏明这次一次性制作出了好几个样品，所以给冀北消防大队一个样品并没有什么问题。就是带来的用消防粉末填充的特制火箭弹就剩5枚了，用不了几次了，弹药用完了，就只能等他们的新产品正式上市的时候购买了。不要钱，免费让我们试用，那不太好吧？虽然姚烈的嘴上说着不太好，但是手上的动作可没有停下来，很自然地接过了苏明手中的消防火箭弹，爱不释手地打量着。苏明在测试完之后，苏明就回工厂开始准备新产品的生产工作。在傍晚的时候，苏明也收到了陆天恒的通知，告知苏明他们可以生产这种特种消防火箭筒了。看来应该是收到了姚烈他们的消息。几天无事，这天傍晚，冀北消防总队消防队长办公室，姚烈这2天十分的开心，因为他们消防队这2天的警报铃已经2天都没有响过了。2天没响，则是证明他们负责的这片辖区2天内都没有发生过任何的火情，以及类似家里进蛇呀，谁家的猫咪爬树上行下不来啊，小孩子淘气头卡在栏杆里出不来的各种情况了。是的，他们消防队不仅要在着火的时候能够及时灭火，保证人民财产安全和生命安全，还要处理各种想得到的想不到的稀奇古怪的事物。这2天的悠然，甚至让姚烈一度怀疑是不是他们消防队的警报铃坏了。今天真安静啊，马上就要下班了，姚烈感叹道。然而消防队总是有逃不掉的魔咒，当你觉得今天很安静的时候，往往事情就来了。就在这个时候，消防大队内警铃顿时响起。本来都准备换班休息的姚烈听到了警报铃响的第一时间，一个机灵，第一时间就冲了出去。在队伍集结的路上，姚烈就在消防信息台那里了解到了发生了什么事情。是市区里一家高层住户家里着火了。等姚烈到达集结地点的时候，所有在岗的消防员也都集结完毕了，穿戴好专业的消防护具。姚烈一声令下，所有人都上了消防车，很快消防车驶出了消防大队。帝景城小区27栋，楼下聚集了一群人，对着楼上指指点点。这里面有一些是这栋楼的住户，他在听到楼上着火的消息之后连忙跑了出来，还有一部分是看热闹的。不过这里面最焦急的只有魏浩，因为27栋25楼着火的正是他家。本来今天周六，明天周末休息，魏浩寻思下班早点，买了一条鱼和一只鸡，
准备烧条鱼炖只鸡，改善一下家里的伙食。魏浩早就将鸡处理好，放在锅里炖上了，随即开始处理鱼。就在这个时候，自己老婆给自己打电话，说是闺女在楼下玩的时候不小心将腿摔断了。听到这，魏浩一下就急了，火急火燎的就赶去了小区楼下，随即开车带着女儿就去了医院了。所幸女人到了医院拍了张片子，女儿并没有骨折，仅只是脚扭了。只不过自家女儿太过胆小又怕疼，所以别人一碰受伤的位置的时候，叫得比杀猪时候的猪叫的还惨，所以才让自己的妻子以为女儿腿摔断了。然而这个时候，魏浩早就忘了厨房里还炖着鸡呢。直到自己邻居家打过电话过来，自己才想起来刚才走得太着急，忘了关火了。顿时间，魏浩浑身冷汗如雨，疯了一般的带着妻女往家里赶。结果就看到厨房里一片火光，魏浩想要冲上去灭火，却被邻居拦了下来。邻居告诉他上面太危险了，让他等消防员来。他也知道，但是他实在是不甘心啊。看到这种情况，魏浩真想给自己2个大嘴巴。魏浩并不是什么有出息的人，只是众多芸芸众生之中的普通人中的一员。自己兢兢业业干到了35岁，才付了首付，买了自己人生的第1套房，结了婚，有了个可爱的女儿。刚刚感觉人生有了那么一点奔头，结果就出现了这种事情。现在40岁，连房贷都没有还完呢。如果房子烧坏了，那他这半辈子的努力就算全完了。而且自己房子烧毁了还不算什么，大不了从头再来，就怕火势不好控制越来越大，将上下楼和邻居家给烧着了。那样的话，自己还要赔偿邻居家的损失，这对他一个在市里天天996还只能赚5000块钱的小职员来说，这简直就是晴天霹雳一般。不过还好，从楼下看，现在的火情还只是在厨房里面，并没有扩散到其他的房间。而且早有热心的群众打电话给消防队了，他们这里的消防队效率一向是非常快的。等消防队到了，火情应该能很快的被控制住。没问题的，没问题的。魏浩在安慰自己身旁妻女的同时，也是在安慰自己。然而祸不单行，就在魏浩祈祷消防员马上来救火的时候，有人却收到了消息，坏了！消防车被小区门口路边随意停放的几辆私家车给挡住了，进不来。谁家的私家车在小区门口啊？快去挪开！听到这个消息，魏浩脸色变得异常难看。路边的这些车，作为小区居民的魏浩自然知道，平时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现在出了问题，魏浩真的有点后悔莫及了。听了这条消息，周围倒是有几个邻居人火急火燎的去挪车，但是也有一些私家车根本就联系不上车主，有的联系得上的也不能短时间到达。完了，等消防车进来，估计整个家都烧光了，惨啊！这些乱停的车辆说了多少次都不听，这会真出问题了吧？放心吧，这些违规的私家车肯定会受到处罚的。处罚有什么用啊？那时候房子早就都烧光了。一旁的吃瓜群众们议论纷纷。听到这些话，魏浩更加焦急了。要不是有一旁有妻女需要自己这个顶梁柱，魏浩早就瘫倒在地了。而就在魏浩绝望的时候，几抹鲜艳的红色出现在了他的眼前。等魏浩看清楚后，才知道是消防员到了。第84章，周围群众看呆了。看到消防员的那一刻，魏浩眼中瞬间恢复了些许的神色。消防员到了，就可以灭火了，他们家说不定还能保住。不过看到来的仅是3名消防员，又没有消防车过来，3名消防员仅提着一个箱子，这让魏浩刚刚燃起来的希望又沉寂了下去。来人正是姚烈和他手下的2名消防员兄弟。姚烈本来以为这只是一次普通的灭火消防救援行动，但是到了小区的门口才发现，有几辆私家车违规乱停，完全挡住了消防车的行进路线。要是一般的私家车可以将好的通行过去，但是他们的消防车就完全过不去了。没想到这样的情况还真让他遇上了。不过姚烈也并没有觉得有什么稀奇的，这样的情况10次火情，至少有2次会出现消防车被私家车或者各种原因被堵的情况。虽然每到这个时候都会出现很多热心群众们来帮忙，这次也一样，有帮忙推私家车的，也有能及时赶过来挪车的车主，但是还是有一些车阻挡了消防车。道路疏通估计还得有一段时间，他们能等，可是火情等不了啊。这时的姚烈想到了之前苏明给他们使用的特种消防火箭筒还没有用过，这次为了以防万一就带过来了，没想到就是这么寸，还真遇上这种情况了。没有过多的犹豫，姚烈果断地下达了命令，让2名救火队员带着消防火箭筒去救火，剩余的几名消防队员继续挪车，务必尽快的疏通救援通道到达现场。这才提着消防火箭筒来到了火灾现场。姚烈看向了浓烟滚滚的25楼，先是判断了一下火情。消防员来到现场的第一要务不是先进行救火，而是先观察火情。盲目的救火灭火可能起不到灭火的效果，甚至还可能出现反作用，让自己和队友陷入危险。首先，姚烈要询问一下知情人，知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起火的，家里有没有什么别的易燃易爆物品，
着火的家里还有没有人？能了解清楚的，尽量在最短的时间里了解清楚，才展开救援。这栋住户里面还有人吗？姚烈问道。此时魏浩站了出来，没有人了，我们一家子都在外面。消防员同志，你可一定要帮我们家灭火呀！我的财产全在里面啊！见到消防员的魏浩再也绷不住了，抓着姚烈的手，不停地祈求着，就差要跪下了。我们肯定尽量的灭火。你知不知道你们家是什么东西着火了？家里有没有什么易燃易爆的物品？对于这种情况，姚烈也十分理解。毕竟一般的人家都是小门小户的，一辈子可能就挣了这一套房，一下子被烧没了，论谁都有些难以接受。不过有一点比较好的就是楼上已经没人了，整栋楼里的所有人都安全出来了。如果火场里面还有人的话，那他们还得尽快派人前去营救。没人的话，就只负责尽快灭火就行了，不用冒着危险上楼，毕竟消防员的命也是命，没必要去冒险灭火。魏浩想了想后说道，家里应该是煤气没关引起的着火，我家里没有什么易燃易爆的东西。姚烈点点头，既然是这样，那就好说了。如果是别的什么复杂的情况，姚烈可能还要犹豫一下灭火方式，但是目前这种情况正好可以用消防火箭筒试一试效果，也不会担心出什么意外。好，周围的人散开一点，给我们留出一点空间。姚烈说道。听到姚烈的话，周围围观的群众虽然不知道姚烈要干什么，但是还是很听话的给他们空出了一片空间。见此，姚烈才将手中大箱子放下，蹲下来迅速打开箱子，箱子里的东西一目了然，在场的群众们远远的伸着头看得清清楚楚，正是特种消防火箭筒。不过这东西跟之前苏明拿过来的样品明显有些不一样，最大的差别就是之前苏明拿过来的火箭筒样品外表涂的是一层黑色涂料，灰扑扑的，看着也像火箭筒。而此时姚烈他们将苏明的这件样品涂成了跟消防车一样醒目的红色，所以这款消防火箭筒被姚烈拿出来的时候，居然没有半点违和感，反而感觉十分的融洽。这是个什么东西？看着像是一个炮筒的样子，这不会是火箭筒吧？瞎说，消防员怎么会拿火箭筒呢？就是哪里有这种颜色的火箭筒啊？这配色看来应该是消防员的消防设备吧？消防设备干什么用的？我怎么没有见过？我也没有见过。就在围观群众们议论的时候，姚烈已经将填充了灭火材料的火箭弹装好了。早在之前，姚烈就已经向苏明请教过怎么使用这个消防火箭筒了，因此虽然姚烈没有苏明那么熟练，但是也很快就装好了。按照苏明之前所教的步骤，将弹药填充完毕。姚烈深吸一口气，沉下心来，将火箭筒扛在肩上，瞄准正在冒着浓烟的25层的窗口。随着姚烈扣下扳机，消防火箭弹如同一支穿云箭，在所有围观者的惊呼中，带着摇曳的火光冲入了魏浩家里。此时的魏浩看到这一幕都懵了，这是什么东西？难道是想要将他们家炸掉吗？就算他们家着火了，也不至于将他们家炸掉啊！卧槽，虽然不知道发生了啥，但是好像有点帅啊！这是个啥？嗖的一下就飞进去了。消防员小哥哥扛着这装备也太帅了！围观的群众们也满是好奇的议论纷纷，更有好事的吃瓜群众拿起手机拍摄了起来，准备发个抖音。姚烈没时间管周围围观的群众们说些什么，一发之后，第二发、第三发纷纷发射了出去。前两发围观的群众们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只是感觉姚烈扛着炮筒，满脸严肃坚毅的样子，十分的帅气。但是直到第三发消防火箭发射出去，众人已经非常敏感地感受到楼上的浓烟和火光渐渐地减小了。我去，好像楼上的火势减小了呀！真的假的？我靠，还是真是，明显感觉烟少了很多。这东西难道是灭火的设备？肯定是啊，消防员带的不是消防设备，还能是啥？厉害啊！围观群众一阵惊呼。此时，作为本次着火事件主人公的魏浩，却是一时间看呆了。第85章，新产品火了。魏浩的心情如同坐过山车一样，直上直下。本来魏浩以为消防车进不来了，即使消防队员们赶来了，也很难尽快帮他们家灭火了。在已经快绝望的时候，面前的消防员拿出了一个类似火箭筒式的东西，发射了几发火箭弹，家里的火势就小了很多。这也太神奇了！在众人纷纷感到惊奇的时候，姚烈将手中仅剩的2发消防火箭弹也发射了出去。虽然是第一次用，姚烈也不得不感叹，这东西确实好用。本来姚烈还担心第一次使用会出现瞄不准、射偏了的情况，但是经过实际使用，姚烈发现这东西比自己预想的要好操作许多，而且也十分的精准。索性干脆一次性将5发全都发射出去了，一方面是为了更加稳妥一些，另一方面就是姚烈纯粹手痒了。5发全都发射出去了，很快就见到效果了。从楼下看，刚才还火光冲天的厨房，这时候已经看不见明显的火光了，也时不时的还有黑烟冒出，不过明显也能感受到
浓烟随着时间越来越小了。这是不是火势被控制住了？看情况，好像火灭了。这东西真厉害啊，这么快就将火灭了。围观的众人好奇看着姚烈手中的消防装备，愈发惊叹。消防小哥，我们家的火是不是灭了？魏浩有些激动地问道。姚烈嘴角微笑，这东西果然没让他失望。以他救火这么多年的阅历，楼上的火势应该是灭了。不过万事都有个万一，姚烈还是说道：看情况，火势应该是控制住了。至于究竟灭没灭，等消防车来了，用云梯查看一下就知道。听到姚烈的话，魏浩长长的松了一口气，满脸感激的看向姚烈等人。感谢你们，实在是太感谢了。姚烈笑道：不用感谢，这都是我们应该做的。与魏浩的关注点是家里的火是否灭了，现场的围观的群众们的关注点则是从最初的灭火，将关注点转移到了姚烈手中的消防设备上。不过随着姚烈将消防火箭筒放入箱子里，他们也就看不到了。不过对这东西的谈论可是一点也没少。又过了5分钟，小区外的路口终于疏通了。为了疏通这条路可不简单，不仅热心群众帮忙，消防队员使劲，交通警察也赶来协助，才能让消防车进来。要不然不知道还需要等多久。这些路上违规停车的，交警已经一一记下了，后续肯定是跑不了的。消防车来了后，马上支起来云梯，消防员带着高压水枪升到了25层楼的高度。报告队长，上面的火情已经控制住了，火已经灭了。听着云梯上消防员传来的消息，魏浩一家子和姚烈同时松了一口气。好，将上面疑似可能引发2次火灾的区域控制一下，全部浇灭。收到。至此，火情才算是真正被控制住。姚烈是真有些庆幸将这消防火箭筒带了过来，不然真等消防车进来的话，说不定整栋房子都烧着了，甚至有可能引发邻居家着火，到时候火势就真的难以控制了。现在将火势掐灭在摇篮里，轻松了不少。姚烈知道魏浩一家子最应该感谢的人不应该是他，而是制作这款消防火箭筒的人。日升月落，在信息爆炸式发展的网络时代，无论是好事还是坏事，都有可能一晚上传千里。姚烈用一个类似火箭筒的灭火装备进行灭火的视频，一夜之间就火爆了整个网络。视频中，姚烈一袭消防员的橘红色防护服，肩扛着红色的火箭筒，发射出一发火箭弹。在视频制作者精心搭配的音乐加持下，让视频中的姚烈看起来颇有一种帅气英雄的意味。视频的标题则是他人的炮口带走的是一个个人的生命，消防员的炮口带来的却是一家人的希望。很快这条视频在抖音上就有了上百万的点赞，观看数量更是直接超千万。我去，现在的消防员都这么帅吗？扛着火箭筒灭火，真特么帅啊！看得我一个男的都觉得帅。就是现在流行的小鲜肉是什么鬼？像消防员这样的才是真的帅，好吗？消防员肩上扛的装备也帅啊，那个男人小时候没幻想过这样的场景啊。这个消防设备叫什么啊？之前好像没有见过。几发炮弹下去，火就被扑灭了，确实厉害啊！不只是普通人感到惊叹，就连龙国其他消防队都万分的羡慕。他们一遍遍地看着姚烈手里的新式装备，仿佛要将姚烈手里的东西看出花来。凭什么他们消防队就有这么帅气和牛逼的东西，我们就没有啊？是啊，真帅啊！关键是灭火能力也很强。队长，我申请我们也要配备这种消防装备，不能让他们一直耍帅。是我们也急需这种灭火装备，这样的装备我们并没有见过啊。冀北消防队是从哪里得到的？看到这个视频后，全国各地的其他消防队的消防员们都羡慕红了眼睛，纷纷请求上级要求配备这种装备。上面的领导们也懵了，他们也没有见过这样的装备，但是从视频上来看，这种装备的灭火能力还真是不错，关键时刻还真能起到不小的帮助作用。他们也心动啊，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装备，但是冀北消防总队肯定知道吧。所以全国各地的消防大队纷纷朝冀北的消防大队打去了询问电话。姚烈也没想到，自己不过是用从苏明那里拿来试用的消防产品灭了次火，居然会造成这样的后果。现在全国的消防大队全都追着他们消防队问这东西哪来的。他们冀北消防大队在全国所有的消防大队中从来就是一个小透明，官方微博也都没有多少人，整活也比不过其他省的消防队，没想到这次倒是露了一个大脸。姚烈可是高兴坏了。不过面对这么多他省的同事询问，姚烈还是告诉了他们这是明阳机械厂即将生产的产品，现在还没有上市，需要再等一段时间。毕竟这种对全国消防都能起到作用的装备，越多消防队能够使用到，对全国的人民都是有利的。姚烈自然不会自私到只想自己消防队用。不过在听到姚烈他们是提前拿到的样品，其他消防队也是十分羡慕，抱怨这种好事情怎么没落到他们头上。但是在知道是明阳机械厂即将生产的消防设备后，他们马上就开始行动了起来。第86章，国内大量订单。明阳机械厂
苏明正在完善流水线的各个工艺流程。这条全新的流水线正是为新产品消防火箭筒准备的。经过这几天的完善调试，流水线也快要可以正式投入使用了。苏明，有一个事情需要你看一下。在苏明忙碌的时候，陆林从车间外火急火燎地走了过来。什么事情？你还是自己看看手机吧。接过陆林的手机，苏明有些疑惑，什么事情啊？嘴说还不行，还得用手机看。随即苏明看向手机，陆林手机上此时打开的是抖音 app， 而里面视频上的主人公苏明一眼就认出来了，正是不久之前负责检测新产品的姚烈队长。而姚烈肩上扛着的东西，苏明再熟悉不过了。虽然颜色变成了消防适配的红色，但是东西还是那个东西，正是他之前给姚烈他们留下试用的消防火箭弹产品。看到这条视频的播放量和点赞量，苏明瞳孔微缩，这个点赞量和播放量确实有点恐怖了。与此同时，苏明的直播间里也看到了手机中播放的视频。这条视频我也看见了，确实帅啊！苏明制造的这个消防火箭筒火了呀！哈哈，现在才知道吗？我昨天晚上就刷到这个视频了，第一眼就认出来了。这次苏明终于做国内生意了，不做境外出口生意了吧？随意的翻了翻评论，苏明就大致了解了事情的原委。完了，出问题了！苏明苦笑道。啊！陆林愣住了，他看视频上感觉他们的产品应该是火了呀。苏明怎么会说完了呢？苏明自然也看出来他们的新产品火了，但是苏明就是为这件事情发愁。不错，苏明虽然是想着要扩展国内市场，当初做这件两用的产品也有这个意思在里面，但苏明想的是循序渐进的发展，这样慢慢发展，根据订单逐渐增加生产线是没有一点问题的。而现在呢，苏明可以预测到不久的未来产品的订单肯定是会急剧增加的，但是他们的产能又跟不上，这不就有问题吗？所以龙国的订单可能得拖到很久很久之后了，这才是苏明担心的。这一下的爆火很有可能彻底把苏明的节奏给打乱了。听了苏明的担心后，陆林若有所思，这确实是个问题，一时间订单太多的话也有些难受。不过这也只是一种幸福的小烦恼罢了。对于陆林这个女强人来说，越是困难的事情她越感到兴奋。这些天来，她和苏明早已经形成了超长的默契。苏明负责研发和产品的销售，而陆林就负责主抓工厂的生产工作，男主外女主内。两人虽然并没有明说过，但是已经心知肚明。苏明也很放心的，每次陆林来要钱从来没有二话，陆林要多少给多少。因为苏明知道陆林要钱一定是为了工厂，完全不担心陆林会贪污，所以生产这种情归根到底还是陆林负责的。你不用管了，生产的事情就交给我吧。陆林大包大揽地说道。而直播间的观众们却听不下去了。操，火了还不行？就是头一次见有人担心订单太多了的。我能理解这是一种高级凡尔赛吗？我哭死了，头一次听到有人还有这种烦恼。而明阳机械厂这边，果然如苏明所说的那样，很快全国各地的消防队都打电话来他们工厂，想要预定新产品。即使陆林告诉他们刚开始生产产量不足，需要很久之后才能收到货，他们也毫不在意，而且甚至还怕抢不到产品，提前交了定金。国内的订单一下子很快就来到了1万个，而且还在不断的增加。接下来的几天，生产线成功投入运行。这第一批的订单自然是要给阿贝巴的，毕竟生产这个产品最初的意愿就是供给给阿贝巴他们的，就算按照先来后到的原则，也是该给阿贝巴他们。不止这件事情，今天苏明也收到了陆天恒的消息，告知石子庄陆军学校那边已经准备好接收坦桑的学员了。之前阿贝巴给他们提供的300名学员的信息名单也通过了，可以马上派人来了，这个可耽误不得。与此同时，黑州坦桑阿贝巴的营地里，记住，你们能被选中去龙国学习军事，那是很多人一辈子都求不来的福分，就连老子我想去都没有机会，你们一定要珍惜。同时千万要记住，一定要遵循龙国的法律，遵循学校的校规，不要给我打架闹事，龙国可不是我们战场，如果有谁触犯了这些，就别怪老子不讲情面了。还有在我们这里，你们听我的，到了龙国听谁的？阿贝巴环视一圈，听二当家的。下面300名年轻士兵异口同声地说道。听到这个回答，阿贝巴满意的点了点头。对，到了龙国那里，苏老弟就是我，你们谁要是不听他的话，让我知道了，哼！阿贝巴虽然没说什么，但是眼神中的意味已经清清楚楚。你们这次去的唯一的任务就是学习学习再学习，将来学习成绩优异的，回来后直接从营长官的位置开始做起，甚至房、车、媳妇我都能给你们安排，只要学习成绩好，这些都不是问题。当然有赏就有罚，学习成绩垫底的，回来后会受到严厉的处罚。听明白了没有？阿贝巴的眼神像是要吃人一样。听明白了。下面300名坦桑士兵异口同声地说道。
出奇的是，这300名的年轻坦桑士兵说的也都是华夏语，并且都十分的熟练。这是阿贝巴规定的，去龙国学习的人，无论是谁、什么身份，都必须会一口流利的华夏语，不能给龙国那边的教学产生哪怕一丝丝的阻碍。而这些话，这些天来阿贝巴已经说了无数遍了，但是阿贝巴觉得还是不够，如果能将这些话刻在他们脑子里就好了。不止这些话，这些天阿贝巴还特地找来一个去过龙国的坦桑人来当老师，跟这些人讲一些最基本的龙国人文知识，为的就是入乡随俗。为了训练调教这些年轻的士兵，阿贝巴将自己的事务都推到了这件事情后面，一切的事情都要为这事让步，可见阿贝巴对他们坦桑士兵去龙国学习的重视程度。而下面的300名士兵更是早早就知道了这事情对他们的重要程度，如果在龙国成功学习进修归来，他们就相当于是一步登天了。未来带兵打仗再立一些功劳，那平步青云也不是不可能。所以对阿贝巴说的那些要求，他们记得一清二楚，绝对不敢忘，毕竟这可是关乎他们未来的前途和命运的。能被阿贝巴选中的，没有一个是傻的。第87章饮水思源。至于去了龙国听从二当家苏明的命令，这些对他们这300人来说并没有任何的抵触情绪，甚至认为这是理所应当的。他们早就知道，之所以他们能有这次宝贵的机会能去龙国学习军事知识进修，全都是二当家苏明在背后一手推动的。如果没有苏明，他们现在还只是一个个刚入部队的新兵蛋子，需要从最低的职务开始做起，每天还要担惊受怕上战场。而现在他们全都有光明的未来。所谓饮水思源，在他们眼里，苏明当他们的二首领的是实至名归的。现在要是有人说苏明不配当他们的二首领，他们能马上跟对面的人干起来。阿贝巴看着台下300名坦桑的年轻士兵点点头，这些人学成归来后将成为他们部队的精英，也是未来解放国家的顶梁柱。好歹说了这么多天了，虽然阿贝巴觉得说的还是不够，但是他觉得这些人应该是都听进去了，不会给他惹事儿的。唯一有点问题的可能就是吉乌拉。说起吉乌拉来，阿贝巴就有些头疼。这人是自己的弟弟，从小就十分的聪明，学习能力也很强，带兵作战能力也尤为出众，加上有自己这层身份在，他在军中一直是无法无天的存在，谁都瞧不起。除了阿贝巴自己能压制吉乌拉，其他人都不行，吉乌拉也只服他阿贝巴一个人。但是好歹怎么说，吉乌拉也是自己的亲弟弟，而且能力也确实是十分出众，就是有点刺头而已，但是本质上还是一个善良的年轻人。所以这次阿贝巴也想让自己的弟弟吉乌拉去龙国进修学习一些军事知识。可以说这300名坦桑士兵，除了他弟弟吉乌拉，别人还是让他十分放心的。哎，等去了龙国那边，让苏明帮忙多关照一点吧。要是有人能制住这个刺头就更好了，要是还是不行，就只能让人将吉乌拉再送回来。阿贝巴正在心中盘算着，电话就响了起来。听到电话铃声的阿贝巴心中一惊，他们这边智能机普及率还不高，能打通这个电话的也只有苏明和寥寥几个人而已。看到是苏明打来的，阿贝巴眼睛一亮，快速接通电话。苏老弟，现在打电话过来是新产品的事情，还是入学的事情啊？阿贝巴见到苏明的第一时间就着急地询问道。此时的苏明有些疑惑，但还是说道，这2个事情都有进展。听到这话，阿贝巴的眼睛更亮了。而此时张悦和直播间的观众们却是有些疑惑，新产品是什么？难道黑州那边也需要这种消防设备吗？就是啊，现在苏明的工厂能称之为新产品的也只有消防火箭筒了吧？不会这东西也要出口吧？操，我就说这东西有点不正经，不会真是那玩意儿吧？也不对啊，我们之前也看了，这东西确实是可以消防灭火的啊，肯定是消防设备无疑。会不会这东西在龙国销售就是消防设备，而出口后经过改装后就能成武器啊？还真有可能，毕竟这事情苏明又不是第一次干了。卧槽，一个产品2种功能，也只有他们苏明能造出来这样的东西了。你还说你不是军火商？不过这个入学又是什么事情啊？就是我是不是错过了什么重要的剧情了？没听苏明和阿贝巴讲过呀？是不是私下里说的？难道苏明要回学校了？对于苏明和阿贝巴提到的入学的事情，直播间的观众们议论纷纷，但是也没有一个结果。明阳工厂里，苏明继续说道，首先是新产品的事情，我们这里早就将样品寄过去了，按道理来说你们早就应该收到了啊，难道是东西在运输过程中出问题了？这也是苏明刚才疑惑的原因。在好多天之前收到陆天恒通知合格后，苏明就放心的将东西邮寄了出去，算着时间应该已经到了有个2-3天了，怎么可能还没有收到？听到苏明的话，阿贝巴也愣住了，苏明早就送过来了，他不知道啊。就在这个时候，阿贝巴突然一拍自己的脑子，瞧我这脑子，这些天为了调教那300个士兵，我让副手们全权处理队伍的一切事宜，并告诉他们除非有敌人打上门来了，才
才能找自己，别的事情一律让他们协商解决。阿贝巴估计就是因为这个命令，自己的那些副手没有跟自己禀报这件事情，而自己也只顾着忙坦桑士兵入学前的集训这件事，并没有过多的过问，所以自己还不知道新产品已经到了。听了阿贝巴的解释，苏明点点头，没想到阿贝巴对这件事情如此重视，这样也好，而且只要东西没有丢了就行。很快，阿贝巴就将副手叫了过来，询问了一下，果然东西早就已经送到了，而且根据阿贝巴之前的命令，他们几个副手私下商量着将东西拆开，并且按照说明书上的内容，将需要改装的地方找工人师傅都改装好了，火箭弹的弹药也换成了易燃易爆的火药材料。好歹他们看阿贝巴这么搞过很多次了，等东西到了，副手们都已经轻车熟路了，直接就给搞好了。刚做好，还没等给阿贝巴汇报，阿贝巴就派人来问了。听到副手的汇报，阿贝巴也有些惊讶，没想到没用自己操心，副手们就将新产品组装好了。正好，那赶紧拿过来试一试吧。阿贝巴有些激动，这东西怎么说都是他们从苏明这里第一款正式定制的军火，之前的那些都不算是定制的，只能算是苏明推销的，毕竟他们都没有提要求，而这款产品则是阿贝巴提了要求之后，苏明根据阿贝巴的要求量身定制的，意义不同。很快，副手就将已经改造好的火箭筒拿了过来。看到副手手中的火箭筒，阿贝巴十分的高兴，他想要的就是这种类似 RPG 的武器装备。这样的装备不仅可以对付敌人的坦克、装甲车、武装直升机，还可以直接用来轰炸敌人，用处十分的广泛。当然，或许有人会认为这东西跟 RPG 火箭筒的效果差不多，为什么不直接买 RPG 火箭筒呢？主要还是苏明制作的这东西肯定物美价廉，而且实际效果不比真正的 RPG 火箭弹差。这是这么多次交易培养出来的信任，效果差不多，而且又省钱，首选自然是从苏明这里进货了。而且现在的苏明怎么说也是他们部队的二首领，肯定要照顾自家人生意啊。第88章新产品到货。看到阿贝巴手中的东西，苏明直播间的观众们直呼果然跟他们猜测的一样。而阿贝巴这边拿到了新的产品，阿贝巴自然要选择测试一下威力。好，我们马上试一下新产品的功能吧。阿贝巴吩咐下去，手下副手们马上行动了起来。几人来到测试场地，场地里共有2组测试点，其中左侧的测试点设成为500米距离的靶场目标，而右侧的测试点设成为1000米距离的靶场目标。报告首领，已经准备好了，随时可以开始测试。听到副手的汇报，阿贝巴直接下达命令。很好，先测试500米距离的精准度。听我命令，瞄准，3、2、1，发射。伴随着阿贝巴下达的命令，测试产品的手下扣动了扳机。一瞬间，一颗火箭弹以极高的转速旋转飞去，伴随着爆炸声，左侧的靶场目标被成功消灭，巨大的威力掀起来不少的烟尘。我去，这东西还真够劲儿啊！阿贝巴看着现场的结果十分的满意。就算是 RPG 估计也没有这个威力大，而且500米的精准度非常的高，这跟我们之前见到的消防火箭筒根本不是一个东西啊。对，在我们龙国的消防员手里，它是救人灭火的设备，在黑州这边就是杀人的利器啊。这他妈就是火箭筒吗？威力果然不是盖的。可不是嘛，这他妈就算是装甲车估计都特么挡不住。这还只是一发，要是几十个人全都拿着这种火箭筒，那威力简直不敢想象。在直播间一片兴奋的议论声中，阿贝巴这边紧接着又进行了1000米距离的测试。1000米时候的精准度就没有500米的精准度高了，但是也没有偏离目标点太多。与毛子的 RPG 相比较来看，无论是有效射程、极限射程、精准度以及威力都不差，甚至还高出一些。不错，那我们说说价格吧。在国际市场上， RPG 的价格一般在500米元组左右，火箭弹的价格在300米元左右。苏明的报价自然要比市场价格要低一些。火箭筒价格在2000华夏币，至于火箭弹，因为我们不提供里面的填充物，所以价格便宜一些，只要1000华夏币。听了苏明的报价，阿贝巴点点头。苏明制作的东西永远都是物美价廉，一个火箭筒的价格能让他们省下来将近100米元。而火箭弹里面的填充物是什么东西，阿贝巴自然明白，因为某些因素，苏明不可能往里面填充火药等爆炸物，所以这些东西得他们自己准备。不过即使如此，这个价格也十分便宜了。阿贝巴很痛快地答应了。行，一如既往的便宜又好用啊，就按苏老弟你说的价格办吧。这第一批先给我们来上2000个火箭筒吧，火箭弹给我们先来上1万个。阿贝巴说道。好，我会安排我们厂尽快生产的。苏明面带笑容地说道。2000个类似 PRG 的火箭弹已经算是一笔大生意了，不过相比国内全国消防队的需求来说，就有些小巫见大巫的感觉了。苏明的心情也有些复杂，他也没想到这东西的国内市场居然要比国外的市场还要好。
接下来就是入学的那件事情了。苏明继续说道。至于这2000个火箭筒和1万个火箭弹的定金，苏明提都没有提，这种事情阿贝巴肯定是不会忘记的，所以直接进入下一个话题。听到苏明说入学的事情，阿贝巴就更来兴趣了。之前你提交的名单全都通过了，通过了就好，通过了就好。阿贝巴松了一口气。苏明笑着继续说道，今天我收到了通知，我们这边已经准备好接收学员入学了，所以你可以安排人过来了。真的？阿贝巴兴奋地跳了起来，扯着嗓子发出了鬼哭狼嚎的叫声。在阿贝巴兴奋的呼嚎声中，苏明再次露出笑容说道，所以你要尽快安排人过来，等到了这边我会去接他们入校，以及安排一些入学的事宜，免得出什么问题。如果是300个龙国人在龙国，自然不会有什么稀奇的，但是如果300名来自坦桑的黑人下火车站或者飞机场，就比较引人注目了。并且他们这些学员来这里也是人生地不熟的，自然需要人去接一下，防止出现什么问题。而且无论是石子庄高级陆军学院荣誉校长的身份，还是阿贝巴部队2首领的身份，苏明去都没有任何的问题。到了那边就麻烦你了。阿贝巴也知道，他们这些人到了龙国那边确实需要一个人带队，这样稳妥一些。而在龙国最稳妥的人，自然也就是2首领苏明了。要是苏明都管不了这些人，那就没人能管他们了。当然，如果让他阿贝巴知道了有人不听苏明的命令，回来直接严惩。不过也就入学前需要苏明多照顾一下他们这些人，等正式入了学就不再需要苏明管了，到时候自然有学校会管理这些学员。不过有一件事情，阿贝巴还是要提醒苏明一下，那就是自己弟弟吉乌拉这个刺头。要说别人会听从苏明的命令，阿贝巴是放心的，也就自己的弟弟吉乌拉可能会出问题。虽然阿贝巴在这期间跟吉乌拉多次提过，苏明是他们部队的2首领，让吉乌拉去了那边一定要听从苏明的命令。吉乌拉总是一副满不在乎，左耳朵进右耳朵出的样子，让阿贝巴有些头疼。阿贝巴也明白，吉乌拉从小就跟着自己经历过大大小小数不清的战役，崇拜的是战场上那些敢于真刀真枪干架的汉子，对于那些下笔杆子和动脑子的聪明人从来是不屑的。所以即使阿贝巴说了苏明带给他们的帮助那是1000人1万人都比不上的，吉乌拉依然认为苏明不配当2首领。再加上吉乌拉认为2首领这个位置是应该以后留给他的，所以看苏明就更加不顺眼了和不服气了。到时候恐怕还真需要苏明多费点心了。不过阿贝巴说的关照可不是让苏明照顾一下他的弟弟，要真是那样的话，他弟弟还不如不去。阿贝巴说的多费点心，那就是以更严更高的水平去对待自己的弟弟。如果能找人制服他这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弟弟，那是最好不过了。没办法，谁让那是自己亲弟弟啊？阿贝巴自然也希望吉乌拉能够出息，将来能够帮到自己。第89章，不服气。这些学员我都是比较放心的，到时候你就下达命令就行了，令行禁止他们是肯定会做到的。就是有一个人你需要多费点心。阿贝巴有些不好意思的嘿嘿笑道。哦，谁啊？苏明有些好奇，究竟是谁能让阿贝巴拉下脸来让他费点心照顾。阿贝巴的性格苏明很清楚，一般是不会轻易求人的。哎，还能是谁啊？就是我的亲弟弟，这次学员名单里就有他。我弟弟是个刺头，天天谁都不服，性格有些偏激，加上我的身份，所以在我们这里也没人敢惹他。听了阿贝巴的话，苏明明白了，原来是阿贝巴的弟弟啊，怪不得阿贝巴明知道这人有点问题，还把他加到了学员名单上。不过他也就刺头一些，但是心地不坏，到时候你多费心，将他看管严一点，应该是没什么问题的。苏明点点头，通过阿贝巴的话，苏明了解了阿贝巴弟弟吉乌拉的性格，对于这样的人，苏明还是十分了解的。说白了，就跟青春期的少年一样，一个不服，二个不忿的，加上确实有点能力，就谁也不服的样子。而且从阿贝巴话中，苏明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个阿贝巴的弟弟对自己好像也有点意见，或许是因为自己当了2首领的缘故吧。这样的人好解决，他不是不服吗？只要将他打得心服口服就行了。苏明估计在阿贝巴的部队里，因为他的身份，并没有人敢真正的下手，全都让着他。不过到了龙国，那就可不是这样，可没有人会惯着他。行，我了解了，到时候我会多关注一下你弟弟的。对这件事情，苏明记下了，但是并没有太过放在心上。要是阿贝巴的弟弟不服的话，苏明自有办法能让阿贝巴的弟弟吉乌拉听话。苏明和阿贝巴的对话，直播间的观众们听得清清楚楚，但是就是不理解是什么意思。他们的每个字我都能听懂，但是连在一起，我怎么就听不明白了？什么入学，什么学员，到底是什么事情？我看好像是有人要来我们这里入学的意思。不对啊，现在距离学校入学的时间已经过了2个月了，哪所学校这个时候入学啊？直播间的观众们只能从苏明和阿贝巴谈话的只言片语中了解到大概是有什么人要来这里入学的事情，但是更细节的事情就听不出来了。
而对于这件事，苏明也没有想过保密，因为苏明知道，等坦桑的学生们开学后，这件事情肯定是瞒不住的。不过苏明也没有太过宣扬这件事情，他决定顺其自然，等到时候该知道了，所有人自然会知道的。时间如同白驹过隙，从苏明和阿贝巴联系到现在，一转眼1周的时间过去了。这天，苏明接到了阿贝巴的电话，很快苏明就知道坦桑来的300名学员就快要到了。按照之前说好的，苏明要去机场去接一下这些学员，也是自己的下属。而苏明也明白，接下来这一段时间恐怕有的忙了，所以将明阳机械厂的工作暂时全交给了陆林和其他高层管理人员全负责。随即苏明就开着车带着张月和摄影师往冀北省的石子庄的机场赶去。张月以及直播间的众人虽然不知道苏明要去干什么，但是从苏明暂时将工厂所有的事情交给了陆林他们管理，以及苏明的语气中可以判断出来，苏明要干的绝对不是一件小事。同一时间，冀北省上空的某个航班上，放眼望去，整个飞机上的乘客黑压压的一大片。往常从黑州飞往龙国的飞机上，大部分都是黄种人，只有一寥寥几位黑皮肤的黑州人乘坐这班飞机。而今天这座航班却十分异常，飞机上足足有300多名乘客，300多名乘客几乎全都是黑州人，而且这些黑州人都是年轻的小伙子，穿着统一的类似华夏军装的迷彩式制式服装，但是又不是龙国的军装，看起来像是仿照龙国的军装自制的。刚开始，飞机上的机务人员一脸懵逼，这样的情况他们从来没有遇到过。不过好在这些人都十分的有礼貌，而且还会说一口流利的华夏语，让他们放心不少。不然他们真的有些担心是不是遇上了什么恐怖分子来劫机了之类的。刚开始飞机上的乘务人员还以为他们是组团来旅游的，后来熟悉了之后才了解到他们是来龙国的学校学习的，这让该航班上的乘务人员有些惊讶，哪所学校现在还从黑州那里招这么多的学生入学啊？经过1天的航班旅程，这些坦桑学员也并没有因为长途奔波而觉得太过疲惫，反而随着感觉距离龙国越近，愈发的激动兴奋。此时航班前排靠窗的位置，一名眼神凌厉、身形健硕的黑人小伙若有所思地看向窗外，一旁的有些微胖的、脸上笑嘻嘻的差不多岁数的黑人小伙搭话道：“吉乌拉马上就要到龙国了，有什么想法吗？”说话的是吉乌拉的死党马克纳。吉乌拉淡淡地看了死党马克纳一眼，能有什么想法？龙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几个超级大国之一，他们的军事理念和素养都是最顶尖的，能来这里学习却是非常好。你们在学习知识的时候也要好好的学，将来回去后就能起到大作用了。吉乌拉虽然狂傲，但是也知道自己的国家现在是什么处境，在军事教育这方面这块几乎是空白，能有机会来龙国进修学习自然是非常难得的，这样如果以后学成归来，他就能帮到自己的大哥。我不是说这个，我是说我们马上就要见到我们的2首领苏明了，你就没有什么想法？马克纳贱兮兮地问道。听到马克纳说出苏明这2个字，吉乌拉微不可察地皱了皱眉头，沉默片刻后说道：“我承认苏明在军火上帮助了我们很多，同时在让我们能够去龙国进修学习这件事情上，更是由他一手策划，我从心理上是感谢他的。但是我不认为苏明有能力来当我们的领导，他是一个合格商人，也是一个合格合作伙伴，同样也绝对是一个合格的朋友。但是我认为他不是一个合格的领导。作为我们的领导，没有上阵杀敌的能力，没有以一当十的勇气，只会拿笔杆子，反正我是不服气。想要当我吉乌拉的领导上司，怎么也得比我强，不然我是不会承认苏明领导身份的。”第90章，别把你给打了。听了吉乌拉的话，马克纳颇有些无奈。马克纳虽然是吉乌拉的死党，但是他对苏明还是非常有好感的。他知道要是没有苏明，他们这个队伍估计早就被灭了，光是他知道的就有好几次苏明救他们的部队于危难之中了。而且现在他们的队伍能发展到现在这个规模，也与苏明的帮助脱不开关系。所以对于苏明能当2首领，马克纳是十分支持的。但是马克纳也知道自己的死党是十分不支持的。吉乌拉是个类似武痴的人，平时不是研究格斗杀人技，就是研究各种武器装备，对各种武器都能运用自如，十分精通，平时的训练也异常的刻苦，妥妥的就是一个武痴，并且格外崇拜强者。当然他指的强者只是武力值高的人，而苏明在他看来只是一个聪明人，但是太过柔弱，不适合当他们的首领。不过也不是说吉乌拉看不起例如苏明这样的聪明人，只能说是性格使然吧。要是苏明能让吉乌拉幸福就好了，马克纳这样想着。随即他马上又避掉了自己这种可笑的想法。在马克纳看来，苏明想要让吉乌拉心服口服，那就只能在吉乌拉最擅长的领域将他打败。不过那显然是不太可能的事情。在部队的时候，为了检验士兵们的能力，他们经常会进行全军比武的比赛。吉乌拉已经蝉联3届部队里的比武冠军了。不过这也并不能说明吉乌拉就是他们部队里
格斗能力最强的。吉乌拉再厉害，也还是有一些士兵比吉乌拉强的。之所以每次都是吉乌拉获胜，也有吉乌拉背后关系的缘故。这些事情吉乌拉都不知道，而马克纳却是有所了解。但是不管怎么说，吉乌拉的格斗技巧在他们全军里也算得上数一数二的。而他们的二首领虽然非常聪明，经商能力也十分出众，但是论武力和枪械这些方面就差的比较多了，完全没有可比性。想到这里，马克纳就有些头疼。到时候如果吉乌拉和二首领产生了矛盾，自己该听谁的呢？一边是自己从小玩到大的死党，另一边是自己十分尊敬的二首领，这实在是太难了。马克纳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索性干脆就不想了。到时候两人真有了矛盾，自己谁也不帮，自己就是来学习的，好好学习就行了，别的什么也不管。等进修完成回国后升个官，再让首领给自己讨个漂亮老婆，这一辈子就值了。想到这里，马克纳不由得对接下来的军事进修学习更加期待了。经过3个小时的车程，苏明来到了冀北石子庄机场的接机处。此时张悦和直播间的众人才知道苏明此行的目的是来机场接人。不过苏明接的人是谁呢？又是为了什么事情接人呢？他们就不知道了。苏明看了看时间，按照航班上的信息，现在他们应该已经下飞机了。机场接机厅里来来往往，到处都是人。就在这个时候，远处的接机口处突然变得有些乱糟糟的。我去，怎么来了这么多黑人？只见某个接机口处黑压压的一水的全都是黑色的人种，正在挨个从接机口走出。这样的场面让接机口外刚下飞机的其他航班的旅客纷纷侧目。你看，那边接机口里全都是黑人啊，穿的还是一样的制服。还真是，这些黑人长得都好壮啊，不会是什么坏人吧？真壮观啊，我还没有一次性见过这么多的黑人啊。妈妈，这些叔叔为什么都是黑黑的？难道是因为他们不爱洗澡吗？听到这话，小孩的家长连忙堵住自己孩子的嘴，连忙带着孩子走开了。在场的马克纳等人自然也听得懂这些旅客的话，他们也有些无语，童言无忌，他们怎么也不会跟一个孩子一般见识的，至于这么害怕他们吗？马克纳等人从机接口出来后，第一时间并没有乱走，而是等待所有坦桑学员全部出来后，集合在一起才往机场出口走去。主要还是怕在机场走散了，或者造成什么不必要的麻烦就坏了。果然阿贝巴还是有先见之明，众人一下飞机就被这气派和明亮的接机大厅给震惊到了。整个机场都十分的漂亮，在他们眼里就像是一个艺术品一样。虽然对于艺术他们也是一窍不通的，但是也不妨他们感觉这机场就是艺术品。所以一下机就有不少人这儿看看那儿看看，十分好奇的样子。就连一路上沉默寡言的吉乌拉都不免好奇地打量着眼前的机场。在他们坦桑那里可没有见到过这么气派明亮的机场，而且他们还听说这个石子庄机场并不是龙国最好的机场，比这个机场要好的机场还有很多，不免让他们感叹龙国的国力强盛。好在阿贝巴在来之前就嘱咐过，让下了飞机所有人不能随便乱跑，等找到他们的二首领后听从苏明的一切安排，否则军法处置。这才让他们这些人虽然好奇，但是也没有一个人在机场乱跑。在来之前他们就知道到了机场之后会由他们的二首领苏明来接他们，所以在确认所有人都下机后，他们排着队形朝机场出口走去。本来之前马克纳他们还担心苏明会不会在机场找不到他们，但是现在马克纳发现他们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现在在整个机场里最耀眼的就是他们这群人，他们的存在就像是在白纸上的一个超级显眼的墨点一般，想不被看见都很难。更何况但凡是他们经过的地方，前面所有的人都很自觉地匆匆让出了道路，让马克纳不由得有些感叹，龙国人的素质就是高啊。前面的那些正下机后正往外走的路人很自觉地分成了2列。很快苏明就看见了一群老墨迈着不是十分整齐划一的步伐朝着机场出口这里走来。卧槽，怎么这么多老墨？靠，难道是米国的老墨打过来了？不对，你们看清楚，米国的老墨颜色没有这么整齐，这应该是黑州的老墨。他们朝苏明这里赶过来了。苏明赶紧躲开吧，别待会儿他们把你给打了。直播间的观众们看到这情况也是一阵惊呼。第91章，什么身份？在场的张悦看到苏明正站在这群老墨行进的路线上，连忙提醒苏明往边上走走。这么多黑人一看就不是什么面善之辈，多一事不如少一事。而苏明却是微笑着摆了摆手道，没事的，我等的就是他们。听到苏明的话，张悦愣住了，直播间的观众们也愣住了。苏明来机场等的人就是这群老墨，这些人难道是从阿贝巴那里来的？只要经常看苏明直播的就知道苏明和黑州坦桑的阿贝巴关系非常的好，之前也提过什么学院入学之类的事情，所以很快就联想到了这些老墨应该是从阿贝巴那里来的人。至于来龙国干什么，现在他们还不知道，但是他们有感觉或许马上就能知道了。还没等直播间的人多想，
马克纳等人已经来到了苏明的面前。在来之前，他们所有人都已经看了苏明的照片无数次了。毕竟，要是自家人不认识自家的二首领，那说出去不是笑话吗？所以他们第一眼就看到了不远处站在路中间的苏明。因为除了苏明，别人早就已经躲得远远的了。见到苏明，就相当于在距离故乡千里之外的地方见到亲人了。此时的苏明就相当于阿贝巴，所以马克纳等人快步来到苏明面前，队形并没有散乱。站定之后，齐齐地做了一个军礼，并大声喊道：“苏首领好！”300人一同喊出来的声音可以说是震天响了。整个接机口大厅里，所有人听得清清楚楚的。整个接机口的大厅里，在一瞬间就安静了下来。片刻后，周围旅客的窃窃私语：“卧槽，啥情况？这么多老墨，怎么对一个华夏少年敬军礼啊？我靠，这些老墨怎么看都像是上过战场的样子，应该是黑州那边的士兵吧？为什么对一个龙国人这么尊敬啊？对面的龙国人是什么身份啊？能让这么多老墨尊敬？首领？难道那个年轻的龙国人是这些老墨的领导？我去，不会是遇上恐怖分子搞团建吧？”这样的场面让在场的所有人都十分的震惊。而苏明的直播间里，虽然他们很多人都知道苏明成了黑州阿贝巴部队2把手事情，但是在他们看来，这也只是电话手机上说说，并没有感受到苏明成为2把手之后有什么变化。毕竟阿贝巴的部队也只是在黑州坦桑，苏明不去坦桑那里，在龙国该是什么还是什么，差别并不大。但是现在来自黑州坦桑的阿贝巴部队的人来到了龙国，亲口叫苏明首领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苏明这个阿贝巴部队的2首领的职务是真正有实际意义的。因此见到这一幕，该有的震惊是一点也不比机场的观众们少。卧槽，居然是来真的啊！坏了，本以为对面的阿贝巴就是说说，结果现在看起来好像是真的。尼玛，这么多人叫苏明首领，看得我头皮发麻啊！这么说，这些人还真是黑州坦桑的那些人。不过他们来这里干什么？首先排除是来旅游的。此时的苏明也有一些无语和些许的尴尬。虽说苏明知道他们这是为了表示对自己的尊重，但是这声音也太大了。现在这么多人看着他们这边，苏明还是有些社死的。不过苏明还是笑呵呵地说道：“马克纳在没在？出列。”人群中的马克纳也有些吃惊，没想到苏明居然会叫他。不过马克纳还是连忙站了出来说道：“报告首领，我在。”苏明点点头，汇报一下队伍的情况。报告苏首领，我们这批坦桑学员应到300人，10到300人，请首领指示。好，接下来这几天的时间，这299个人就暂时归你管了。这几天的时间，务必保证所有人不出问题。如果有人出了什么问题，就拿你试问。等分班之后，再跟着学校老师的命令走，是继续留你当班长，还是干别的什么，就看你造化了。苏明在之前就已经了解到，马克纳他们来石子庄高级陆军学院，并不是直接就可以开始学习的，而是需要按照学校的要求，先进行为期1周的军事训练。别看他们这些人都是经历过残酷的战场的，但正是这样，才更需要对他们进行军训，为的打磨一下他们的傲气，同时消除他们的一些不良癖好。在这之后才会进行分班，正式开始授课。所以在这期间，苏明需要一个能暂时管住他们这些人的人。听到苏明的话，马克纳瞬间哭丧着个脸说道：“苏首领，咱能不能商量商量啊？这是不是太苛刻了？”不过虽说马克纳这样说，但是心中却是非常高兴的。毕竟现在苏明让他暂时性当这些学员的领导，按照刚才苏明说的，未来分班之后他表现不错的话，大概率他还能当个班代表之类的。这样等以后进修完毕回国后，自己的简历也就能更加好看一点。不过他倒是不知道苏明为什么会选择自己来当这个管理者，而不是让背景更大的吉乌拉来当这个管理者。苏明之所以选择让马克纳来当这个暂时的管理者，肯定是有原因的。在他们来之前，苏明就向阿贝巴了解过，这群人里谁适合管理这些人。阿贝巴跟苏明提的就是马克纳这小子。别看马克纳平时吊儿郎当的，但是这人遇到事情很活泛，懂得变通，人际关系也处得非常不错，不然也不会跟吉乌拉成为死党发小。要知道，其他人可是对强势自傲的吉乌拉避而远之，而马克纳却能和吉乌拉相处得非常好，人际关系这块天赋可以说是点满了。在这群人里，能让他们全都信服的人只有马克纳了。而吉乌拉虽然也能让所有人服气，不过那都是打服的，并不是真正的信服，所以就连阿贝巴都把自己这个弟弟排除在外了。而且选择马克纳暂时来管理他们，还有一个好处，那就是作为吉乌拉死党的马克纳并不会被吉乌拉针对。至于阿贝巴弟弟吉乌拉，苏明决定还是先看看情况，毕竟接下来还有1周的相处时间，足够苏明来了解认识吉乌拉了。第92章学员入学。没错，接下来这些坦桑学员会进行为期1周的军事训练。为了防止出现什么问题，石子庄高级陆军学校的校长朱高峰让苏明协助他们进行军事训练，
其实也并不需要苏明干什么，就是看着这些坦桑的学生别闹事儿就行了。关键时刻出来镇住场子，毕竟300名坦桑学生如果一起闹事的话，学校老师们还真控制不住。当然，这也只是非常小的一种可能，一般情况下是绝对不可能发生的。因为但凡发生了这样严重的事情，直接将他们遣返回国，以后也别想再来龙国进修学习了。相信这种后果，来之前阿贝巴应该与他们讲过。这边马克纳乖乖领了任务，其他人也并没有什么不满。见此，苏明继续说道：“好了，既然人都全了，那就跟着我走吧。学校派来的车就停在机场外面，今天我们直接入学。”是，大家继续排好队形，不要乱跑，跟着二首领走。马克纳很快就承担起了苏明副手的作用。苏明很满意的点点头。紧接着，300个坦桑老墨呼啦啦的跟在苏明后面朝机场外走去，看得路上的旅客们一脸懵逼。而此时的张月和摄影师还没从懵逼状态反应过来，就看到苏明带着这些坦桑士兵走了。什么入学？什么学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张姐，我们现在怎么办？摄影师问道。张月这才反应过来，怎么办？当然是跟上去，问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张月再也忍不住自己要喷薄的好奇心了，眼前的这场面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不止张月想要知道，就连直播间的观众们也十分迫切的想要知道。好吧，听到张月的话，摄影师有些艰难的答应道。毕竟现在苏明身后跟着300个健壮的老墨，摄影师感觉这里面随便一个人都能将自己轻松打败，就别说这样的人有300个了，他现在还真有点怕采访苏明了。张月可并不管这些，他敏锐的觉得今天或许有大事情要发生，一定要跟上去问个清楚。3步并作2步，很快张月就带着摄影师赶上了在前面走着的苏明。苏明，这是怎么回事啊？这些人应该是坦桑的人吧？他们来我们这里是要干什么的？什么学校？什么学员的？能跟我们讲一讲吗？张月一连问出了好几个问题，脸上的兴奋之情也是溢于言表。对于张月的连番轰炸，苏明笑了，看来张月他们确实是好奇坏了。也对，面对这样的情况，无论是谁都会十分好奇吧。而且现在苏明觉得是时候可以告诉他们了，这些人确实都是坦桑的人，来我们这里是来学习的。不过他们学的跟我们上大学学的可能不一样，他们是来我们这里的十子庄高级陆军学院学习一些军事方面的知识的。学成回国之后，可以用这些知识帮助他们的国家走向解放。当然邀请他们来我们龙国学习军事知识，也是我们两国之间友好的见证。听到苏明的解释之后，直播间的所有观众们这才恍然大悟。啊，原来是这样啊，这是来我们龙国进修来了呀。可以，我之前看黑州那边确实太惨了，要是能够帮他们一把，就帮他们一把吧。就是听说他们那边每天都要死不知道多少人呢，还是和平好，能帮助他们，这是一件好事儿啊。还得是我们龙国自己强大的同时，也会帮助别人，这才是大国该有的风度。对，不像某些西方国家，明面上道貌岸然，私下里干的都不是人事儿。从直播间观众们的言论来看，他们是十分支持龙国能帮助一些弱小的国家走向独立和和平的。当然前提的是，这些国家对龙国是持友好态度的。很明显，黑州的一些第三世界国家就是一直对龙国是持有十分的善意的，而对于西方国家却是深恶痛绝的。因为如果没有西方国家的插手，他们现在的国家绝对不会是现在这样满目疮痍的场景。直播间的观众们只不过看到了这一层，而作为央台节目记者的张月看到的就更多了。张月有些疑惑，这件事情是好事情，但是之前也并没有人提出来过，怎么就不早不晚的，等苏明接手成为阿贝巴部队2首领的时候，不久就开始招生了。而且看招生的这第一批人还全都是苏明的手下，这其中释放的信号可就不言而喻了。张月估计坦桑学员入学这件事情有80%的概率有苏明在背后推动的。苏明在背后推动不稀奇，毕竟就连他张月都能看出来，这是一个双方都能获利的局面，苏明自然愿意去推动，去撮合这件事情。但是这件事情不是苏明想要推动就能推动的，苏明一个民营机械厂的厂长，在神通广大也不可能将手伸到军校里面去，这绝对是需要经过上面高层人物同意的才能实施下去的。这从侧面释放了一个信号，苏明有能力和一些高层的人物说得上话，并且话语权还不轻的样子，这才是让张月有些吃惊的。随即张月又联想起来了，前2次苏明回燕京，应该就是那时候苏明做了什么，让某些人看中了，这才能解释今天的这种局面。虽然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但是可以肯定的是，苏明和某些大人物关系处得十分不错。想到这里，张月嘴角微微翘起，这小子是越来越优秀了呀。冀北省十子庄高级陆军学校，此时学校的操场上，年轻的军校学生身穿军服挺拔地站在操场上。就在刚才，他们的校长朱高峰宣布了一个让他们摸不着头脑的消息，那就是今天他们军校将会有300名学员来入学。
他们今天之所以集合，就是为了欢迎这300名同学入学。同时，朱高峰还希望他们接下来能够和这些新生能够好好相处。第93章，太夸张了吧？虽然军校纪律严明，但是听到这条消息，这些学生们还是按捺不住心中的疑问，在下面偷偷的说道：“什么情况？都开学这么久了，怎么还会有人入学啊？就是说啊，1-2个也就算了，还是300个学员，这么多学员是从哪里来的啊？难道是走后门进来的？好歹也是军校生，你脑子清醒点，走后门进来300名学生，可能吗？而且还这么大张旗鼓的，你当高校长人是傻的呀？也对，以高校长的人品，根本不可能让人走后门入学。”下面的龙国军校学生窃窃私语，而操场的讲台上，军校的众位领导也是边等边互相交流着。高校长，这300名坦桑学员入学不会出什么问题吧？说话的是学校的副校长。这个话题他们已经论述过无数次，但是事到临头还是有些担心。朱高峰也是知道他们担心什么，毕竟招收如此多的坦桑学员，他们石子庄高级陆军学校是算是第一个吃螃蟹的人。究竟会是什么结果，所有人都不知道。但是朱高峰却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从国家层面上来说，早就论证过这是一件好事，不然也不会那么快就通过这项决议。从他们学校自身层面上来说，朱高峰也认为这不是一件坏事，相反他认为这或许是一个好事。先不说接收这些学生，国家会给予他们学校一些补贴，已经补齐了他们的损失。单从学生层面来说，这些年他们学校招收的学生越来越严苛，学生们在成绩方面也越来越优秀。但是有一点让朱高峰不得不在意的就是，虽然他们学校的学生都是拔尖的高材生，但是他们从小到大一直处于温床之中，并没有经历过真正的战争，没有亲眼见过战争的残酷。这样他们的学生或许在考试中，在测试中能够拿到比较好的成绩，但将来一旦真正的战争爆发，没有见识过真正战场的学员们能发挥出几成的实力就不知道了。虽然国家和平，朱高峰是觉得乐意看到的，但是他也不想因为国家和平没有战场的磨砺，将来他们学校的学员丧失了某种叫做血性的东西。而现如今龙国学员们缺少的这种血性，却恰恰是坦桑学员拥有的。根据朱高峰从苏明那里得到的消息，这批学员其中有很大一部分是在战争中长起来的，他们绝大部分都见识过战争的残酷。这些人绝对是不畏战争的，甚至可以说某些人是好战的。虽然他们在军事理论知识方面严重落后于龙国的学员，但是如果将龙国的学员和坦桑的学员同时丢在战场上的话，毋庸置疑，活下来的很大概率是坦桑的学员。这些都是龙国的学员需要向坦桑的学员学习的。朱高峰也希望能通过这些坦桑学员的到来，带起来龙国学员们的血性，了解战场真正的本质。这种言传身教，比他们这些学校老师讲多少遍战场的残酷都要顶用得多。最好的结果就是龙国的学员和坦桑的学员们能成为竞争关系的同时，也能互补自身的优缺点。如果这样看的话，接收坦桑学员来入学，绝对是非常值得的一件事。当然，如果未来这些学生们能在黑州当个大官之类的，成为杰出校友之类的，那就更值了。想到这里，朱高峰不由得有些期待这些坦桑学员的到来了。就在这个时候，10辆他们学校的军用卡车从校门口驶入了进来。朱高峰知道这是300名坦桑的学员到了，朱高峰连忙下去迎接。其他坦桑学员倒好说，朱高峰作为一校之长，不去迎接也不会有人说什么。但是苏明作为他们学校的名誉校长，还是要亲自迎接一下的。虽然目前还没有公布这个消息，但是借着今天的迎新仪式，这条消息也是要宣布的。况且按照苏明在黑州坦桑那边几万人部队的职务来算的话，苏明的职务要比他还要高。并且朱高峰还从一些小道消息了解到，苏明之前帮助国家主导设计了一款特别厉害的武器装备，受到了上面领导的重视。这样的人值得他朱高峰去亲自迎接。看到校长都下台去迎接了，其他的副校长以及学校高层就更不敢在上面坐着了。同时他们也知道，来的这些人里，除了300名坦桑的学员，还有一个名誉校长。这件事情不算是个小事情，平白无故多了一个名誉校长，虽然是没有太多权力的那种，但是朱高峰还是提前要让学校的高层都通知到的。不过这对他们这些高层来说也不是很难接受，毕竟只要不涉及太多的权力，只是给一个名誉校友的称谓，对学校对他们的影响都不大。而此时苏明和马克纳等人也开始下车。看到车上下来的人之后，在场的石子庄高级陆军学员的学生全都懵了。卧槽，怎么全都是老莫啊？难道这些老莫就是我们要迎接的新生？这是怎么回事啊？我们学校也开始招收国外学生了。苏明这边刚下车就看到了来迎接的朱高峰。你就是苏明吧？我是朱高峰，石子庄陆军学校的校长。朱高峰笑呵呵看着面前这个年轻人，并伸出了右手。虽然朱高峰并没有亲眼见过苏明，但是见过苏明的照片，自然知道眼前的年轻人就是苏明。
你好，朱校长，我是苏明。苏明微微颔首，笑着回应道。此时跟着朱高峰下来的其他副校长和学校高层们全都惊了。他们知道有一个叫苏明的会成为他们学校的荣誉副校长，但是朱高峰并没有说这人是多少岁啊。本来他们以为苏明怎么也得是40、50岁的年纪，但是现在一看，太年轻了，这仅仅只有20岁出头的样子吧。毫不夸张地说，现如今他们学校里不少学员都比苏明的年纪要大，这么年轻成为军校的名誉副校长了，这也太夸张了吧。第94章，今天怪事特别多。马克纳等人一个个的都十分激动地看着面前漂亮现代的军校。我去，这就是龙国的军校吗？太漂亮了呀！是啊，我们那里最好的学校，跟这所大学一比，简直就是垃圾堆啊！哎，怎么能嫌贫爱富呢？不过这个学校的环境确实好啊。你们看那些学生们身上穿的军服，真是太漂亮了，太帅了，我们也能穿上那样的军服吗？废话，在军校学习不穿军服还穿便装啊？那太好了，那我能穿1个月不带脱的。接下来一段时间我们就要在这里学习军事知识嘛，真好。这还得多亏了二首领苏先生的，没有他我们根本不可能来这里学习啊。刚下车的坦桑学员好奇地打量着周围的一切。校长，您看这些学生现在怎么安排？苏明问道。客随主便，既然来到了别人的地盘，就要听别人的安排。苏明相信朱高峰肯定早就安排好了。朱高峰先是看向了苏明身后的300名坦桑士兵，点点头。先不说黑州那个地方环境比较恶劣，但是能在黑州活下来的人身体都比较健壮，普遍要比龙国的学生们身体素质要好一些。光是从这些人身上的气质就可以感觉出来，他们都是在战场上经历过生死的。朱高峰自然早就安排好了他们这些新学员的位置。作为本次入学的主角，他们早就提前给坦桑的学员们预留了位置。朱高峰将这300名学员安排在了操场的正中央，而周围左右和后面则是石子庄高级陆军学校原本的学生，就安排他们在操场中央那块吧，我们已经给他们留好了位置。苏明朝着朱高峰手指的方向看去，确实在操场中央给他们留了一片空的。马克纳，苏明说道。苏明的话音刚落，站得绷直的马克纳站了出来。在，将他们全都带过去吧。是，马克纳用华夏语流利地回答道。收到苏明的命令，马克纳便开始指挥坦桑学员行进，而马克纳指挥坦桑学员用的也是华夏语。而此时的朱高峰等人有些吃惊。朱高峰道：这些人都会我们华夏语吗？苏明笑着说道：是的，这些人都会我们的华夏语，在他们在黑州的时候，很早之前就开始让他们学习华夏语了，所以他们中几乎所有人都可以流畅的用华夏语交流，不用担心他们听不懂。啊，听了苏明的话，学校的高层们包括朱高峰在内就更加吃惊了。要说一个人会熟练的说龙国话，那他们认为这很正常，但是要说300个人同时都能够用华夏语来正常的交流，那可就真的了不起了，不是一朝一夕能训练出来的。而且这些坦桑的学员愿意学习华夏语，可以看出来他们对龙国的文化确实是喜欢的。这些学员刚来就给朱高峰他们留下了很不错的印象。本来他们这些高层看着这些黑黢黢的小伙子们还有点不顺眼，但是知道他们全都会华夏语后，觉得他们好像也不是看起来那么不顺眼，甚至还有点可爱的感觉。一个愿意在黑州那样遥远的地方愿意自发学习华夏语的部队，足以证明他们对龙国的态度。本来他们还在想着要给这些坦桑的学员们在学习的时候专门配上一个翻译老师来辅助他们学习，现在看来他们是有些多虑了。其实就连苏明也没想到，之前阿贝巴因为自己喜欢华夏文化，让他的部下们学习华夏语，在不远的将来还真的有了用武之地。很快，在马克纳的带领下，所有的坦桑学员来到了操场上的指定位置。校长，既然学生们都已经到了，那我们可以开始入学仪式了吧？朱高峰虽然感觉有些别扭，但是想了想，还是将苏明称呼为校长。反正待会儿就要宣布了，早点叫晚点叫没什么区别。苏明则是点点头。朱校长，您就按照你们的安排来就行了，不用在意我。苏明也是无语，自己虽说也是校长，但是没有什么实际权利，就是个挂名而已。别人问自己意见，那是因为苏明二首领的身份，自己几斤几两苏明还是清楚的。而此时直播间的观众们则是有些懵逼。卧槽，啥情况？我怎么听对面的那个朱校长叫苏明叫校长啊？怎么可能？是不是听错了？我也听到了，好像是叫苏明叫苏校长来着。不可能，苏明还是一个大3的学生，怎么可能成为校长呢？有没有可能是朱校长说顺嘴了，把苏明叫错了？很有可能，毕竟一个学校除了校长，一般还有几个副校长，估计是叫别的校长叫顺嘴了，叫苏明的时候没有改过来。直播间内的小插曲并没有引起太多的波澜，所有人都认为是朱高峰口误了。而学校操场这边，苏明被朱高峰等人迎上了讲台上面，跟朱高峰等一众学校高层坐在一起。
此时，一个20出头的年轻人跟朱高峰他们这些40、50岁甚至年纪更大的学校高层们坐在一起。台下面的龙国军校学员自然第一眼就看到了年轻的苏明。上面那个年轻人是谁啊？他为什么和学校的领导们坐在一起啊？看岁数跟我们差不多，应该也是大学生，怎么能跟学校领导们平起平坐呀？是啊，他还坐在我们朱校长身边，这不是说明他的身份仅次于高校长吗？怪事，年年有，今年特别多呀。台下不只有龙国的军校学员在窃窃私语，马克纳此时也颇为自来熟的跟旁边的龙国军校学员说着话。你好，小哥，你们的军装看起来真帅啊。一旁的学员听到马克纳说的一口流利的华夏语，也十分惊讶。你华夏语说的居然这么好？有人惊叹道。我们喜欢华夏文化，华夏语都是自学的，除了我们这些人都可以说华夏语。真的假的？真的，我还能骗你不成？我虽然脸黑，但是心可不黑。我叫马克纳，来自坦桑，你可以叫我老马。听说你们这边对熟悉的人都喜欢这样叫，不过你要是觉得还不太熟的话，也可以叫我老莫，好像也有人喜欢这么称呼我们。放心吧，我不在意。马克纳露着大白牙笑着说道。短短几句话，马克纳周围的一些龙国学员们觉得马克纳这个人说话挺有意思的。